大魏皇宫，叶枫轻车熟路就来到寝宫外。对于凌潇湘的寝宫，他比任何人都熟悉。刚来到寝宫外面，就见到2个宫女看守在两边。他们见到叶枫到来，眼眸深处闪过异样。整个大魏皇朝能够随意进出女皇陛下的寝宫，此等殊荣，唯独叶枫一人享有。拜见叶大人。2个躬身对叶枫行礼。陛下呢？叶枫对着2宫女问道。陛下在里面等叶大人用膳。2个宫女都知道叶枫是陛下跟前红人，可不敢怠慢。要知道，众所周知，女皇陛下能够登基成为皇帝，她可是功不可没。现在的叶枫更是锦衣卫指挥使，身居高位。整个大魏皇朝，叶枫权势滔天，就算是王公贵族都可以轻易抄家灭族。可知叶枫也没有迟疑，推开房门就朝着寝宫里面走去。一股香味弥漫而来，那是女帝身上散发的香味。就见到不远处的凌潇湘身穿一袭黑色的长裙，透露出微微纱巾，将她完美无比的身材展现出来，令人神往。精致无比的黑丝包裹着她修长而洁白的双腿，神色间隐约流露出魅惑韵味，身上却透露出高高在上的气势。陛下。叶枫对着凌潇湘微微躬身，就来到饭桌前面。满桌子味美佳肴，还摆放着一壶叶枫酿造的美酒。朕不是给你说过，四下无人之时，你只需要叫我潇湘即可。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要见外吗？女皇大人一只手托着下巴，她端详着俊朗不凡的叶枫面容。要说这么多年一点都不动心，真的不可能。可惜眼前的这个男人令她的内心感到危险，威胁性实在是太大。叶枫知道他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任何一个秘密都足够毁掉他。陛下对微臣有救命之恩，这是君臣之道。叶枫淡然地说道。他莫名其妙就穿越到眼前世界，同时落在水中就被年幼的凌潇湘救起来。就这样，他和凌潇湘一起长大。他也兑现曾经的诺言，帮助凌潇湘成为大魏皇朝的皇帝。人前人后，所有的脏活累活，叶枫都帮凌潇湘解决掉，只为了让凌潇湘能够安稳地成为大魏皇朝皇帝。坐吧，陪朕吃饭。凌潇湘示意叶枫坐在对面，咧开嘴笑了笑，道：这些美味佳肴倒是不如你的手艺，不过将就吃，这壶酒是你去年送与朕的，朕舍不得喝。多谢潇湘。叶枫嘴角扬起，前世的他身为华夏最强者，独自对抗全世界，却也孤独一生，就连他的父母都因为他的身份被仇敌害死。如今能够和凌潇湘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还能够有人关心，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他也很珍惜。请。凌潇湘端着酒壶，分别给叶枫和自己斟满美酒，2人碰杯就一饮而下。你可还记得当年朕救你上岸后，你得知我是公主，就问我想不想当皇帝。我说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想当。凌潇湘一边喝酒一边嘴角呢喃问道，脸上似乎带着回忆的笑容，增添了几分美感。叶枫喝下美酒，神色坚定的道，只要你愿意，哪怕是将来为你统一九州，那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只是害怕你太辛苦。凌潇湘闻言，眼眸深处却闪现过一抹异样。他在酒里面已经做了手脚，叶枫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况且叶枫掌控的锦衣卫越来越强大，开始超出他的掌控。以他的帝王心，绝对不允许叶枫继续强大下去。统一九州何其难，大秦皇朝幅员辽阔，兵多将广，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凌潇湘知道叶枫能力很强，却不认为叶枫能够帮他统一九州。开什么玩笑？九州混乱不堪，皇朝、宗教、门派林立，若是这么简单就能够统一，也不会混乱数千年了。大秦皇朝看似兵多将广，幅员辽阔，却横征暴敛，步伐迈得太大，根基不稳。叶枫一边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道，或许将来只需要一根导火索，整个大秦皇朝就会分崩离析，迅速衰亡。听着叶枫的话语，凌潇湘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又开口道，大夏皇朝骑兵迅猛，地理优势庞大，城市富裕，易守难攻，想要统一九州，怕是灭掉大夏皇朝后自身也会跟着衰弱吧。此等国家围而不打，慢慢歼灭。叶枫神色淡定从容道，骑兵的优势在于冲锋起来便是无敌，若是冲不起来，威力便大打折扣。就这样，凌潇湘和叶枫一问一答间，整个九州的局势焕然一新。凌潇湘内心对叶枫的忌惮变得更加强烈，斩杀叶枫的决心更加坚定。一壶酒渐渐喝完，你先喝着，我去换身衣服。凌潇湘的嘴角微微扬起，无论如何他都要将叶枫彻底除去。哗哗哗，叶枫的耳边不断传来房间里面的水声，香味迎面扑来，就见到不远处矗立着一道倩影。
越发的美丽动人。怎么回事？白酒有问题？叶枫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以他的境界，寻常毒药对他毫无用处，无法抵抗的毒药还能够令人血脉喷张，他已经猜到是哪种药。他万万没想到，凌潇湘平常一副高高在上、霸道女帝的模样，不知道是受什么刺激，竟然选择这样的手段。双眸深处闪烁过冷厉，也有些迟疑，心道：凌潇湘啊，凌潇湘，你的帝王心术片就是这样用的吗？兴许是时候传授你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凌潇湘的内心也有些懵了，此时此刻的局面已经超出他的预料，内心有些悔恨，早知道就不该这样使美人计。若不是实在找不到叶枫的罪证，他也不至于出此等昏招，好像把自己给坑进去了。刚才特殊美酒他也喝了不少，尽管提前他就吃了解药，可是也有不少的残留药力。要知道，脑海里面回想起来，那个江湖郎中所言，此种祖传秘方，莫说小宗师修为，就算是陆地神仙也只能够俯首称臣。他明明是小宗师境界的强者，就算他暗暗运转灵力，也无济于事。凌潇湘内心也有些诧异，该死该死，待朕处理完叶枫，必然将你全家给抄家灭族。凌潇湘的内心都是愤懑，觉得事态有些超出预料，必须要及时停止。可惜叶枫不知道什么时候朝他冲过来，若是那江湖郎中知道自己祖传秘方，还有人不满意的话，怕是会吐血吧。毕竟无论男女，只要找他买过的都说好，童叟无欺。凌潇湘也感觉到满脑袋嗡嗡作响，药力开始上头，使得他失去了控制力。叶枫抱着凌潇湘就朝着寝宫内冲进去，不愧是女人，爱干净是天性。凌潇湘在自己的寝宫内修了个数个平方的浴池，就见到热气腾腾，飘着无数的玫瑰花瓣。凌潇湘只感觉到全身软绵绵，根本无法挣脱叶枫的怀抱，内心又羞又怒。扑通，叶枫嘴角扬起，带着一抹狡黠笑意，咔嚓咔嚓一群碎裂声音响起，听见里面传来鸳鸯戏水的声音。门外的两个宫女脸色也满脸羞红，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皇宫里面的女人都是如狼似虎啊，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太监，哪里受得了真男人的刺激？滚开，我是皇帝！不要，叶枫，不要！两个宫女听着寝宫传来的声音，满脸羞红。她们万万没想到，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女皇陛下玩得这么开，也不敢多管闲事，都觉得是凌潇湘和叶枫玩闹呢。毕竟在他们眼中，叶枫在大魏皇朝权势滔天，掌控锦衣卫，就连丞相和国师祭酒都不敢招惹的大人物。浴池里面，凌潇湘满脸娇嗔，浑身都是红色的印，盯着不远处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双手倚靠在浴池边缘的叶枫。凌潇湘心跳加速，死死地咬着牙齿，脑海里面想到刚才的画面，双腿发软。这该死的东西真的敢冒犯自己啊！他怎么敢啊？真是该死！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明明设计好一切的，来不及内心多想，到底为何自己小宗师境界却无法挣脱叶枫怀抱？趁着叶枫休息下来，凌潇湘完美无瑕的玉体冲出浴池，来到床边不远处的地方，赶紧披上衣袍，当即朝着寝宫外冲出去。锦衣卫指挥使擅闯寝宫，意图谋害朕。咔嚓的开门声响起，凌潇湘脸上娇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磅礴的杀意。门外的两个宫女都被突如其来的嘶吼声吓得满脸苍白。凌潇湘却不知道，他刚离开浴池，叶枫的眼神就变得清明起来。他盯着凌潇湘的背影，神色间带着自嘲，万万没想到自己传授凌潇湘的帝王心术，他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呢喃道：我教你的帝王心术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动杀心，就要下狠手，直接杀我不好吗？偏偏你又还想借我收买人心，真是一手帝王术用得稀烂啊！他没想到两人都这样了，凌潇湘的杀意依旧这么坚决，非要杀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这些年日夜陪伴教给他的帝王心术篇根本就没学废啊！既然决定杀功臣，就要学老朱重八，一不做二不休，干净利落，直接杀啊！再不济，你看看李二玄武门之变，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杀干净。不知道凌潇湘此刻要是知道他坐稳皇位，准备狡兔死走狗烹之时，叶枫还想着的是传授他的帝王心术篇的话，他作何感想？盯着冲出来的女皇陛下，内心忍不住暗道：不愧是皇帝陛下，这种角色扮演也太会玩了吧！想到刚才自己两人听到的声音，他们都忍不住浑身酥软，赶紧跪在地上。哗哗哗，随着凌潇湘的声音传播开来，整个寝宫周围一道道的禁卫军不断的疯狂冲出来，将整个寝宫包围起来。他明显早有准备，大胆逆贼，胆敢冒犯陛下，真应该千刀万剐！一个老者冲上前来，
正是大魏皇朝的丞相欧阳明。他眼眸深处闪烁着激动。叶枫嚣张跋扈多年，如今狡兔死，走狗烹。以女帝陛下的霸道性格，又怎么可能容忍叶枫的存在呢？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早就设计好，你们还不赶紧将叶贼抓起来！国师祭酒洪忠全满脸横肉，对着众多的禁卫军呵斥道：“我跟你们走！”叶枫从寝宫走出来，神色淡然，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去多看凌潇湘一眼。陛下受惊了，臣等该死。欧阳明等人见到叶枫被禁卫军带走，纷纷对着凌潇湘躬身，带去朝堂，朕要亲自判决。凌潇湘挥了挥手，对着欧阳明等人说道：“遵旨。”欧阳明等人内心早就笑开了花，也没有注意凌潇湘的异样，一个个想着即将除掉叶枫，都满心欢喜。凌潇湘回到寝宫，玫瑰花瓣的香味伴随着体香，脑海里面回想着刚才的画面，不堪入目，满脸的娇羞红润，死死地咬着牙齿，嘀咕道：“这个该死的，可恶的叶枫，他真的敢冒犯朕，该死！你们两个给我进来！”凌潇湘对着寝宫外面跪着的两个宫女，声音冰冷地命令道：“参见陛下，陛下，我们什么都没听见，没看见。”两个宫女的话语响起，凌潇湘差点没喷血。你们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叶贼骄朕的只有死人才能守口如瓶。凌潇湘话音刚落，两个宫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感觉到磅礴灵力涌动而来，两只利爪死死地抓着他们的脖子。只听见咔嚓一声，两宫女双眼圆睁，气绝身亡，被凌潇湘丢在地上。来人！他若无其事，走到不远处的衣架，将龙袍披在身上。拜见陛下。又是两个宫女走进来，见到地上的尸体，忍不住抖了抖，赶紧低下头，不敢去看女帝。他们两个为了保护朕，被叶贼诛杀，厚葬他们。凌潇湘吩咐完，朝着朝堂迈步而去。咕咚，两个宫女也被吓得不轻，心有余悸，不敢耽搁，赶紧清理尸体和浴池。大胆逆贼叶枫，冒犯天颜，欺君犯上，图谋不轨，斩立决。凌潇湘刚来到朝堂端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开口，高高在上，神色冰冷，眼眸都是杀意，穿着一身龙袍，气势不凡。他设计一切，就为给叶枫定罪。此罪注定叶枫无法翻身狡辩，人证物证俱在。叶枫被禁军带着，身体外面也披上一身囚服，内心却忍不住自嘲，果然是狡兔死，走狗烹。他从8岁跟着6岁的凌潇湘，整整20年过去，若不是他叶枫谋划一切，凌潇湘凭什么当皇帝呢？就想要开始过河拆桥，卸磨杀驴。陛下英明。欧阳明身为丞相，自从叶枫来到大魏皇朝以来，他就选择蛰伏起来，不与叶枫针锋相对，避其锋芒。如今叶枫为陛下做完脏活累活，必然就迎来过河拆桥的局面。想到叶枫将死，他的内心都是激动。洪忠全等文武百官也都被叶枫的淫威镇压多年，一个个的都巴不得叶枫早点死，免得阻挡他们贪污受贿的步伐。尤其是洪忠全，他身为国师祭酒，又是三元教的教主，这么多年叶枫不断的削减三元教开支，使得三元教发展越来越差。他的内心对叶枫早就很不满，此刻见到叶枫即将被斩杀，都是得意和讽刺。叶枫，你可有遗言？凌潇湘冷冷的道，内心里面带着愤怒，临死都不愿意哀求自己吗？孑然一身，何须遗言？叶枫神色淡然，他孑然一身来到大魏皇朝，帮助凌潇湘成为皇帝，治理整个大魏皇朝，欣欣向荣，越来越强大，却不曾有任何私心。带下去，斩！凌潇湘咬了咬嘴唇，一声令下，两个禁卫军就走上来，想要押叶枫。我会自己走。随着凌潇湘的斩字出口，坚决而决然，叶枫的神色也变得怅然起来。当年秦淮河边，他脑海里面毁天灭地的战斗，华夏第一人以一己之力独占7大主神，先斩吸血之神，后斩杀自由之神，斩杀黑暗之神，6大主神被斩杀，仅剩下8岐大神。无数的外族人信仰崩塌，山河崩裂。凭借叶枫的实力斩杀8岐大神，也只是时间问题可。就连叶枫也没想到，8岐大神身为倭国信奉的主神，他竟然选择最邪恶的秘术——天地血祭。他将整个倭国数万万的倭人全部血祭，就为了斩杀叶枫。可惜他临死也未能斩杀叶枫。不过叶枫也身受重伤，昏死过去。不知过去多久，睁开眼睛之时，他莫名其妙就出现眼前的九州，成为落水儿童，恰好遇到凌潇湘，就命人将他救起来。实则叶枫又怎么可能被区区河水淹死呢？只不过当凌潇湘救起叶枫之时，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关心的滋味，那种暖意令他感到无比珍贵，于是才有了那句：如果你想要成为皇帝，
我可以为你开天辟地；你想要统一九州，我便为你征战四方。这么多年，叶枫把自己当成机器，利用自己的一切智谋，帮助凌潇湘荣登皇位宝座。他从无觊觎之心，只想要做个朝臣，辅佐凌潇湘。本以为凌潇湘不会猜忌他，可惜他属实是想多了。只不过凌潇湘想要杀他，真的这么容易吗？叶枫每踏出一步，脚步声就响彻朝堂。众多大臣盯着叶枫缓慢走出朝堂的背影，有幸灾乐祸，有高兴，却也有部分人感到有些悲凉。过河拆桥，自古已然。叶枫身上囚服随风而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声音响起，微微激荡，大殿回响。远处的天空，云霞漫天，微微涌动，宛若龙气奔腾，也微微下起连绵小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朝堂之上数个大儒猛然瞪大眼睛盯着叶枫的背影，神色震撼。临死依旧能够如此镇定自若吗？这是把满朝文武的抨击以及女帝陛下的责骂都当成下雨响起的穿林打叶声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伴随着叶枫的声音响起，一些大臣眼眸深处此时此刻也带着敬畏。临死之人还能如此淡然，也难怪整个大魏短短10来年，仅仅叶枫一人便焕然一新，也使得凌潇湘成为大魏第1任女皇帝。竹杖芒斜倾圣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云卷云舒，整个大魏朝堂上方微风轻轻吹拂，却令无数人震撼。寥寥数句引来文气涌动，不过他们的内心也无比震撼。短短的数句诗词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叶枫啊叶枫，若是朕不成为皇帝，或许你我真会成为神仙眷侣啊。凌潇湘微微伸手，脑海回荡叶枫刚才的诗句，不自觉又想到尉迟的画面。这家伙他真的很无耻啊！可惜他知道，一切从他成为皇帝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了。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叶枫身上的白袍随风而动，整个人哪里又有半点临死的悲凉呢？有的都是慨然。前世的华夏，叶枫背负的太多，如今凌潇湘要杀他，他也报答了凌潇湘的恩情。这种无事一身轻的感觉，对于叶枫来说实在是太美妙。从此时此刻开始，他与凌潇湘就再无瓜葛，整个人反而变得豁然开朗。也就是如此心境，他才会陡然想起这首苏轼的《定风波》。随着叶枫此句一出，凌潇湘的双眸深处闪过一丝犹豫，内心莫名有些失落。他何尝感受不到叶枫身上的那种豁然开朗？这些年，几乎所有的挡在他当皇帝的障碍，无论叶枫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最终那些障碍都被荡平。每次叶枫总是云淡风轻，可凌潇湘很清楚，那些障碍可不简单。回首向来萧瑟处，叶枫一只脚踏出朝堂，迎面而来的是远处的夕阳，晚霞映红，照耀整片天空。云卷云舒，风轻云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叶枫的声音激荡在朝堂，身侧两边的禁卫军，他们不知道叶枫诗词的深层次含义，却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叶枫身上环绕着的文气。文气如龙，如沐春风。而整个朝堂随着最后一句落下，却彻底绷不住，满朝的文气绵延不绝，油然而生，其中竟蕴含着浩然正气。啊，这是浩然正气！叶枫一首词引来无数文气，激起浩然正气。此等朝臣又怎么可能是逆臣呢？陛下，臣斗胆恳请，饶过叶大人啊！左手边的儒生老者穿着青色长袍，他就是大魏儒学大能翰林大学士岑参子。这些年他可没少弹劾叶枫滥杀无辜，罪恶滔天，经常痛骂叶枫手段阴狠毒辣，却也知道叶枫杀人并不是为私人恩怨，而是为大魏皇朝，亦或是为皇帝陛下。此刻他站出来给叶枫求情，这是为大魏皇朝留下可用之才。脑海里面依旧回荡着叶枫短短时间所做的词赋，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何等的慷慨！此等豪迈之人世间少有啊，更何况对方竟然能够激起浩然正气，这可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能够达到的境界。传闻整个九州也只有遥远的东边那位超越世间的大能才能够感悟浩然正气。夫子，你在看什么？灵气氤氲而生，一个白袍儒生鬓角两边两缕白须，负手而立，站立在山峰之巅，俯瞰九州，身上的衣袍随风而动，身上弥漫着一股儒雅之气，
整个人站在山巅，气定神闲，宛若一尊降落凡尘的神仙，飘然天外。九州宛若在他周身虚空之中。不远处的地方，一个中年男子身着白袍，眼眸深处有些诧异地看着白袍儒生，他可是好多年未曾见过夫子露出笑意了。我在看九州。夫子微微一笑，淡淡的道。中年男子循着夫子的目光望去，就见到九天之上云卷云舒，却无形之中弥漫着无穷无尽的浩然之气，也忍不住露出惊骇。这是何人，竟能够引来天地异象？九州混乱千年，终究是要结束了吗？夫子忍不住微微呢喃。中年男子闻言瞠目结舌，满脸不可思议。九州混乱千年，演变至今，皇朝林立，随处都是皇权，想要大一统，何其艰难啊！可是他更加相信夫子之言，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夫子究竟存在多久了。什么浩然正气，以老臣看来，怕是造反之象。洪忠全内心带着嫉妒和恨意，叶枫临死还能够引起这样的轰动，此词必然能够流传千古，名留青史。大魏那可是林家的皇朝，却被区区锦衣卫指挥使引来天地异象，传扬出去，皇威何存？陛下，万万不可心慈手软，叶枫包藏祸心，若是不尽快诛杀，恐生异变。洪忠全不愧是国师祭酒，老奸巨猾，早就看出来女帝想要诛杀叶枫，就是害怕叶枫的影响力超越自己，更多的就是忌惮。现在洪忠全的寥寥数语，使得凌潇湘觉得醍醐灌顶。历来能够引来天地异象之人，必然是皇帝。现在叶枫却带来天地异象，对他的威严就是莫大的打击。想到叶枫临死不仅不畏惧自己，反而如此坦然，他的内心杀意更甚。哪怕是死，你也不愿意求求朕吗？眼见叶枫临死也不愿意开口求他，内心的愤怒转变成为愤恨。在他看来，叶枫已经彻底脱离掌控，不杀不行。叛贼叶枫意图谋反，勾结敌国，罪不容赦，斩立决。冰冷刺骨的命令传遍朝堂，欧阳明等众多朝臣神色带着得意，他们总算是等来这一天。叶枫踏出朝堂的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决，身后传来高高在上凌潇湘的杀意，嘴角微微扬起，呢喃道：想要杀我，真的这么容易吗？尽管叶枫对于皇位没有任何的兴趣，这么多年忠心耿耿地为凌潇湘鞍前马后，可是他又哪里没有一点后手呢？驾！就在这时，皇宫外面骏马奔腾，马蹄声响彻大魏国都。大宋使臣，信陵夫人拜见。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整个大魏城都有些轰动。大宋国土面积不如大魏，军队战斗力并不强，在整个九州都属于末流的皇朝，和大魏皇朝比起来差距并不小。就见到一个身穿银色盔甲女子，身材美妙，尽管年近中年，却丝毫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就这样被白色的盔甲包裹，腰间别着一柄长剑，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信陵夫人这个称呼之时，大魏皇宫周围引起阵阵轰动，只因为信陵夫人现在可是大宋女帝当前红人。传闻大宋当今的女皇帝小时候就是信陵夫人亲自抚养长大，这个信陵夫人可不简单，在整个大宋皇朝内部威望颇高，而且曾经的大宋皇朝金陵四君子可是名动九州，其中信陵夫人的夫君信陵君就是其中之一。可惜18年前大宋皇朝发生一场动乱，那就是太子赵亨意图谋反，带领叛军杀到金陵城，想要谋朝篡位。皇帝赵世明被亲儿子赵亨诛杀。皇宫之中，信陵君带领门客100人，硬生生地抵挡住赵亨的近万军队，为援军来到金陵城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而也是在这场叛乱中，信陵君力竭而亡。最终丞相李林甫率领援军赶到，诛杀赵亨，历年仅6岁的赵秋燕登基为帝，成为大宋第1女皇帝。后来信陵君也被追封为信陵侯，信陵夫人就成为赵秋燕的内臣，从赵秋燕的衣食住行到武道修为，甚至到国家内政都有信陵夫人的身影。现在大宋皇朝竟然派遣如此重要身份的大臣来到大魏皇朝，不免让人觉得惊讶，不明白大宋皇朝想要干什么。大魏皇朝和大宋皇朝接壤，这么多年并没太大的争端，可是两个国家的关系绝对谈不上和谐，眼前的和谐都是暂时的。凌潇湘听闻信陵夫人亲自前来拜见，内心也有些疑惑，对方此行的目的。宣凌潇湘此时此刻因为叶枫的事情心里面混乱，却也知道既然大宋皇朝派来使臣，自然是要见一见的，当即传达命令。叶枫顿住脚步，
身侧的禁卫军将他团团围住，生怕他逃窜。信陵夫人翻身下马，银白色的盔甲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身后跟着2个女兵端着一个金色的托盘，朝着大魏朝堂而来。陛下，大宋皇朝早不来晚不来，怕是叶枫勾结敌国，依臣之见，先对叶枫行刑，再见信陵夫人不迟。欧阳明略微局促眉头，眼见对叶枫的行刑停顿下来，恐生变故，当即对着凌潇湘谏言道：无妨。凌潇湘摆摆手，斩杀叶枫本就不是光明正大的罪名，此等事情他不想要当着大宋使臣做，也害怕落得过河拆桥的丑陋名声。信陵夫人风姿卓著，大不留心就来到朝堂外，双眸扫过，就见到被禁卫军包围着的叶枫，眼眸深处闪过诧异。这么多年，他对于叶枫的名声可是如雷贯耳，一眼就认出叶枫。出发来大魏皇朝之前，信陵夫人觉得此行成功的几率几乎不存在。叶枫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能力超凡，哪怕赵秋燕给出的条件无比丰厚，可他觉得凌潇湘绝对不会同意，也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而来。如今却见到叶枫竟然沦为阶下囚，似乎成功的几率又增加几分。想到这里，脸上陡然弥漫出妩媚的笑意，朝着叶枫抛去2个媚眼。叶枫神色淡然，也不可能被信陵夫人2个媚眼就给触动赵秋燕醉心于武道境界，对整个大宋正是漠不关心。大宋朝堂混乱，内斗不断，权臣李林甫掌控朝堂，一些诸侯也对赵秋燕的皇帝位蠢蠢欲动，唯独金陵城依旧歌舞升平，一切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奈之下，信陵夫人听过叶枫的名头，大魏皇朝能够欣欣向荣，凌潇湘能够成为9州第2个女皇帝，都是这个锦衣卫指挥使暗中操控一切。他就谏言赵秋燕想要来大魏皇朝，以高昂的代价来换叶枫，前往大宋皇朝辅佐赵秋燕。本以为赵秋燕不会同意，却没想到赵秋燕答应得很爽快，当即就开口，若是能换来叶枫，哪怕半个大宋也愿意。当时的信陵夫人内心都暗暗疑惑，赵秋燕登基以来醉心于武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修武道，完全就是十足的昏君。甚至有时候信陵夫人都在暗暗思索，当年极力的促成赵秋燕小小年纪就成为大宋女帝，究竟是对是错？却没想到赵秋燕竟听过叶枫的名头，当即就命令信陵夫人带着她的圣旨赶来大魏皇朝。信陵夫人拜见大魏皇帝陛下。信陵夫人来到朝堂中央，微微躬身，并没有对凌潇湘行跪拜之礼。好大的胆子，见到陛下还不下跪！欧阳明勃然大怒，呵斥一声：欧阳丞相，妾身并非大魏之人，为何要跪？信陵夫人不卑不亢，神色镇定自若，带着数人就胆敢来到大魏城，此等魄力，巾帼不让须眉，不愧是大宋女中豪杰，深得大宋女帝的信任。信陵夫人，朕相信你来大魏，可不是和丞相斗嘴而来吧？凌潇湘知道信陵夫人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来到大魏，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大宋皇帝之命，带着圣旨前来大魏皇帝，特地就是为了要一个人，还请大宋皇帝成全。信陵夫人微微躬身，也没有拖延，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意。哼！欧阳明冷哼一声道：夫人是不是来错地方？我们大魏和你们大宋多年未曾有过交锋，可没有大宋的俘虏啊。他觉得信陵夫人既然要人，自然便是两国战斗的俘虏，可是两国都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斗争了。奉我大宋皇帝命令，特地前来奉上燕云18城。信陵夫人对着身后两个女兵点点头，就见到两人端着金色的盘子，乃是一张圣旨。这是我大宋女帝奉上的燕云18城文书。众多大魏朝臣都变得震惊，燕云18城价值珍贵无比，现在对方竟然要用燕云18城换一个人，他们都不禁有些好奇，大宋皇朝这是想要谁呢？燕云18城无论是对于大魏皇朝，亦或是大宋皇朝，皆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哗哗哗一语激起千层浪，大魏朝堂文武百官目瞪口呆。燕云18城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大宋皇朝来说，就是抵挡大魏皇朝最好的屏障。现在却要将燕云18城用来送给大魏皇朝，不少人的内心都暗暗咂舌，同时暗暗鄙夷。早就传闻大宋皇朝的皇帝就是一个武痴，根本不懂得治国，就是个十足的昏君，朝堂都被丞相李林甫掌控，只手遮天。现在看来果然如此，燕云18城这么重要的战略之地，竟然要拿来白白送给大魏皇朝。对方想要换一人，何人又怎么重要，值得燕云18城了？凌潇湘闻言先是一愣，就恢复平静。他很清楚，就算赵秋燕真的是昏君，也不至于无端端将燕云18城奉献给自己。
看着站在朝堂中央的信陵夫人，问道：“想必赵秋燕也不是傻子，她把燕云18城送给朕。”听见凌潇湘的话语，欧阳明等人也纷纷点头。据说大宋皇朝内忧外患，西北边境的朵异人最近频频骚扰大宋边境，大有全面出击的趋势，想来是为了求我们大魏出兵援助吧。欧阳明当即走上前2步，显得胸有成竹，直接开口道：“他觉得信陵夫人所谓的换人不过是幌子而已。燕云18城战略地位重要无比，怎么可能拿来换人？”信陵夫人笑了笑。欧阳明身为大魏皇朝的丞相，对大宋的局势有所了解，他倒是没有太多的惊讶。朵异人异动频繁，确实令大宋皇朝头疼，可惜却也没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承蒙欧阳丞相挂记我们大宋。信陵夫人神色淡然，直接开口道：“不过妾身从来为皇朝奉上燕云18城，刚才就已经说了，不是为了求援，而是想要向贵国交换一人。”花花华听到信陵夫人再次强调，大魏皇朝的文武百官都不约而同看向同一个方向，纷纷看向朝堂外面被禁卫军团团围住的叶枫。凌潇湘自然也想到，宋皇朝想要交换叶枫。赵秋燕不懂朝政，十足的昏君，这是想要换叶枫去给他治理天下。内心暗道，看来宋女皇是想要换叶枫去大宋，想必就是帮他治理朝堂。大宋现在权臣李林甫只手遮天，外面的诸侯不听调不听宣，眼看大宋皇朝就要分崩离析。叶枫在大魏皇朝展现出来的手腕，以及帮助凌潇湘登基，彻底掌管大魏皇朝的手段，若是能够聚到大宋皇朝，必然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是凌潇湘可不傻，如今的大魏皇朝发展欣欣向荣，兵强马壮，早晚都是要开疆拓土。届时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重文轻武的大宋皇朝，又怎么可能愿意让叶枫去大宋呢？叶枫必须死。可是燕云18城他也想要。大魏皇朝一旦获得燕云18城的掌控权，以后想要攻击大宋就会事半功倍。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已有算计，索性将计就计。哟，想不到本朝还有人能够换燕云18城，不知道信陵夫人所言究竟是何人，能够得到贵国皇帝的青睐呢？凌潇湘已经猜到想要换叶枫，自然不能说出来，假装不知道。启禀魏皇陛下，我皇想要用燕云18城换取大魏锦衣卫指挥使叶枫。信陵夫人内心也很疑惑，叶枫明明是大魏锦衣卫指挥使，传闻掌管大魏皇朝的3万锦衣卫，手眼通天，乃是凌潇湘的当前红人。民间有无数的传闻，都知道叶枫和凌潇湘从小青梅竹马，直到凌潇湘登基称皇帝，都少不了叶枫的推波助澜。很多人都觉得叶枫必然会成为未来大魏皇朝的帝婿。可是刚才信陵夫人却见到叶枫被禁卫军围住，就是一副阶下囚模样。哈哈，欧阳明率先哈哈大笑起来，苍老的脸颊微微抖动，讥讽道：“早就听闻贵国女皇昏庸无能，燕云18城如此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就为了换一个我大魏的阶下囚，传言诚不欺我也。燕云18城换一个废物，你们大宋皇朝丞相李林甫可曾知道？”洪忠全神色阴翳，今日绝不能够让叶枫活着离开。此言一出，朝堂的其他文武百官都纷纷嘲笑。天下人皆知，大宋皇朝的朝堂上下都是丞相李林甫掌管一切，女皇赵秋燕就是个傀儡而已。换个意思，就是赵秋燕的圣旨能够起到作用吗？花花华包围着叶枫的禁卫军都窃窃私语。叶枫自然听到朝堂里面的对话，神色带着一丝自嘲，想不到自己竟然成为交易的筹码。想想也正常，九州皇朝林立，莫说他不是皇帝，就算是皇帝也有可能成为交易的筹码。不过这个大宋皇朝倒是很有意思，自古以来大宋皇朝重文轻武，文臣便可以主导天下，甚至于皇帝的权力都被文官削弱很多。可是就这样的大宋皇朝却挑选出九州数千年第一个女皇帝，可偏偏这个女皇帝可不是什么当世文侯，而是一个超级武道天才，整日沉醉于武道修炼，小小年纪便已经踏入大宗师境界。皇帝不问政事，权臣李林甫能力超群，却因狠毒辣，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久而久之，现在的大宋皇朝，朝堂之上，丞相李林甫只手遮天，门生故吏遍布大宋每个角落。朝堂之外，东南西北4个王爷不听调不听宣，可以说大宋皇朝的崩塌只差一点点火星。也难怪想到用燕云18城换自己，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想要从内部解决谈何容易。如果能够从外部找来一个能力超群的权臣，兴许可以刮骨疗毒，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此看来，那个宋仁帝倒也不算昏庸啊。东边的超级皇朝大秦，曾几何时也是分崩离析，
眼看大厦将倾秦孝公重用外来之臣公孙鞅，从内部开始改革变革，大秦皇朝逐步崛起，短短100年便成为九州之上排名第1超级皇朝，大有逐鹿天下、吞并九州的野心。最终的公孙鞅下场可不好，他帮助大秦由内而外的改革，却也动了大秦很多世家贵族的利益，最终也被自己制定的法度所反噬，落得车裂之刑。不过公孙鞅虽然死亡，大秦皇朝经历的3代皇帝却依旧延续公孙鞅的法度。叶枫内心也很清楚，他若是被交易去大宋，兴许能挽救大宋，怕是也免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摇摇头，无论凌潇湘有何算计，他已然决定活着离开大魏皇朝，游历天下，不必再去理会朝堂争斗。前世的他尸山血海，早就厌倦彼此争斗的生活，能当个闲人岂不妙哉？偷得浮生半日闲，想必大魏陛下也知晓我宋皇朝的局势。信陵夫人内心很清楚，大宋距离大厦将倾也就是旦夕之间，他这3年遍访九州皇朝，就想要寻找一个能力前往大宋挽救大宋。可那些人得知是大宋皇朝的局面，都纷纷婉言拒绝，谁也不愿意去面对李林甫这样的阴险狡诈之人。关键是这个李林甫的能耐也很强，若是他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真的一心为大宋皇朝谋发展，必然也能够成为一方贤臣。可惜他也心薄薄。原本赵秋燕看在李林甫在他登基以来治国有方，对李林甫很多越界的行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近3年以来，李林甫的行为越来越夸张，竟然想要自己的儿子成为赵秋燕的夫君，也彻底的触怒赵秋燕。莫不是贵国皇帝真以为我大魏皇朝一个逆臣就能够挽救大宋？凌潇湘高高在上，将叶枫已经定为逆臣。既然大魏觉得叶公子乃是逆臣，不妨就换给我大宋，又有何妨呢？信陵夫人趁势而上，说道。来之前他就在想要如何才能够说动大魏皇朝，毕竟叶枫和凌潇湘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令他心里面没底。当见到叶枫的处境之后，他觉得大宋皇朝得到叶枫的几率就大大提升了，如今几率似乎更大了。燕云18城对于大魏皇朝的诱惑太大。云，凌潇湘当机立断，手臂一挥道：哗哗哗！欧阳明等文武百官一片哗然，他们不想要放任叶枫活着离开，以叶枫的手段，若是能够活下来，将来他们这些人怕是死无葬身之地。陛下万万不可啊！欧阳明率先来到朝堂中央，躬身就跪下来，声音嘶哑沉重无比。对，此子必然早就和大宋皇朝勾结，不然大宋皇朝的文武百官又怎么可能让赵秋燕这个昏君用燕云18城换取叶枫？洪忠全紧接着开口道：陛下。眼见欧阳明和洪忠全纷纷出言阻拦，其余的文武百官也都纷纷跪下，诸位爱卿不必多言，朕意已决。凌潇湘端坐着，神色淡然，内心早有算计，对于欧阳明等朝臣的劝阻丝毫不在意。这是燕云18城的移交文书，恳请大魏陛下派人去接收城池。信陵夫人见状，命人将燕云18城的文书赶紧递交上去，生怕耽搁时间，凌潇湘到时候反悔。凌潇湘看着移交文书，不仅有大宋皇朝的玉玺印，还有赵秋燕亲自书写的签名以及印章。欧阳大人立刻命人带着文书前往燕云18城接收城池，不得有误。凌潇湘性格霸道，内心已有决定，又怎么会被欧阳明等朝臣威胁呢？当即就下达命令：多谢大魏陛下，妾身告辞。信陵夫人转身朝着朝堂外快步走去，朝着叶枫就走上去，禁卫军也纷纷让开一条道。看着气定神闲、淡定自若的叶枫，暗暗震撼，对叶枫这份魄力和淡定从容感到敬佩。叶公子，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宋女皇陛下的座上宾，请随我前往大宋吧。信陵夫人穿着铠甲，却遮挡不住身上散发出来的成熟的魅力，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带着魅惑。徐叶枫深深吸一口气，莫名回到年少时，稀里糊涂跟着凌潇湘来到这座城池，接近20年的时间，他几乎2/3的时间都围绕在这座皇宫。此刻内心难免有些感慨，愣愣的出神看了树西朝堂。凌潇湘端坐着，依旧高高在上，宛若众生都在他的脚下一般，又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将来再见。叶枫转过身，朝着皇宫外走去，信陵夫人等3人紧随其后。你还想再见？凌潇湘眼眸深处杀意凛然，想到自己明明设计陷害叶枫，却让这家伙占了如此大的便宜，若不是想到燕云18城的价值，他必然会将叶枫碎尸万段，才能够解心头之恨。脑海里面回想起那种画面，那种感觉令他又羞又怒。他又怎么可能让叶枫
活着离开大魏。传朕旨意，叶封狗贼，勾结敌国，意图谋反，颠覆大魏皇权。即日起，我大魏皇朝子民，人人得而诛之。凡是诛杀此僚之人，封万户侯，赏金千两。凌潇湘蕴含着冰冷杀意的声音响彻朝堂，文武百官都忍不住打一个寒战。他们都猜到，以凌潇湘狠辣的手段，又怎么可能放任叶封活着离开呢？原来是既想要燕云18城，又要叶封死。想必此道圣旨一出，整个大魏皇朝的武道强者，亦或是沿途的文武百官，都会恨不得将叶封碎尸万段，来领取丰厚的奖励。洪忠全当即拖着臃肿的身躯，躬身鞠躬行礼，道：“陛下英明，陛下英明。”其余的文武百官都跟着奉承，他们内心也忍不住对凌潇湘肃然起敬，果然狠辣。一石二鸟，如今欧阳明带着文书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去接收燕云18城。而叶封若是在大魏境内被诛杀，就算是大宋皇朝想要找麻烦，也根本无计可施。毕竟凌潇湘也没说过要让叶封活着去到大宋皇朝。最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欧阳明带着文书早就将燕云18城彻底掌控。大魏皇宫外，信陵夫人等3女跟在叶封身后，一言不发，一袭白袍，气定神闲，神色淡然。皇宫外面是妾身早就准备车辇。信陵夫人见到叶封的模样，俊朗不凡，跟着叶封的背影。真正见到叶封，她才知道，天底下还有如此帅气男子。虽然仅仅在皇宫走上一圈，可是她的内心都是敬佩。脑海里面不自然的就浮现出一道身影，那就是他已经故去的夫君大宋信陵君。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任何时候总是那样的气定神闲，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而眼前的叶封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等气魄就世所罕见。起码吧，我还想要多看2眼这座大魏城。叶封内心却也很清楚，以凌潇湘的性格，又怎么可能让他轻易活着离开？若是乘坐在车辇里面，反而不安全。凌潇湘行事果断，做事狠辣，之所以愿意看着他离开皇宫，无外乎就是为了图谋燕云18城。现在走在大魏城里面，若是乘坐车辇，极有可能在暗处的角落就会有无数的弓箭手将弓箭对准他的车辇。相反，叶封则是大摇大摆地骑乘着战马。整个大魏城的人又有谁不认识自己呢？一旦凌潇湘安排的杀手对自己动手，若是真的得手，消息就会很快传到大宋皇朝。到时候凌潇湘想要谋划燕云18城的想法必然无法成功。赵秋燕也不是傻子，这边叶封都被诛杀，那边的燕云18城自然不可能拱手相送。故而凌潇湘要对他动手，无非是2种手段。第一种便是暗杀，让叶封死得无声无息；第二种就是欧阳明接收燕云18城完毕，就会光明正大的对叶封动手。叶公子，你如今在大魏皇朝的情况，这样大摇大摆的离开都城，怕是不安全吧？信陵夫人觉得叶封身份敏感，现在这样大摇大摆的离开，恐有人对叶封不利。放心吧。叶封翻身上马，一人一骑，白袍随风飘动，身上流露出一抹浩然之气，整个人透露出镇定自若的神情。不知道为什么，信陵夫人明明觉得现在的局面必须要处处小心才能够应对，可是见到叶封如此泰然自若，仿佛内心的担心也跟着消散了，也是跟着翻身上马。车辇就留在皇宫，送给凌潇湘，将来再来取吧。叶封骑乘着战马走在前面，声音传来，言语间弥漫着胸有成竹，谁都听得明白叶封话语的意思，那就是将来大魏城叶封会亲自再回来。几个负责车辇的大宋军人都纷纷将目光投递到信陵夫人，他们都知道这个车辇可是信陵夫人悉心挑选，价值不菲。见到信陵夫人点点头，数十个人就紧跟着而去。叶封对于信陵夫人的大名也是早有耳闻，对方倒是颇有胆识，带着20人就赶来大魏城。花花华叶封骑着战马，气定神闲，脚踏流星靴，一马当先。喧闹的大魏城繁华出现。信陵夫人来的时候有些急躁，只知道大魏城面积扩大很多，分为外城、中城、内城，据说此举也是叶封提出来的，从而将大魏城建造的如眼前的繁华。哪怕是大宋的九州名城，也就是都城金陵，与眼前的大魏城比起来也相形见拙。内心忍不住暗道，这个凌潇湘想要玩弄帝王权术，如此贤臣竟然想要除掉，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叶大人，你这是要去哪里啊？一个白发老者端着一个酒壶站在不远处的茶楼，满脸皱纹的脸上夹带着些许的笑意，看着叶封。周遭的众多大魏城的人仿佛叶大人3个字有着无形的魔力，
他们都纷纷朝着叶枫所在的地方注视过来。这还用说，想必是南方水灾，叶大人这是要去拯救我大魏子民吧？有人忍不住附和道：我觉得叶大人真是我们大魏皇朝百姓的福星，只要他走到哪里，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陛下和叶大人真是天作之合，将来兴许会成为历史的一段佳话。有人打趣着对着叶枫笑道。信陵夫人等大宋皇朝的人，他们见到这一幕幕都忍不住内心惊讶，自然看得出来，叶枫在大魏城百姓的眼中简直是千古名臣。就这样的人，却被凌潇湘栽赃陷害，成为谋朝篡位的逆臣。甚至叶枫是堂堂大魏皇朝锦衣卫指挥使，竟然有人胆敢拿他和皇帝开玩笑，这就说明叶枫心胸宽阔，深得人心。你们莫要再胡言乱语，我听闻叶枫勾结帝国，意图谋反，颠覆大魏，皇宫里面都传出来圣旨，凡大魏子民，人人得而诛之。人群里面混杂着一群人，他们眼眸深处带着冰冷，开始疯狂地散播消息。一时间，整个大魏城都变得混乱不堪。你们还不知道吧？据说叶枫就是大宋的子民，这么多年一直潜伏在陛下身边，居心叵测。你们懂什么？据说先皇和皇太子都是被叶枫设计毒害而死，目的就是掌控大魏皇朝。多亏陛下英明神武，识破他的阴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还不知道吧？叶枫身后跟着的那个女人，据说就是叶枫在大宋的女人呢。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看来这个叶枫之所以对我们这些百姓这么好，目的就是笼络人心。这样看来，他真是我们大魏皇朝的罪人。一时间，原本被周遭百姓夹道相迎，夸赞无比的叶枫，就沦为百姓口中的卖国贼、罪人。各种污言秽语都开始转移到叶枫身上，就连信陵夫人都忍不住皱起眉头。凌潇湘果然好算计，这是要将叶枫为了他登基皇位，帮他做的一切的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全部落实到叶枫的身上，让叶枫将这个锅彻底背稳。那陛下怎么还能够让叶枫活着离开啊？这个敌国的奸细真是可恶。你懂什么？陛下宽宏大量，又怎么可能和他计较？人群里面的那群人不断的窃窃私语，叶枫嘴角微微扬起，周遭的谩骂毫不在意，而是觉得有些好笑。凌潇湘堂堂皇帝，却敢做不敢当，使用这样的小人行径。大魏皇宫，凌潇湘端坐着，神色带着得意。在他看来，今日的所作所为，以后整个大魏皇朝一切的关于他凌潇湘不好的谣言，都全部转移到叶枫身上。将来等他凌潇湘称霸天下，成就霸主地位之时，九州的历史上，他凌潇湘就是千古第一女皇帝，绝对没有那些关于弑父杀兄的污名。只因为这一切都是叶枫这个敌国奸细所作所为。陛下，寝宫外面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凌潇湘闻言，脸上带着笑意，当即朝着外面去，就见到不远处站着一个老者，身穿蓑衣，头戴斗笠，腰间别着一壶酒，左手边缠着一柄剑。想必你已经猜到朕命人将你传来的原因吧？凌潇湘眼眸深处带着冰冷杀意。竹剑翁，大魏神迹榜排名19，大魏皇朝的武道强者，跨入小宗师巅峰境界数十年，只差一步便可以踏入大宗师。放心吧，没有锦衣卫的庇护，想要杀他易如反掌。竹剑翁淡淡的道。整个大魏皇朝都知道叶枫权谋手段，治国顶尖，可是武道境界却和普通武士没多大区别，甚至于竹剑翁都觉得凌潇湘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朕不希望任务失败。凌潇湘神色冷厉，他绝对不能够让叶枫活着离开大魏。大魏城外，叶枫骑着马刚踏出这座城。少爷，你要离开要带着我们啊？一道有些爽朗而醇厚的声音传来。不远处的地方，一个青年男子身材高大威武，壮硕无比，他怀里面抱着一堆生活用品。跟着他的旁边，一个穿着灰袍的老者，他的左手边带着一个木匣子，或许是年月太久，木匣子都被磨得光滑透亮，左手边吊着一个酒葫芦，脸上带着傻傻的笑意。大山，老黄见到似乎早就在大魏城外等着的两人，叶枫紧绷的神色也流露出笑意。这么多年，他帮助凌潇湘登基称帝外人看来，叶枫心狠手辣，做事绝不留情。唯独眼前的二人，就是叶枫来到这个世界最亲近之人。大山从小出生便痴痴傻傻，力大无穷。小小的村落里面，由于他力大无穷，无法掌控。莫说和他玩耍的小孩，就算是年长的老者，稍有不慎被他碰到，不是骨折就是重创。人人皆说他是怪物。他的父母终究是抵挡不住周围的流言蜚语和压力，将年仅3岁的大山抛弃到深山老林之中。后来，大山与狼群为伴，直到8岁那年，
遇到叶枫，将他从狼群带回。至于老黄，他们是在一座客栈喝酒认识。当时的老黄也不知道受到什么打击，衣衫褴褛，喝酒不给钱，被店家暴打，眼看他可怜无比。后来叶枫才知道，他本来就是这样人，招摇撞骗过日子。叶枫当时跟着凌潇湘，身边正好缺个管家，就替老黄付了酒钱。自此老黄跟在叶枫身边已然8年0 8个月。信陵夫人微微拧起眉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走过来的这个破旧衣衫的老者似曾相识。我准备离开大魏皇朝，你们2个也要跟着我离开吗？叶枫内心很清楚，大宋皇朝内有权臣丞相李林甫掌权，外有4大诸侯，每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将整个大宋皇朝给弄得分崩离析，就是一个烂摊子。可偏偏赵秋燕身为大宋皇朝的皇帝，明明帝号宋仁帝，却偏偏沉迷于武道修炼，对于帝王权术丝毫不懂。可以说赵秋燕和凌潇湘完全是2个极端。凌潇湘这些年被叶枫的言传身教调教成为善用帝王权术锻炼的炉火纯青，自认为9州第一。叶枫内心也有些感慨，或许这些年少传授一些帝王权术的故事给凌潇湘，2人少些秉烛夜谈，兴许就不会有今日之祸。赵秋燕却丝毫不懂帝王权术，就这样的皇帝想要抗衡李林甫这样的权相以及外有的4大诸侯，几乎不可能。可就这样的局面，大宋却能够维持表面的平稳，很大程度得益于那就是这个宋仁帝赵秋燕武道天赋逆天，小小年纪已经位列大宋天机榜第3。也就是说，赵秋燕的武道实力超然卓绝，就算4大诸侯和李林甫有不臣之心，也不敢轻举妄动。万一惹恼这位宋仁帝，人家来个鱼死网破，先把你本人给宰了，你哭都没地方说理去。至于这个天机榜，乃是9州大陆最神秘的榜单，榜单3年公布一次，几乎遍布每个皇朝国家，只列举排名前100的强者。同时还有一个9州天机榜，不过9州天机榜则是囊括9州全部的强者，排名前100的强者。传闻最强大的大秦皇朝在9州天机榜之上，有差不多近10人的存在。嘿嘿嘿，大山嘿嘿地笑着，有些憨憨地看向叶枫。旋即见到信陵夫人之时，双眼冒着光芒，屁颠屁颠地跑到信陵夫人跟前，咧开嘴道：“嫂子好。”就连叶枫都差点一个踉跄，额头上都是黑线。自从前段时间邻居李大娘要将自己的女儿阿花许配叶枫以来，李大娘的女儿阿花每次见到大山都让她喊自己嫂子，于是大山就学会了个新名词，那就是嫂子好。阿花每次都会给大山一串糖葫芦，只要见到长得漂亮的女的，就上去叫嫂子好。那个阿花也是个强悍的妞啊。这个社会的环境很像是华夏的古代，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清高，习武之人有自己的武德，女子也很少抛头露面。像阿花这样强悍，恨不得把自己许配男人的女子也是少见。信陵夫人被大山突如其来的称呼弄得有些尴尬，若不是头盔将她美艳的脸颊遮挡，绝对可以看见羞红的红霞。老黄站在不远处的地方，抱着木匣子，嘿嘿一笑，拧开葫芦喝了一口酒。少爷去天边，哪怕是要去见见夫子，亦或是武圣，老奴也必须要跟着，没有我陪着少爷，我怕少爷闷得慌。哈哈，叶枫哈哈一笑，内心的阴霾早就一扫而光。早就传闻大宋都城金陵城乃是9州名城，叶枫也想要去好生看看这座金陵名城。大山，走。见到大山依旧站在信陵夫人身前，满脸痴傻地打量着这个新嫂子，赶紧吆喝一声：“好嘞，大哥！”大山迈着厚重的步伐，魁梧的身躯，小跑着就来到叶枫身前。夫人，信陵夫人身后的大宋士兵，他们都很敬佩信陵夫人，为了大宋皇朝，甘愿到处奔波。可是他们内心有些疑惑，远处那个青年男子真的能够拯救大宋皇朝吗？最重要的是，就这样的人身边怎么跟着一个傻子？不远处的老黄看起来也不靠谱，他们觉得大山叫信陵夫人嫂子就是羞辱，一个个的都有些不忿。信陵夫人却摆了摆手，眼眸深处却带着诧异。她感受得很清楚，刚才她身后的士兵想要对大山动手，而那个看起来憨憨傻傻的大个子身上却无形之中迸发出一股杀意，那种杀意哪怕是他这个6品小宗师也感觉到无法抵挡，内心有些震撼。他敢肯定，刚才若不是他眼神制止，让身后的士兵不要妄动，恐怕他们冲上来的话极有可能身首异处。可就是这样的存在，却跟在叶枫身后屁颠屁颠的言听计从，再加上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老头，他内心更加肯定，这个叶枫若是真心愿意辅佐赵秋燕，将来大宋必然能够重现曾经万国来朝的局面。花花华就在叶枫等人刚走出大魏城不远处，就见到不远处的地方站着10多道身影。
他们每个人都神情坚定。叶枫微微皱起眉头：“主公，我等愿意永生永世跟随。”为首一人显得气宇不凡，他是叶枫半月前刚提拔上来的锦衣卫千户沈炼。你们这是何苦？叶枫很清楚，眼前这些人留在大魏皇朝必然是锦衣玉食，又何必跟着他去大宋？况且现在凌潇湘必然不可能让他轻易离开大魏，必然事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受生命危险。只要欧阳明顺利接收燕云18城，他们必然就会身陷危局。主公，3年，我沈炼仅仅是底层锦衣卫，可我不会忘记，剿灭一王，我身受重伤，你依旧没有抛弃我。半月前受到主公提拔千户，沈炼本想跟着主公大展宏图，奈何凌潇湘过河拆桥，竟然想要置主公于死地。我等得到消息，就脱下那身狗屁官服，埋伏在皇宫外面。只要得知主公遇难，我等必然杀入皇宫。沈炼跪在地上，神情激愤。其余的20余人，每个人都满脸敬畏看着叶枫。弟兄们，主公定是害怕牵连我等。沈炼见到叶枫还不答应，当即站起身来，猛然抬起左手边的绣春刀，朝着左手的小拇指斩下去，想要歃血明志。其他的锦衣卫都纷纷跟随。住手！叶枫一声呵斥，绣春刀的刀锋和沈炼的小拇指停顿在毫厘之间，血丝已经渗透出来。他没有斩下去。沈炼很清楚叶枫的性格，在锦衣卫里面，叶枫的话语就是命令，哪怕是叶枫要他们去死，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并不是他们害怕斩断这根手指，而是他们不听叶枫的命令斩断手指，那就是忤逆叶枫，必死。信陵夫人默不作声地盯着这一幕，内心也带着震撼。她似乎逐渐明白，为何叶枫能够帮助凌潇湘登基称帝，并且将大魏皇朝治理得欣欣向荣了。此等纪律就足以知道，若是完全踢的锦衣卫到底有多强。心里面忍不住激动道：凌潇湘啊，凌潇湘，不出3年，你定然会后悔没有眼前这个年轻人。你真的能够镇得住大魏皇朝吗？你们家里有人吗？叶枫淡淡问道。主公，我等皆无牵无挂。沈炼答道。以后只要我叶枫在一天，尔等及子孙后代一世荣华。叶枫微微伸手，金陵城街道之上人潮涌动，密密麻麻的百姓都纷纷走上街头，他们的神色间都蕴含着激愤。昏君，真是昏君！我早就说宋仁帝沉迷武道，早晚害死我们大宋。燕云18城，那是我们大宋多少儿郎的热血才换来的城池，就这样划给大魏皇朝，简直是我大宋耻辱啊！或许也只有弥漫着厚重文化氛围的大宋皇朝，才有老百姓胆敢这样冲上街头就开始辱骂当朝皇帝吧。当然你也可以想象，如今的宋仁帝是有多不得人心，你们不知道吧？我听闻这个叶枫长得俊朗不凡，乃十足的美男子，之前就是大魏皇朝女皇帝的面首。我们大宋皇帝真是丢尽脸，你就算是想要找弟婿，也用不着去找被人大魏皇帝玩够了的吧。我大宋历朝历代的皇帝祖先，若是知道今日发生的荒唐事，怕是都会从皇陵里面爬出来。先是沉迷武道，现在又开始沉迷长相俊美的面首，无皇糊涂啊！要是叶枫知道他在大宋百姓口中都成为被凌潇湘玩弄过后抛弃的面首，不知道会不会喷血。那可是一只母老虎，你们真以为这么好玩吗？也不考虑后果的吗？那可是玩火自焚。不过叶枫好像真玩过，又好像没有真玩。他只知道凌潇湘很光滑，没有多余的小草，还有2片红色的蝴蝶胎记。可惜叶枫错过了一座金碧辉煌、透露着古朴苍凉的宫殿。无论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亦或是庄严肃穆的殿堂，都充分透露着这座宫殿的历史沉淀。朝堂之上，群臣激愤。左手边摆放着一把太师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面容瘦削，显得有些尖嘴猴腮，头戴束冠，左手就这样托着身体倚靠在太师椅上，眼眸微微闭着，好像朝堂里面的一切喧闹都与他没有关系。他的太师椅后面跟着2个漂亮的丫鬟，一个丫鬟端坐着茶水等他漱口，一个丫鬟端着新鲜蔬果等他品尝。他就是大宋丞相李林甫。日照三竿，远处的朝阳一点点的升起，朝堂里面群臣依旧议论纷纷，可是龙椅之上却依旧空空如也。就见到一个大臣来到李林甫身边，轻声问道：大人，陛下是不是又不来上朝了？你问我问谁去？李林甫睁开眼睛，内心有些烦闷。最近宋仁帝的行为有些超出他的预料，堂堂大宋皇朝的3品官员左侍郎途径被李林甫呵斥，只能讪讪像是一条狗一样。
自从赵秋燕6岁登基，他便辅佐赵秋燕成为皇帝。在他看来，自己尽心尽力将整个大宋皇朝治理得井井有条，4大诸侯都碍于他李林甫的权威，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赵秋燕竟然悄悄派遣信陵夫人用燕云18城去换取大魏皇朝锦衣卫指挥使叶枫。叶枫的名头李林甫可是很清楚，短短的10来年就帮助凌潇湘登上大魏皇帝的宝座，并且以雷霆手段镇杀数个手握兵权不服凌潇湘命令的王爷和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将大魏皇朝变换皇帝的混乱彻底解决。可以说，凌潇湘能够成为大魏皇帝，且让大魏皇朝发展的欣欣向荣，这个叶枫绝对占据70%以上的功劳。不过这个叶枫却不知道收敛，功高震主，帮凌潇湘拔除全部的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就轮到叶枫了。想到这里，李林甫觉得叶枫终究不如自己聪明。他觉得若不是这些年他有意无意的放纵4大诸侯，他自己也和那个叶枫一样，成为皇帝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吧。哼，赵秋燕啊赵秋燕，你真的以为找来一个毛头小子就想要和老夫斗？李林甫内心暗暗道。你过来。李林甫对着站在身边的途径勾了勾手指，途径立马意会，当即将蹲在地上，将耳朵凑到李林甫身边。紧接着，诸位同僚，且听我一言，陛下长期不上朝，沉迷武道，实在不行。途径义愤填膺的道，我等识君之路，自当担君之忧，也有责任提醒陛下不要荒废朝政。诸位请随我一起前往景贤宫，请陛下早朝。涂大人所言甚是，绝不能让陛下胡作非为。我们亲自去景贤宫。就这样，文武百官朝着景贤宫而去。朝堂外面进来2个侍从，来到李林甫的身后，抬着太师椅，也跟着去景贤宫。爹，还是你厉害！一个青年男子气宇轩昂，2道剑眉，身穿官服，小小年纪就是大宋皇朝2品官员，太子太傅。他就是李林甫的独生子李勋。李勋自然知道，无论是金陵城百姓的怒骂声，亦或是群臣激愤，都是自己父亲所为，忍不住赞叹道：勋儿，你饱读诗书，武道也厉害，乃是文武全才。李林甫语重心长地教导道。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慌张，一旦你慌张了，急切了，就会露出破绽。在朝为官，掌管天下，亦或是武道修炼，也都一样，只要有露出破绽，就会被敌人抓住破绽。整个大宋皇朝皇宫之中，也只有李林甫胆敢如此高谈阔论。掌管天下，这可是大逆不道之语，却被他用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可想而知李林甫的权势有多强。陛下，不好了，文武百官朝着景贤宫来了。一座清静悠闲的宫殿外面，一个长相甜美的小丫鬟，她有些慌张，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阵仗。他们来干什么？一道略带威严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声音却显得很轻薄，令人感觉到有些心疼。陛下还不知道，金陵城现在都闹翻天。灵儿是赵秋燕的贴身丫鬟，知道自家主子性格温柔，除了武道修炼，对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可偏偏命运弄人，使得赵秋燕成为大宋皇朝女皇帝，身上背负着整个大宋的兴衰荣辱，以及无数百姓的身家性命。有时候灵儿都觉得自家主子活得太累，忍不住在内心感到心疼。可是这些年李林甫越来越嚣张，贪得无厌。前段时间彻底惹恼主子，他竟然提出来给自家主子挑选弟婿，话里话外却都推选自己的独子李勋。哗哗哗，还没等灵儿话语说完，喧闹无比的吵闹声浩浩荡荡已经来到景贤宫。文武百官一路之上畅通无阻，也无人胆敢阻拦。臣左侍郎途径恳请陛下上朝。臣右侍郎臣等恳请陛下不要荒废朝政，上朝处理政事。一道道的声音不断的响起。寝宫内，一个穿着紫色长裙的妙龄女子，她肌肤白皙细嫩，身材宛若游龙惊鸿，美貌不可方物，令人多看2眼便可沉醉。她就是大宋女皇帝赵秋燕，此刻她的脸上却流露出难色。这些文武百官要她上朝处理政事，可不是什么善心。现在的大宋皇朝一切都在李林甫掌控之中，他想要处理政事难如登天。这一切都是他拒绝了李林甫挑选弟婿请求后变相的施压，同时也是李林甫对他不经过允许就派遣信陵夫人去大魏皇朝，请求叶枫前来帮他管理大宋的不满。虚赵秋燕深深吸一口气道：众卿窃去朝堂候着，待朕换上龙袍就来上朝。他知道今日若是不上朝，这么多大臣也不敢善罢甘休，索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堂堂一国之君，谁要是胆敢胡闹，就给你砍了。朝堂之上，
赵秋燕端坐着，文武百官一个个的都抢着上奏，仿佛整个大宋皇朝到处都是问题。可是偏偏以往赵秋燕上朝都没有这样的局面。李林甫端坐在太师椅，闭目养神，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众位爱卿的奏折送到御书房，朕稍后会一一处理。赵秋燕摆了摆手，就想要退朝。微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要用燕云18城换取大魏皇朝女皇帝玩弄丢弃的面首？是否觉得我大宋万千青年儿郎还不如一个别人丢弃的面首乎？总算是有人开始直入正题，依旧是左侍郎途径。他的话语一出，朝堂一片寂静，无形之中都在给赵秋燕施压。李勋站在人群，内心暗暗对自己父亲的安排竖起大拇指。赵秋燕在大宋皇朝声名狼藉，就是孤立无援的状态。如果赵秋燕还想要稳住大宋皇朝，那就不得不求自己父亲。整个大宋也只有李林甫能够镇住群臣，到时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你说什么？赵秋燕闻言彻底暴怒，浑身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双眸之中杀意凛然。自己堂堂一国之君，区区一个左侍郎，胆敢如此羞辱自己？什么面首？恐怖的杀意使得整个朝堂的文武百官都不约而同感到胆寒。那股恐怖的杀意正是冲着途径而去。噗嗤，途径只感觉到气血翻滚，就被狂暴的气势压得一口鲜血喷洒而出。文武百官这才想起来，这位很少上朝的昏君，可是大宋天机榜排名第3的大宗师强者退朝。见到昏死过去的途径，赵秋燕愤然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文武百官，他们都纷纷看向李林甫。回府。李林甫都没多看途径一眼，吩咐一声，2个侍卫就上来抬着太师椅，丫鬟也跟着朝着朝堂外面而去。他内心也很清楚，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也不能够逼迫赵秋燕太狠，否则最后鱼死网破也捞不到好处。午夜时分，叶枫睁开眼睛，那难道来得这么快吗？他想着，凌潇湘怎么着也要等燕云18城彻底接收完毕才会动手。杀！一阵喊杀声响起，脚步声袭来，一道道的黑影朝着客栈冲击而来。你们去护送叶公子离开。信陵夫人脚步一动，磅礴的力量爆发出，6品小宗师的修为爆发，手里面长剑舞动，剑芒不断的袭击而去。啊！惨叫声不断响起，冲上来的黑衣人都被信陵夫人的剑气不断的斩杀，想要从正面冲入客栈，显然不可能。你们2个带人绕过去抓叶枫，格杀勿论，不用留活口。不远处的地方，一个彪形大汉，身材壮硕，手里面抓着一柄血红色的长刀，长刀在黑夜弥漫着光芒。遵命。血刀护法身后的2个小宗师强者，身后跟着数十道身影，就朝着客栈的左右两边直接冲进去。保护主公！沈炼一声暴喝，抓着绣春刀挡在最前面。10多个锦衣卫分别站在两边，队形整齐。黑夜之中，鲜血不断的流淌，2个小宗师朝着沈炼袭击而来。弟兄们，绝不能让他们伤到主公。沈炼抓着绣春刀，身上伴随着伤痕，硬生生的抵挡住一个小宗师的攻击。10多个锦衣卫就这样在黑夜之中，宛若杀戮机器。他们阵型整齐无比，无论对方怎么冲击，依旧保持着。叶公子，快随我们走。10多个大宋士兵迅速来到叶枫身前，将叶枫团团包围在中间，每个人眼眸深处都带着决然。你们夫人呢？叶枫略微皱起眉头，发现信陵夫人不在。夫人在外面抵挡强者，命令我等前来护送叶公子离开。一个士兵禀报道。走，杀出去。叶枫当即一声令下，就朝着客栈外面而去。10多个大宋士兵都懵逼了，现在冲出去无异于自寻死路。大山脸上带着憨厚的笑意，漆黑的夜晚之中流露出2排白皙的牙齿，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出现在叶枫身前。不好！10多个大宋士兵见到叶枫冲出去，脸色大变，赶紧追上去。沈炼带着锦衣卫也是环伺在周围。叶枫，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一声暴喝声从黑夜传来，伴随着一股庞大的气浪，朝着叶枫所在的地方就见到一个男子手持长剑，已经袭击到叶枫跟前滚开。眼见大宋士兵和周遭的锦衣卫拦截上来，那人愤怒的嘶吼声，长剑横扫开来，剑气纵横，就有2个大宋士兵被剑气斩伤。哼，想要伤害主公，除非从我沈炼尸体上面踩过去。沈炼没有任何的迟疑，以先天境界的修为带领10多个锦衣卫列阵在前，环绕着冲上去。叶枫的双眼微微眯起，眼前的这个世界非常像是古代的华夏春秋时期，文化百家争鸣，武道强者也多不胜数。当然，这些武道强者哪怕是大宗师境界的存在，面对千军万马，若是稍有不慎也会被斩杀。
就比如眼前的这个小宗师强者，若是单打独斗，眼前的锦衣卫无一人是他的对手。但锦衣卫列阵在前，加上沈炼的组合，战斗力就变得提升很大。传闻只有超越大宗师境界的陆地神仙才可能凌驾于千军万马之上。不过陆地神仙太过于遥远，叶枫的内心却暗暗道，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陆地神仙到底有多强，能不能够伤到我呢？整个大魏皇朝的人都觉得叶枫只是普通的武者，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实则就连凌潇湘都不知道，叶枫身上之所以没有任何的境界，是因为他的境界很高，远远超过眼前的世界的境界。如果叶枫猜测的不错的话，主要是他前世所在的华夏是远超眼前这个世界的高等级世界，以至于有些时候叶枫总能够感觉到某种规则的压制力朝着他倾袭而来。莫说区区小宗师境界，就算是大宗师强者的攻击来到叶枫身前之时，也会被他身体周围的规则直接化解。叶枫感受得很清楚，那是一种超越眼前世界的规则。他前世的时候在华夏独占7大主神，若是他现在想要修炼，短时间成为大宗师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叶枫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修炼，他身上的规则境界太高，排斥眼前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像是他自己的规则就是高高在上的主宰，根本瞧不起眼前世界的规则。故而长期下来，经历过前世无数厮杀的叶枫也不想要继续修炼杀人剑，索性就这样带着锦衣卫给凌潇湘扫清障碍，也是挺悠闲的。刷刷，客栈里面涌入的人越来越多，沈炼带着10多个锦衣卫也陷入苦战，大宋的10多个士兵战斗力也很强悍，却也抵挡不住源源不断涌入的人。死吧！就在叶枫浮想联翩，躲藏在暗处的另外一个小宗师强者似乎总算是找到机会，双眸冒着金光，一道锋利的利刃，也不知道他的兵器究竟是什么形状，散发出森寒的光芒，眨眼间就袭击到叶枫身前，仿佛这道利刃就要将叶枫撕裂成为2半不好。主公！沈炼暴喝一声，想要抽身出来救援叶枫，可惜他身前可是一个小宗师强者。那个小宗师见到自己的同伴即将得手，脸上顿时浮现出得意之色。只要完成这件任务，他们就可以提升成为3元教的长老，地位就会大大提升，也会获得更高深的修炼功法和武技。叶公子，10多个大宋士兵都带着不甘，尽管他们不认为叶枫能够拯救大宋皇朝，可是经过短短1天多时间的相处，他们觉得叶枫性格平易近人，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十恶不赦、心狠手辣之人。他们都是士兵，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若是叶枫被人斩杀，他们无法给信陵夫人交差。叶枫狗贼，我要给我哥哥报仇，拿命来！一声怒吼声，锋利的寒芒袭击到叶枫身体，嘶嘶嘶。可是漆黑的夜晚，谁也无法看清楚，那就是这个小宗师袭击而来的寒芒来到叶枫身前之时，看似凌厉万分，实则变成了微风吹动，无法伤到叶枫分毫。嗷嗷！眼看着叶枫被人偷袭，大山魁梧的身躯之上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怒吼声响起，他的双眼变得血红起来，宛如一头发狂的狼王。咔嚓咔嚓，大山发狂，后果很恐怖，鲜血横飞，血肉模糊。就见到大山双手将人高高举起来，啊！就这样在惨叫声之中，那个人就被庞大的力量撕裂得4分5裂，鲜血喷涌，空气之中弥漫着血腥味。咕咚！无论是敌人，亦或是锦衣卫，还是大宋士兵，他们见到这血腥的场景，都感觉到胃中翻涌。尤其是10多个大宋士兵，他们都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想到白天时候，自己10多个人还想要教训教训这个憨憨的大个子，吃大山一个箭步，魁梧的身躯却显得无比灵活，他的身法隐约包含着狼族的身影。站在不远处的叶枫也忍不住点头，大山天生神力，武道天赋也很强悍啊，长期和狼群生活就能够领悟狼的身法。砰！整个人朝着袭击叶枫的强者冲去，就见到他双眼血红，在漆黑的夜晚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凶光，一只手伸出去的瞬间，就将袭来的利刃徒手给抓起来，鲜血从他的手掌流淌出来，他都无动于衷。啊，你是怪物！那个小宗师见到眼前的一幕，很是震惊，想要躲避，却被大山欺身而来，手掌化成利爪，哧啦，鲜血横飞，他的头发连带着头皮都被大山连根拔起，整个人倒在地上，发出凄惨无比的嘶吼声。嗷嗷！大山狂暴无比，却没有继续杀人，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叶枫身前，整个人匍匐在地上，喉咙里面不断的发出狼嚎声。叶枫站在那里，看着地上发狂的大山，轻轻的伸出手摸了摸大山的脑袋，就像是大人抚摸小孩子，不用担心我，
其实我很厉害的，他们伤不到我。轻柔的声音响起，大山血红色的双眸也逐渐恢复正常，从地上面站起身来。主公真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刚才我以为主公受伤了，我等怎么明白主公的魄力？要知道主公可没有武道修为啊！沈炼等锦衣卫都忍不住感叹，他们都觉得叶枫刚才所言就是在提升士气，根本没把叶枫的话当真。大宋的10多个士兵也被叶枫这种气度所感染。杀！眼看着大山一招就将对方的小宗师斩杀，大宋士兵和锦衣卫都疯狂扑杀出去。对方明显也被大山突如其来的手段吓得不轻，他们都生怕大山突然发狂，朝着自己袭击而来。啊！叶枫来到地上发出嘶吼的小宗师身前，鲜血喷涌，看着确实挺惨的。谁派你的来的？说出来，本公子给你个痛快。叶枫缓缓地问道。啊！叶枫狗贼，你杀我哥哥，此生此世我都要报仇，你休想逼我说出一句实话啊！那个小宗师在地上不断的痛苦的惨叫声，不断的嘶吼。我逼你了吗？我可不会逼你。叶枫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类人，看上去是个硬汉，实则就是告诉敌人，你快点来问我，你只要问我，我就可以活命，我就可以坦白一切，绝对不会遗漏一句。显然叶枫不需要问他了，因为对方腰间缠着一根3色丝带。3元教。叶枫微微呢喃，看来这个洪忠全最沉不住气。你怎么知道？假装硬汉的小宗师听到叶枫呢喃，顿时暴怒。吃啦！可惜叶枫可没有时间和他解释，腰间的佩剑闪烁着寒光，就朝着他的心脏快准狠一剑刺进去。不，别杀我，你还没问我。鲜血喷涌，小宗师就这样挂了。不好！辛奇眼见自己的同伴被大山轻易诛杀，心道：果然叶枫身边有强者保护，跑！当机立断，转身就跑。见到辛奇逃跑，其余的3元教成员哪里还有半点战意，疯狂逃窜。辛奇怎么样？得手了吗？血刀护法见到辛奇等人从客栈跑出来，脸上带着得意，他觉得叶枫必死无疑。血刀护法，叶枫身边有强者，那人一招便将段凯4分5裂。辛奇想到刚才的画面，依旧感觉到胃中翻涌。什么？血刀护法很清楚，段凯的实力可不弱，几乎拥有4品小宗师的战斗力，却被人一招4分5裂，那就只能够说明叶枫身边有大宗师。撤！血刀护法当机立断，不再和杏林夫人纠缠，也是转身就跑。哎呀，血刀护法，跑慢点啊！叶枫刚冲出客栈，就见到逃窜的辛奇和血刀护法，当即吆喝一声血刀护法，只感觉到一个趔趄。明明自己可是5品小宗师巅峰强者，却只感觉到脚下打滑，好像周围的空间都出现无形的变化，将他留下来一样。死！就在这停顿趔趄的瞬间，杏林夫人抓准机会，长枪如龙，破空而去，将血刀护法就给来了个透心凉。啊！我不甘心，为什么？血刀护法临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堂堂5品小宗师巅峰，怎么会逃跑过程中一个趔趄，脚下打滑呢？杏林夫人内心也有些疑惑，她感受得很清楚，明明这个血刀护法都已经脱离和他战斗场景，就要逃窜，却猛然间好像停顿下来，给他露出破绽一样，就被他一枪刺穿后背。不过此刻也容不得杏林夫人多想，生怕还有其他敌人来袭，冲到叶枫身前道：叶公子，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以免还有更多的敌人隐藏在暗处。我倒是无所谓，就怕夫人和大家受伤，快走吧。叶枫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他说的倒是实话，迄今为止除了陆地神仙他没遇见过，大宗师境界想要伤他也做不到啊。这话落在杏林夫人耳中，则是以为叶枫担忧有危险，生怕叶枫中途反悔，不跟着去大宋皇朝，那就功亏一篑，当即开口道：叶公子放心，只要妾身还活着，就绝对保护公子安全，护送到大宋境内。杏林夫人实力强悍，本公子很放心。叶枫淡淡的道。国师府，洪忠全臃肿的身躯在昏暗的灯光不断的踱步，他安排血刀护法带人亲自去斩杀叶枫。当初叶枫害得3元教损失惨重，这个仇一定要报。哒哒哒脚步声传来，洪忠全赶紧去打开房门，道：怎么样，教主？杏林夫人实力强悍，血刀护法被他当场诛杀，段凯和辛奇都被斩杀，其余的弟兄也损失惨重，任务失败了。那个3元教的探子满脸的不甘，跪在洪忠全的跟前禀报道：怎么可能？洪忠全当即局促着眉头道：根据情报，叶枫身边除了杏林夫人以及大宋的10多个士兵，再无其他强者，怎么可能抵挡住血刀护法？
辛奇和段凯也都是小宗师，其余的近500人都无法斩杀一个叶枫。安排部署的时候，他早就将叶枫身边的情况打探清楚，觉得刺杀叶枫的任务万无一失。现在来告诉他，任务失败。杏林夫人仅仅是6品小宗师巅峰修为，就算血刀护法不是他的对手，也不可能被他斩杀。究竟是什么情况？洪忠全说到后面，满脸怒色。难道杏林夫人隐藏修为？他是大宗师。见到汇报的人不敢回答。洪忠全也冷静下来，他知道报信的3员叫探子绝对不可能欺骗自己，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杏林夫人是大宗师强者。哼，冷哼一声，叶枫，就算你命大，你也要死。洪忠全咬牙切齿，满脸愤恨。大魏皇宫，凌潇湘端坐着，依旧没有入睡。一道黑影窜出宫殿，主人，洪忠全任务失败。听到黑影禀报的话语，凌潇湘倒是没有太大的意外。若是叶枫连洪忠全都无法应付，那就更不配和他凌潇湘做对手。你们有没有查清楚，叶枫身边除了杏林夫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凌潇湘要做的就是不出手则已，出手必杀。这是叶枫教他的。锦衣卫千户沈炼带着17个锦衣卫，还有个身材略微魁梧的男子，看上去憨憨傻傻的，还有个喝酒的老头。黑影回答道，调查的倒是很仔细。哼，这个沈炼定要留下活口，朕要用他的血来掌控锦衣卫。凌潇湘想要抓住沈炼，用来杀鸡儆猴。他很清楚，叶枫这些年独自掌控锦衣卫，在锦衣卫的威严太强大。如今叶枫被废，凌潇湘想要自己亲自掌控锦衣卫，想要众人彻底心服口服，还需要点其他的手段。至于那个傻大个，除了力气大一点，就是个傻子。那个老头就是个普通人。凌潇湘对叶枫身边的人了若指掌。如数家真的说道，命令暗影卫沿途叶枫的一举一动，朕都要知晓。若是有任何差池，跟踪的人就自裁吧。凌潇湘冷冷地传达命令，杀意凛然。黑影不敢有任何的懈怠，躬身鞠躬道，主人放心，弟兄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定然不会让叶枫逃脱。去吧。凌潇湘点点头，挥了挥手。叶枫，朕相信临死之前见到暗影卫，你定会很惊讶。嘴角扬起，凌潇湘脸上浮现出得意之色。这一切都是叶枫教他的。他自认为近3年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暗影卫的成员发展壮大，实力越来越强。而暗影卫就是他从大魏皇朝千挑万选成立出来的，只听命于他凌潇湘一人。他觉得待叶枫被斩杀之日，知晓这一切的话，定然会对他凌潇湘刮目相看。3日时间眨眼而逝，大魏皇朝无数人给凌潇湘歌功颂德，不费一兵一卒就将燕云18城收入囊中，使得大魏皇朝的实力大大提升，同时还除掉大奸臣叶枫，百姓都是欢声笑语。另外一边，大宋皇朝境内，叶枫都还没有到达，无数的骂声铺天盖地。我们换路线吧。叶枫看向不远处的杏林夫人，目光闪烁。接连3日，一切都风平浪静。可是叶枫却知道，凌潇湘成功获得燕云18城，接下来必然就是全力以赴斩杀自己，想要活着离开似乎不容易。叶公子，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吗？杏林夫人有些疑惑。沿途3日，他们的行踪都很隐蔽，没有遇到任何的袭击。对他来说，规划的路线很成功。为何叶枫突然要更换路线呢？以我们规划的路线，穿越前面的森林就是边城越城，从越城绕过去就是大宋境内，似乎一切都很安全，对吧？叶枫对着杏林夫人分析道。不错，妾身安排在越城边境，也有数千的军队，随时都可以接应我等。杏林夫人胸有成竹地说道。她觉得只要有数千的军队，以她杏林夫人的指挥能力，必然可以安全脱离越城，踏入大宋境内就万无一失。你信不信？越城境内至少有5万军队。叶枫站在山丘盯着越城，仿佛未卜先知。5万军队？怎么可能？杏林夫人满脸的惊讶。她对于越城这座小小的边城的情况无比了解，也正是这座城市的战略位置不重要，她才会事先安排路线的时候就选择从越城边上直接绕过去。这座边城就算是全部的预备军队都加在一起，也顶多就是7、8千人，哪里来的5万人？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跟在沈炼身后的一个锦衣卫，他听到叶枫的分析，眼眸深处都带着深深的敬佩，因为一切都如同叶枫猜测的那样。那叶公子有何打算呢？杏林夫人不相信越城有5万军队，却也想要听听叶枫的想法。我们不必走越城，我们倒回去，从东云城去大宋。
叶枫转过身，指着远处的东云城。啊，叶公子，东云城城主可不是省油的灯，东云城的守军常年都在3万以上，还都是精锐。信陵夫人对大魏城和大宋边城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地说出来。更何况现在还要倒回去，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可以不走东云城，走它边上。叶枫紧接着说道：你是说我们走云海水路，乘船直达金陵？信陵夫人被叶枫这个想法都给吓一跳。叶公子，东云城的云海港口重兵把守，我们想要登船，怕是难如登天。信陵夫人皱起眉头道：一旦无法登船，我们这点人手被东云城的守军包围的话，怕是插翅难逃。放心吧，听我的。叶枫胸有成竹，没有任何的迟疑，朝着东云城倒回去。我们兵分2路，你们走左边，我带着锦衣卫走右边。6个时辰后，我们在云海港口外一块巨石那里汇合。神情自若，一切好像都在叶枫掌控之中。信陵夫人也只得遵从。若是越城真的如同叶枫说的那样屯着5万兵，他们想要从越城过去，就真的是死路一条。叶公子，切身跟着你。信陵夫人还是不放心叶枫的安危，当即说道：可以。叶枫没有拒绝。信陵夫人6品小宗师巅峰强者，实力很强，自己就很安全啊。况且人家还是个没有了夫君的美女，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啊。情况有变，今晚行动。一座漆黑的山谷聚集着近100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士，每个人身上的气息都很强悍。刷刷刷，微风吹动，林叶轻轻涌动。信陵夫人感觉到一股很危险的气息。道：叶公子，我们的行踪好像被凌潇湘了如指掌，他感受得很清楚，貌似周遭隐藏着不少人。你这不是废话，他可是我调教出来的。叶枫对凌潇湘也是了若指掌。走左手边的山道。一声令下，转身就走。杀！就在这时，漆黑的丛林，密密麻麻的黑影，手持利刃，他们没有任何的迟疑，朝着叶枫袭击而来。找死！信陵夫人也知道，想要轻易离开大魏皇朝境内，必然不是易事，却没想到凌潇湘这么厉害，安排的这么周密，好像他们走哪条路都必死无疑吧。叶公子，你快先走。信陵夫人长枪挥动，对着叶枫吆喝道：嘿嘿，夫人小心点，且战且跑。叶枫嘿嘿一笑，带着大山和老黄慌不择路的就朝着山路逃窜，俨然一副贪生怕死的模样。沈炼带着锦衣卫也是拼死护卫。嗷嗷！大山见到追杀的人越来越多，也是开始发狂，以一敌百，鲜血横飞，似乎丛林才是他的归宿。老黄，你可别死啊，我们还要去金陵城喝酒呢。叶枫发现老黄好像也消失了，紧接着呵斥道。他却没发现10多米开外的地方，老黄一只手端着木匣子，哪里还有半点邋遢模样，身上弥漫着剑意，宛若9天剑神一般，凌厉万分。可是他的眼眸里面却弥漫着挣扎、矛盾、恐惧等多种情绪。老伙计，18年都没碰过你了。刷刷真不知道就这么个贪生怕死之徒，主人为何要安排老夫来？微风吹动，不远处站着个老翁，他手里面的剑在漆黑的夜晚透露出绿油油的光芒，乃是千年竹藤历经7781道火焰灼烧淬炼而出的极品竹剑，大魏神机榜19，竹剑翁。凌潇湘真是完美听从我的教诲啊。叶枫感受到不远处竹剑翁的气息，淡然无比的调侃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可是他传授给凌潇湘的至理名言，想不到凌潇湘用来对付他。这个竹剑翁可是大魏神机榜19，踏入小宗师巅峰数十年的强者啊，就为了杀他这个普通人，这么大阵仗。凌潇湘，你真是个好学生啊，你自杀吧。竹剑翁盯着叶枫，他觉得堂堂大魏神机榜19强者用他的竹剑斩杀叶枫，这是对他的羞辱，你自杀吧。叶枫盯着竹剑翁缓缓的道：真是不识好歹，那就去死吧。竹剑翁没想到叶枫不识抬举，浑身强悍的气息爆发出来，竹剑弥漫着绿色的幽光，朝着叶枫的胸膛猛然袭击而来。吃吃吃，就在他的长剑眼看着就要穿破叶枫胸膛之时，就在叶枫身前的周遭虚空不断的扭曲，竹剑翁脸色大变，想要抽回竹剑，却感觉到浑身力量好像都被束缚。怎么会这样？竹剑翁的眼神也变得惊恐起来。不，这是大道的力量。旋即他目瞪口呆地盯着叶枫，就见到叶枫轻轻地从他手里面把那柄精致无比的竹剑取下来。你到底是谁？你是陆地神仙？怎么可能？不，全天下的人都被你骗了。竹剑翁浑身力量迸发，
却根本无法挣脱周围虚空的束缚。他死死地盯着叶枫，发出不可思议的怒吼声。所有人都传言，这个叶枫智谋超群，武道若鸡吗？大道的力量，这不是陆地神仙是什么？我林潇湘，你，哪怕是竹剑翁，此刻也变得内心凌乱。20多岁的陆地神仙，传扬出去，怕是整个九州都会沸腾吧？谁告诉你，我是陆地神仙？叶枫嘴角扬起，他觉得自己武道境界很弱，根本不是陆地神仙。不过，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比陆地神仙强那么一丢丢。那是高等级世界对低等级世界规则的压制。你不是想自杀吗？成全你啊！叶枫将竹简放到竹剑翁的手里面，紧接着暴喝一声道：你自杀啊！吃啦！竹剑在竹剑翁的手里面刺穿他的胸膛，他瞪大眼睛，满脸惊恐，内心带着悲愤和不甘，道：林潇湘啊，你要是知道叶枫是陆地神仙，你还会猜忌他吗？你隐藏的好深啊！竹剑翁倒在地上，声音断断续续。他觉得能够操控大道的存在，必然就是陆地神仙。你真是很蠢啊！我想死都困难，你偏偏还要追上来。叶枫接下来的话语使得竹剑翁急火攻心，死得更快了。他这才想明白，难怪叶枫刚才慌不择路的逃跑，定然是怕其他人见到这一幕啊！我真的蠢，我就是被蠢死的。竹剑翁临死，内心都是悔恨。他恨林潇湘，派谁不好，偏偏派自己。他恨自己没有眼力见，人家叶枫都跑了，还要追上来送死啊！少爷，少爷，你没死吧？不远处，老黄抱着木匣子，一边吆喝，一边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哪里有半点担心的模样。叶枫忍不住翻了翻白眼，道：你吆喝什么？嫌我死得不够快吗？老黄尴尬地摸了摸头，使劲抱了抱怀中的木匣子。少爷，你误会我了，原本我准备出剑的。说到这里，老黄眼眸深处流露出一丝丝的迷茫，道：可是我好像忘记了剑丢在哪里了。我信你个鬼！叶枫懒得和老黄扯淡，这么多年，难道他还看不出来吗？这个老黄就是个躺平的主，用混吃等死来形容他，叶枫都觉得侮辱这4个字。毕竟，这可是连大山的糖葫芦都要去哄骗的老不正经。唉，自古深情留不住。老黄闻言痛心疾首的道：这是我教你的。叶枫看着老黄，郑重其事的道：跟在少爷身边，我这把老骨头也变得像个读书人。老黄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似乎受益匪浅。叶枫却知道，这个老家伙，你要是教他诗词歌赋，他可学不废；你要是教他什么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亦或是教他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或者是长得真有创意，活得真有勇气，凡是这类的名言警句，简直就是一学就废。呀，这人怎么想不通，自杀了？老黄这才注意到倒在地上瞪大眼睛死不瞑目的竹剑翁，满脸的惊讶，言语间都是不可思议。可能他媳妇被人拐跑了吧？叶枫微微呢喃道：那挺惨的。老黄跟着附和道：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真的觉得竹剑翁是自杀，还是为了配合叶枫演戏，就连叶枫都不知道了。咦，不对，他不可能自杀。老黄跟着一惊一乍道：你看他眉清目秀，印堂饱满，脸色红润，就知道没有被吸干啊，明显就是个老光棍，哪里来的媳妇啊？叶枫仔细地打量着老黄，似笑非笑的道：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杀！沈炼带着锦衣卫疯狂地冲杀，信陵夫人等人也担心叶枫的安危，不断地朝着叶枫所在的方向靠拢。大山发狂，血腥味弥漫丛林，远处天边的朝阳慢慢地升起，一抹红霞油然而生，美不胜收。叶枫倚靠在巨石之上，闭目养神，好歹也经历了一晚上的厮杀。当然，他说的是沈炼等人。叶少爷，你没事吧？信陵夫人拖着长枪，鲜血依旧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身上的盔甲也是血迹累累，明显经历一晚上的苦战，才能够杀出重围。你看我像有事吗？叶枫站起身来，抬起双手转了一圈，完好无损。信陵夫人却暗暗局促着眉头，内心充满无数的疑问。她很清楚，昨晚追杀叶枫的阵仗如此强悍，叶枫究竟是怎么安然无恙的呢？旋即他看向老黄，老黄抱着木匣子，一边喝着酒，怎么看也不像是高手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叶枫对于一切都了如指掌，轻而易举的就脱离追杀。主公吉人天相，我等就放心了。沈炼带着身后的锦衣卫，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受伤不轻。夫人，兵分两路的那些大宋士兵沿途都没有遇到危险，一路顺畅的就来到约定的云海港外的巨石外。既然大家都安然无恙，那就赶紧去云海港渡河吧。
信陵夫人警惕地盯着周围，生怕有人追杀而来。你就这样一直跟着我们，不累吗？叶枫似笑非笑，盯着沈炼的方向。众人都是一惊，信陵夫人当即明白过来，身上6品小宗师巅峰的修为爆发，长枪抬起来，指着沈炼，满脸的杀意，道：“你是凌潇湘派来的奸细，难怪他会对我们行踪了如指掌。”沈炼满脸懵逼：“我说的不是他，是他。”叶枫也怕信陵夫人杀错人，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彪悍，要是真的出手错杀沈炼，那沈炼不得冤死。刷刷柳魂脸色大变，内心都是惊讶，他实在不知道叶枫是怎么认出自己是内奸的呢？当即也容不得多想，就想要逃窜。大山砰的一拳就将他砸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柳魂，是你！沈炼看着倒地的柳魂，满脸愤怒。他本想要带着人投奔叶枫，帮助叶枫，却没想到自己带来的人竟然有奸细。若不是叶枫发现真的按照昨天的路线穿越越城的话，他们这些人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奸细的呢？柳魂双眼死死地盯着叶枫，他自问自己将一切都隐藏得很好，绝对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我不仅知道你是奸细，我还知道你是暗影卫。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叶枫笑着看向柳魂，淡淡的道：“啊，你。”柳魂伸出手指着叶枫，他们暗影卫的身份都很神秘，每个人都是凌潇湘精挑细选出来，绝对不可能背叛凌潇湘的存在。整个大魏皇朝只有凌潇湘知晓他们的存在。现在叶枫竟然知道暗影卫，若是凌潇湘知道的话，怕是会瞠目结舌吧。暗影卫，沈炼等锦衣卫都满脸诧异，大魏皇朝什么时候有这么一股势力呢？就连他们锦衣卫都不知道，凌潇湘那点小伎俩还想要瞒过我？叶枫神色淡然，嘴角扬起，不屑道：“除了武道修为，他一切的本事都是我教他的，要是连他都拿捏不住，那我混个锤子啊！”信陵夫人内心却忍不住震撼，这个叶枫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好像能够看透一切的阴谋诡计啊！主人啊主人，你这步棋到底是错是对啊？柳魂忍不住仰天长啸。既然叶枫知道暗影卫的存在，自然就知道凌潇湘想要对他动手，那这一切恐怕都在叶枫掌控之中。这样的人成为对手，真的太恐怖了。咔嚓，话音落下，柳魂脸色变得惨白，嘴里面的牙齿碎裂，毒药入喉，就彻底气绝身亡。沈炼赶紧上去检查，想要看看柳魂死了没。他牙齿里面的毒是3息断魂散。叶枫淡淡的道。信陵夫人眼眸之中带着敬佩，到底有什么是这个叶枫不知道的呢？叶公子，可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从云海港渡河呢？如今除掉内奸，他们就可以完全摆脱凌潇湘的眼线，安全系数倒是大大提升。可是云海港也是重兵把守，他们这么多人想要从云海港登船渡河，又谈何容易呢？随我来。叶枫镇定自若，就这样大摇大摆朝着云海港口而去。信陵夫人以及大宋的士兵跟在后面都是心惊胆战，只要被周围的人发现，他们就必死无疑。要知道，自从凌潇湘成功接收燕云18城，就直接传下命令，凡是诛杀卖国贼叶枫之人，奖万户侯，赏金1,000两。而且凌潇湘还派遣强者以及各地的军队纷纷围剿叶枫。哗哗哗，远处的地方浪花奔腾，3-5米就站着守军。不多时，叶枫就来到云海港口外一座不大不小的府邸。刘府，这是云海港的督军刘坤的府邸。信陵夫人脸色大变，这不是自投罗网，来者何人？这里是刘大人府邸，赶紧滚远点。2个军士见到叶枫等人，呵斥一声。叶枫脸上带着笑意，就朝着2个军士走上去，道：“2位兄弟，劳烦通传一声，我有点急事，需要面见你们刘大人。”2个军士见到叶枫不停打招呼，还要朝着自己靠近，脸上带着不耐烦，就要动手之时，就见到叶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来2锭金灿灿金子，就朝着2个军士递上去。算你识趣，我这就去给你通传。2个军士也不客气，麻溜将金子收入囊中，一人就转身去通传。信陵夫人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这个叶枫也太厉害了吧！不多时，就见到一个身材臃肿发福的中年男子，挺着大肚腩就来到府邸外面。他就是云海港督军刘坤。叶枫，你好大的胆子，还敢送上门来找死！刘坤见到叶枫瞬间，脸上顿时弥漫着杀意，暴喝一声。2个军士也是满脸大变，难怪他们刚才看着叶枫眼熟，只因为通缉斩杀叶枫的画像就挂在云海港的告示栏。信陵夫人等人也都是气息浮现，
如临大敌。刘大人说的哪里话？我这是给你送钱才来了。叶枫笑着看向刘坤，哼，你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本督军斩杀你，就可以获得封赏万户侯，赏金1000两。刘坤冷笑着道：1万2万金，我从未来过云海港。叶枫朗声道。刘坤不为所动，2万两。叶枫继续加5万两。声音响起，2个军士双眼深处都是光芒。刘坤也流露出贪婪之色，道：本督军如何相信你能够拿出5万两黄金呢？这是5万两黄金的钱票，你可以在大魏皇朝任何前行之取。叶枫从怀里面掏出一张钱票，递给刘坤。刘坤接过钱票，以他的眼光自然看得出来，这张钱票没有任何问题。旋即他看向叶枫，微微眯着双眼道：我若是不答应呢？显然是想要黑吃黑。信陵夫人等人都满脸愤怒，就差破口大骂，唯独叶枫凑上前去道：刘大人，若是你把我抓回去，我会不会真的被杀我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你肯定会被抄家灭族。你伙同欧阳世家暗中从水路走私粮食和兵器，你觉得陛下会不会放过你呢？哈哈！刘坤脸色变了变，哈哈大笑。你们见过叶大人吗？他身边的军士都很识趣，一个个的都把脑袋歪开。这是云海港的渡令，就从怀里面掏出一枚令牌，上面雕刻着渡字，递给叶枫。恐怕要劳烦刘大人跟着走一趟吧。叶枫接过渡令，笑了笑，请。刘坤将钱票塞入怀中，就走到前面。叶枫等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所到之处，镇守云海港的军士都纷纷歪开脑袋，生怕看到叶枫等人一样。后会有期。叶枫等人就这样登上一艘不大不小的船舶，顺流而去。叶公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刘坤会收钱？信陵夫人对着叶枫好奇地问道。没有什么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叶枫看着信陵夫人笑了笑道，如果有，那一定是你给的不够多。信陵夫人暗暗皱起眉头，她觉得叶枫这样的谋士实在是太恐怖了，难怪李林甫能够只手遮天，内心暗暗期待起来。他还真的想要看看叶枫如何帮助大宋扭转乾坤，对抗李林甫呢？那他难道不怕被人揭发？信陵夫人觉得他们这么多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云海港，难免会有军士告状，追问道：你看。叶枫指着云海港的方向，有人朝着湍急的河道里面一个个口袋不断扔下来。啊，这个刘坤将刚才见到你的人全都杀了。信陵夫人忍不住惊呼道，有些骇然，这未免也太狠了吧，为了一己之私滥杀无辜。丝丝其余的众人也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信陵夫人看向叶枫，只感觉到有些后背发凉，有这样的一个敌人，怕是寝食难安吧。想到这里，他内心也暗暗庆幸，幸亏凌潇湘猜忌叶枫，极度使人发狂。以叶枫展现出来的谋划能力，若是再过3-5年，大魏皇朝怕是会更上一个台阶，实力变得更强。而大宋内斗不断，实力不断削弱，估摸着就是大魏皇朝第一个吞并的势力。大魏皇宫，凌潇湘满脸愤怒，盯着眼前的一群黑影道：一群废物，一群废物，就这样都杀不死叶枫。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花费巨大的时间资源培养出来的暗影卫，不仅没有杀死叶枫，反而损失惨重。主人恕罪，我等该死。暗影卫的众人都纷纷跪下来，他们的眼眸深处也带着不甘心，就这样让叶枫在他们眼皮底下消失。最重要的是，他们就连叶枫究竟是从哪里逃窜的都不知道。竹剑翁可是大魏神级榜19的强者，他是怎么死的呢？凌潇湘略微皱起眉头，他很清楚竹剑翁的实力并不弱，信陵夫人也是6品小宗师巅峰境界，绝对不可能杀死竹剑翁。主人，竹剑翁是。为首的暗影卫低着头禀报道。想到竹剑翁的死因，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开口。难道告诉凌潇湘，堂堂大魏神级榜19的强者自杀了？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凌潇湘愤怒的道，竹剑翁他好像是自杀的。暗影卫也觉得不可思议。问题是，竹剑翁的死亡的情况以及那柄精致的竹剑都是竹剑翁自己插入自己的胸膛，这样的强者，谁又能够轻易夺取他的兵器，而且在没有任何伤痕的情况下刺穿他的胸膛呢？竹剑翁可是大魏神级榜19，他怎么可能自杀？凌潇湘知道暗影卫不会欺骗自己，当即开口道，必然有隐情，退下吧。凌潇湘显得有些烦躁，对着暗影卫挥挥手。他脑海里面回荡着一道声音，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这个叶枫命真大，陛下布下天罗地网，
他都能够逃走。洪忠全听见属下禀报叶枫的情况，忍不住愤慨的道：整个大魏皇朝，他恨不得叶枫千刀万剐。当年的三元教之事，就是叶枫导致三元教损失惨重。这些年来，凌潇湘不断的削减三元教的开支，也都是叶枫暗中点拨。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叶枫，他自然恨不得叶枫早点死。父亲终究是让那个狗贼活着离开了。欧阳伦愤愤不平的道，眼眸深处都带着嫉妒。这么多年，他欧阳伦本应该是大魏皇朝最优秀年轻一辈，却没想到叶枫出现，导致他处处被叶枫压制。原本他从小就暗恋凌潇湘，可是凌潇湘却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他把这一切的怨恨都转移到叶枫身上。如今叶枫离开大魏皇朝，为父希望你要振作起来，无论如何都要获得陛下的信任。欧阳明缓缓的道，锦衣卫指挥使这个位置，你若是能够坐上去，我们欧阳世家在大魏皇朝的地位必然会更胜一层楼。陛下这么忌惮叶枫，又怎么可能轻易让锦衣卫指挥使的职位落入旁人之手呢？欧阳伦摇摇头，事在人为。欧阳明胸有成竹，轻声道，陛下雄图大略，他害怕的是能够威胁他的人。若你是能够为他所用，又无法威胁他，他自然就会信任你。多谢父亲点拨，孩儿明白了。欧阳伦顿时就明白过来，凌潇湘要的是朝臣，可不是权臣。他欧阳伦想要获得锦衣卫指挥使的职位，就要让凌潇湘知道他的能力，同时又要让凌潇湘不会担心他能够威胁到对方。到那个时候，一切就水到渠成。果然，姜还是老的辣。金陵城，这座充满历史底蕴都城，传闻曾经九州一统，文昌武圣，整整2000年的皇朝大周。后来大周末代皇帝，烽火戏诸侯，九州重启战乱，也就分裂成为现在的皇朝林立。大宋皇朝的先祖宋太祖就占据金陵城，创建大宋皇朝。这位宋太祖赵匡也是个厉害人物，文治武功无一不通。大宋皇朝也经历数十年的辉煌，可惜这位赵匡有个最大的心病，那就是他本身就是武将出身，黄袍加身才成为大宋皇朝的皇帝。后来他成为皇帝以后，最忌惮的就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凡是掌控兵权厉害的武将，最终的下场都会很惨。这样一来，大宋皇朝的大好局势也逐渐消失殆尽。不过也造就一个局面，那就是金陵城几乎成为九州读书人最向往的圣地，也就造就金陵城纸醉金迷的名声。鼎盛时期，金陵城的风月场所据说达到3000多家，这还是有规模的，统计之内的。至于那些没有纳入统计比较小的小作坊，那就更多不胜数。不过你们可不要想歪了，金陵城的风月场所那可是读书人的天下，吟诗作对，琴棋书画，伴随着的自然就是歌舞升平。至于那些卖艺不卖身，卖身不卖艺的2种女性角色，就各论各的，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干扰。不愧是金陵城，纸醉金迷啊！叶枫站在船舶之上，宽大的河道两边张灯结彩，依稀可以看见花枝招展的老鸨不断地拉拢过往的客人，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叶枫嘴角微微扬起，哗哗划船舶不断前进，流水潺潺，河道的两边聚集着很多人。信陵夫人跟在叶枫身边道，真是让叶公子笑话，大宋皇朝千疮百孔，都城依旧是纸醉金迷。信陵夫人觉得叶枫定然从心里面瞧不起大宋皇朝，她内心对于这些风月场所更是厌恶透顶，多次上书想要将这些风月场所都给全部销毁，奈何阻力极大。这些风月场所不仅是九州读书人向往之地，更是很多达官显贵收敛钱财的好地方。其中金陵城最大的风月场所风花雪月就是丞相李林甫独子李勋的产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叶枫不明白这有啥笑话的呢？风花雪月本就是人之常情嘛，又有哪个正常男人不爱呢？叶公子，你可千万不能像他们一样沉醉于风月场所。信陵夫人生怕叶枫也像其他读书人那样，刚开始来到金陵，满腔热血，报国热情，拯救大宋皇朝，遭受挫折，沉醉于风月场所，大多数都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人往往刚开始都是骂风月场所最难听的人，后来他们发现风月场所真香啊，我们大宋皇朝的乱局还要仰仗叶公子啊。信陵夫人苦口婆心的道，夫人即将到达金陵渡。一个大宋的士兵走上前来，对着信陵夫人禀报道，想必陛下已然知晓我们归来，登上渡口后直奔皇宫。
信陵夫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叶枫举荐给皇帝陛下。哗哗哗，金陵渡口，微风吹动，一顶轿子精致万分，站着数个轿夫，两边站着数个宫女，格外的冷清。灵儿，你好生盯着，朕要亲自迎接叶公子。清脆的声音从轿子里面传出来，她就是宋仁帝赵秋燕。收到信陵夫人即将归来消息后，她就精心打扮一番，本来想要召集文武百官迎接叶枫，奈何她传达出去的命令石沉大海，文武百官都不欢迎叶枫，就只能够自己乘坐轿子亲自来迎接了。遵旨。灵儿昂着脑袋，心里面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值得自家主人这么慎重的迎接呢？不多时，一艘船舶慢慢的靠近金陵渡，守卫金陵渡的将士都纷纷靠近过去。陛下，信陵夫人他们开始上岸了。灵儿对着轿子吆喝一声，啊！赵秋燕惊慌失措的惊呼一声，就从轿子里面跳跃下来，也顾不得自己淑女的形象，就朝着金陵渡方向快速的奔跑过去。陛下，慢点！灵儿紧跟着，生怕赵秋燕不小心摔倒在地。陛下驾到！灵儿看着金陵渡士兵很多，生怕他们碰到皇帝陛下的九五之尊，只能够放声吆喝。尽管赵秋燕昏庸无能，可毕竟是皇帝，无数人的目光都会聚到赵秋燕身上。顿时，金陵渡的那些将士都纷纷下跪参见陛下。唯独叶枫盯着朝着自己奔跑过来的女子，只见对方穿着淡蓝色长裙，裙摆随风而动，眉宇间透露出来都是高贵之气，宛若9天之上的仙女降落凡尘，完美至极。叶枫就这样呆呆地盯着那道倩影，似曾相识，却又相隔万里，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欢迎叶公子屈尊降临大宋。赵秋燕身为大宋皇朝的皇帝，虽然皇帝的名声不好，可是也毕竟是皇帝，何曾被陌生男子这样端详呢？也有些窘迫，赶紧对着叶枫笑着说道：叶枫回过神来，一阵错愕，看向信陵夫人等大宋之人，道：大宋皇帝陛下如此礼贤下士，谁说你是昏君我就和谁结。噗嗤，周遭的士兵也被叶枫突如其来的话语弄得忍不住笑出声来，唯独赵秋燕毫不介意，盈盈一笑，如沐春风。多谢叶公子夸奖，你果然是朕寻常10数年的贤臣，朕深感欣慰。叶枫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原来这也是夸奖？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胸大无脑，或者是美貌将他的智慧给降低了吗？不得不说，赵秋燕绝对是叶枫穿越9州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对狗男女眉来眼去，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眉目传情，堂堂九五之尊，令人不齿。歌城让地，烟云18城，陛下你如何面对大宋历代先皇？乱臣贼子，滚回大魏皇朝，别来祸祸我们大宋。见到叶枫的到来，皇帝赵秋燕还亲自来迎接，河畔两边的读书人再也忍不住，一个个的都开始嘶吼咆哮的怒骂起来，他们恨不得冲上来将叶枫给大卸8块。金陵城也彻底沸腾起来。这些天，大宋百姓的气氛早就被李林甫暗中调动起来，他们都把叶枫当成无能之辈，当成小白脸，更觉得赵秋燕割裂烟云18城，昏庸至极，也顾不得其他，破口大骂。赵秋燕听见周围的怒骂声，也微微的蹙着眉头，显得很不开心。好歹你们也给朕留点面子啊！信陵夫人开口道：陛下，不如先回去皇宫从长计议。哪知道叶枫反而走上前数步，就这样站在赵秋燕的旁边。赵秋燕面对着金陵渡，叶枫面对着万千怒骂之人，可叶枫的眼眸之中看不出来任何的畏惧，有的都是淡然。早就听闻大宋皇朝陛下仙女下凡，贤德宽容，今日一见，刚见到陛下盈盈一笑，果然名不虚传。叶枫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能够让很多人都听见，使得众人看着叶枫那副得意的嘴脸，恨得牙痒痒。话音一转，尔等皆是大宋臣民，却敢如此肆无忌惮辱骂当今圣上，欺君犯上，这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叶枫紧接着眼，眸变得冰冷起来，杀意凛然，道：也就是陛下心胸宽广，不计较尔等以下犯上的罪过，否则真追究起来，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嘶嘶嘶，原本肆无忌惮辱骂赵秋燕的骂声，也跟着叶枫的话音消失殆尽。他们这才想起来，赵秋燕就算是再无能，那也是皇上啊，哪里轮得到他们这些人怒骂呢？赵秋燕感受到骂声消失，忍不住感受到身边叶枫的气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跳得有些厉害。果然是朕寻找的贤臣啊，贤臣啊，贤臣！三言两语就使得这些读书人不敢骂自己啊。这些年，赵秋燕都快被骂得麻木了，走到哪里
都有读书人骂他，这些人却不敢去骂李林甫。陛下，这些人如此辱骂你，恳请陛下治罪。叶枫转过身，对着赵秋燕躬身行礼。周遭的读书人都被叶枫突如其来的话语吓得脸色大变。他们刚才怒骂赵秋燕，一时爽快，可是真的要追究起来，就像是叶枫说的那样，他们就算是有10个脑袋，7军犯上的罪名盖下来也是不够砍的。该死！早就听闻这个叶枫心狠手辣，这是刚来到金陵，就要给我等一个下马威啊！有人忍不住骂道：他们这些读书人近些年骂皇帝都是家常便饭，哪里遭受过这样的事情？赵秋燕闻言有些疑惑道：叶公子，他们都是读书人，就是我们大宋未来的治国能臣，闻死谏，无死战。他们这么骂朕也是谏言，若是朕追究他们的罪名，以后天下人谁还敢和朕说真话呢？赵秋燕的话语响起，周遭不少的读书人都忍不住有些惭愧。一番话语蕴含的都是宽容大度。叶枫暗暗在内心鄙夷，难怪你被称之为宋仁帝，确实挺仁慈的。可惜乱世用重典，太平盛世，赵秋燕必然是一代忠心皇帝。如今大宋皇朝内忧外患不断，一味的仁慈就是放任整个天下变得更加混乱。不过经历过凌潇湘的事情，叶枫可不想要继续培养出第二个凌潇湘。既然赵秋燕心胸仁怀，那就随他去吧。所有的脏活累活，杀人放过，后宫佳丽3000都交给他吧。尔等还不快快感谢陛下不杀之恩！叶枫朗声呵斥道。周遭的读书人此时此刻也不得不赶紧下跪谢恩。陛下心胸宽广，我等惭愧，多谢陛下不杀之恩。陛下心思单纯，可不要被奸人蒙骗。众人纷纷下跪，却也没有放弃抨击叶枫。果然是朕的贤臣啊！赵秋燕感受到众人的跪拜，满脸都是欣慰，内心里面对叶枫更加的敬佩。他当皇帝这么多年，被读书人膜拜，百姓跪拜，还是头一回呢。也更加的好奇，他想要看看到底叶枫能不能够将李林甫制服泥。觉得叶枫短短的言语间就让他这个皇帝树立起威严。这么多年，他几乎走到哪里都有李林甫的身影，那些人宁愿拍李林甫的马屁，也不会夸奖自己呢。叶枫却不知道，一番言语，他在赵秋燕的内心中已经变成贤臣。回宫，赵秋燕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皇宫，她要给叶枫最高的礼遇。灵儿赶紧指挥抬轿子的护卫，端坐着轿子就迅速的来到赵秋燕的身前。轿子看起来倒是挺大，也挺豪华。赵秋雅轿子走进去，眼瞅着就要进入轿子，陡然回过头看向叶枫，脸上带着淡淡笑意，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沐春风一般。不知叶公子嫌不嫌弃，随朕同乘。叶枫对于赵秋燕也无比欣赏，身为皇帝，身处乱世，却能够保持初心，纯净自然，也难怪赵秋燕年纪轻轻便能够在武道之上踏入大宗师境界。修炼武道之人越是心思纯净，修炼起来就越容易。花花华听见皇帝陛下竟然要邀请叶枫同乘轿子，要知道轿子里面是封闭的，岂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众人又开始爆炸了，一个个的都看向叶枫，他们想要知道到底这个叶枫有什么魔力，又或是给皇帝陛下吃了什么迷药？这是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吗？荣幸之至。叶枫神色淡然，紧随着赵秋燕也是钻入轿子里面。陛下，万万不可啊！你是千金之躯，不可与奸人共处一室，这对我大宋声誉是巨大的羞辱啊！一个青年读书人满脸悲愤，不顾一切地冲到轿子前面，挡住抬轿子的去路。朕与叶公子君臣礼仪，他是朕邀请的贵客，与朕同乘有何不可？秦孝公委请公孙鞅，甘愿以身试毒呢。叶公子就是朕的公孙鞅。起轿！赵秋燕乘坐轿子里面，理直气壮地说道，使得人无法反驳。可是他的内心实则有些慌乱。这么多年，他身为皇帝，身边根本没有陌生男子，更别说这么近的距离。唉，红颜祸水啊，红颜祸水！这个叶枫一副好皮囊，怕是皇帝陛下已经沦陷。陛下为了这个叶枫，完全置礼仪不顾。那个叶枫大卫弃子，有何资格比公孙鞅先生？不少人见到轿子离去，一个个的都忍不住摇头，忍不住悲愤无比，义愤填膺，好像长得帅都是叶枫的错一样。本以为赵秋燕是昏君，没想到他还有点本事啊！金陵河畔边缘，一座3层楼高的风月楼，门庭若市，其中不乏达官贵人。显然这座风月场所的生意很好，一袭红衣随风而动，一个妙龄女子就这样站在楼顶，面容白皙，2道弯弯柳叶眉，一颦一笑间充满魅惑。
他所在的地方将金陵渡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小姐，此话何意？他的身边一个老妪皱起眉头，他看来赵秋燕这位大宋女皇帝就是十足昏君啊！这样光天化日不顾自己的名声，与一个陌生人同城，这对皇帝的威严都是巨大的打击。你可知为君之道？红衣女子盯着逐渐远去的轿子，略微皱起眉头。老身只知道服侍人，哪里懂什么为君之道？老妪被吓得赶紧跪在地上。红衣女子不急不慌的道：赵秋燕武道天赋绝伦，她既然没有治国能力，她强行治国只会适得其反。可若是她懂得用人，懂得识人，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仔细想想，若是李林甫不是权臣，如今的大宋又当如何？老妪闻言也忍不住点点头。李林甫若是贤臣，大宋君臣同心，必然更上一层楼啊。红衣女子继续说道：叶枫此人短短数年，不仅帮凌潇湘成为大魏皇朝第一女皇帝，还将大魏皇朝治理得欣欣向荣。此等能臣要的都是尊严和礼遇，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他之所以不顾一切礼贤下士，无外乎想要叶枫为他治国而已。老妪听到这里，哪里还不明白？小姐越来越有主人的风范。红衣女子却忍不住皱起眉头道：赵秋燕武道天赋绝佳，若是再获得此等贤臣辅佐，不出10年，大宋必然会更上一台阶。你说要是我去请这个叶枫辅佐我，她愿意吗？红衣女子对着老妪问道，当即站起身来。玉婆婆，立刻安排，我要想尽办法见到这个叶枫。玉婆婆觉得小姐说的都对，可是这个叶枫她觉得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唯独只有长得确实很帅，也不敢违背，只能够去安排了。丞相府人潮涌动，门庭若市，明明皇帝亲自去迎接叶枫，本该群臣环绕，可此刻大宋皇朝的群臣却10有8九都聚集在这座庞大的府邸，府邸周围护卫巡逻，闲杂人等根本无法靠近。同时府邸边缘驻扎着近5000人的军队，他们都是李林甫的私兵，这是他的特权。这葡萄口感真好。一座幽静的院落，种着几棵桃花树，几个下人正在精心的修剪，生怕弄坏一片花瓣。正前方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子，里面喂养着几条颜色分明的金鱼。院落的两边堆砌着2座假山，简单的院落却有山有水，可谓是风水布局完美。李林甫倚靠在太师椅，2个丫鬟不断地将剥好的葡萄轻轻地送入他的嘴里面，他美滋滋地享受着，神情自然，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倒是镇定自若，可苦了不远处站着杜芬如年的众多大臣，他们都是知道皇帝陛下亲自去金陵渡迎接叶枫后，第一时间就跑来丞相府的朝臣，本想着找李林甫商量商量该如何应对，却没想到他们的丞相大人正在悠闲地享受侍女的生活，一个个只敢站在院落外面看着这一切，却连声音都不敢大声发出来。约莫小半个时辰，李林甫似乎吃葡萄吃的也差不多，微微睁开眼，对着不远处站着的老者微微点头。老头会意，当即朝着院落外面走去。洪老见到老头走出来，众多大宋皇朝的朝廷重臣都纷纷对着老者躬身行礼，生怕得罪这个老者一样。这个老头竟然是个哑巴，他对着众多大臣点点头，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哎呀，我的李大人啊，我都烧眉毛，你还有闲情雅致在这里乘凉，下官真是自问不如，佩服之至啊。率先冲到院落的老者，他是大宋皇朝的吏部尚书崔浩，堂堂的6部大员，在李林甫面前却如此卑微，你就可以想象李林甫在大宋皇朝的地位。都多大年纪的人了，不要咋咋呼呼的，这天还他不下来。李林甫神色平静，整个大宋皇朝发生的事情他了若指掌，可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丞相大人，那个叶枫可不简单，他可是帮助凌潇湘成为大魏皇朝第1任女皇帝之人。崔浩忍不住提醒道。旋即开口道，你是没见到金陵渡，这家伙寥寥数语便将那群读书人对得哑口无言，不敢高声喧哗，同时还巧妙地给皇帝陛下收买不少人心呢。崔浩将叶枫在金陵渡一言一语一行一字不漏地禀报李林甫，其余的朝臣也跟着附和。这个叶枫来者不善，本以为他会死在大魏皇朝，却没想到还是被他逃出升天了。陛下真是昏庸至极，丞相大人王佐之才，他不相信，竟然相信一个外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寒心吗？依臣之见，这件事情还得丞相大人出马，绝不能够让叶枫在我们大宋皇朝扎根下来。李林甫双眼微微眯起，
他倒是没想到赵秋燕还有这样的本事，亲自迎接叶枫，同乘轿子，收买人心的手段倒是还不错。诸位大人多虑了。李林甫摆摆手，胸有成竹的道：这个叶枫就算是天纵奇才，莫不成他一个人治理大宋皇朝吗？众人都是官场老手，哪里还不明白李林甫的意思？对啊，你皇帝陛下请来能人，如果所有朝臣都不听他的安排，难不成他一个人还能翻天不成？北方大旱，死伤惨重，民不聊生，四大诸侯蠢蠢欲动，西部大夏皇朝屯兵边境。从此时此刻起，诸位手里面的奏折可不要停止。李林甫很清楚，这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对于现在的大宋皇朝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只要稍有不慎，处理不当就会万劫不复。就算是他也只敢说暂时稳住。他倒想要看看叶枫就算获得赵秋燕的支持，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丞相大人英明，我等这就去草拟奏折。崔浩躬身告退，迫不及待地去草拟奏折。其余的文武百官也纷纷退去。父亲，这个赵秋燕想着依靠一个弃子，就想要抗衡您，以千金之躯迎接弃子，损失皇帝威严，怕是不出3日，大宋必然一片混乱，届时他必然登门来求您。文武百官退去后，李勋来到李林甫身前，眼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这么多年，他早就将自己当成大宋皇朝的弟婿，可叶枫刚和赵秋燕见面就获得同乘轿子的机会，他这么多年就算是见面说话都少得可怜，内心对叶枫都是嫉妒和必杀之意。他觉得赵秋燕此举对他就是羞辱，因为整个金陵城半数以上的人都觉得他李勋不久的将来就是黄袍加身，成为赵秋燕的弟婿，这无疑赤果果是打他的脸。我们这位皇帝，你别看他表面昏庸无能，实则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你可不要小觑他。李林甫很清楚自己儿子内心想什么，当即提醒道：你仔细想想，皇帝陛下礼贤下士的名声传扬出去，九州怕是有不少想要大展宏图之人都会想办法来为大宋效力吧。更何况我们这位陛下邀请叶枫同城，那是最高规格的礼遇，摆明就是想要叶枫为他所用啊。李林甫双眸深处眸光闪烁，也不知道内心在想什么。哼，无论他怎么谋划，孩儿依旧相信父亲必定会棋高一招。这么多年，李勋从没见过自己父亲失败过。叶公子，请坐。赵秋燕带着叶枫以及杏林夫人径直来到御书房，叶枫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坐下来。早就听闻眼前的宋仁帝乃是十足昏君，今日一见，他觉得传言怕是不可信，以他的见闻阅历，如何看不出来？今日赵秋燕礼贤下士，邀请同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他的忠心。单凭礼贤下士这点，多少皇帝帝王都无法做到。高高在上习惯了的人，如何能够迁就别人呢？可这一切在赵秋燕身上看起来都如此的自然，水到渠成。凡是那些雄才伟略的皇帝，又有几个事事亲力亲为呢？无外乎就是3个优点：寻人之能，挖掘人才；用人之能，懂得用人；信人之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朕早就听闻叶公子大名，苦于多年无法相见，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想必沿途之上，夫人也给你说了大宋皇朝的局面。朕自问政事无能，掌管天下难如登天，想要赐公子天子剑，封朕国君，替朕执掌天下，不知叶公子以为如何？赵秋燕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直入主题，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意，言语诚恳，令人无法拒绝。可是叶枫却很清楚，大宋皇朝的局面不容乐观，内忧外患。李林甫耕耘多年，朝臣十有八九皆是他的门生故吏，外有4大诸侯，对这个皇位也是无比觊觎。金陵4君子，信陵君多年前战死，其余3君子看似不问朝政，却与朝堂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切都错综复杂。赵秋燕赏赐他天子剑，看似权力至高无上，实则就是个被架空的皇帝背景。这开局不可谓不难。当然叶枫也是有些害怕，将来又来个狡兔死走狗烹。怎么，莫不是叶公子害怕朕将来也会过河拆桥，诛杀功臣？赵秋燕见到叶枫没有表态，她觉得叶枫肯定内心有所顾忌。对于叶枫和凌潇湘的传闻，她也是有所耳闻。叶枫依旧沉默。灵儿，你照。赵秋燕看向不远处的宫女灵儿，自从她见到叶枫从金陵渡而来，她就认定叶枫可以扭转大宋局势。既然如此，她身为皇帝，
当然要拿出足够的诚意。信陵夫人也有些惊讶，两边的宫女也都微微局蹙着眉头。他们不明白皇帝陛下要干什么。布告天下，赐叶封天子剑，上可诛杀王公贵族，下可斩杀奸臣酷吏。皇帝特许，先斩后奏。赵秋燕的话语响起，偌大的御书房鸦雀无声，周遭的宫女都忍不住发出惊呼声。他们之中可有不少是旁人安插的奸细。此刻听到赵秋燕要赐叶封天子剑，自然有些坐不住了。封赏叶封大宋镇国君，替朕执掌天下，特赐银龙令，掌管银龙卫。随着银龙卫3个字落下，信陵夫人也坐不住。银龙卫是大宋皇朝最神秘的力量，巅峰时期在整个九州都是排名前列的军队。可惜随着大宋皇朝的没落，银龙卫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却也不容小觑。银龙卫军中挑选出来，踏入先天身经百战之人方可被选中。而大宋开国至今，历朝历代银龙卫都只有皇帝才能够掌控，也是大宋皇朝最神秘的力量。赵秋燕将银龙卫都交给叶封掌管，岂不是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叶封？叶封也没想到赵秋燕如此的霸气侧漏，魄力非凡。第一次见面就胆敢将银龙卫都交给自己掌管。关于大宋皇朝的银龙卫，他也是有所耳闻，可以说这是将能给的一切权力和力量都全部交给他掌管。同时他也看出来赵秋燕内心里面也是雄心壮志，野心勃勃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可赵秋燕却能如此坦然自若，委实不简单。怎么，叶公子依旧不满意？赵秋燕绝美的脸上微微一笑。叶枫也不得不感叹，自己好歹也是见过无数美女，可是眼前的赵秋燕身上那股纯净的美，美得令人窒息。臣遵旨。来大宋的路上，叶枫想过如何摆脱眼前的行将朽木的皇朝。本以为宋仁帝昏庸无能，他也就逍遥自在，懒得多管闲事，却没想到赵秋燕可以说给他最高规格的礼遇，亲自去金陵渡迎接，同乘皇帝轿子回宫，御赐天子剑，封镇国君。最重要的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赵秋燕将大宋皇朝仅存的军事力量银龙卫都交给他掌控，这是100%的信任啊。虚赵秋燕见到叶枫答应下来，紧绷的神情也突然变得放松下来，深深的吁了一口气。他刚才真的是生怕叶枫不答应啊，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贤臣，若是放跑了，怕是打着灯笼找不着吧。江镇的诏书诏令天下，赵秋燕觉得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臣子，自己身为皇帝一定要拿出十足的诚意，对着灵儿催促道：遵旨。灵儿是赵秋燕的贴身女官，不仅负责她的衣食起居，也负责传递她的圣旨。赵秋燕成为皇帝以来，身边的人都是宫女，她不太喜欢用太监，或许是同情太监太可怜吧，亦或是害怕遇到假太监。朕已经命人准备饭食，想必夫人和叶公子早就困乏了吧。赵秋燕轻声说道。三人从御书房走出来，就来到御膳房外，一座有些古朴的大殿，就是皇帝专门用膳的地方。走进里面，只见到不远处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几碟小菜，绝对算不上精致。叶枫暗暗皱起眉头，这样的食物就用来招待自己。紧接着就听见赵秋燕开口道：大宋现在国库空虚，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前段时间北方大旱，饥民遍地，朕身为皇帝，自然要带头省钱，能省则省。陛下心系百姓，令臣感到惭愧。信陵夫人躬身道：世人只知道赵秋燕沉迷于武道修炼，懈怠朝政，十足的昏君，却不知道赵秋燕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大宋的百姓。很多时候她宁愿自己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也要将节省下来的用度都交给户部，用来接济大宋百姓。叶枫闻言却忍不住吐槽道：身为皇帝，若是都吃得如此糟糕，就不难想象大宋百姓的日子怕是会更糟糕。听见叶枫的话语，信陵夫人皱起眉头，不明所以。赵秋燕也不理解，难道自己身为皇帝带头节省都是错的吗？你也不想想，你是皇帝，尚且吃穿住行如此糟糕，你省下来的那点钱财，就算真的能够到达黎民百姓手中，又有什么用呢？治标不治本。叶枫淡然的道：叶公子分析的很有道理。赵秋燕认真的听，还一边慎重的点点头。陛下可以吃了吗？臣确实有点饿了。叶枫对着赵秋燕问道。啊，吃，快吃。赵秋燕也是端着饭碗，她的牙口倒是很好，吃得很香。叶枫就吃不下去。这个世界和华夏古代很多相同之处，唯独美食这一块简直是一言难尽。就拿现在摆在面前的饭菜，
带着浓浓的苦味，明显就是提炼出来的粗盐，导致饭菜发苦。一顿饭下来，大部分的饭菜都被赵秋燕解决，信陵夫人只是随意的吃了点。至于叶枫，几乎是一口没吃，不是他不想吃，实在是吃不下去。皇宫不远处的清雅阁，闲置多年，就赏赐给叶公子吧。夫人，你去安排妥当即可。朕要去修炼了。赵秋燕对着信陵夫人命令道，紧接着就转身朝着自己的寝宫离去。叶公子不要见怪，陛下长年累月的修炼习惯，日落三竿开始，要修炼到朝阳而出才会出关。信陵夫人见到赵秋燕匆匆离去，生怕叶枫产生芥蒂，赶紧对着叶枫解释道，这难怪被人骂昏君。叶枫闻言也忍不住吐槽，这几乎是一天大半的时间都在修炼，他又哪里来的时间治理朝政呢？何况每日早朝几乎是皇帝必须做的事情，一般的早朝都是5更天开始准备，6更天准时开始，等赵秋燕修炼出来，朝阳而出，早朝都快要结束了。叶公子请随我来，妾身带你去清雅阁。信陵夫人带着叶枫朝着皇宫外面走去。来到皇宫外面，沈炼等人也纷纷迎上来，他们生怕叶枫有什么意外。清雅阁紧挨着皇宫，与其说是府邸，不如说是皇宫的别院。府邸面积很大，分为外院、中院、内院，布局很有讲究，环境优美，清静优雅，实在是难得的好地方。叶公子可不知道，这座清雅阁当朝丞相可是3番5次想要向陛下讨要，都被陛下搪塞过去，现在陛下将它赏赐给你。信陵夫人有些羡慕地看向叶枫。是吗？叶枫忍不住反问道。那这李林甫怕不是恨死了自己。想到这里，他倒也不在意。如今他手握天子剑，掌控满朝文武，诸侯王爷的生杀大权，掌管银龙卫。他既然接受赵秋燕的封赏和任命，想必和这个权臣李林甫正面交锋也是早晚的事情。沈炼带着锦衣卫顺理成章地就住在外院，叶枫倒也没有约束他们，而是让他们自行挑选房间。老黄和大山选择中院，不过中院和内院相连很近，内院占地面积很大，几乎是个巨大的花园，却仅仅只有5个房间。叶枫自然而然就选择主卫的房间。信陵夫人安排得很周到，刚离开没多久，就挑选10来个丫鬟下人送过来。叶枫倒也没拒绝，偌大的院落，不管是卫生亦或是管理，都要需要人手。拜见主人。12个丫鬟长得都很清秀，他们站在叶枫的身前，显得很恭敬。叶枫却感受得很清楚，他们都有点不满，看来他们对于自己这个刚来之人也是很不爽的。不过叶枫倒也不在意，老黄，以后你就是我府邸的大管家，他们12个人就交给你管理。叶枫对着老黄笑着说道。老黄打量着12个漂亮的丫鬟，差点没有流出口水，咕咚，还忍不住吞了吞口水。12个漂亮的丫鬟不满的情绪变得更强烈，多谢公子赏赐。老黄也知道自己失态，赶紧收敛起来，对着叶枫躬身行礼。啥？赏赐？你这把老骨头真的受得住？叶枫打趣着说道，转身走入内院，钻入房间，留下12个满脸羞红的丫鬟以及满脸认真思考的老黄。他好像在思考，到底自己这把老骨头受不受得住。突然他好像想明白什么，对着内院嘀咕道，我不是受啊，我明明是攻。管家大人，什么受？什么攻？你在说什么？一个胆子有些大的丫鬟忍不住出言问道。夫人明明说刚才那个长得很帅的公子能够拯救大宋皇朝，可是他们怎么胡言乱语，说的人都听不懂呢？好像不是太靠谱。大山站在旁边，魁梧的身躯，满脸的慎重，也是眼巴巴地盯着老黄，等待对方解释。饶是以厚脸皮著称的老黄，被一个小丫头片子追问什么是受，什么是攻，他也忍不住老脸一红，想到自己当初也是好奇宝宝一般追问叶枫，最终满脑子都是恶寒呀，不好解释，以后有机会慢慢给你们解释。老黄摸了摸怀中的木匣子，轰，一弹激起千层浪，随着皇帝陛下封赏叶枫的诏书，短短的时间传遍大宋每个角落，文武百官可谓是愤慨万分，他们只感觉到晴天霹雳，皇帝昏庸到如此地步，真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无数的文人墨客站在金陵河畔，吟诗作对，痛骂昏君，也顾不得株连九族的大罪，纷纷走上街头。昏君，千古昏君，我大宋皇朝危矣！大宋历朝历代的先皇，你们睁开眼看看，这就是你们的皇室子孙，这是在赤果果的卖国啊！一个他国放弃的弃子逆臣，他到底有何德何能，
能承受得起镇国君此等荣誉称号。我大宋建国1000年，镇国君称号无外乎3人，他叶枫凭啥？就凭他长得俊秀，能够当小白脸？啊啊啊！风花雪月最顶楼，豪华无比。李勋满脸狰狞，将眼前无数珍稀的花瓶都给摔成粉碎，全身赤果。2个丫鬟匍匐在地，生怕多吸一口气。他们浑身都是伤痕，内心暗暗鄙夷，万万没想到，堂堂丞相的独子，竟然是个变态。凭什么？凭什么？一个弃子也能够封镇国君？清雅阁是我的，谁也夺不走。到底为什么？李勋嘶吼的声音响彻风花雪月，无数的人都忍不住颤抖。这么多年，李勋小心翼翼，尽管身为丞相独子，却不敢肆意妄为。故而，每次遇到烦闷的事情，他都会来到风花雪月的顶楼发泄。也只有这个地方属于他一个人。我要发泄。外面，一个中年妇女轻车熟路，赶紧去安排。一小会儿的功夫，6、7个妙龄女子，她们的眼神深处弥漫着的都是恐惧，就被送进去。里面传出来不堪入耳的惨叫声。即刻去安排宴席，给我们大宋的镇国君发布请柬。中年妇女闻言，忍不住打一个寒战。她内心已经开始为叶枫默哀，也知道自己这个小主人是彻底的怒了。每次他怒了，就会有几个妙龄女子遭殃，也是惨啊。傍晚时分，倚靠在金陵河畔，风花雪月周围早就被很多人围得水泄不通。你们还不知道吧？据说丞相的公子李勋今夜要在风花雪月宴请皇帝陛下刚封的镇国君。这个叶枫据说长得很俊朗，真是红颜祸水，也不知道他何德何能，有资格获得陛下这样的赏识。陛下本就是昏君，这么多年，若不是丞相大人掌控朝政，我们大宋皇朝怕是早就分崩离析了。李公子人中龙凤，今日的宴会，我觉得怕是不简单。那个叶枫未必赶来赴宴。众人一言一语都在辱骂叶枫。自从宋仁帝的诏令颁布开来，叶枫就成为大宋皇朝的罪人。他们可谓是毫不留情地辱骂叶枫。见到李勋摆下鸿门宴，等待叶枫，他们自然乐见其成。时间1分1秒过去，李勋端坐在主座，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他给叶枫发去请柬，若是对方不来的话，无疑就是打他的脸。李公子，那个叶枫不过是大卫弃子，怕是不敢前来赴宴啊。一个青年男子手持折扇，显得意气风发，白袍舞动。他就是大宋皇朝今年的新科状元南郡苏弘，年纪轻轻便在大宋皇朝名声大噪。堂堂镇国君，此等宴会都不敢来参与，真是丢尽我们大宋皇朝的脸。另外的青年也跟着附和，他们知道李勋想要整叶枫，见到叶枫不敢来，一个个的都纷纷怒骂不已。哼，只需要再等等，若是我们这位镇国君不来赴宴，那就说明他真的只能够靠脸迷惑陛下。李勋冷冷地说，言语间已然给叶枫定性。小姐，你说那个叶枫他敢来赴宴吗？玉婆婆跟在红衣妩媚女子身边，见到风花雪月喧闹的场面，忍不住问道。这个叶枫能力不俗，刚被赵秋燕封赏，他肯定会来赴宴，这可是他了解大宋皇朝局势绝佳的机会。红衣女子双眼微微眯起，旋即看向宽广的金陵河畔，上面漂浮着很多的船舶，站着很多人，可都是翘首以盼地盯着风花雪月。很多人也在等着看戏呢。他若是不来，就会授人以柄。红衣女子认真地分析道。参见陛下。信陵夫人神色间都是惊讶。李勋邀请叶枫参加的所谓的欢迎宴会，连皇帝陛下都惊动了。最让他惊讶的是，自己这位皇帝修炼起来那可是如痴如醉。他没记错的话，这可是赵秋燕修炼的时间，对方竟然放弃修炼前来观看宴会。启禀陛下，叶公子性格琢磨不透，他怕是未必会来赴宴。信陵夫人和叶枫相处的时间不长，却能够感觉得出来，叶枫身上有股傲气。李勋等人明摆着想要邀请叶枫来，居心叵测。若是换成其他人，定然会来赴宴。可是叶枫可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赵秋燕闻言，内心有些失落。不知道为什么，他白天见过叶枫后，就去闭关修炼，哪知道修炼着修炼着，脑海里面不自然的就冒出叶枫的身影，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他对于叶枫真的很好奇，他想要看看到底对方能不能够扭转大宋颓势。可惜赵秋燕不知道，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心之后，便会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会发生什么故事，就要看后续发展了。时间1分1秒过去，远处的夕阳彻底沉下，天色也彻底变黑。
风花雪月围着的众人也都开始有些懈怠，他们觉得叶枫怕是不会来参加宴会了。李勋的脸色也变得格外难看，他把阵仗搞得这么大，就是想要逼迫叶枫露面，却没想到对方还真的不管不顾，也不敢来参加了。哗哗哗！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青石板道路喧闹声响起，众人纷纷循声看去，就见到一个青年男子，气宇轩昂，身穿白色长袍，神色淡然，眉宇间流露出来的都是俊秀之气，正是叶枫。他身后跟着大山和老黄。啊，好帅啊！难怪陛下会选中他，要是我能够嫁给他，少活10年也愿意。你怕是想多了，人家可是陛下亲自选中的面首。周遭站着不少风月女子，她们见到叶枫之时，都忍不住发出惊呼声。都说女人果然是看脸的动物，早就听闻郑国君大名，我差点误以为郑国君不敢前来赴宴呢。李勋见到叶枫到来，眼眸深处弥漫着冷意，他怕的是叶枫不敢来。今日既然叶枫到来，必然是要对方身败名裂，他要让整个大宋皇朝的人都知道，叶枫就是个枉得虚名、无能之人，大魏皇朝的弃子。本君正愁没地方吃饭，想不到就收到李公子的请柬。叶枫神色淡然，在无数人痛恨的目光之中，只见他一边走一边抬起右手，金色的剑柄雕刻着龙纹，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显得高贵无比。这就是天子剑，象征皇权的天子剑。一些想要痛骂叶枫的读书人见到天子剑之时，脸色都变得格外的难看，骂到嘴边的话语都被硬生生的吞进去。怒骂叶枫是小，冒犯天子剑那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见到那柄象征皇权的天子剑，李勋的内心都是嫉妒和恨意，却很好的被他隐藏起来，不形于色。叶枫内心也忍不住暗叹，这个李林甫能够一人把持朝政，能耐怕是不简单，连他的儿子小小年纪都有如此城府，更何况本人呢？来到李勋早就安排的座位，将天子剑故意摆在桌子上。大山和老黄分别坐在两边，这两人双眼直勾勾盯着香喷喷的美味佳肴，就差口水都流淌出来。公子可以吃了吗？老黄一只手抱着木匣子，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木匣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人，几乎是寸步不离，就连睡觉都抱着睡。吧唧，大山丝毫不客气，就开始大快朵颐。我去，你给我留点。老黄见到大山都开始大快朵颐，也顾不得形象，就开始将面前的美食不断的塞入嘴中，狼吞虎咽。靠，老子也是半个月没吃过一顿好的，你们给我留点。叶枫见到大山和老黄把他们自己面前的吃完不说，都开始从自己这里开抢，也顾不得其他。这么多天下来，白天在皇宫，饭菜不合胃口，又难以下咽。本想着晚上自己做点饭菜犒劳自己，没想到就收到李勋的请柬，有免费的饭票送上门来，他怎么说也不会拒绝啊。叶枫也加入狼吞虎咽大军，周围的人都看傻了，这可是皇帝陛下封赏的手持天子剑，执掌天下的郑国君啊，何德何能啊！啊，这粗鄙粗俗不堪，简直是不堪入目。苏红愤然站起身来，手里面的折扇指着叶枫，气得满脸颤抖。他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人也能够执掌大宋皇朝的天下。传扬出去，大宋皇朝将会沦为9州笑柄，不堪入目。你赶紧滚，别看啊！叶枫一边往嘴里面塞肉，唾沫横飞，对着苏红呵斥道：“你！”苏红没想到叶枫这么无奈，脸皮如此之厚。若是要他吟诗作对，他自问厉害得很。可要是比嘴皮子，他又怎么可能是叶枫对手？三言两语便被叶枫对得哑口无言。你什么？这可是天子剑，象征大宋皇权，你敢对着天子剑辱骂本君粗鄙、粗俗不堪、不堪入目？本君看你是枉读圣贤书，忠君爱国，礼义廉耻都被你读到金陵河里面去了。叶枫猛然站起身来，手持天子剑，金色的光芒弥漫而出，对着苏红一阵怒喷，声音响彻风花雪月，却令人感到震撼。苏红本就是南郡苏家之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顿时被叶枫吓得脸色苍白。你胡说，我骂的是你，与天子剑何干？结结巴巴的道：本君手持天子剑，替陛下执掌天下，你骂我，岂不是骂陛下？你好大的胆子啊！叶枫怒目而视，身上不怒自威，那种久居高位的气势弥漫而出，吓得苏红一屁股跌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痛快，不愧是朕的贤臣啊！赵秋燕见到苏红被叶枫对得狗血淋头，只感觉到满心欢喜。这货仗着新科状元的身份，多次上书弹劾自己，大骂自己昏君，辱没历代先皇。今日总算是让叶枫
给自己扳回一局，痛快啊！李勋也没想到叶枫气势这么强悍，回过神来，赶紧开口道：“想必郑国君能够手持天子剑，必然是有真才实学，也不仅仅是耍嘴皮子吧？”李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能屈能伸，能够靠嘴，那也是本事。叶枫不以为然，完全不给李勋机会。噗嗤！可是明明叶枫这段话很经典，此刻在这风月场所说出来，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良辰美景好吹箫，不对，万一是舔狗呢？不少风尘女子都忍不住捂着嘴笑出声来，她们看向叶枫的眼神都变得暧昧起来。李勋可不管叶枫所言，而是裂开嘴笑道：“在下听闻，郑国君被大魏皇朝抛弃之时，曾作一手定风波，引动文气环绕，可谓是精彩绝艳。李某相信郑国君大才，可在座的很多人，他们都和我打赌，那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诸位，是不是都想要见识见识郑国君的大才？”不得不说，李勋很聪明，想要用激将法调动周围的众人，这是想要逼迫叶枫。诸位真是慧眼啊，一眼就看出来本君那手词是抄的，真是厉害，我是真的不会作诗啊。哪知道叶枫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油盐不进，脸皮厚的简直没边了，完全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叶枫，明人不说暗话，我苏红就是不服气你能够当郑国君，你敢不敢和我比一场？苏红想到刚才被叶枫气势吓得瘫软下去，就觉得奇耻大辱，当即站起身来，怒目而视，瞪着叶枫。唉，叶枫见到李勋等人前赴后继，想要和自己比试作诗词，忍不住摇摇头，叹息无奈。我是真的不想欺负你们啊，难道你们心里面真的没点数吗？就你们这点诗词造诣，是真的不够比啊。他可是9年义务教育及大成者，前世华夏怕是3岁小朋友，随口一念都可以吊打你们啊！现在和他们比诗词，这不是纯纯的欺负人吗？哼，你叹什么气？莫不是不敢比？苏红咬牙切齿地盯着叶枫，他堂堂南郡苏家的嫡长子，大宋皇朝新科状元，却被叶枫吓得瘫倒在地。消息若是传回苏家，他岂不是沦为笑柄？无论如何都要扳回一城。今日的宴会，李勋就是要让叶枫难堪，生怕叶枫不答应苏红的比试。堂堂郑国君若是不敢比试，就爽快地说出来，承认自己不行了，输给苏红也不丢人，他可是大宋新科状元。李勋淡淡的道。谁都听得出来，这是话中有话。叶枫哈哈一笑，男人说什么都可以，绝对不能说自己不行。这么说，你答应比试？苏红闻言，有些激动地问道。想要本君答应比试，倒也不难。叶枫环抱着双手，紧接着说道。既然是比试，自然要有点筹码。李勋呵呵一笑，站起身来。你想要赌什么？苏家自大宋开国以来都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更是从小受到各种文化的熏陶。苏红没想到叶枫这么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和他赌筹码。如果你输了，白银100万两，黄金10万两。叶枫淡淡的说出来。哗哗哗，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这可不是小数目，苏家哪怕是大宋名门望族，也未必能够拿得出来这么多金银。这个郑国君好生狡猾，他明知道不是苏红的对手，就故意将赌注加大，想要搞得苏红不敢和他赌。你这不是废话，苏红可是新科状元，苏家又是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大宋又有几人作诗能够和他相比？叶枫在大魏皇朝出名的是他手段狠辣，绝不留情，又不是诗词歌赋，人家自然不会和苏红比试。众人都纷纷议论，觉得叶枫就是故意抬高筹码，这样一来，苏红也就不敢和他打赌。苏红咬牙切齿，狠狠地盯着叶枫道：你就是明知道我拿不出这么多的金银，才说出这样的筹码，你根本就是不敢和我比试诗词，爱赌不赌。叶枫抹了抹嘴，手持天子剑，站起身来，对着李勋抱了抱拳。多谢李公子招待，吃饱喝足，真是舒服。转身就要朝着外面离去。大山和老黄也吃得差不多，跟着就走。李勋皱起眉头，若是就这样让叶枫离去，那今天谋划的打压叶枫的计谋就落空了。他对着苏红点点头，示意对方答应下来。苏红见到有李勋的首肯，咬牙切齿，对着叶枫背影道：站住，我和你打赌，不过你要是输了呢？叶枫看了看手里面的天子剑，本君要是输了，这柄天子剑送给你。李勋呵呵一笑，不怀好意的道：郑国君怕是换个筹码，丢失天子剑，那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哦。众人都忍不住暗叹，李勋不愧是丞相李林甫的独子，手段狠辣，这不仅是要叶枫丢脸，而是要叶枫死啊！你们想要怎么比？叶枫自然看得出来，李勋这是想要置他于死地。
可惜，他注定要失望了。李勋显然早有准备，不远处就走上来一个老者，面容瘦削，身上倒是有些书生气，笑道：“在下大宋皇朝翰林院大学士苏胜，自问在诗词方面有点造诣，我来给你们出题，给你们做裁判。”苏胜身为翰林院大学士，他对于赵秋燕无端端的将燕云18城拱手让给大魏皇朝，就换来这么个弃子，还赏赐天子剑，封镇国君，感到很不满意。故当李勋邀请他来风花雪月时，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就答应下来。请苏老出题。苏红见到裁判竟然是苏胜，满脸的得意，胜券在握。苏胜也是南郡苏家的人，最重要的是苏胜很清楚苏红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出题肯定会有所偏移。很多人本以为叶枫不会答应苏胜当裁判，却没想到叶枫环抱着双手，倚靠在那里，静静地等待苏胜出题。金陵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就请两位不妨以金陵城为题，临场发挥，半个时辰赋诗一首。苏胜缓缓地道，他很清楚苏红的才华，尤其擅长歌颂金陵城，每每写出来的诗词文章都能够引起不小的反响。陛下，这苏胜摆明就是欺负人，他明知道苏红最擅长的就是描写金陵城。信陵夫人有些不忿的道。赵秋燕却淡淡一笑道，我觉得叶公子真是厉害，不就是一柄天子剑吗？输了就输了，朕重新赐给他一柄不就可以了啊？信陵夫人这才回过神来，看向不远处风花雪月的叶枫，忍不住嘀咕道，这个叶公子的小脑筋真的很多。正如陛下说的那样，这样的天子剑只要陛下愿意，想要赏赐多少就赏赐多少，输了就给苏红也没用啊。那可是天子剑，没有皇帝的诰命，苏红胆敢利用天子剑，就等于是欺君犯上。没有皇权象征的天子剑，就是一柄再普通不过的剑，毫无价值。陛下圣明。信陵夫人内心暗暗窃喜，她发现皇帝陛下好像开始思考了，这似乎是转变的开始。小姐，老身看来那个叶枫也不咋样，被别人3言2语就给激得答应比试，心智根本不沉稳。玉婆婆跟着红衣女子站着，她也搞不懂到底那个大魏皇朝的弃子有什么魅力，不就是长得很帅吗？也不足以让自家小姐如此关注吧。一柄没有皇权诰命的天子剑还有何价值呢？慕容婉红裙随风飞舞啊！玉婆婆也反应过来，有些错愕，难怪叶枫答应的这么爽快。镇国君今日必输无疑，这个题目就是为苏红量身定做。丢失天子剑，这个叶枫怕是在大宋快要混不下去了。李勋不愧是丞相大人的独子，轻而易举就将叶枫除掉。听到题目之后，众人都不认为叶枫能够比得过苏红。苏红双手托腮，苦思冥想，不断的摇头，又是晃脑，嘴里面不时的念叨，却又没有确定下来。反观叶枫神色淡然，就这样坐在那里，宛如今日之事与他毫无关系。这个镇国君怎么回事？他难道作诗不需要思考？看他的表情，事不关己，他真的会作诗。他待会要是输了的话，怕是没脸在金陵城继续待下去了。众人都忍不住窃窃私语，镇国君大人，本官出的题目你还是要多想一想，免得待会出丑，丢了面子是小，就怕输了天子剑，那可是死罪。苏胜见到叶枫满脸不屑的模样，内心都是愤怒，忍不住对着叶枫提醒道，不劳烦苏大人担心，待会自现分晓。叶枫依就是一副淡然模样，气得苏胜浑身发抖，内心却忍不住感叹，自己堂堂9年义务教育大成者，兼16年应试教育重大产物，要是还输给一个区区小状元，那就真的丢人丢大了。这个镇国君，我看就是个登徒子，也就骗骗陛下那样的情场小白。我看他就是靠脸吃饭。你懂个屁，靠脸也是本事。不少人看着这一幕，跟着嬉笑道，他们都觉得叶枫这是明知道必输无疑，不如直接摆烂。我的事做好了。约莫10来分钟，苏红无比自信，站在那里看向叶枫方向，神色间都是鄙夷和嘲讽，就这样还敢和自己比试，真是可笑。不知道镇国君作诗如何了？苏胜恨不得叶枫赶紧滚出大宋，实在是丢人至极。想到陛下迎接叶枫的场景，内心更是愤懑。大宋皇朝历来都是读书人的天下，偏偏叶枫对他这个翰林院官员都不尊重，实在是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做完了。叶枫很随意地答道。众人根本不信。苏胜出言讥讽道，老夫倒想要听听镇国君的大作，让他先来吧。叶枫指着苏红笑道，好。苏红早就迫不及待，当即就开始念叨，我所做的诗题目叫做咏金陵城夺天子剑。好，好，直抒提议，这个题目好。苏胜拍手叫好，其余的人也都纷纷点头。金陵西洋好，
燕云山水渺。若是国家强，哪能求贤良？今朝是何日？大宋蒙耻辱，奸臣执权剑，良臣夺八荒。随着苏红将所作的诗念完，现场响起阵阵掌声。状元郎先是歌颂金陵美好，下句又是描绘燕云18城山水渺，以此来讽刺皇帝割让燕云18城。现如今大宋皇朝皇帝昏庸，才导致国家遭受屈辱，将叶枫比作奸臣，将自己比作良臣，势必要收回失去的土地。苏圣生怕大家不了解苏红诗里的韵味，忍不住自顾自地翻译道：不愧是新科状元，真是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如此诗作，苏家之人名不虚传，叶枫必然沦为大宋皇朝笑柄。众人都忍不住赞叹。苏红满脸得意，看向叶枫道：该你了，薄情怀。叶枫听到题目之时，早就有了答案。如今的大宋皇朝，不就是前世华夏晚唐的模样吗？哈哈，薄情怀这里是大宋，可不是大秦，你这是要笑死人。苏红听到题目就忍不住出言嘲讽，唯独叶枫站在那里，微风吹动他的衣袍，随风飘荡。众人这才发现，此刻的叶枫身上那股气势好强，好帅啊！我想睡他，我给他钱，请他陪我睡，可以吗？我出白银10两，我出50两。众多风尘女忍不住满脸花痴模样，实在是认真的男人，真的太帅了。尤其是本身又帅又认真的男人，简直帅得迷死人。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随着叶枫第一句念出口，苏红的笑声戛然而止，张大嘴巴都可以塞下鸡蛋，满脑海都是这句诗。苏胜原本脸上的讽刺和鄙夷，也变成无可言说的复杂情绪。就仅仅这句，叶枫就已经赢了。不过他内心更加期待下一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寥寥2句，却将夜色朦胧的金陵城描绘得如此明了清晰。深秋的缘故，金陵河畔夜色朦胧，宛若一层层的水汽将两岸都笼罩起来。天空之中，一轮弯弯的月亮也渐渐露出，迷离的月色和青烟笼罩着金陵河和白沙。两岸的河畔停靠着密密麻麻的船舶，正好靠近夜色笼罩下张灯结彩的风月场所和酒家。妙啊，实在是妙。饶是苏胜也忍不住出言赞叹。现场变得一片死寂，谁也没想到叶枫真的能够作诗啊。苏红满脸铁青，只感觉到无地自容。长得又帅又有才华，还能治国，又是贤臣，朕感觉凌潇湘这是给朕送来一个瑰宝啊。宋仁帝绝美的脸颊之上微微有些红晕，在夜色之下，他盯着风花雪月里面的叶枫，只感觉到内心无比激动。尽管他对于诗词歌赋不感兴趣，也不是很懂，可是此刻听着寥寥2句诗，却将整个金陵城、金陵河畔两岸的夜景描述得如此清晰透彻，真是不可思议啊。妾身之前在大魏皇朝听闻叶公子坐定风波，本以为是偶然，却没想到叶公子真有大才华，只是他比较低调，不太喜欢张扬自己。信陵夫人穿着鹅黄色的裙摆，将她丰腴的身材包裹得完美无瑕。两座山峰之间似有神秘晃动，盯着叶枫，眼眸深处光芒流动。看来李勋这个鸿门宴不仅没有打击叶公子，反而成为叶公子的垫脚石。信陵夫人紧接着说道：我们大宋重文轻武，文人就喜欢有才之人。李勋端坐在那里，内心也带着震惊，这个叶枫怎么还有如此才华？为何在大魏皇朝这么多年却没有展露出来呢？他可不想就这样让苏红认输，当即开口道：镇国君这2句确实很美妙，却仅仅是景色描写，不如苏公子以金陵城为景，称赞我大宋国富民强，况且简短2句也算不得失。李勋觉得叶枫定然只想到2句，觉得叶枫定然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巧合看到金陵河畔恰好描绘出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叶枫就像是看着白痴一样的盯着李勋，随着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后2句跟着念叨出来的瞬间，整个风花雪月乃至于整个金陵城都彻底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无数的人都瞠目结舌，他们满脸惊骇，最重要的是文气弥漫而出，环绕着风花雪月，众人目瞪口呆。卖唱卖艺卖身的歌女不知道亡国恨，站在金陵河的两边，依旧高唱着来自九州各地的歌曲。如今的金陵城乃至于整个大宋皇朝，不正是这样的局面吗？随处可见的风月场所，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千疮百孔。如此以往，真的不怕亡国吗？后2句宛若重锤，狠狠地敲击在场所有人的心脏之上，就连那些风月场所的商女，他们的目光也变得柔软起来。若不是大宋皇朝经济崩溃，百姓流离失所，试问天下间有几个女人愿意出卖自己来换取钱财呢？
若不是达官贵人只想着享乐，若是没有需求，自然也就没有公义。可若是有一天大宋皇朝都已经亡国，他们这些大宋的子民也必然沦为亡国奴。文气席卷，漆黑的夜色之下，宛若真龙在腾飞。此等大才屈居于大宋，暴殄天物。慕容婉盯着叶枫的身影，妩媚的脸颊之上弥漫着的都是不甘心。大宋千疮百孔，以他的见解，不出10年必然分崩离析。届时周边的大魏皇朝等4个皇朝就会群起而攻之，就会将大宋皇朝的国土彻底瓜分。大宋皇朝也将成为历史滚滚车轮的灭亡之国。玉婆婆苍老的脸上也忍不住震撼，果然小姐这么多年看人从来不会错。玉婆婆，尽快安排，我要与她见面。慕容婉觉得必须要加快和叶枫见面的进度，这样的才华之人无论如何都要想尽办法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幕僚，为大夏皇朝统一九州出力。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苏胜苍老的脸颊微微颤抖，嘴巴微微张开，他的声音也跟着抖动。他苏胜身为大宋皇朝翰林院大学士，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就在这之前他还极度愤怒地骂叶枫。此时此刻才知道自己多么无知肤浅。叶先生，请受老朽一拜。苏胜满脸的愧疚，深深地对着叶枫鞠躬。哗哗哗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堂堂大宋皇朝的翰林院大学士就这样给叶枫鞠躬行礼。苏弘出身名门，书香门第，心高气傲，自认为天下第一。此刻他的满脑袋都是叶枫的4句诗，每一句都像是轰雷滚滚，震得他满脸苍白，就这样瘫倒在地上，整个人像是瞬间苍老数10岁一样。哼！李勋满脸铁青，就像是吃了翔一般难受，冷哼一声，站起身来就朝着风花雪月外离去。他本来想要重重地打击叶枫，却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反而成全了叶枫。这首诗不出3日必然传遍整个大宋。叶枫有如此才华，恐怕将会有很多大宋之人都会对叶枫的认识大大改观。毕竟整个大宋皇朝重文轻武，都是尊重有才学之人。看看堂堂翰林院大学士苏胜对叶枫那种鞠躬的恭敬，就知道其他的读书人听到这首诗之后，他们也会如同苏胜一般。最重要的是，这首诗后2句对整个大宋皇朝宛如醍醐灌顶的抨击，必然会激起很多人对大宋皇朝未来的希望。李公子这么匆匆离开，莫不是想要抵赖？叶枫对着李勋淡淡的笑道。哼，可笑，本公子何曾和你打赌？明明是苏弘和你打赌，与我何干？李勋内心本就极度愤懑，那可是白银100万两，黄金1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自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打赌，一推4、5、6全部推给苏弘。苏弘内心也很郁闷，自己被李勋激着来参加宴席，目的就是抨击叶枫，一切都是李勋策划，就连刚才打赌也是李勋点头示意他才答应的赌约。现在李勋就想要拍拍屁股走人。李勋，你这个无耻小人，这场宴会本就是你精心策划，你现在想要全被推给苏某，真以为我南郡苏家好欺负不成？苏弘也是死咬着牙齿暴跳起来，100万两白银，10万两黄金，就算是将他们苏家全部变卖，怕也凑不出来。他内心很清楚，今日的事情传到南郡，他父亲怕是会被气得半死。废物！李勋却根本不管苏弘的威胁，不屑地骂道。噗嗤！苏弘被叶枫的才华狠狠打击，本就气火攻心，又被李勋这么一骂，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仰天倒地，昏死过去。红儿，红儿！苏胜见到苏弘倒地，赶紧跑过去查看，生怕苏弘有个3长2短。没劲！叶枫见到苏弘倒地昏死，当即看向苏胜，道：100万两白银，10万两黄金，请3日之内奉上。这可是拿天子剑做的赌注，届时本君必然提着天子剑杀到南郡苏家，讨要钱财，自然要收取利息。这……苏胜闻言，苍老的脸颊也吓得有些苍白，这才想起来刚才的赌约，而偏偏这个赌约又还是苏弘自己发起来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回宫，赵秋燕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意，见到叶枫离开，她也跟着离开。这不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千古贤臣吗？清晨，朝阳初升，叶枫所做的薄情怀，短短的一夜之间就传遍整个大宋皇朝的每个角落，无数的文人贤士都忍不住惊叹。他们本以为叶枫就是大魏皇朝被女皇帝玩弄过后抛弃的一个弃子面首，却没想到叶枫真有大才华。这个时候，无数人的人也开始流传叶枫离开大魏皇宫，
所做的定风波，两首诗都在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大宋，尤其是后一首，简直是令整个大宋醍醐灌顶。一些城池竟然开始将风月场所给直接拆了，可谓是一首诗就搅动整个大宋格局。一些人也开始期待叶枫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呢？大魏皇宫，凌潇湘高高在上，端坐在宝座，冰冷的面容令人感到胆寒。整个皇宫重臣大气都不敢喘。该死，这个叶枫真的该死，他在我们大魏皇朝这么多年，为何从来不教我作诗呢？凌潇湘满脸愤怒，他觉得叶枫这是在欺骗自己，隐藏自己作诗的才华，完全就是欺君之罪。就凭这首诗，叶枫便可以千古流传，整个九州皇朝怕都会笑话他凌潇湘没有识人之能。想到这里，只有将叶枫大卸八块，才能够解他心头之恨。众臣的内心也忍不住暗暗咂舌，不正是你要过河拆桥才赶走的叶枫吗？当日叶枫离开朝堂，那首定风波不比昨夜所做的薄情怀更惊艳绝伦吗？你可没手下留情啊！陛下不必过分愤怒，大宋皇朝千疮百孔，早晚灭亡。我们大魏皇朝瓜分大宋，抓住叶枫那贼，千刀万剐，以解陛下心头之恨。洪忠全出言劝诫道，他们都感到暗暗庆幸，幸亏叶枫离开大魏皇朝，否则叶枫本就强势，又有如此才华，他们这些朝臣有生之年都没有出头之日。南郡苏家府邸，这座在大宋皇朝屹立千年的府邸，透露出古朴苍凉。府邸门外摆放着2尊高5米有余的石狮子，透露出气势不凡。大门的正上方挂着4个大字的牌匾，文豪世家。这个牌匾乃是苏家的荣誉，乃是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所赐。逆子，这个逆子。苏家议事大殿，中年如生气的满脸颤抖，端坐在那里，脸色憔悴。他就是苏家家主，也就是苏红的父亲苏晨。得知金陵城传来的事情之后，苏晨就连夜召集整个苏家的核心成员，商讨如何解决苏红和镇国军打赌的事情。100万2白银和10万两黄金，哪怕是苏家这样的千年世家，也绝技是拿不出来的，除非是把苏家全部的产业都给变卖。可是苏家在大宋皇朝传承千年，家族庞大，人口众多，每天需要的花销也很大。若是真的那样做的话，不出3月，苏家就会连饭都吃不起。更别说苏家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从小锦衣玉食，早就习惯了，现在要他们节衣缩食，怕是比登天还难。早知道他闯下如此大祸，我就不应该答应他进京赶考。苏晨忍不住气愤的道，大哥，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红儿，都是那个李勋太过于奸诈，红儿也是被他利用。苏鹏乃是苏晨的弟弟，也就是苏红的二叔，我倒是觉得不必太惊慌。叶枫的到来威胁到丞相的地位，李林甫不会善罢甘休。以我对丞相大人的了解，李勋明显只是在试探叶枫而已，他能不能够活着离开金陵城都未可知，又哪里有精力来对付我们苏家呢？左手边一个老者缓缓的道，他觉得叶枫不可能斗得过李林甫，这件事情终究是我们苏家理亏。我倒是觉得这个叶枫不简单，薄情怀几乎将大宋的局面描绘得清清楚楚，我想要亲自去趟京城，登门拜访这位镇国君。苏晨对着众人说道，他平生最敬佩的就是有才之人，无论叶枫是什么身份，亦或是什么境遇，都和他没有关系。能做出如此流传千古的诗篇之人，他想要亲自去见见，解决这件事情。况且苏家历来就很不喜欢李林甫这个权臣，没有任何的才华，纯就靠手段才能够身居高位。亲自登门拜访镇国君，会不会得罪丞相呢？老者皱起眉头问道。哼，得罪又如何？他怕是早就看我们苏家不顺眼了。苏晨哼了一声，内心都是愤怒。他知道苏红的性格，心高气傲，却都是年轻人该有的性格，本心不坏，必然就是李勋设好的计谋。李林甫这是想要他们苏家和叶枫交恶，坐收渔翁之利。清雅阁，赵秋燕笑意盈盈，双手托腮，就这样靠着，满脸享受地看着不远处叶枫的身影。昨日早晨，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来到清雅阁，吃了一份叶枫准备的鸡蛋面，中午吃了叶枫炒的几个小菜，晚餐也赖着在院子等待叶枫准备饭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好像准备就住在这座内院，都不准备回去皇宫了。成功霸占内院左手边最大的一个房间。叶枫，该准备午餐了。清脆的声音响起，不远处的叶枫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感情女帝这不是让自己来执掌天下，而是来当厨子的。叶枫也开始忙碌起来。前世身为华夏最强者，他孑然一身，只知道杀戮，没有任何朋友。经常一个人，他唯一的爱好便是时常研究美食来犒劳自己。不多时，
厨房里面就飘出香味。躺在院子里面气定神闲，静静等待美食的赵秋燕闻着香味，有些坐不住了。自从吃过叶枫做的美食，她每次回到皇宫，见到那些厨子，就想要请他们好好来给叶枫学习学习，什么叫做真正的美味佳肴。最简单的食材，依旧能够做出最完美的菜肴。悠悠地站起身来，一袭精致的淡褐色长裙衬托的她仙气飘飘。她悄悄地踱步就来到厨房窗户边缘，看着里面忙碌的叶枫，嘴角不自然地流露出一抹笑意。好帅啊！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帅气之男子呢？内心忍不住暗道，绝美的脸上有些好奇，到底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呢？不多时，叶枫端坐着2个盘子，一盘红烧肉，一盘清炒时蔬，荤素搭配，香味弥漫。啊！赵秋燕看得有些入神，见到叶枫端坐着盘子走出来，才回过神来，有些窘迫地回到桌子边缘，脸上都有些红晕浮现，心里面暗道：真是丢死人！哪里有皇帝偷看臣子做菜的，传出去天下都要笑掉大牙。陛下，请用膳。叶枫取来碗筷递给赵秋燕。赵秋燕也顾不得形象，见到红彤彤肥而不腻的红烧肉，一坨红烧肉入嘴，软嫩香，明明是肥瘦相间的肉，却被叶枫做得丝毫吃不出油腻的感觉，满嘴喷香。如此美味佳肴，要是有点美酒，就真的完美。赵秋燕吃着红烧肉，鬼使神差的道：哦，我去找找。不多时，叶枫端着一壶酒，2个酒杯，自顾自地斟满美酒，递到赵秋燕的身前，酒香味瞬间弥漫开来。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酒？香味怎么这么浓烈？赵秋燕很清楚，大部分的白酒都是刺鼻的味道，唯独眼前的白酒香味清静淡雅，透露出来的都是令人沉醉之感，却丝毫闻不出来酒精挥发的刺激味。陛下，请。叶枫举起酒杯，对着赵秋燕笑道：请。2人一饮而尽。赵秋燕只感觉到白酒入喉，香味弥漫腹腔。皇宫之中经常有各地上贡的美酒，可是那些酒水要不是淡得跟喝水一样，就是弥漫着刺激性和苦味，和眼前喝的酒简直天壤之别。你哪里来的这种好酒？朕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白酒吞下去，赵秋雅白皙的脸颊两边流露出2抹红晕，多了几分令人沉醉的韵味。我闲来无事，自己酿造的。叶枫淡淡的道：啊，你还会酿酒？赵秋燕有些惊讶和敬佩的看向叶枫，内心暗暗感叹，这大魏皇朝是给自己送来一个宝藏吗？作诗引动文气，使得大宋震惊，流传千古。做菜手艺顶尖，都是美味佳肴，现在居然还会酿酒，略懂1、2。叶枫略带谦虚的道：你就告诉朕，到底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我好有个心理准备。赵秋燕真不知道，同样都是脑袋，叶枫这个脑袋怎么装着这么多东西呢？好像什么都会点。叶枫前世的身份注定他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要做到顶尖。不对，你不会武道修炼，真是可惜。赵秋燕总算是找到叶枫不会的事情，当即慎重的道：要是你武道天赋也逆天的话，朕都觉得你不是人。我怎么听着这是在骂我？叶枫和赵秋燕端坐在院落，夕阳余晖照耀下来，一壶酒，2个人纷纷喝下去。以赵秋燕的武道境界，她完全可以化解酒精，却没有去做，而是任凭酒味弥漫，酒足饭饱。赵秋燕端坐着，呆呆地看着远处的夕阳，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些入神。就这样，2人闲静躺在院子里面，彼此都看着天空，一直到傍晚时分。赵秋燕站起身来，她要回宫修炼了。朕要回宫修炼去了。赵秋燕的修炼时间到了。恭送陛下。叶枫起身行礼。朕允你以后不用行君臣之礼。赵秋燕略带笑意，对着叶枫摆了摆手，自然而然的道。夕阳的余光洒在他的脸上，2抹红霞格外美丽。多谢陛下。叶枫内心暗暗感叹，赵秋燕对于皇权以及帝王之术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根本漠不关心。陛下，你不担心我无法帮你执掌天下吗？叶枫来到大宋皇朝3天，每天都待在清雅阁。赵秋燕接连2天也都来蹭饭，难道对方真的不担心自己没有治国之能力吗？朕相信你。赵秋燕清脆的声音激荡心神，简单4个字，却蕴含无穷无尽的信任。你且放心修炼，本君会替你执掌大宋，还你想要的朗朗乾坤。叶枫知道，赵秋燕也不是人们口中的昏君，她只不过是沉迷武道修炼，并不精通帝王术和权势运用的她有心无力，故而她才会想要找到能够帮她执掌天下的贤臣。你且放手去做，谁若是胆敢忤逆你，朕替你出手，
杀他个人头滚滚！赵秋燕言语间弥漫着冰冷的杀意，仿佛此刻的他才是真正的帝王，身上弥漫着都是大宗师的气势，无疑就是在告诉叶枫，他就是叶枫坚强的后盾，能够得到皇帝如此的信任。叶枫也知道是时候做该做之事了。明天见。赵秋燕转身，脸上带着甜甜笑意，裙摆随风而动，就朝着清雅阁里面走去，对着叶枫挥了挥手。走着走着，突然回过头，睁大眼睛，慎重地看着叶枫，裂开嘴，露出2排白皙的牙齿，道：“你长得真俊俏，朕有些喜欢你哦。”说完，还略带调皮地对着叶枫挤了挤眼睛，就消失在内院。这整个叶枫有些猝不及防，待在原地，回过神来，伸出手摸了摸下巴：“我这是被皇帝调戏了吗？”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红霞满天，金陵河畔两旁依旧是张灯结彩。叶枫的一首诗也仅仅是让人们稍微反省一下而已，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该流连于风月场所的依然继续流连。叶公子，请。玉婆婆带着叶枫来到一座清雅别致的阁楼，阁楼矗立在金陵河畔边，风景清雅，正好将整个金陵城的囊括俯瞰眼中。真是个好地方啊！摆放着一张青玉石打造而成的桌子，叶枫也不客气，直接坐下来，内心却有些疑惑，到底是谁要见自己呢？阁楼之中蕴含着一股厚重的芳香，却又让人不觉得庸俗。难道是女帝？这座阁楼的主人是个女子，才会有如此香味。旋即就被他否决。女帝的身上的体香很淡雅，闻香而识人。这里的女主人性格绝对是很拐杖，敢爱敢恨那种。就在叶枫想入非非时，不远处的白纱浮动，脚步声传来，香味弥漫开来，宛如红玫瑰般的紧身衣袍包裹着，高耸入云端，又恰好流露出一道缝隙，令人忍不住想要探索里面的奥妙。下穿血红色的烟纱花瓣裙，腰间用金丝软带系成2个玫瑰蝴蝶结，就这样分别点缀在两边。花瓣裙仅仅恰到好处，刚好和膝盖位置持平，脚踩一双包裹着双脚的红色小皮鞋，显得格外的诱人。两鬓低垂，斜插碧玉紫凤钗，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将她那张可以魅惑众生的面容衬托得完美无瑕。体态修长丰腴，装扮起来妖艳无比，勾人魂魄。叶公子这样盯着妾身，就不怕人家害羞吗？就见到那妩媚女子满脸笑意盈盈，伸出手捂着嘴，就朝着叶枫这边走过来，哪里看得出来半点羞涩，一颦一笑透露出来的都是魅惑。好诡异的功法！叶枫内心却有些震惊，他感受得很清楚，对面的这个女子恐怕修炼的功法就是魅惑类型的。他却不知道对面的慕容婉更加惊讶，他很清楚自己修炼的魅惑功法，刚才他暗暗动用功法，若是换成其他的男子早就深陷其中。可对面的叶枫表面上盯着他看，实则眼神清明，神志清醒，丝毫没有受到他魅惑功法的影响。忍不住暗道，难道他不是正常男人吗？或者他长得这么帅，对美女不感兴趣，喜欢男人？想到这里，慕容婉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他发现对面的叶枫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就和普通人一般，这样一来，他的魅惑功法就很难影响对方心智了。不知道姑娘处心积虑邀请在下前来见面，所为何事？叶枫神色淡然，他很清楚，自从他来到大宋皇朝，对面这个女子3次邀请自己前来见面，前2次他都没有理会，第3次对方又发来邀请，他也只是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邀请自己，却没想到是个女子。早就听闻叶公子大名，小女子对公子心神向往已久，敬佩万分，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不可以呢？慕容婉来到叶枫的身边，轻轻地靠近叶枫，香味散发，还故意挺了挺山峰，好像就要触碰到叶枫腰女。叶枫表面平静，实则内心也有些懵逼。身为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子，你这样赤裸裸地诱惑我，真的好吗？叶某劝姑娘可别玩火自焚，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叶枫也不客气，伸出手一把揽住慕容婉的腰身，就将她直接死死地抱在怀里，就这样坐在她的双腿中间。啊！慕容婉也被吓一跳，本想要挑逗叶枫，却没想到叶枫胆子这么大，直接就将自己给揽入怀中。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他父皇抱过他，何曾和一个陌生男子有过这么暧昧的身体接触？脑袋里面也是轰的一声，整个人如遭雷击，蹭的一下就跳起来，满脸羞怒，不敢继续挑逗叶枫，拉开一点距离，死死地咬着牙齿，内心都是又羞又怒，却又不敢爆发，他可是有求于人。既然叶公子这么馋人家的身体，只要叶公子答应一个条件，我愿一切随你。叶枫站起身来，淡淡一笑，姑娘长得倾国倾城，魅惑众生，相信正常男子
都想要据为己有。叶枫也不得不感叹，眼前这个世界的美女各不相同，人都有七情六欲，他叶枫也不例外。前世的叶枫很清楚，无论你有多高的境界，欲望都会伴随你终身，可不像是那些小说写的那样，战神归来就无欲无求，看到美女都无动于衷，那不是战神，那是岳不群。可是太容易到手的玫瑰，怕是会扎手。叶枫可不相信对面的女子穿戴雍容华贵，形态举止间透露出来高贵，身份绝对不简单。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真的因为倾慕叶枫，第一次见面就要把身体都献给他呢？除非这其中有毒。慕容婉内心害怕叶枫觉得他随便，当即深深吸一口气，悠悠地坐下来，端着茶壶给叶枫倒上一杯茶，道：叶公子此等大才华之人，又有哪个女子不对你仰慕倾心呢？小女子自然也不例外。是吗？叶枫忍不住自嘲一笑，他可是刚给别人干完脏活累活，就要被另外一个女帝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弃子。大魏皇朝女帝凌潇湘鼠目寸光，野心很大，能力不足，她根本不值得公子辅佐。慕容婉觉得叶枫还在芥蒂大魏皇朝之事，出言安慰道。叶枫端着慕容婉倒的茶，轻轻地嗅了嗅，道：这茶很不错，可惜就是炒茶之时火候过了些。慕容婉也是聪明人，自然听得出来叶枫这是在点他不要功利心太过于强，若是姑娘没其他事情，在下就告辞了。叶枫站起身来就要离开，慕容婉笑意盈盈走上前来，将叶枫拉着坐回去。叶公子这么怕小女子，难不成我是吃人老虎猛兽不成？就这样多在这里做些时辰也不可以吗？不得不说，慕容婉妩媚万分，真的撒娇起来也是令人心神澎湃。她是真的怕一个控制不好就给推了。哈哈，慕容婉旋即哈哈一笑，一颦一笑魅惑万分。小女子慕容婉，大夏皇朝太平公主。叶枫闻言也是有些错愕，旋即就想明白，大夏皇朝当今皇帝夏武帝文治武功，雄才伟略，他担任皇帝24年以来，使得大夏皇朝国力获得巨大提升，可谓是国富民强。如今竟安排最宠爱的太平公主出现在金陵城，这对于千疮百孔的大宋皇朝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堂堂大夏皇朝公主潜伏在金陵城，还敢告诉我这个郑国君，你就不怕我将你抓回去？叶枫盯着慕容婉缓缓的道：叶公子舍得吗？慕容婉对着叶枫咧开嘴，满脸魅惑，那意思你有本事倒是把我抓回去啊，任君采摘的模样。另外一边，大宋皇朝皇宫，你家主公呢？清雅阁。他刚从皇宫来到清雅阁，内院没见到叶枫的人，他就来到前院找到沈炼等人。主公说他有点事情，出去走走。沈炼对着宋仁帝禀报道，内心却无比好奇，皇帝陛下什么时候来到清雅阁？他们在前院怎么不知道呢？他出去多长时间了？赵秋燕追问道。正午时分就出去，怕是都有2-3个时辰了。沈炼答道。你们怎么不跟着去呢？赵秋燕脸色有些难看，身上大宗师的气息不自然地流露出来，吓得沈炼等人脸色苍白，赶紧跪下去，陛下，主公不让我们跟着。沈炼赶紧禀报道，你们主公真是糊涂，难道他不知道他现在可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又没有武道修为，要是出事怎么办？赵秋燕很清楚李林甫的手段，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给他逮住机会，兴许就派杀手将叶枫暗杀都有可能。他好不容易找到个贤臣，若是被李林甫暗杀，那该怎么办才好？啊，我等糊涂啊，我们这就去找寻主公。沈炼闻言也是反应过来，赶紧站起身来，就带着锦衣卫走出去。你安排人去信陵夫人府邸，请夫人安排人也跟着一起寻找。赵秋燕越想越不对劲，见到沈炼等人离去，她也有些待不住，朝着金陵城走出去。眼看着天色渐晚，夜色逐渐变得朦胧，多谢公主好意，在下觉得大宋皇朝挺好。叶枫站起身来，朝着阁楼下面走去。慕容婉没有继续阻拦叶枫，而是默默地站起身来，跟在叶枫身边走下阁楼。香味弥漫在夜色，金陵河畔两侧欢歌笑语，莺莺燕燕，更让人迷失在这夜色中。两人并排着走下楼梯，手臂无意中碰到彼此，默然不语。慕容婉主动伸出手抓着叶枫的手，叶枫只感觉到手掌心都是汗水，温暖又奔放。请公子入我大夏，我愿以身相许。走到阁楼外面，慕容婉放开叶枫的手，轻轻地附在叶枫的耳边，声音略带嘶哑，暧昧的气氛令人感到窒息。老黄依旧怀抱着木匣子，端着酒壶，一脸不坏，好笑地盯着叶枫。大山见到叶枫出来，也赶紧跑上前来，裂开嘴，露出2排大白牙，道：嫂子好。慕容婉闻言咯咯一笑，
叶枫有些窘迫，朝着清雅阁走去。小姐，你觉得他真的值得你托付终身？玉婆婆盯着叶枫的背影，慕容婉儿是她从小看着长大，若不是已然下定决心，今日又怎么可能和叶枫发生那么多的身体接触？换成别的男子，早就被大卸八块丢到金陵河喂鱼了。世间还有比他更帅、更有才华的男子吗？慕容婉儿看着背影消失的方向，微微呢喃：帅，是真的很帅，才华两首诗足够流传千古。慕容婉儿，金陵城，夜色朦胧，依旧喧嚣。大山和老黄跟在后面。叶枫，你跑去哪里了？三人刚来到清雅阁外，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道有些怒意的声音，竟然是宋仁帝赵秋燕。叶枫不明所以，道：陛下，我有点事情，出去走走，有事吗？你去哪里？怎么不打声招呼？赵秋燕继续问道。叶枫有些发愣，自己人身自由，不应该受到限制吧？我答应替你执掌天下，可不代表你能够限制我的自由吧？叶枫很平淡地回道：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能这样吧？你……赵秋燕听见叶枫的话语，她明明是担心叶枫被奸人陷害，却没想到叶枫还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当即被气得脸色煞白，愤怒瞪了一眼叶枫，不识好人心，朝着清雅阁冲进去。他路过叶枫身边之时，皱了皱眉头，怎么有股香味？又回过头，狠狠瞪了叶枫一眼：你们都不用管朕，大不了就是成为亡国之君。说完，气冲冲的就消失了。叶枫满脸茫然，不明白这算什么情况，看向大山，对方憨憨的笑着。老黄也摇摇头：女人心，海底针，何况还是女帝心。嘘嘘嘘！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两个锦衣卫气喘吁吁来到叶枫身前，道：主公，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叶枫闻言有些迷惑，道：我能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傍晚时分来到清雅阁，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寻你，得知你出去数个时辰未归，就愤怒无比。听他的口气，就觉得你没有修为，担心你被奸人陷害，当即就命令我们去寻你，还去请信陵夫人也安排军士一起寻找。我前面看见陛下浑身灵力流动，速度极快，应该是刚从丞相府归来，他没有遇见你吗？那个锦衣卫对着叶枫缓缓说道。叶枫这才明白，感情赵秋燕并不是限制自己的自由，而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啊。女人心海底针，你担心我，你倒是说出来啊。你好像误会陛下了。老黄抱着木匣子，还不忘记补刀：你们快去通知沈炼和信陵夫人，本君没事。叶枫说完，埋着脑袋朝着清雅阁走进去。来到内院，发现没人，赵秋燕应该是回宫了。多谢。叶枫看向远处巍峨古朴的皇宫，嘴角扬起。听到锦衣卫的描述，他的内心有些暖意。看来赵秋燕也不仅仅是把他当成治国工具，他之所以数日都没有任何行为，就是想要和赵秋燕相处，看看对方是不是诚心用自己。如果对方依旧和凌潇湘一样，仅仅是把他当成统治大宋的工具的话，他会选择离开的。他不想要再经历一次背叛。要知道，从信陵夫人的口中，赵秋燕几乎每天夕阳西下就要开始闭关修炼，几乎要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出关。可是今夜赵秋燕改变自己多年习惯，没有闭关修炼，选择亲自去金陵城寻找自己。今夜注定不眠之夜。传令，文武百官明日早朝。叶枫决定开始执掌大宋。遵令。沈炼带着10多个锦衣卫，连夜就将叶枫传令的文书分别送到文武百官的府邸。景贤宫，赵秋燕盘膝而坐，却根本无法入定。她索性睁开双眼，脸色有些苍白。坏人，坏人，你为什么要去找女人？赵秋燕觉得叶枫身上那股女人香，必然就是去寻欢作乐找女人去了，难怪去哪里都不给自己说。灵儿，更衣。始终无法修炼，她没有强行修炼。如今她的武道修为达到大宗师境界，强行修炼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后患无穷。哦，灵儿闻言也忍不住有些惊讶，赶紧给赵秋燕准备衣衫。陛下，这么晚你要去哪里？灵儿跟着赵秋燕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见过赵秋燕这么深夜不选择闭关修炼吗？还要出去，不可思议。朕想出去走走，你留在宫里。没等灵儿反应过来，就消失在皇宫里面。他来到金陵河畔边上，两边的风月场所依旧欢声笑语，推杯换盏。见到那些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好像每个男人都和他们很开心，忍不住皱起眉头道：难道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女人吗？他很想要去找个女人问问，奈何却实在是无法鼓起勇气，只得作罢。哼，朕倒要看看那个登徒子晚上在不在。冷哼一声，就朝着清雅阁而去。咔嚓咔擦丞相府，
李林甫盯着手里面的文书，满脸狰狞，将文书就给撕成粉碎，狠狠地扔在地上，还不忘记踩上几脚。镇国君，镇国君，他真以为就凭赵秋燕一纸诏令，他舅舅真的可以执掌大宋吗？李勋站在不远处道：父亲，这个叶枫嚣张至极，他命人将文书传到每个5品以上的官员家里，传我命令，老夫倒要看看明日谁敢去早朝。李林甫很清楚，绝对不能够退让，否则就等于承认叶枫镇国君的身份，以后他李林甫的权势就大大削弱。清晨，叶枫早早的就来到皇宫，出现在朝堂之上，特地准备一把椅子摆放在龙椅边上，他手持天子剑端坐在那里，嘴角微微扬起，看来李林甫的势力很庞大。眼看早朝时间临近，却没有人敢来上朝啊。皇宫也格外的清静，相比于皇宫，丞相府则是门庭若市，6部官员络绎不绝。来到丞相府，他们都聚集在一起，谈笑风生，欢乐无比。那个叶枫真是不识好歹，他真以为封他镇国君就可以统御百官，执掌大宋，真是太可笑。皇帝陛下长年累月不上早朝，我们商议国事都是来到丞相府，根本用不着去皇宫早朝。尔等说对不对啊？陛下昏庸无能，依我看来，丞相大人要早做打算。辅佐如此昏君，简直是我们这些臣子的耻辱。赵秋燕他也不好好想想，他6岁登基成为皇帝，若不是丞相大人不辞辛劳操劳国事，哪里还有现在一片祥和的大宋？文武百官声音一个比一个大，他们都是为了来给李林甫表忠心，生怕李林甫对他们有想法，不断的抨击赵秋燕。哈哈，老夫看来就让那个镇国君好生坐在朝堂唱独角戏吧。吏部尚书崔浩坐在不远处悠闲的品茶。诸位大人早啊。李林甫脸上带着淡淡笑意，他来到院落里面，对着众人打招呼：丞相大人早。众多大臣也纷纷躬身行礼。勋儿，赶紧去给各位大人安排早餐。李林甫对着身边的李勋笑着说道。厨房早就准备好各种糕点以及美食。李勋内心都是激动，自己的父亲总算是对叶枫动手了。2日前的风花雪月，他摆下鸿门宴，本想要叶枫身败名裂，没想到叶枫瞎猫碰到死耗子，反而名震大宋。这对于李勋来说，内心都是愤怒和嫉妒。若不是没有李林甫的允许，不敢造次，他早就想尽办法，无论如何都要弄死这个叶枫，才能够解他心头之恨。首日早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话。叶枫忍不住摇摇头，真令人有些失望啊。看来不想杀人都不太行。端坐在太师椅，微微呢喃，声音很小，却让周遭的太监、宫女以及禁卫军都听得清清楚楚。大一个头发苍白的老者，身穿粗布麻衣，脚底穿着破草鞋，全身上下唯独那顶户部尚书的官帽打点得干净整洁，朝着朝堂走来。户部尚书海明拜见镇国君。海明来到朝堂中央，躬身行礼。叶枫微微错愕，堂堂户部尚书，掌管天下钱粮，各种税收大权，如此贫穷，令人有些难以置信。哎呦，海大人还敢来上朝，不怕丞相大人给你穿小鞋？叶枫有些诧异，满朝文武都不敢来上朝，证明李林甫在大宋皇朝朝堂耕耘近20年，根基深厚，谁也不敢招惹。哈哈，老夫倒是想要他给我穿小鞋，我年年辞官数次，他都不同意啊。海明哈哈一笑，满朝文武不怕李林甫的也只有他海明了，为何呢？叶枫有些好奇地问道。如今的大宋皇朝户部尚书就是一口大黑锅，士族权贵横行霸道，想要征税难如登天，百姓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想要收钱粮难上加难。故而你觉得这样的户部尚书谁愿意来当呢？海明很清楚，名为户部尚书，实则就是黑锅之王，只要收不上来钱，就是他的过错。难怪你这么苍凉。叶枫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内心暗道，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镇国君，早朝时间到。司礼监太监来到叶枫身前，根据时辰禀报道。尽管他们都觉得叶枫不可能抗衡李林甫，可是他们这些太监也绝对是惹不起叶枫的，最多也就是拿点好处给金主通风报信而已。传本军令，凡是金陵城5品以上的官员，1个时辰内不到朝堂者，一律株连3族，全部问斩。叶枫双眸深处，刚才的淡然变成了冰冷的杀意。既然文武百官都以李林甫为首，那他倒要看看李林甫是不是敢造反呢？亦或是其余的文武百官敢不敢赌他不敢株连3族？轰！一言激起千层浪，不少的太监宫女都赶紧通风报信，哗哗哗随着叶枫的命令传遍金陵城，引起轩然大波。早就听闻叶枫在大魏皇朝的大名，残暴凶狠，
一言不合就要屠杀别人满门。想不到来到大宋也是如此。他拿什么株连三族呢？怕是连皇宫里面的禁卫军他都无法调动，他惹得起朝中哪个大臣呢？我觉得这个叶枫也是枉得虚名，刚来到大宋皇朝就如此的张扬跋扈，不知道隐忍，只会死得更快。我还真的很好奇，他传下这个命令，若是文武百官都不去上朝，他还能够把大宋文武百官都给斩了不成？很多人听到叶枫的命令议论纷纷，他们觉得叶枫也就是威胁文武百官，根本不敢株连三族。这么多人都不去早朝，他还能够全杀光不成？届时整个大宋皇朝怕是会陷入一片混乱。东阳军府，一个中年男子，头发花白，负手而立，端坐在一座池塘边上，摆放着一根鱼竿。他就是大宋皇朝的四君子之一的东阳君马东阳。主公，外面传来消息，那位郑国君传下命令，1个时辰内不上朝者株连三族。一个门客来到马东阳身前禀报道：哦，这个叶枫还想要复制大魏皇朝的那一套，怕是会死得更快吧。马东阳闻言先是一愣，旋即满脸不屑。他很清楚大宋皇朝错综复杂的关系，叶枫刚来到大宋皇朝，虽然有皇帝陛下的任命以及天子剑，可是谁又会听他的话呢？人还是太年轻，不懂得隐忍。那个门客忍不住摇摇头，这么多年以来，大宋皇朝想要扳倒李林甫的大有人在，那些人基本都变成了死人，真以为一个诰命，一柄天子剑就可以掌控朝堂？本君还真的很好奇，他敢诛杀谁的三族呢？东阳君自嘲一笑，鱼线飞出去，稳稳当当地落在池塘中央。什么？株连三族？丞相府文武百官脸色变得格外难看，尽管他们都有李林甫撑腰，却也有些忌惮。这位叶枫在大魏皇朝残暴的名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万一叶枫疯起来，真的株连三族，抄家灭族，到时候李林甫不站出来撑腰，他们也无法对抗叶枫啊。诸位千万不要怕，叶枫也就是说说大话，难不成我们全部都不去上朝，他敢把我们全部杀了不成？崔浩站在那里对着众人朗声说道，一副决然无比的模样。崔大人说的对，我们千万不要屈服，这个叶枫毫无功劳，凭什么坐镇国君？他真敢胡来，老夫拼死也要和他同归于尽。不少人见到崔浩表态都跟着附和道，一些人内心却无比忐忑，却也有些胆怯，都悄悄地看向不远处的李林甫。走，上朝。李林甫却站起身来，朗声说道，他的内心很清楚，现在的叶枫代表的是宋仁帝，他暂时还不想和宋仁帝闹翻，况且他想要的效果已经达成，那就是给叶枫下马威。他接下来就是要去朝堂之上，好好教训教训叶枫。诸位准备好奏折。倚靠在太师椅，4个护卫将他抬起来。文武百官哪里还不明白李林甫的想法，必然就是要在朝堂上刁难叶枫。众臣就这样跟在李林甫后面，朝着皇宫走去。朝堂，叶枫倚靠在太师椅，他在和李林甫博弈。他打赌李林甫不敢造反，就必然会带着群臣来参加早朝。启禀镇国君，群臣已到宫外。一个太监冲入朝堂，对着叶枫禀报道，他的内心都是惊讶，万万没想到李林甫真的带着群臣前来上朝。看来叶枫那个株连三族很有威慑力。叶枫端坐着，微微点点头。看来李林甫也不过如此，权臣终究也只是权臣，既然拿准李林甫不敢轻易造反，那么接下来叶枫就很好做了。不多时，4个护卫端着李林甫的太师椅就来到朝堂左手最前方。这是叶枫第一次见到李林甫，头发花白，贼眉鼠眼，一副奸人模样。李林甫实则也在打量叶枫，感受不到叶枫身上的气息，断定叶枫只是个普通人。李林甫对叶枫的忌惮大大减少。时间不断过去，叶枫依旧倚靠在椅子上面，丝毫没有早朝的意思，完全就将文武百官晾在一边。见状，左侍郎图竟满脸愤怒，低沉着声音道：镇国君传令我等早朝，就是在这里看你睡觉吗？他可是连皇帝陛下都敢怒怼的人，丝毫不把叶枫放在眼中。哎呦，都来齐了吗？叶枫悠悠睁开眼，扫视文武百官一眼，好像真的被途径刚吵醒。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途径冷冷的道，该来的自然是文武百官，不该来的自然就是叶枫。魏公公，清点官员花名册，本君倒要看看谁敢不来呢？叶枫看向不远处站着的老太监，缓缓的道。就见到魏公公开始清点官员，约莫小会儿道，启禀镇国君，户部侍郎袁弘，兵部尚书张泰来，礼部仆射赵永龙未曾前来参加早朝。文武百官闻言，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他们都想要看看，到底叶枫要如何株连三族呢？户部侍郎袁弘身份特殊，他是大宋4君子文白君的女婿，很多时候就连李林甫的面子他都不给，怎么会将叶枫的命令放在眼中呢？兵部尚书张泰来本就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大功，掌握着京城3万预备军礼部仆射赵永龙，他的身份更是特殊，乃是南禹王的第13子。他常年待在金陵城，也不是来求取功名的，无外乎就是来监视朝堂的情况，随时给南禹王通风报信。叶枫闻言淡然的点点头，道：不遵军令，欺君犯上，违背命令，株连三族。早朝结束，即刻执行。文武百官听见叶枫的话语，满脸的怒色。哼，乱臣贼子，老夫看你是想要把大宋皇朝给闹得灭亡吧？涂靖满脸怒色，对着叶枫呵斥道：开什么玩笑？兵部尚书掌控3万预备军，你灭人家3族，也不怕对方造反吗？南禹王20万南禹军，你若是杀他儿子，怕不是马上起兵造反？你想死，可别拉上我们。崔浩冷冷的道。李林甫静静地坐在那里，环抱着双手，神色淡然。他就是要让众人大闹朝堂。哼，你们俩好大的胆子，当朝廷撞本君，欺君犯上！叶枫暴喝一声，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势，使得众多大臣都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就连李林甫此刻也忍不住惊骇起来，内心都是震撼。叶枫身上这种身居高位的官威，就连他都自愧不如，难怪叶枫能够帮助凌潇湘成为大魏女帝。禁卫军何在？将他们拉出去，杖责50，以儆效尤。叶枫对着朝堂外面的禁卫军暴喝一声，数个禁卫军冲入朝堂，吓得涂靖和崔浩满脸惊骇。叶枫，你敢？我都是朝廷的大臣，你凭什么杖责我？崔浩指着叶枫勃然大怒，嘶吼道：本君执天子剑，替陛下执掌天下，上可诛杀王公贵族，下可斩杀奸臣酷吏，皇帝特许，先斩后奏。叶枫浑身弥漫着霸道绝伦的气势，身上那股久居高位的杀意，令不少大臣都感到毛骨悚然，完全不敢正视叶枫。帅，太帅了，不愧是朕苦苦寻来的贤臣。躲藏在朝堂外不远处的赵秋燕，他担心朝堂之上有人对叶枫不利，故而悄悄地躲在不远处，却没想到叶枫如此霸气。崔浩和涂靖仗着李林甫的撑腰，要多嚣张有多嚣张，此刻却被叶枫震慑的脸色苍白，真是大快人心。可嗨，李林甫端坐在太师椅，微微咳嗽2声，就见到朝堂外一个身穿盔甲的中年男子走入朝堂。禁卫军大统领于京道：你们干什么？还不赶紧退下！几个禁卫军看了看于京，又看了看叶枫，谁也不敢得罪，只得愣在原地。叶枫嘴角微微扬起，他早就等于于京跳出来。怎么？你这是要违背本君调令？叶枫很清楚，想要掌控朝堂，必须要先掌控禁卫军。本将觉得镇国军怕是整错了，我乃禁卫军大统领，掌管禁卫军，只服从陛下旨意，其余之人一概不听。于今声音雄浑，丝毫没有将叶枫放在眼中于统领。这是陛下御赐天子剑，执掌天下，也调不动你。叶枫将天子剑横在身前，一字一顿的道。于今见到天子剑，也忍不住有些动容，目光悄悄地看向李林甫的方向，见到对方稳如磐石，他反而满脸坚定道：本将只认陛下。叶枫微微一笑，裂开嘴：欺君犯上，忤逆天子剑，那可是死罪。于今闻言哈哈一笑，反而变得更嚣张道：我于家世代忠良，我乃朝廷钦点禁卫军大统领，官居3品，就算是死在朝堂，也要弹劾你这个乱臣贼子。第一次听见有人主动求死，那就只能够成全你。叶枫双眸微微闪烁，杀意凛然，他要掌控禁卫军，这个于京必须死。银龙卫斩！一声令下，朝堂两边不知道何时躲藏着数十道身影，他们身穿银色斗篷，雕刻着龙纹，每个人的身上气息都很强悍，同时朝着于京杀出去。银龙卫，李林甫双眸深处弥漫着冷意，他万万没想到赵秋燕还真的将银龙卫交给了叶枫。每个银龙卫都拥有先天境界的修为，不多时于京就被2个银龙卫抓起来，死死地扣着，就让他跪在大殿中央。叶枫，我是禁卫军大统领，你想干什么？于京满脸狰狞，怒目而视。拉出去，斩首示众。叶枫神色淡然，对着银龙卫命令道：啊，你敢！于京满脸狰狞，他没想到叶枫真的敢杀他。银龙卫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们既然得到皇上的命令，
要无条件听从叶枫的命令，自然不会违背。拉着于晶就朝着朝堂外面走去。镇国军手下留情，李林甫也坐不住，苍老的脸上带着怒色。于晶可是他好不容易扶持起来，成为禁卫军大统领的人，就这样被叶枫斩杀。以后想要重新掌管禁卫军，难如登天。斩！叶枫神色淡然，天子剑横扫。啊，丞相大人，救我！于晶被银龙卫拉着来到朝堂外，感受到数十个银龙卫冰冷的杀意，他彻底的慌了，当即对着李林甫吆喝道：于统领就算有罪，也罪不至死。李林甫皱起眉头，何尝看不出来，叶枫这是要开始动手了。禁卫军大统领的职位特殊，绝对不能够被轻易斩杀。李丞相有意见，稍后再议。叶枫根本不给李林甫面子，挥了挥手。啊！凄惨的嘶吼声从朝堂外面传来，于晶的瞪大眼睛，脑袋血淋淋的滚落在地，鲜血流淌满地。10多个银龙卫站在朝堂外，不少大臣内心都感到胆寒。他们万万没想到叶枫这么狂妄，李林甫都亲自给于晶求情，却还是将于晶为斩首，这完全赤果果的打李林甫的脸。早就听闻叶枫心狠手辣，名不虚传，不少朝臣内心都暗暗忌惮如今的叶枫掌控银龙卫，除了李林甫，谁还敢和他抗衡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叶枫蛮横霸道，说杀是真的杀，绝不留情。欺君犯上，藐视圣上，此等逆臣，人人得而诛之。本君希望诸位不要忘记，大宋皇朝是皇帝的皇朝，也是大宋天下人的皇朝，却唯独不是某个人的皇朝。谁若是不服气，本君不介意给大宋来个血流成河。叶枫端坐在太师椅，声音雄浑，那种身居高位的官威展露无遗。文武百官却都感到震惊，他们都知道叶枫的话语就是在警告李林甫。奈何叶枫的后半段，大宋皇朝是大宋天下人的皇朝，简单的一句话，格局就拔高数个等级。不愧是朕的贤臣。赵秋燕悄悄地躲在不远处，绝美的脸上都是笑容，对着叶枫赞不绝口。灵儿跟在赵秋燕的身边，也觉得扬眉吐气。李丞相，你有意见，现在可以上座。叶枫说完，才看向李林甫，缓缓的道。李林甫的内心早就怒火中烧，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自然看得出来，现在的叶枫就是在逼他，他自然不会上钩。余家世代忠良，镇国军一言不合便滥杀朝廷3品忠臣，未免令群臣感到心寒。李林甫上来就给叶枫扣上滥杀忠臣的罪名，同时还想要拿余家来镇压的名声来镇压叶枫。不少朝臣都暗暗点点头，不愧是老奸巨猾的丞相大人，3言2语就将给叶枫扣帽子。李丞相的意思，余家世代忠良，后世子孙就可以横行无忌，就可以目无陛下，无视天子剑。叶枫嘴角扬起，当即反问道：直接就给余家扣上目无陛下，无视天子剑的帽子？司众人都暗暗咂舌，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亦或是李丞相也没把陛下放眼中？叶枫紧接着话锋一转，就转移到李林甫身上。哼，老夫辅佐陛下登基10多年，殚心竭虑，忠君爱国，众所周知，何曾不把陛下放在眼中？李林甫冷哼一声，他知道和叶枫斗嘴似乎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也不想要继续和叶枫纠缠。于今藐视皇权，欺君犯上，已经伏法。叶枫斩杀于今的目的可不是弃李林甫，而是要夺回禁卫军的掌控权。众人都暗暗皱起眉头，不知道叶枫所言何意。即日起擢升禁卫军副统领薛贵，担任禁卫军大统领一职。随着叶枫的话语响起，就见到一个中年男子，身材健硕，一张国字脸，他就是禁卫军的副统领薛贵。末将多谢镇国军赏识，定当不辱使命。薛贵来到朝堂中央，跪在地上，满脸敬佩。他万万没想到，就3日之前，叶枫来到皇宫，和他擦肩而过，就问了他一句：想不想要成为禁卫军大统领？就真的实现了朝堂之上的重臣，哪里还不明白？于今怕是今日不死，早晚也会死，也忍不住感叹叶枫好手段，就这样轻而易举就将禁卫军掌控。镇国军封赏官员就这么随意吗？李林甫内心都是愤怒，万万没想到就这样被叶枫给下套。想不到叶枫就连统领人选都寻找妥当。这么多年，李林甫自认为只要掌控大统领于今，对于其余的人他也不怎么在意。如今于今被杀，叶枫提拔薛贵当大统领，他好像真的毫无办法阻拦。随意。叶枫嘴角微微扬起，当即朗声道：禁卫军副统领薛贵修为先天后期巅峰，丝毫不弱于于今。同时薛贵16岁投身边疆，
24岁斩杀朵义副将，27岁受到先皇提拔，调任兵部左侍郎。32岁先皇危难之际，调任为禁军副统领。太子谋反，信陵君立即而亡，却不知道西门薛贵率领50余禁卫军，硬生生抵挡住近500谋反军。陛下登基16年，薛贵尽心竭力守卫皇宫，换作是其他人，怕是早就官升3品，他却依旧还是副统领。试问，如此忠心之臣，本君不提拔他，难道就不怕天下朝臣心寒？声音不疾不徐，缓缓地在朝堂响起。每一件事情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就是一个底层百姓儿郎奋斗的历史。若是没有贵人相助，此生此世怕也仅仅是副统领吧。同时，不少人的内心也感到震撼。叶枫来到大宋皇朝数日，怎么会了解这么多？他们都觉得定然是信陵夫人相告。李林甫万万没想到叶枫对薛贵如此了解，也很好奇，到底叶枫是如何知道的呢？薛贵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李林甫也找过薛贵，想要他为自己所用，可惜薛贵坦然拒绝。自那以后，他断了提升薛贵的念头，经常安排于京打压对方，好一招腾笼换鸟。叶枫，你我的交锋从此刻开始吧。先逼迫于京挑衅，以银龙卫镇压对方，无外乎就是为了夺回禁卫军，还真的被对方做到了。饶是李林甫也不得不感叹，镇国军。叶枫的这番话落在旁人耳中，顶多惊讶叶枫如何知晓这么详细。薛贵本以为叶枫就是找不到人安排，随意安排，现在看来自己对这个新来的镇国军一点都不了解啊。对方对自己了解如此详细，士为知己者死，多谢镇国军，那都是末将本分。薛贵下定决心，以后定要跟着叶枫。李林甫内心烦闷，不再言语，索性回到太师椅，闭目养神。涂敬和崔浩顶撞本军，杖责50，执行。叶枫封赏完薛贵，可没有忘记站在边上不敢言语的两人。啊！涂敬和崔浩闻言都被吓一跳，两人不约而同看向李林甫，却发现对方依旧闭目养神，内心都是不甘。他们可都是帮李林甫才得罪的叶枫啊！镇国军，我知错。崔浩满脸哀求地对着叶枫跪下来。本君提陛下执掌大宋，金口玉言，一诺千金，绝不可反悔。希望等二人以此为戒，不要羞辱你们一身官服。叶枫挥挥手，杀鸡儆猴的好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来人，抓下去，杖责50。薛贵刚被叶枫提拔，恨不得赶紧给叶枫表明自己的决心，当即对着外面的禁卫军就直接传达命令。砰！啊！朝堂外面杖责的声音传入耳中，惨叫声此起彼伏。启禀镇国军，北方大旱，民不聊生，请示下。户部右侍郎董存走上前来，躬身问道，双眸深处带着嘲讽。他倒要看看叶枫如何掌管大宋呢？请户部调拨钱粮和银钱支援。叶枫看向海明，海明苦笑道，国库空虚，无法调出银钱，不过镇国军放心，微臣定当竭力协调。叶枫闻言忍不住吐槽道，你这穿着打扮，你觉得本君相信你能够协调吗？海明满脸尴尬，国库空虚那还不简单。叶枫胸有成竹的道，来钱最快的方式无外乎就是抢，镇国军有什么主意？听见叶枫说得很轻巧，海明也很感兴趣，看向叶枫问道，明日早朝你便知晓。叶枫站起身来，也不理会众人，朝着偏殿就迅速走去。啊！偷偷在那里观看的赵秋燕恰好被突如其来的叶枫撞了个满怀。叶枫感受到怀里面的温暖，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啊！赵秋燕发出尖叫声。陛下！文武百官听见赵秋燕的尖叫声，一个个的神情都变得古怪无比。那种尖叫声，每个男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的心里面却都是愤恨。堂堂大宋皇朝的皇帝陛下，却躲在朝堂外偷看，这传出去，岂不是令天下人笑掉大牙？李勋死死地咬着牙齿，满脸铁青。叶枫明显就是在和皇帝陛下调情。想到这里，内心怒火中烧。这么多年，他对赵秋燕一片赤诚爱慕之心，对方却不曾多看他一眼。如今叶枫仅仅来到大宋皇朝3日，便和叶枫打情骂俏，弄得火热，他的内心如何不怒？丞相大人，你一定要及时阻止陛下啊！白日荒淫，成何体统？当务之急，只有丞相大人才能够解决。数个官员都朝着李林甫围上来，户部右侍郎董存也跟在其中。大家稍安勿躁，朝堂上董大人提出来的奏折不就很好吗？老夫也想要看看我们这位镇国军
如何解决北方大旱？李林甫脸上带着欣赏，对着董存点点头，表示肯定。为丞相分忧解难，乃我辈职责。董存得到李林甫的夸奖，满脸笑意。登徒子。赵秋燕脑袋埋在叶枫的肩膀上，只感觉无比的炙热可靠，忍不住在叶枫的耳边带着娇嗔地说。周遭的太监丫鬟见到这一幕，都赶紧歪开脑袋。我怎么就变成登徒子了？这不是你自己撞进来的吗？叶枫满脸委屈。天地良心，他刚才是真的不知道赵秋燕在这里偷看啊。哼！赵秋燕从叶枫怀里挣脱出来，满脸都是红扑扑，甚是可爱，低着头只敢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叶枫。叶枫见到赵秋燕的模样也不敢纠缠，只想着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叶枫，你给我等着。赵秋燕本以为叶枫会安慰他，或者给他道歉，却没想到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叶枫都走到远处，朝着清雅阁而去。叶枫听到身后传来赵秋雅的怒吼声，嘴角微微上扬。这样的生活挺有趣的，总比和凌潇湘那个冷冰冰的野心家强。正午时分，阳光照耀大地，赵秋燕又来到清雅阁蹭饭。吃饱之后，慵懒躺在不远处的躺椅，两只手倚靠着后脑袋，四仰八叉，两座颤颤巍巍的山峰动如脱兔，左右晃动，悠悠地享受午后的阳光。你真的有办法弄到银钱，解决北方大旱？赵秋燕缓缓地道。当然。叶枫胸有成竹，自信满满，脑海里面早就有想法了。你若是没办法，别硬撑着，朕还有些首饰古董可以拿去变卖。据说北方百姓流离失所，食不存衣，凄惨无比。赵秋燕眼眸深处流露出决然。明天你修炼出来就会知道结果。叶枫略微迟疑，想着要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宋仁帝，旋即就被他否决了。当一个一无所知的昏君也挺幸福，朕很期待哦。赵秋燕从躺椅下来，凤尾裙随风漂亮，将她的背影衬托得美丽无瑕，迈开脚步朝着皇宫走去。就在她走出去数十步之后，又是转过身，脸上带着笑意，眼光映照在她光亮白皙的脸颊，格外的动人。镇国君若是想要找女人，随时知会朕一声，自会给你挑选合适妻妾，不必再去烟花之地，对身体不好。赵秋燕说完，满脸羞红，恨不得赶紧消失在清雅阁。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出这段话，内心砰砰的跳动。叶枫暗皱起眉头，实在是不明白宋仁帝这什么意思。自己什么时候去过烟花之地？女人心，海底针。想不明白，索性摇摇头，就不再多想。他自然不知道，赵秋燕昨夜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就以为叶枫是去风月场所寻欢作乐。叶枫要是知道宋仁帝内心想法，怕是会哭笑不得。夜幕降临，清雅阁外，叶枫身边跟着大山和老黄，沈炼带着锦衣卫。咚咚咚，脚步声响彻巷道，漆黑的夜色将不远处银色的军队衬托得更加明亮。银龙卫队长袁奎率领本部100银龙卫拜见镇国君。一个老者目光如炬，身上的气息若隐若现，他就是金陵城银龙卫的队长袁奎，修为早就踏入先天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踏入宗师。银龙卫无条件遵从历任皇帝的命令，自从宋仁帝诏令天下，叶枫掌管银龙卫，他们就只会听从叶枫的命令。很好。感受到眼前银龙卫的气息，叶枫满意的点点头，不愧是大宋皇朝的王牌军队，训练有素，气息沉稳。兵部尚书张泰来府邸，叶枫目光如炬，杀意凛然，脚步沉稳，朝着张泰来府邸而去。好恐怖的杀意！袁奎紧跟着叶枫身后，感受到叶枫身上的气息，内心都是震撼。叶枫看起来如此年轻，怎么有这么恐怖的杀意？饶是他这种身经百战的战场老将，也忍不住感到胆寒。这到底是杀了多少人？收到叶枫命令之时，就立刻调集金陵城银龙卫，以最快的速度前来清雅阁。短短3日，叶枫之名早就在大宋传开。他自然也听说，叶枫是大魏皇朝弃子，心狠手辣，文采飞扬，却武道不强。如今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杀意，他暗暗皱起眉头。到底叶枫在大魏皇朝替凌潇湘宰了多少人，才会凝聚出这样的杀意？兵部尚书府，张太来躺在浴室，洒满花瓣，香味弥漫。咿呀呀，哈哈哈，水汽环绕，数个身材曼妙的绝美女子就这样和他在浴室里面玩耍嬉戏，不亦乐乎，香艳无比。银龙卫的速度很快，数十个呼吸时间就将整个府邸包围起来。叶枫腰间别着天子剑，脚步坚定，朝着府邸而去。啊！见到叶枫率领银龙卫到来，2个看守大门的护卫早就被银龙卫吓得跪在地上。
寻常他们穿着银色的长袍遮挡面容，战斗时他们换上银龙卫特有的盔甲以及银色的头盔，流露出眼睛。带本军去找张太来。叶枫对着跪在地上护卫道：遵命。护卫声音颤颤巍巍，走在前面，带着叶枫和袁凯等银龙卫一路穿过府邸，就来到一座阁楼。啊啊啊！楼房里面一阵阵的银叫声传出来，回荡在院落。杀！叶枫眸光冷厉，没有多余的一个字。砰！袁奎听令，没有任何迟疑，当即率领银龙卫就朝着声音传出来的房间，脚步如飞，手持银枪，闪烁寒芒。来者何人？滚开！知不知道这里是兵部尚书府？数十个护卫冲出来，想要威胁银龙卫，却没来得及说话，就被袁奎等人斩杀，鲜血弥漫。砰！袁奎银枪跳动，院门粉碎。啊！巨大的浴室里面，水汽顷刻间消散，就见到浴池中央一个大肚腩的矮胖男子，身边被几个女子包裹着他，满脸享受着。谁不想活了吗？张太来听见房门破碎声音，浑身气势迸发，身边包围着的几个女人就被震得口吐鲜血，四分五裂，满池子的水都变成血水。啊！银龙卫！张太来见到袁凯等银龙卫，陡然瞪大眼睛，满脸惊骇。旋即，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兵部尚书，你们不能胡来。袁奎却懒得废话，身为银龙卫，唯一的使命就是服从命令。杀！袁奎长枪浮动，朝着张太来猛然杀出去。银龙卫配合很默契，紧跟着封堵张太来的退路。啊，不！约莫数个呼吸，张太来就被袁奎的长枪刺穿肩膀，其余的银龙卫一拥而上，银色长枪四面八方刺入他的大肚腩。你好狠！张太来双眼圆睁，死死地盯着不远处负手而立的叶枫。听到他不去上朝，叶枫要株连三族，当即就对着众多护卫嘲笑道：我乃兵部尚书，战功赫赫，掌管京城外预备军3万，惹老子不高兴，老子就带兵屠了他。却万万没想到，叶枫来真的，杀！一个不留。叶枫神色淡然，从始至终都未曾多看张太来一眼。啊，不，你敢！张太来万万没想到，叶枫真的要株连三族，鲜血狂喷，袁奎的长枪将他的脑袋刺穿，鲜血滴落，朝着府邸就杀出去。快跑！银龙卫战斗力强悍，又有袁奎这个高手，就这些护卫根本无法抵挡。短短的时间，整个府邸鲜血流淌，近100个护卫都被斩杀殆尽。搜！叶枫对着沈炼传达命令，他要搜查张太来的罪证，先斩后奏，明日定罪。他很清楚，张太来身为兵部尚书，定然会趁机敛财，否则如何养得起这么多护卫？何况只要是人，谁不贪财？除非他不是人。不多时，主公，后院宝库一座，初步预估黄金1万两，白银70-80万两，古董字画良多。一个锦衣卫就来到叶枫身前禀报。大魏皇朝之时，他们锦衣卫做的最多的就是抄家灭族，早就轻车熟路，先杀人后定罪。命令沈炼搜集罪证，将银钱入库。叶枫对着锦衣卫说道。哗哗哗，一箱一箱的银钱闪烁着光芒，就被沈炼安排锦衣卫抬到院落中央。嘶嘶嘶，不远处的角落，袁奎脸上带着冰冷的杀意，就见到那里一个约莫7、8岁的小女孩，她躲在2具尸体后面，终究是被银龙卫搜出来。要知道，叶枫的命令是一个不留，就算是掘地3尺，他们也不能留下一个活口。小女孩瑟瑟发抖，2只眼睛却在漆黑的夜晚流露出蓝幽幽的光芒。叶枫神色有些诧异，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异世界也有天赋异禀之人前世。这对眼眸价值连城，破灭神童。袁奎没有迟疑，长枪朝着小女孩刺出去。住手！叶枫对着袁奎呵斥一声，他来到瑟瑟发抖的小女孩身前，对方双眼刚才蓝幽幽的光芒又消失了，只见他死死地捏紧拳头，神情坚定，眼神复杂地盯着叶枫，圆圆的脸蛋十分精致，他格外的冷静。叶枫暗暗点头，不愧是拥有破灭神童之人，从小就心性坚定冷静，若是在华夏，将来必定成为一名绝顶杀手。你手里有匕首，为何不杀我？叶枫神色淡然，对着小女孩问道。袁奎勃然大怒，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藏着后手，当即就想要动手，却被叶枫挥了挥手，示意他停下。你帮我报仇雪恨，我为什么要杀你？小女孩声音冰冷，完全不像是7、8岁小女孩的性格，也不知道是经历过什么待遇，
倒是有点意思。这么说，你不是张太来的女儿？叶枫哈哈一笑，嘴角扬起。他没有把我当成女儿，我的母亲就是被他亲手折磨死的。小女孩似乎想到什么痛苦的事情。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以后跟着我；第二个选择，死。说完，叶枫朝着府邸外走去。小女孩如果不跟上来，正所谓斩草除根，袁奎自然会送她去死。虽然破灭神童很难遇到，可对于叶枫来说也没太大的意义。小女孩没有任何的迟疑，爬起来将匕首藏入怀中，紧跟着叶枫而去。袁奎带着银龙卫紧跟着叶枫，一路朝着金陵城外，速度很快，就来到西大营。这就是兵部尚书张太来掌管的3万预备军中军营帐。叶枫手持天子剑，端坐在主位，常年都是张太来的位置。不多时，6个将领睡眼惺忪就来到营帐，他们是预备军的偏将和副将，协助张太来掌管预备军。啊，你是谁？张大人呢？一个偏将来到中军营帐，才发现坐在正前方的不是张太来。他们本以为张太来大晚上的将他们召集前来，定然有急事，却没想到竟然不是张太来。张太来欺君犯上，藐视朝廷，已被本军株连3族。叶枫缓缓的道：咚！一个银龙卫早有准备，将张太来的脑袋就这样丢在中军营帐，2只眼睛圆睁，死得惨不忍睹。这6个将领都满脸惊诧，都到这个时候，他们哪里还不知道坐在正前方的人是谁？内心里面犹豫不决。本军不喜欢拖拖拉拉之人，尤其是军中之人。我数3声，愿意效忠朝廷，跪在地上；不愿效忠朝廷。叶枫倚靠在椅子，天子剑摆放在桌案，闪烁着寒芒。末将蔡弘誓死效忠镇国军。没等叶枫开述，左手边穿着盔甲的副将就双膝跪地，见到蔡弘下跪，其余的5人都纷纷跪下将他斩杀。叶枫指着跪在中间穿着盔甲的偏将，冷冷的命令：啊！周猛闻言惊呼一声，满脸的诧异，当即跪着道：启禀镇国军，末将愿意归顺，为何还要杀我？蔡弘等5个将领也有些错愕，不明白为何叶枫突然就要斩杀周猛。若是无端端就这样被斩杀，他们也不敢轻易归顺叶枫。刚才你对我流露出杀意，够了吧？蔡弘等5个人见到叶枫第一眼都是惊诧和震惊，唯独这个周猛爆发的就是杀意，也就是袁奎距离叶枫更近，否则他刚才定然会铤而走险刺杀叶枫。你心狠手辣，顺者昌，逆者亡。周猛满脸愤怒，指着叶枫破口大骂。吃啦！袁奎手持长枪，没有任何犹豫，刺穿周猛胸膛，一招毙命。蔡弘等5个人跪在地上，闻着空气的血腥味，内心都暗暗感到庆幸。幸好他们见到叶枫之时，脑海里面闪过很多想法，唯独没有杀意。毕竟对方是皇帝陛下封的镇国军执掌大宋，他们也不敢杀，内心也对叶枫感到敬畏。他们早就听闻叶枫的凶名，大魏皇朝不知道斩杀多少王侯将相，如今来到大宋，名不虚传。蔡将军，本军希望你好生训练预备军，你们4人分为提升副将，提升预备军战斗力。叶枫站起身来，就朝着中军营帐外离去。徐徐见到叶枫带着银龙卫离开，蔡弘等5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刚才叶枫给的压迫性实在是太强。4位兄弟，我们这位镇国军不简单啊！蔡弘见到地上周猛的尸体以及张太来的人头，忍不住感叹：蔡将军何出此言？一个副将有些好奇，不明白为何蔡弘就这样断定叶枫不简单。张太来官至兵部尚书，掌控3万预备军，战功赫赫，更是丞相大人的左膀右臂。蔡弘能够混到预备军副将，自然也不简单。分析道：镇国军奉宋仁帝诰命，执掌大宋，最大的阻碍就是丞相。今日早朝，镇国军巧妙斩杀禁卫军统领于京，就等于掌控皇宫。这才到晚上就株连张太来3族。周猛可是张太来近3年提拔的人，他自然也是丞相的人。我等5人这么多年未曾接受丞相的拉拢，如今唯一的路就只有死心塌地跟着镇国军。他又掌控了预备军3万，短短1天就从李林甫手中夺取禁卫军和预备军军权，心思缜密，不可思议。蔡弘对这4个副将看得无比透彻的解释：蔡将军，你的意思，这位镇国军从早朝传达株连3族命令开始就在谋划了。一个副将听完忍不住满脸惊骇，内心也都是骇然。看来丞相李林甫总算是遇到对手了，那他怎么又觉得我们只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他呢？
另外一个副将满脸疑惑，难道叶枫能掐会算？张太来和周猛被杀，你觉得以丞相大人性格，我等现在去投靠他，他会相信吗？蔡弘当即反问道。丞相大人明言，宁可错杀天下人，休叫天下人杀我。副将摇摇头。袁府啊！夜深人静，房间却传出杀猪般的惨叫声，外面几个侍女瑟瑟发抖。袁弘啊袁弘，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胆敢趁着老娘回家就偷偷的和贱人幽会。房间里面，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子就这样被绑着，他的脸色苍白，自己堂堂的三品官员户部侍郎，外人看着光鲜亮丽，却只有他自己清楚每日所受折磨。别的官员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唯独他娶妻10来年，没有一个小妾。一个肥头大耳、面容松弛、脸上都是皱纹的妇女，手持鞭子，啪啪啊！惨叫声继续响起，鞭子抽在身上就留下一条血淋淋的血痕。夫人，夫人，求求你，我再也不敢。袁弘满脸哀求，眼眸深处却都是怨恨。这么多年，他早就受够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若不是自己岳父，他还不知道在某个山卡卡呢。啊，不要啊！就见到那个妇女不断靠近，紧接着，那个妇女就像是精神分裂一般，将鞭子丢在地上，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袁弘的伤痕。夫君，夫君，你知不知道，那年在金陵河畔，我便爱上你，我想尽办法得到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徐云健硕的身躯流露出的都是赘肉，袁弘生无可恋，他每日都要遭受如此折磨。叶枫带着银龙卫从城外营帐就杀到袁弘府邸，袁弘的府邸仅仅只有数十个下人，银龙卫将他们控制起来，就径直来到后院。惨叫声响起，啊！几个丫鬟见到叶枫等人到来，都吓得瑟瑟发抖。听着后院弥漫的惨叫声，叶枫神色有些古怪，这夫妻俩这么大年纪还这么会玩，当即看向其中一个丫鬟问道：惨叫声什么情况？启禀大人，我家夫人正在教训老爷。丫鬟不敢隐瞒，一边说一边打一个寒战。听完袁弘的故事，叶枫都有些不忍心杀这个袁弘了，一想到对方每天晚上都要面对此等特殊的癖好，饶是他也感觉到死亡貌似比活着更痛苦吧。约莫10来分钟，惨叫声消失，来人给老爷擦拭身体。一道乌鸦嗓子的声音响起，声音之中透露着满足。去吧。叶枫对着丫鬟点点头，他实在是不想要见到屋里面的画面，害怕恶心到自己。咯吱，丫鬟推开房门，他们似乎也早就司空见惯，就开始给袁弘解绑，哈哈哈哈！袁弘发出哈哈大笑声，刚披上衣衫，袒胸露乳就跑到房间外面。谁？徐云披着衣衫也跟着袁弘跑出来，浑身的赘肉上下抖动。幸亏他还知道穿着衣衫，否则就真的辣眼睛。当然，也有些人有特殊癖好，喜欢这个类型。你是谁？知不知道老娘是谁？你胆敢闯我的府邸？徐云见到叶枫，顿时弥漫着怒色，旋即他的双眸深处闪烁着惊讶。以他的家世，身为文白君的女儿，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叶枫怀中的天子剑？就知道对方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镇国君叶枫。镇国君深夜到访，这是要干嘛？徐云又冷冷地问道。杀，一个不留。叶枫懒得理会徐云，当即下令。你敢？徐云浑身气息流动，竟然也是先天武者，满脸杀意，道：我可是文白君的独女，你敢杀我，我父亲不会放过你。袁弘就这样站在不远处，他静静地打量着叶枫，见到叶枫迟疑下来，眼神带着鄙夷，嘴角带着不屑。当年他贵为新科状元，也是意气风发，想要拯救大宋皇朝，奈何他堂堂新科状元，不仅没有成为朝堂官员，沦为大宋皇朝最北边的一个县令。自从他成为文白君女婿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年纪轻轻位居3品，户部侍郎。叶枫真的敢杀徐云吗？大宋皇朝根深蒂固的世家权贵，吃啦！袁奎没有任何犹豫，银枪浮动，管你是谁，照杀不误。刷刷刷，银龙卫不断闪动，将整个袁弘府邸屠杀干净。袁弘站在院落中，见到躺在地上徐云的尸体，突然间他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轻松。镇国君叶枫。袁弘抬起头，再次打量叶枫，嘴角扬起，道：大宋皇朝世家权贵根深蒂固，你若是能够根除，大宋皇朝自然蒸蒸日上。临死之前，我给你个忠告，
李林甫固然老奸巨猾，根深蒂固，可长林军赵长林比他更恐怖。说完，袁弘一头朝着旁边巨石撞去，鲜血淋漓，气绝身亡。长林军，叶枫嘴角扬起，微微呢喃。赵府，午夜时分，灯火通明，来往人员络绎不绝。巨大的院落摆放着水果、美食、美酒，长长的桌子上两边端坐满人，不乏有朝廷官员。咦，哪里传来的脚步声？赵永龙端坐在主座，他也是在军队生活过的人。脚步声传来，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哗哗哗，众多人员也听见脚步声迫近，都不明所以。刘大人，你们兵部今晚上有调令吗？有人看向不远处坐着的兵部仆射刘须，直接问道。兵部掌管天下兵马调动，有什么消息？他应该知晓。这么晚，我们尚书大人应该在享受美人浴，哪里会调动兵马？哈哈哈！刘须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闻言也是哈哈一笑。张太来身为兵部尚书，贪恋美色也不是啥秘密。砰砰，他的话音刚落，院门崩塌，叶枫带着银龙卫径直杀到院子。银龙卫，赵永龙见到杀入府邸的军队，脸色变得铁青。银色的盔甲和头盔，银枪，不正是银龙卫标志吗？旋即，他看向叶枫的方向，见到对方环抱着天子剑，哪里还不明白，对方就是最近大宋皇朝闹得沸沸扬扬的镇国军。镇国军这事，赵永龙不明白叶枫想要干嘛，刚进入府邸就开始大开杀戒。礼部仆射赵永龙欺君犯上，违背圣旨，株连3族，格杀勿论。叶枫目光冷厉，声音令在座的人都感到胆寒。启禀镇国军，我是兵部仆射，我和赵永龙没关系。刘须见到威武不凡的银龙卫大开杀戒，一个都不放过，赶紧跪在地上对着叶枫求饶。杀！叶枫没有任何的迟疑，冷静地下令。啊！惨叫声不断响起，前来参加宴会的众多人内心都是悔恨，他们大部分都是金陵城的官员，欲哭无泪，早就听闻叶枫残暴不仁，他们偏偏还想要撞上来。叶枫，我乃是南羽王的世子，你没权处置我。赵永龙盯着叶枫，想要拿出自己小王爷的身份威胁叶枫。哈哈哈！叶枫闻言哈哈大笑。南羽王有近100个世子，若是重视你的话，你会成为留在京城的人质。听见叶枫的话语，赵永龙差点没吐血。吃袁奎带着银龙卫疯狂杀戮，赵永龙想要反抗，却被银龙卫围殴而死。整座府邸血流成河。沈炼带着锦衣卫熟练的抄家灭族，不多时就将赵永龙贪赃枉法的证据收集齐全，同时也获得很多的银钱。不多时，沈炼对着叶枫禀报道：主公，3座府邸共计搜出白银130万两，黄金18万两，其余的古董字画、武学秘籍之类的也有不少。叶枫满意的点点头。北方大旱的赈灾资金不就出来了吗？武学秘籍之类的，大家想要的话自行拿走就可以了。叶枫对着沈炼和银龙卫缓缓的道：多谢主公。镇国军、袁奎和沈炼等人纷纷表示感谢。那些武学秘籍他们也是很心动，没想到叶枫竟直接让他们自行拿。今夜注定无眠。丞相府，主人，消息无误，叶枫带着银龙卫将袁弘、张太来、赵永龙的府邸上上下下都杀了个干净。黑衣人对着李林甫禀报道：他们都是李林甫培养出来的死士，专门替李林甫监视金陵城文武百官情况。这个叶枫真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李勋闻言满脸讥笑，3人的身份都很不简单。叶枫仗着银龙卫大杀特杀，现在倒是痛快。接下来这些人身后的势力怕是会接二连三的蹦出来，到时候他倒要看看叶枫如何应对。不好！李林甫猛然站起身来，一拍脑门，似乎是想到什么事情。李勋不明白自己父亲这是怎么了，他觉得叶枫斩杀3人这是好事。你懂个屁！李林甫对着李勋暴喝一声，当即看向黑衣人道：立刻拿着我的手谕去调动预备军，明日将金陵城包围起来，约莫小半个时辰。黑衣人拿着手谕归来，安排妥当否？李林甫的内心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得知张太来被斩杀后，他就隐约猜到叶枫的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启禀主人，预备军主将蔡弘说成项无权调动京城军马。黑衣人有些气愤的道。砰！李林甫闻言一屁股坐在身后椅子上，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怎么就没想到叶枫会故技重施，又是腾笼换鸟，目的就是掌控预备军？恐怕
叶枫斩杀张太来后，就已经前来预备军了。李勋哪里还不明白，自己父亲手里面掌控的军权预备军就这样被叶枫夺走了。好你个叶枫，既然你想要玩，老夫就陪你玩到底，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手段。李林甫死死地咬着牙齿，他当丞相近20年，早就习惯权倾朝野，这么多人和他作对的人早就消失了。这个叶枫短短1天，就让他失去禁卫军和预备军的掌控权，这对于李林甫损失并不大，却是耻辱。将这封信件传给4大诸侯，将这封信件传给朵颐首领，将这封信传给李林甫。掌管大宋近20年，老奸巨猾，不可能被叶枫轻易打败。似乎早有准备，就来到房间的旁边暗格，取出里面的信笺，递给黑衣人。遵命。黑衣人退出房间，就去传信了。父亲，这个叶枫不识好歹，依我看来，不如直接。李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手，眼神深处带着狠厉。万不得已，不到那一步。赵秋燕也不是省油灯，他武道天赋强悍，踏入大宗10数年。若是他想要保护叶枫，很难得手。李林甫何尝不知道，杀了一了百了。可清雅阁就挨着皇宫，想要在大宗师眼皮底下将叶枫在清雅阁斩杀，难度可不小。况且他暂时还不想要暴露手里面的底牌。文白军府，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将手边的杯子狠狠地砸在地上，摔成粉碎。老夫不去招惹你，你倒是骑到老夫头上，真以为老夫是好惹的吗？文白军得知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一家都被斩杀殆尽，满脸狰狞和愤怒。这位镇国君狠辣无比，他手里面掌控着银龙卫，肆意妄为。一个门客站在不远处，淡淡的道：银龙卫。文白军眼眸深处带着阴狠，银龙卫的实力确实很强，可他文白军也不是吃素的，胆敢斩杀他的女儿，此仇不报，以后他文白军岂不是沦为大宋皇朝的笑柄？老爷，是不是要调动司军聚集门客，上门去讨要个说法？门客对着文白军提议道：哼，我们不必当这个出头鸟，就算是要出头，也要吃准了能够100%弄死他。文白军摇摇头，他现在当出头鸟，对叶枫动手，极有可能和叶枫两败俱伤。就算要对叶枫动手，他也有100%的把握能够诛杀叶枫，才会选择出手。清晨，叶枫早早的就持天子剑来到朝堂，拜见镇国君。见到叶枫到来，司礼监太监恭敬的鞠躬。叶枫心知肚明，想必一夜斩杀株连3个官员3族的消息已经传遍金陵城。你叫什么名字？叶枫对着司礼监太监问道。启禀镇国君，小人本名魏贤，大家都喜欢称呼我魏公公。魏贤对于这位年轻的镇国君也感到有些惊诧，他万万没想到叶枫真的胆敢株连3族，下手果断狠辣，不拖泥带水，倒是很对他的胃口。哟，你这名字起得挺好。叶枫脑海里面回想起来前世的华夏明朝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大太监，吊死眉山那位，若是慢一点杀他，或许大明王朝还能够多苟延残喘10来年。你觉得这皇宫内有多少眼线和内奸呢？叶枫若无其事地问道。魏贤闻言似乎被吓得脸色煞白，跪倒在地。老奴对陛下忠心耿耿，不敢有丝毫的背叛。他很清楚叶枫这是在试探他，他能够在司礼监太监的位置待多年，对于这位镇国君不简单，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魏公公服侍大宋皇朝3朝皇帝，忠心自然没问题。叶枫端坐着若无其事，淡淡的道：可你的手底下的太监和宫女，他们应该多向魏公公多学习学习，你懂我的意思吗？魏贤哪里还不明白，这位镇国君是要肃清皇宫。镇国君放心，给老奴3日时间，必定处理完毕。魏贤坚定的道。屠府，老爷，该上早朝了。一个下人来到途径房间外禀报道。不去，不去。途径趴着躺在床上，脸色煞白。50廷杖打得他屁股炸裂，只感觉到火辣辣的疼痛，都痛得死去活来，还想要他去上朝？做梦去吧。老爷。不多时，那个下人带着个老管家又来到房间外。本官都说不去上朝，就不能让我休息休息吗？途径刚闭上眼，房间外面又响起下人的声音，不耐烦的怒吼道。牵动屁股的伤口痛得龇牙咧嘴。老爷，刚收到消息，兵部尚书张太来、户部侍郎袁弘、礼部仆射赵永龙3人府邸，昨夜被镇国军带着银龙卫抄家灭族，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一个不留。老管家对着途径禀报道。啊！途径顾不得屁股的疼痛，猛然就从床铺跳起来，被吓得满头大汗，也不知道是不是屁股实在太痛了，道：怎么不早点来禀报？
老爷，我也是刚收到消息。老管家满脸无奈，自己也是刚得到消息，总不能未卜先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来，给我换上官服，快扶我去上朝啊！途径也顾不得火辣辣、鲜血淋漓的屁股，开什么玩笑？不上早朝，株连三族。这下手是真狠。关键是，这位新来的郑国君明显就是人狠话不多的类型，他是真杀啊！朝堂之上，今天的官员来得格外整齐。李林甫端坐在太师椅，满脸阴沉。短短1日，他掌控在手里面的禁卫军和预备军都被叶枫抢夺而去。崔浩和涂敬两人站在文武百官中间，两人只感觉到屁股火辣辣疼痛，却连大气都不敢喘。开什么玩笑？坐在上面的这个叶枫完全就是个屠夫，短短的1夜斩杀数百人，人家连南禹王的儿子都敢屠杀，何况他们这些三品官员。昨日提出来北方大汉的户部右侍郎董存站在左手边，战战兢兢，都不敢抬头直视叶枫，生怕自己被牵连。他虽然愿意听从李林甫的吩咐，可前提是不要影响自己的生命安全。当官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诸位这么安静，大宋天下昨日还水深火热，今日便天下太平吗？叶枫见到文武百官的嘴脸，内心暗暗好笑。乱世用重点，华夏古人的思想精髓真是多不胜数。嗨嗨，咳。李林甫端坐在太师椅，忍不住咳了几声。不少官员都很清楚，他们这位丞相大人最喜欢的暗示方式就是咳嗽。该死！董存听见李林甫的咳嗽声，哪里还不明白，自己此刻若是不站出来，怕是以后在叶枫跟前和李林甫跟前都无法继续混下去，只能够硬着头皮走到朝堂中央。启禀郑国君，北方大旱，百姓民不聊生，民间不少传言，北方不少县份百姓揭竿而起，造反起义。董存对着叶枫禀报道。不少官员都暗暗看向叶枫。北方近3年，年年干旱，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想要解决，谈何容易？海大人，银钱本君已经调拨给你，你来说说怎么解决？叶枫看向户部尚书海明，文武百官都纷纷看向海明。叶枫这么厉害，短短的1天时间就能搞来这么多钱。北方大旱的情况，少说也需要100万两白银才有可能起到作用。启禀郑国君，北方受灾人口众多，受灾严重。微臣调拨100万两白银，即日启程调往北方3郡，并从市场购买粮食数万担，还请郑国君安排人护送。海明凌晨收到叶枫请沈炼给他的银钱，都被吓一跳。早朝来的路上，他才得知，昨夜叶枫将3个官员株连3族，抄家灭族，搜刮到如此多的银钱。海明一路来到朝堂，都是大喊杀得好，杀得好，责令预备军蔡洪调动3000军队，押送粮食，3日之内送到北方3郡。叶枫当即传达命令。花花华听见叶枫调令预备军，文武百官都纷纷窃窃私语，他们都忍不住看向一直闭目养神的李林甫。预备军这么多年可都是被李林甫掌控，内心都是震撼。这位郑国君手段如此恐怖，短短1夜就连预备军都被他掌控了。海明闻言双眼顿时一亮，他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够将粮食送到北方3郡。如今若是能够得到预备军亲自押送，那就再好不过了。遵命。想到北方3郡的百姓3年干旱，尸横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即将得到缓解，海明满脸笑意，内心对叶枫更加敬佩。有事禀报，无事退朝。魏公公尖锐的声音传遍朝堂。李勋死死咬着牙齿，内心都是愤怒。他万万没想到，数年的北方大旱即将被叶枫解决，届时叶枫在大宋皇朝的声誉和名望就会大大提升。哗哗哗！就在这时，皇宫外面喧闹声响起，聚集着密密麻麻人，大部分都是读书人，身穿白袍。严惩国贼，滥杀无辜，手段狠辣，恳请陛下罢免叶贼。仅仅不上早朝就株连3族，手段残忍，此子不死，岂不令天下人心寒？叶枫斩杀南禹王世子，就是逼迫南禹王造反，不杀叶枫，我大宋皇朝永无宁日。喧闹声音响彻金陵城，无数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整个皇宫外面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怎么回事？皇宫外面怎么这么吵？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说严惩国贼？难道是郑国君引起众愤？文武百官听到皇宫外面喧闹声音传来，都忍不住窃窃私语。叶枫却微微皱起眉头，看来斩杀张太来等3人对李林甫的打击挺大，这是开始还招了。报！禁卫军满头大汗冲到朝堂外面，神色慌张。宣！魏贤看向叶枫，
见到叶枫点点头，当即扯着嗓子：“启禀郑国君，大事不好，皇宫外面被百姓包围，他们好像是要造反。”禁卫军跪在中间禀报道：“哦，在金陵城造反。”叶枫自然心知肚明，造反是假，施压是真。看来正如袁弘说的那样，大宋皇朝士族权贵林立，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难如登天。我大宋皇朝立国1000年，百姓淳朴善良，文化深厚，逼不得已，他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李林甫总算是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他的话语响起，朝堂之中不少官员瞬间就明白了，都纷纷看向叶枫。李林甫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叶枫逼迫金陵城的百姓造反。大宋皇朝以礼立国，凡事讲究法度，郑国君一言不合就屠杀朝廷大员3族，此等凶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左手边第2排站着的老者礼部尚书谭子建跟着附和道，矛头直指叶枫：“哎呦，我还以为谭尚书是哑巴呢，原来你会说话啊！”叶枫看向谭子建，嘴角衔着笑意，淡淡的说：“哼，老夫乃读书人，不屑于与豺狼为伍。”谭子建自认为资历深厚，丝毫不惧叶枫，直接就将叶枫比作豺狼。此时此刻，文武百官也都满脸看好戏的心态，他们就这样看向叶枫，想要看看对方如何解决，内心也暗暗感叹，不愧是耕耘近20年的丞相李林甫，短短的时间就将整个金陵城的读书人调动起来，这就是把叶枫架在火上烤。传令薛贵。叶枫神色淡然，不多时就见到薛贵穿着盔甲，气喘吁吁来到朝堂，拜见郑国君。叶枫站起身来，看向文武百官，道：“此等雕虫小技也想要逼迫本君，我倒要看看外面还有多少硬骨头和脑袋。”手持天子剑，大踏步走下朝堂，调动禁卫军，随时准备出动屠杀。声音冰冷刺骨，杀意凛然，整个朝堂的文武百官都忍不住打一个寒战。你！礼部尚书谭子建闻言，差点没有晕死过去。这个叶枫完全不按照常理出牌。李林甫也暗暗皱起眉头，他对于皇宫外面的那群读书人的心性更加清楚，都是一群软骨头。若是叶枫真的动用禁卫军发动屠杀，怕是就会一哄而散。你这个屠夫滥杀无辜，你就不怕报应吗？谭子建盯着叶枫决然的背影，怒骂道：“你这个礼部尚书嘛，身为大宋皇朝文人领袖，北方大旱3年，死亡百姓怕是超过100万，你助纣为虐就不怕报应吗？”叶枫眼眸深处杀意变得冷厉起来。若是换成大魏皇朝，他早就将谭子建就地正法。他斩杀3个贪官，就是为了救济北方3郡受苦受难的百姓，必然是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否则任凭李林甫如何挑拨，也不可能闹得这么大，将整个皇宫都给包围起来。这是赤果果的挑衅，不杀不足以平愤恨。谭子建被叶枫一句话对得哑口无言，他内心又何尝不知道北方3郡的情况，可他有退路吗？朝堂的斗争本就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哼！李林甫冷哼一声，示意身后的仆人端着太师椅，紧跟着叶枫而去。他倒要看看叶枫要杀多少人，最好杀得血流成河。届时那位一出，叶枫恐怕也在郑国君这个位置待不下去了。叶枫带着薛贵等锦衣卫就来到宫门外，禁卫军连接成为一片，极力地将激愤无比的众人拦截起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金陵学院的学子，少部分是大宋读书人。薛贵跟在叶枫身边，轻轻地禀报道。叶枫闻言，双眸深处闪烁着寒光，那位就是叶贼。就见到白袍人群里面，一个头发花白男子，2道剑眉，穿着白袍，见到叶枫走出宫门，当即暴喝，指着叶枫：“他是金陵书院的副院长周文生。”薛贵见到人群，不断拱火的周文生对着叶枫介绍道：“将他抓起来，砍了。”叶枫冷冷的道。薛贵先是一愣，旋即走上前去，带着数个禁卫军就朝着周文生冲出去。“你们要干什么？奸臣误国，想要杀老夫？老夫何惧？为何大宋皇朝而死，老夫死得其所。”周文生被薛贵带着禁卫军抓上前来，满脸愤怒，对着叶枫方向一阵怒骂：“放开周老师，还有没有王法？住手！”群情激愤。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就见到一个身穿白袍的中年儒生，他后背背着一根满是荆棘的条子，身边苏红低垂着脑袋，紧跟着儒生。白袍随风而动，苏晨身上自然而然弥漫着一股正气，浩然正气。苏文豪他也看不惯叶贼的所作所为了吗？只要苏文豪出面，叶贼在大宋就再无立足之地。
苏老师，你要给我们大宋皇朝做主啊！”见到苏晨到来，无数的金陵学院的学子以及读书人都纷纷对着苏晨吆喝，唯独苏晨一言不发，面色阴沉，朝着正前方叶枫方向走去。想不到南郡苏家家主都亲自来到金陵城，丞相真是厉害。崔浩见到苏晨来到皇宫外，朝着叶枫走去，他以为苏晨来到金陵城必然是李林甫安排好的，目的就是逼迫叶枫离开大宋皇朝。当即对着李林甫就是拍马屁，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屁股还开着花，真可谓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苏晨背着的荆棘，那可是太祖赏赐给苏家，上可教训王公贵族，下可鞭打文武百官，他竟然请出了荆棘条。董存也忍不住开口道：“南郡苏家乃是大宋开国功勋家族，被宋太祖赐封为文豪世家，整个南郡也都是苏家的封地，苏家也是大宋读书人之首。我可是听说过这位苏晨的性格，他不会是背着荆棘要进皇宫教训陛下吧？”有官员忍不住开口道。李勋见到这一幕，忍不住讥笑道：“定然是叶枫和苏弘比试打赌，苏晨这是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回场子。”李林甫站在前面，耳边传来身后重臣的一言一语，他的双眼微微眯起，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逆子，跪下！苏晨浑身弥漫着浩然正气，身后的苏弘跟着来到距离叶枫3-5米之时，就听见苏晨一声暴喝，将现场喧闹的声音彻底镇压下去。周文生等金陵学院的人都满脸的错愕，他们本以为苏晨背着太祖御赐荆棘条是为了教训叶枫，却万万没想到苏晨这是要教训苏弘，明显是要给叶枫赔礼道歉。李林甫身后的文武大臣也都彻底懵逼。苏晨站在那里，一身正气，双眸弥漫着一片赤诚，尽管年逾中年，依旧一片赤子之心。就连叶枫也有些错愕，苏弘神色带着深深愧疚，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对着叶枫跪下去，朗声道：“镇国君大人大量，还请原谅我3日前风花雪月冒犯之过。”哗人群都变得躁动起来，尤其是金陵学院的学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将苏晨当成未来要成为的人。现在苏晨亲自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皇宫外面，就为了给叶枫赔礼道歉。啪啪啪，就见到苏晨抽出背后的荆棘条，朝着苏弘的后背猛然就是3鞭，重重的砸在苏弘身上，顿时皮开肉绽。苏弘就这样跪在那里，却一言不发，死死地咬着牙齿。不少人见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苏家能够存在1000年，与他的家教严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苏晨教子无方，冒犯天子剑，冒犯陛下，冒犯镇国君，3鞭教训他3个冒犯，还请镇国君训下。苏晨将荆棘条背在后背，诚恳无比，对着叶枫躬身。叶枫对于南郡苏家的大名，他在大魏皇朝之时就曾听说过。宋太祖兵变夺取皇权，苏家有从龙之功，后来苏家先祖本应被封为异姓王，可苏家先祖却选择拒绝，远离朝堂，选择了一块整个大宋皇朝最偏远荒凉的地方作为封地，就离开了金陵城。苏家就这样在南郡那片荒凉之地，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将那片荒凉之地耕耘成为大宋皇朝的富庶之地。这位苏晨的大名，叶枫也是如雷贯耳。宋宣帝期间，曾经数次颁布圣旨，想要请求苏晨前来金陵城担任丞相之位，统御百官，治理大宋。可这位大宋大文豪都选择拒绝。苏家主高风亮节，令叶某感到钦佩。叶枫从来都不是正直的人，可是他却很佩服这些能够从头到尾保持初心、初衷不改的人。这位苏晨在大宋皇朝可谓大名鼎鼎，却能够抛却身上的光环，如此教训自己儿子，也不得不感叹，这种能够传承1000年底蕴雄浑的世家也确实不简单。若是镇国君不嫌弃，苏某虚长几岁，可称为苏兄。苏晨看向叶枫，脑海里面回荡着的都是叶枫的定风波和薄情怀，如此大才华之人，值得他苏晨钦佩。叶枫突然仰头大笑，旋即走上前，顺手将跪在地上的苏弘拉起来，倒想不到大宋皇朝还有苏兄此等豪情之人。令子与我打赌的赌约，本应该是白银100万两，黄金10万两，本来需要一次性偿还，以后允许他分期偿还。无数人都彻底凌乱，这个叶枫简直奸诈无比。很多人都以为他是要和苏晨说一笔勾销，却没想到依旧要还。而且叶枫当着众多的人面提出来，以后苏家就算是想要赖账也不可能的事情。苏晨闻言却满脸感激，多谢镇国君。他觉得苏弘和别人打赌输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此次前来金陵城，就是想要和叶枫求情，能否宽限些时日，当然目的也是教训自己的儿子。如今叶枫主动开口，
可以分期偿还，就等于缓解了苏家的燃眉之急。苏晨，他滥杀无辜，残暴不仁。你们苏家身为太祖御赐文豪世家，自当代替大宋皇朝除暴安良。你背负着荆棘条，更应该为大宋百姓主持公道，而不是在这里和他称兄道弟。你不觉得愧对你们苏家先祖吗？本以为苏晨是前来制裁叶枫，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和叶枫称兄道弟，完全将众人都给晾在一边。周文生满脸愤怒，龇牙咧嘴，就开始对着苏晨指责起来。闭嘴！哪知道苏晨浑身浩然正气凝聚，一声暴喝震耳欲聋。周文生被震得接连倒退。你竟踏入大宗师之境！周文生被苏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暴喝，满脸涨得通红，气愤至极。众多金陵学院的学子也都满脸惊骇，就见到苏晨走上前数步，浩然正气弥漫。而等身为大宋读书人，不思考报效国家，却在这里抨击一个为国为民之臣，你们良心何安？苏晨双眼扫过众多读书人，声音洪亮，激荡开来。兵部尚书张泰来贪赃枉法，目无法纪，荒淫无度，仗着战功赫赫，欺君犯上，此等罪臣不应该满门抄斩吗？户部侍郎袁弘为求升官发财，不择手段，抛妻弃子，不顾自己原配糟糠之妻，身为户部侍郎，父母却客死异乡，不忠不孝，他不应该被杀吗？礼部仆射赵永龙仗着自己南禹王13子身份，在金陵城巧取豪夺，拉帮结派，夜夜笙歌宴席，腐蚀京城朝堂，他不应该被杀吗？一字一句蕴含浩然正气，令人心神激荡。你们可曾知道，镇国军将3人抄家，所获白银超过100万两，黄金超过10万两，此等贪赃枉法，只知道敛财的官员，难道不应该抄家灭族吗？你们可曾知道，就在刚才的早朝之时，镇国军将抄家所获一无所留，全部命令户部尚书海大人调拨前往北方3郡赈灾吗？苏晨一口气将所有的事情都给说出来，在场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是被蒙蔽而来，他们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叶枫做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对方杀了很多人，就跟着前来凑热闹。如今被苏晨将所有的事情都给说出来，不少人的神色间都带着愧疚。该死，怎么半路杀出个苏晨？这个苏晨不好好待在南郡，跑来金陵城干什么？看来今日想要扳倒叶枫又是不可能了。反而被苏晨这么插嘴，使得叶枫的威望又提升一大截。人群里面不少人居心叵测的人，一个个都恨得牙痒痒，眼看着就要成功激起众目，却没想到半路杀出苏晨，众人的情绪完全都被压下去了。哗哗哗，众多读书人都纷纷开始离开。周文生满脸铁青，死死地咬着牙齿，没想到被苏晨搅得功亏一篑，眼前形势也只能够暂且作罢。李林甫见到人群散去，脸色阴沉，命令下人抬着太师椅就从旁边离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觉得若不是李勋搞什么鸿门宴，也不至于招来苏晨，那就是个眼里只有正义、油盐不进的疯子。李勋低着头，双眼血红。自从遇到叶枫，他好像做什么都是错误的，反而变成全叶枫。镇国君，以后不孝子就跟在你的身边学习，哪怕是安排他当个打杂的人都可以。苏晨看向叶枫，缓缓的道：这不好吧？叶枫觉得人家苏晨实在是太过于热情，也不好拒绝。他现在也正是用人之际，以后你就跟着镇国君好好学习，知道吗？苏晨对着苏红严厉无比的呵斥道：遵命。苏红低着头恭敬的道，他可是很清楚自己父亲的脾气，若是真的还敢惹事，真的会把自己打死的，到时候谁求情都没用。拜见镇国君。苏红对着叶枫深深的鞠躬。若干年后，苏红才知道父亲今日的举动到底有多明智，以后你就跟在本君身边当个写文书的吧。叶枫对着苏红点点头，正好他身边也缺少个文人，否则不可能事必躬亲。想不到苏晨竟然踏入大宗师。一处阁楼之巅，玉婆婆脸色有些难看。这个大宋皇朝眼看着大夏将倾，竟然还产生此等已文入大宗师的存在。慕容婉儿一袭红衣，神色沉重。看来大夏皇朝想要灭掉大宋的计划，先有叶枫到来，又出现个苏晨，怕是不那么容易了。南郡苏家拥有大宗师坐镇，可千万别真以为这就是个读书人的家族，他们的祖上也出现过不少白袍将军。哼，只要能够拿下叶枫，一切就迎刃而解。慕容婉儿妩媚的脸上阴晴不定，也不知道她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南郡苏家千年底蕴，谁也不敢小觑。苏家这么明显的表态支持叶枫，多年以来第一次，他自然看得出来，这位苏晨明显是冲着叶枫而来。叶枫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看来是刺激到了这个千年世家了。
南郡苏家也很清楚，一旦大宋皇朝灭亡，他们苏家还想要置身事外，明显不可能了。故而明知道会得罪权相李林甫，也要站在叶枫那边。欺人太甚。南宇王府得知自己的儿子满门在金陵城被新来的镇国军屠杀，赵鹏举满脸怒色，端坐在王宫宝座，左右两边都分别站着2排文官武将，立刻上书朝廷，派人亲自去禀报皇帝陛下。若是他不愿意严惩叶枫这厮，就别怪本王不顾旧情，兴兵秦王。赵鹏举双眸闪烁着寒意，他们4大诸侯早就不听从赵秋燕的命令，以他们手里面掌控的军队和地盘，赵秋燕拿他们毫无办法。微臣觉得我们不应该做出头鸟，现在和叶枫交恶不是明智之举。左手边的老者他走上前来道：小王爷在金陵城欺君犯上，才导致全府被灭杀。我听闻南郡那位苏臣都亲自赶到金陵城，选择支持叶枫，还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叶枫呢。很明显，李林甫和叶枫的争锋甚嚣尘上，我们只需要坐山观虎斗，等他们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即可。老者是南宇王最信任的谋士李登，跟着他已经很多年。末将认同李老的想法。左手边的大将朱化躬身，他觉得李登说的有道理。最重要的是，尽管皇室衰败，可想要凭借我们一己之力就对抗朝廷的话，难度很大，稍有不慎，满盘皆输。如今小皇帝找来叶枫，明显是想要抗衡李林甫，他们2个必然两败俱伤，其他的3王届时必然趁虚而入，那个时候才是我们动手最好的时机。朱化景跟着分析道：哼，杀子之仇不报仇，本王心不平。赵鹏举愤愤不平的道：王爷若是实在心头不快，我倒是有个想法。李登紧接着说道：我们分别传书给平西王、叶王、东宣王，邀请他们3王与我们一起联合上奏朝廷，请求朝廷罢免镇国军叶枫。不过奏书要给丞相李林甫，请他亲自呈给陛下。王爷可以传令各地开始操练兵马。李登此计谋不可谓不毒辣，这是想要李林甫和叶枫两败俱伤，同时操练兵马又是给皇帝赵秋燕压力。赵鹏举闻言满意的点点头道：正合本王心意，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办。眨眼间数日时间过去，哼，真是气煞阵也。清雅阁内院，叶枫刚从朝堂归来，正准备午饭，就听见不远处赵秋燕的声音传来。赵秋燕自从品味过叶枫的美食，几乎每天都来蹭饭。陛下有什么气呢？叶枫端着菜肴也准备吃饭，只见赵秋燕来到叶枫身前，将数个上奏的奏书丢到桌子上，道：你看看这些奏书说的都是些啥？叶枫打开奏书，神色淡然，难怪这几天如此平静，感情是在憋大招。4大诸侯同时上奏，请求陛下罢黜自己的镇国军之位。每个诸侯的上奏里面都是奸臣误国，同时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威胁。谁给陛下的奏书呢？叶枫对于4大诸侯的奏书没有感到惊讶，他很清楚4大诸侯掌控各自的封地多年，错综复杂，手握重兵，又怎么可能轻易任凭他这个镇国军在京城施展呢？还能有谁？自然是李林甫。赵秋燕每次提到李林甫都是一肚子气，自己堂堂95之尊，经常被他教训不说，还经常一堆大道理。看来4大诸侯手底下也有能人啊。叶枫闻言当即夸奖道：若是他们直接上奏皇上，奏书必然被叶枫看到，自然就传不到皇帝陛下耳中。他们交给李林甫来上奏，李林甫想要扳倒自己，重新掌控朝堂，就不得不上奏。届时李林甫和叶枫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最终无论自己和李林甫谁能够获胜，4大诸侯都会以兴兵秦王为借口，率领大军朝着金陵城进发。都到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赵秋燕很清楚，4大诸侯手握重兵，他们比李林甫更加难对付。如今4大诸侯齐齐上书，处理不慎，他们4个真的造反，大宋皇朝就会陷入水深火热，灭国都有可能。吃饭，叶枫端着饭对着赵秋燕说，神色间丝毫不在意，宛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内心暗道：既然你们坐不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倒要看看你们4大诸侯有没有华夏那群老奸巨猾的强。你也别担心，若是他们胆敢造反，朕就算是拼了命也保证你能够活着离开金陵城。赵秋燕见到埋头吃饭，以为叶枫内心担心，出言安慰道：多谢陛下。叶枫不以为意，一边吃饭一边说道，内心却有些暖意，有人关心的感觉真的挺好。启禀镇国军，消息来报，4大诸侯齐齐操练兵马，还请示下。
兵部仆射许齐走到朝堂中央，神色凝重，四大诸侯齐齐动作，若是真的集体发难，大宋皇朝怕是又要陷入战斗。哼，老夫早就说过，斩杀南禹王之子，必然激怒南禹王，奈何有人不听劝告，现在自寻死路。谭子健闻言站在一边，环抱着双手，一副不知道叶枫欠他多少钱的模样，神色间都是不忿。崔浩双眸微微闪烁，出言道：诸位大人不必惊慌，郑国君威武不凡，杀人痛快，必然有解决之法。崔浩一改常态，上来就给叶枫戴高帽子，言语间的意思却都很明显。你叶枫不是厉害吗？你倒是去把四大诸侯也解决了。果然还是崔大人了解本君啊。叶枫倚靠在太师椅，脸上带着笑意，对着崔浩欣赏的点点头，自顾自的道：以后退朝后，崔大人可要多与本君接触接触。你……崔浩被叶枫这样一说，脸色顿时青一块紫一块，生怕被李林甫误会他和叶枫私下接触，赶紧看向李林甫方向，见到对方依旧闭着眼睛不为所动，内心暗暗怒骂叶枫阴险狡诈，一言一语就想要挑拨他和李林甫的关系，却一副看好戏的表情。他不信叶枫能够解决四王问题，郑国君既然已有解决之法，不妨明说。李勋不相信困扰大宋皇朝千年的诸侯威胁，近千年都无人能够解决，他不信叶枫能够解决。苏学士，你来给大家说说。叶枫看向左手边末尾站着的苏红，他自从跟着叶枫以来就被提拔进入翰林院学士。苏红闻言满脸敬畏，想到叶枫制定出来的方案天衣无缝。遵命。苏红走到朝堂中央，他手里面拿着早有准备的书简，双眼深处闪烁着光芒，道：四大诸侯王困扰大宋皇朝千年，曾经在历史上引发过四王之乱，差点颠覆大宋皇朝的统治政权。如今大宋皇朝实力削弱，很大程度就是被四大诸侯吸血，只有削弱四大诸侯才能够提升皇朝实力。李勋忍不住插嘴道：你这些不都是废话，谁都知道要削弱四大王，太子太傅这么厉害，不妨你来。叶枫端坐在太师椅，双眸闪烁着冰冷的杀意。这个李勋三番五次的胡闹，真以为自己不敢动手不成？哼！李勋闻言冷哼一声，不再言语。皇恩浩荡，四大王爷的封地自古以来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受到皇恩感召，以后凡是王爷的子孙后代皆可以获得封赏。令南禹王第一代子嗣27个，分别封赏为王爵，可以享受南禹王封地的一部分可分封地兵权、税收。另平西王赵度第一代子嗣16个。随着苏红将叶枫制定的分封办法不断的念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文武百官都满脸不屑，随着不断的念到最后，他们的眼眸深处都弥漫着惊骇，不少人的脸色不断的变化，可谓是精彩无比。此令为皇恩浩荡，故名推恩令。若是四大王爷谁不愿意执行，便是忤逆皇恩，不仁不义，抛妻弃子，违背忠孝，人人得而诛之。凡诸侯王子嗣，其父若是不奉行推恩令者，皆可以收集有效罪证，上呈陛下，请求裁决。苏红一直悼念到最后，他的双眸深处都是激荡，只感觉到浑身血液沸腾。他相信推恩令颁布出去，四大诸侯必然会分崩离析，自顾不暇。想到此等谋划，竟是他手书颁布出去就足以名留青史，内心都感到无比激动。咯吱，李林甫端坐着，手掌死死地捏着太师椅的边缘，就见到坚硬无比的木把手都发出破碎的声音。谁都能够感受到李林甫身上若隐若现的气息，令人感到胆寒。他们都纷纷看向李林甫，就见到李林甫猛然睁开眼睛，身上宗师修为爆发，走到朝堂中央，道：郑国君此等行为就不怕逼急了，四大王爷直接造反，再来一次四王之乱，是吗？本君真的很期待他们造反呢。叶枫感受到李林甫的气息，神色淡然，丝毫不在意。造反，怕是还没成功就被自己的儿子内部瓦解吧？谁不想要继承王位，获得封地呢？而且叶枫调查过四大王爷，真正有雄才伟略的人也仅仅只有东宣王和南禹王。他们想要造反，推恩令颁布与否都会造反，先下手为强。推恩令绝对会在他们造反之前带来不小的麻烦。厉害，不愧是朕的贤臣。赵秋燕躲在朝堂后面，听完苏红念出来的推恩令，饶是他不懂政事，也能够理解其中的计谋。皇恩浩荡，封赏每个王爷的子嗣，若是这个王爷不进行封赏，必然就会引起子嗣的斗争，一旦进行封赏，必然就削弱自身的实力，这就是两杯毒酒，最终都得喝。除非你掀桌子造反。可大宋皇朝固然局势混乱，却也没有到达分崩离析的地步，想要造反成功，难如登天。
除非四王同时造反。李林甫坐回太师椅，眼角的皱纹似乎多了几条。他也万万没想到，叶枫竟然想出这么阴险毒辣的计谋。饶是他都觉得，推恩令对大宋皇朝的四大王必然是巨大的打击。想必推恩令颁布，叶枫在大宋皇朝的威望又会节节攀升。想到这里，他的内心陡然生出杀意，刚才就想要突然抱起，冲到上面将叶枫镇杀。奈何他感受到朝堂背后那道若隐若无的气息，自然很清楚，十有八九就是皇帝陛下躲在那里。想要诛杀叶枫难度太大，不过他的内心却也很清楚，叶枫绝技是不能继续留了，否则真的是养虎为患，后患无穷。诸位大人若是没有意见，就将推恩令颁布吧。叶枫双眼扫过群臣，身上那股久居高位的气势令群臣都感到震撼，纷纷避开叶枫的眼神，不敢直视。退朝！魏贤扯着嗓子，他的双眸深处带着忌惮。刚才李林甫明显对叶枫爆发出杀意，悄无声息地走到叶枫身后，防止李林甫突然袭击。这一切的细节，叶枫和李林甫都看在眼中。该死！李林甫的内心都是愤怒，万万没想到老奸巨猾的老太监魏贤似乎也已经站到叶枫那一边。叶枫却暗暗地点点头，暗叹：这个魏贤能够侍奉3个皇帝，依旧还在司礼监大太监的位置，心思果然缜密。参见陛下。魏贤跟着叶枫退出朝堂，见到外面等候着的赵秋燕，当即躬身行礼。免礼。赵秋燕脸上洋溢着笑意，走到叶枫身前，一阵淡淡的清香袭来。一袭鹅黄色凤尾裙巧妙地包裹着半身，令人感到圣洁却又不俗气。你脑袋瓜子里面到底装着多少东西？赵秋燕满脸崇拜敬佩地看向叶枫，忍不住问道。亏他还为叶枫担心一晚上，毕竟四大王的问题大宋皇朝立国之初便已然存在，后来的皇帝都想要解决，却始终无法解决。如今叶枫的推恩令颁布，必然大大削弱4大诸侯王的实力。你深入了解，或许会知道更多。叶枫笑了笑，朝着清雅阁的方向走去。等等朕！赵秋燕还没来得及思考深入了解什么意思，就见到叶枫离去，赶紧吆喝着就追了上去。他还要去清雅阁蹭饭呢。这些天他早就习惯去叶枫那里吃饭，实在是皇宫的厨子和叶枫比起来差距太大。魏贤见到赵秋燕和叶枫离去的背影，苍老的脸颊上也浮现出淡淡笑意，似乎想起他曾经也有这么甜的过往。想到这里，只感觉两腿间凉风袭来，唉，只剩下无声叹息。丞相府，崔浩等李林甫的亲信退朝之后就聚集着，这个叶枫绝对不能久留。崔浩想到自己朝堂之上一言不合就被打得屁股开花，数日时间过去，伤口依旧没有愈合，就满脸的怨恨。堂堂吏部尚书却被杖责，对他来说就是耻辱。谭子健深以为然的点点头，道：推恩令这么损的计谋，他竟然能够想出来，此子不除，我等永无宁日。听见谭子健提到推恩令，其余的众多大臣都忍不住点点头。推恩令几乎能够完美解决4王的问题。南禹王最惨，他年纪最大，子嗣最多，仅仅是27个儿子，分封下去，他手里面的20万大军无限衰减，最后他手里面怕是能留下3万大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别说长此以往，他获得的税收大幅度削减，又哪里还有银钱来养军队呢？一个官员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可偏偏南禹王毫无办法，除非他立刻造反，否则只能够按照推恩令执行。他不执行，莫说欺君犯上，违背皇恩，就算是他手底下的26个儿子，也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啊！毕竟以前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王爷位，他们都能够为了王位明争暗斗。现在有皇上旨意颁布的推恩令，他们就会更加不客气地争夺王位。届时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南禹王的儿子反过来要兴兵秦王，推翻南禹王了。只需要3-5年，4大王爷的实力必然大大削弱。朝廷到时候想要剿灭，定然轻而易举，这就是先分而化之，慢慢蚕食。偏偏推恩令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是你王爷的儿子，分封王位就是天经地义。他们都完全想不明白，到底叶枫是怎么想出来这么损的阴招呢？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阴狠毒辣，却让4大王爷有苦难言。拜见丞相大人。李林甫从外面走到大殿里面，众臣纷纷躬身行礼。他们这些人都很清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抱紧李林甫，争取能够弄死叶枫。北方大旱的赈灾营绝不能落入3郡。李林甫刚坐下来就脸色阴沉，叶枫推出来的推恩令只要颁布，必然引起轰动。
将叶枫的声望继续推升。若是北方3郡的旱灾也得到妥善解决，叶枫在大宋皇朝的地位怕是会更加稳固。根据消息，预备军押送的银钱已到天幽城。兵部的官员对着李林甫禀报道：“天幽城，那不是崔尚书的老家吗？”李林甫顿时看向崔浩，崔浩哪里还不明白，丞相大人这是要他在天幽城动手，想办法将赈灾的银钱拦截下来。赈灾的银钱想要拦截不容易，3000预备军押送。崔浩有些迟疑，当即说道：“若是本相没记错，天幽城的城主乃是你的侄子吧？天幽城守军也有数千人，制造一场暴乱。”李林甫自然很清楚崔浩不想要干，当即连拦截银钱的办法都给崔浩想好了，直接开口道：“即刻去办吧。”李林甫神色坚定，没有再给崔浩反驳的机会。随着众人退去，就见到一道身影穿着白袍，戴着一个弥勒佛的鬼面具出现在李林甫身前。“主人！”鬼面人恭敬地鞠躬行礼，安排人手崔杰等人劫取赈灾银粮后，就将他们解决掉。李林甫神色平静，不仅要杀人灭口，还要夺取赈灾银钱。遵命。鬼面人躬身退出大殿。南宇王府，赵鹏举看着手里面的推恩令，脸色铁青，死死地咬着牙齿。他万万没想到，本想要联合其他的3王施压皇帝赵秋燕，却没想到反而被叶枫反制。这个推恩令可谓是狠毒无比啊，完全就是要他的封地里面子嗣互相残杀。要知道，他的南宇郡的封地总共8座城，每座城掌管者都是他最信任的儿子，其余的儿子除非年幼，否则都在各地担任要职。若是以往，最后就是长子继承王位，其他的儿子就算是有想法也只能够遵从。如今有了推恩令，谁不想当王爷啊？王爷，什么事？李登很清楚南宇王的性格，若不是急事，不可能深夜还将他们这些官员召集到王府议事。赵鹏举将手里面的推恩令书简直接丢到李登的身前，示意对方看。李登端着书简，双眸的眼神从开始的震惊变成最后的惊骇，整个人的脸色也是从刚开始的红，最后满脸汗水大滴大滴的滴落下来。其余的官员都满脸好奇，到底那个书简是什么，能够让足智多谋的李登都感到这么紧张。砰！李登只感觉到浑身发软，就软倒在身后椅子上，双手摊着推恩令的书简，目光呆滞，面如死灰。王爷，李老，到底什么事情？你们这副神情。有人见到南宇王的神情以及李登的反应，都忍不住道：“柳将军，你看看。”李登双手颤抖，将推恩令的书简宛若花费全身力气才端起来，就见到众人纷纷凑上去。啊，这个叶枫太他妈损了吧！这完全就是要王爷的子嗣自相残杀。早就听闻叶枫阴狠毒辣，竟能够想出此等狠辣的阴谋。众人不断的看，就不断的愤愤不平怒骂，直到看到最后，朱化将书简狠狠甩在地上，满脸狰狞道：“这个叶枫还狠毒啊，不给活路，明显是想要瓜分王爷。”众人都沉默不语，还沉浸在推恩令里面无法自拔。王爷，我们造反吧！朱化咬着牙齿，手持利刃，躬身对着赵鹏举提议道：“造反！”李登靠在椅子上自嘲地笑了笑：“你信不信还没造反成功，4公子和8公子、9公子就会率先发难？”李登说的3人都是野心勃勃，他们本就对老大继承王位很不满意，如今推恩令颁布，怕是迫不及待就想要自立为王，那可是王位，谁不动心啊？现在怎么办？朱化觉得造反也不行，难不成就这样4分5裂？唯一的选择安抚诸位公子。李登忍不住开口道，他比谁都清楚王位对于这些公子的吸引力，稍有不慎就会有人带头自立为王，届时其余的公子也会跟着模仿。到那个时候，南宇王就算是想要扭转局势也是有心无力，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朝廷吞噬。不错，赵鹏举万万没想到叶枫能够想出来这样一个千古阳谋，实在是令他有些措手不及。不过想要他轻易认输，那是不可能的。立刻修书传递给本王的子嗣，请他们立刻来南宇城商议推恩令的事情。赵鹏举双眸深处闪烁着冰寒的杀意。李登闻言哪里还不明白南宇王的想法，有些迟疑的道：“王爷，若是有人不愿意来呢？”杀！南宇王声音冰冷，生死存亡时刻，王权面前也就没有父子亲情，有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遵命。李登有南宇王的命令，当即就带着朱化等人走出大殿，连夜去传递消息。叶枫，本王不会轻易认输。赵鹏举狠狠地咬着牙齿，万万没想到
还没扳倒叶枫，先被对方的推恩令弄得狼狈不堪。平西王府赵度端坐着，脸色阴晴不定，群臣也是分别坐在两边，他们的神色也很难看。推恩令的颁布，对于平西王来说就等于温水煮青蛙，他很清楚这道诏令的威力，只需要3-5年，他这个平西王就会变成名存实亡，手里面掌控的封地和军队都会出现大幅度的削减，他在大宋皇朝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诸位如何看待推恩令，有何应对办法？赵度看向众人，出言问道。坐在这里的都是他的心腹，见到众人一言不发，他的内心也有些无奈。之前听闻对方在大魏皇朝创建锦衣卫，协助凌潇湘成为大魏第1个女皇帝，本以为对方也就是心狠手辣而已，现在看来他们这些人都小觑了这个叶枫。推恩令此等阴谋诡计都能够被他想出来，这个叶枫到底是什么怪物？启禀王爷，推恩令阴险毒辣，摆明就是要削弱王爷的权力，却偏偏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一个老者忍不住皱起眉头，平常他也算是足智多谋，此刻面对推恩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若是不执行推恩令，不仅欺君犯上，怕是平西王的那些儿女就会揭竿而起，争夺朝廷赏赐的王位，到时候不等叶枫派兵前来剿灭，内部就会土崩瓦解。若是执行推恩令，就等于以后平西王的地盘就会分裂成为10多个封地。平西王手里面掌控着近20万的军队，每天都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撑，地盘若是分散，以后哪里来足够的税收养活军队呢？王爷，末将看来不如就揭竿而起，兴兵勤王。一个将军站起身来，直接说道：你真以为兴兵勤王这么容易？我手里面的20万军队镇守平西地区或许绰绰有余，可想要兴兵勤王几乎不可能。平西王赵度摇摇头，他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镇守平西地区对他来说难度不大，可想要依靠这点军队推翻赵秋燕，难如登天。除非4大王爷同时揭竿而起，从4面8方杀向金陵城才有可能。暂时稳住诸位小王爷，且看看东宣王什么态度，再做谋划。赵度伸出手揉了揉脑袋，这个推恩令真狠。叶王府，想不到我们这位整日沉迷修炼的女皇帝竟能够找来此等人才，真是令本王羡慕。赵雄身材魁梧，裸晒胡须，身穿盔甲，左右两边都站着不少人，他们连夜被赵雄召集来议事，得知推恩令之时也都满脸错愕。此等计谋真的是人能够提出来的吗？王爷，推恩令明日便会传遍，该如何应对？一个谋士对着赵雄轻声问道。言下之意就是推恩令颁布，明日你的儿子们就有可能要来讨要地盘和军权王位，该如何处理？赵雄闻言有些恼怒，本王要是知道怎么办？养你们干嘛？他出生军队，性格暴躁，当即呵斥道，众人都低着头不敢搭话。推恩令实在是阴险狠辣，却光明正大，想要破解难如登天，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可是造反也是一条死路，稍有不慎，万劫不复。哼！见到众人默然不语，赵雄冷哼一声道：传令给我的几个儿子，若是谁胆敢有异心，就别怪本王不客气。按照推恩令执行，实际的军权和税收归本王掌管，他们若是不服气，大可以来邺城与本王商谈。赵雄身上宗师修为爆发出来，他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推恩令就想要削弱他的军权，他是断然不肯的，就想着以强悍的实力压住自己的子嗣，以暴制暴。遵命！众人都纷纷躬身道。东宣王府，午夜时分，灯火通明，议事大殿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白袍，整个人端坐在正前方的金色的椅子，椅子的靠背上挂着一张黄白相间的虎皮，他的身上弥漫着不怒自威的气势，坐在那里宛若猛虎，目光如炬，气势不凡。他就是大宋皇朝4王之中的东宣王赵云飞，也是地盘最广、实力最强的王爷。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当今皇帝陛下的亲皇叔。民间曾有传言，若是东宣王想要争夺皇位，也轮不到宋宣帝。拜见东宣王。偌大的大殿，文官武将分列两旁，气势不凡，俨然就是个小型的皇宫造型。诸位爱卿，先看看这份书简吧。赵云飞神色淡然，命令属下将推恩令传递给众人。约莫小半个时辰，整个朝堂的人都将推恩令看得差不多，一个个的满脸愤懑，义愤填膺。王爷，这位镇国君好生狠辣，他想要诸侯王从内部瓦解，不费一兵一卒便可以将4王瓜分。左手边上一个头发花白的儒生手持摇扇，
整个人显得俊朗不凡。他就是白面书生庞毅。这位庞毅可不简单，短短的10来年时间，就将整个东部4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民生经济都发展得很好。我那位小侄女，这次倒是有点能耐，能够寻来此等良才。赵云飞神色淡然，丝毫没有慌张。推恩令固然阴险狠辣，可他的东部4郡自己声威很大，军权都被他掌控，各地的军队都是他的心腹，自己那些子嗣就算有一心，也很难施展。本王对这位叶枫还真的很感兴趣，希望他不要让本王失望吧。赵云飞抬起头，双眸闪烁着光芒，目光所向的地方正是金陵城。这么多年，他的椅子一直都对着金陵城的方向。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传令陀回来，有点事情给他交代。赵陀乃是赵云飞的嫡长子，性格坚韧，头脑清晰，他是赵云飞钦点的未来王位继承人。如今，推恩令颁布，赵陀能够继承王位，其他的子嗣也能够继承，必须要考验赵陀自己的处事能力。他需要交代赵陀遵命。庞毅躬身道：“拜见主人。”赵云飞请功，一道黑影闪现，就出现在他的身前。云卫，他培养和组建的势力，负责躲在暗处监视天下，监视诸位小王爷的一举一动，若是有异动，可先斩后奏。赵云飞声音冰冷刺骨，杀意凛然，果然狠辣，这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包括赵陀。见到云卫转身要离开，赵云飞缓缓的道：“遵命。”云卫消失在黑夜中，赵云飞的双眸深处闪烁着寒光，道：“大哥，那个位置本就是我的，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砰！凌潇湘满脸阴沉，将手里面的水杯摔得粉碎，脸色铁青。他刚收到消息，叶枫在大宋皇朝推出推恩令，可谓是令4大王焦头烂额。叶枫，你到底隐藏着多少手段？你还有多少东西欺骗朕？凌潇湘万万没想到，叶枫去到大宋皇朝后接二连三的举动，都可以名留青史，这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他凌潇湘没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明？你等着，朕会亲自灭掉大宋皇朝！凌潇湘死死捏紧拳头，咬牙切齿的道：“轰！轰！”一座透露出古朴苍凉的宫殿散发出漆黑的光芒，文武百官分列两侧，气势雄浑。穿着盔甲的将军几乎都是宗师修为，其余的文官每个人的身上也弥漫着气息。就见到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来到朝堂，他就是大秦皇朝当今皇帝秦武帝。推恩令可称之为九州第一阳谋。他挥动衣袍，满脸震撼的道：“启禀陛下，大宋皇朝镇国君不简单，假以时日，大宋皇朝凭借地理优势，怕是会焕然一新。”右手边的干瘦男子乃是如今大秦皇朝的左丞相张毅，他刚收到推恩令时，也被这个阳谋彻底镇住。张丞相，派人去大宋，只要叶枫愿意来我大秦，我大秦皇朝有丞相之职，正好合适他，邀请他入我大秦。凡是条件，只要合情合理，尽皆答应。此等人才落在大宋，岂不是埋没？秦武帝眼中，大宋皇朝不过弹丸小国，如何能够收纳叶枫这样的大才？我大秦若是能够得到此等贤臣相助，怕是不出10年便可以统一九州。秦武帝脸上洋溢着期许，道：“大秦皇朝的橄榄枝从来没有人拒绝过，因为大秦皇朝国富民强，给的条件很多，令人无法拒绝。启禀父王，儿臣愿意前往。”就见到左手边一个穿着白色盔甲的女子，面容清秀，绝美人儿。她是秦武帝最喜爱的女儿文成公主，自告奋勇。好，秦武帝对于文成公主无比宠爱，只因为他觉得文成公主的脾气和自己最像，敢作敢为，身上自有一股豪气。白将军，就由你带领小女前往金陵城，如何？秦武帝话语响起，文武百官满脸震惊。九州只有一个白将军，就是白猿，战功卓著，深得秦武帝的器重。如今秦武帝派遣最爱的公主以及白猿亲自招揽叶枫，此等荣誉令人不由得感到嫉妒。微臣对这位叶枫也向往已久。白猿虽身为武将，战功赫赫，他却尤其喜欢研究诗词，叶枫的2首词都令他对叶枫敬佩万分，也想要去见一见此等才华横溢之人。文武百官都无比震惊。文成公主跟着白猿亲自去大宋，怕也不简单。众人内心也很清楚，他们这位秦武帝雄心勃勃，此番前去，怕是为文成公主挑选未来夫婿吧。推恩令，慕容婉娇艳的脸上浮现出红晕，神色带着好奇，到底那个男人身上还有多少秘密呢？此等阳谋手段也能够想出来，真是绝了。
她穿着一袭红色长裙，包裹着完美无瑕的身材，站在阁楼顶端，翘首以盼，盯着不远处的路。扫视到叶枫身影之时，嘴角微微扬起，赶紧整理整理胸前的衣衫，山峰层峦叠翠，深不见底。玉婆婆，快去请叶公子。见到叶枫如约而至，慕容婉儿迫不及待，对着不远处站着的玉婆婆道：唉。玉婆婆深深叹一口气，以她对慕容婉儿的了解，对这位叶枫陷入太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请。玉婆婆来到阁楼外迎接叶枫，感受到叶枫身上那股气定神闲的神态，外加那张俊朗坚毅的面容，长得真的很帅气。叶枫跟着玉婆婆，不多时就来到阁楼顶端的亭台，就见到慕容婉儿站在那里，妩媚无比的脸颊，眼神带着期盼，头戴凤髻，透露出高贵，但扫额眉眼含春，皮肤细润如温玉，柔弱若光，一颦一笑天然自带妩媚，嘴唇涂抹淡淡红色，娇艳欲滴，令人浮想联翩。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而动，略微波浪卷，轻柔拂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风情，宛若风情万种。两只大大圆圆的眼睛点缀着少许的细细纹路，透亮而光明，眼神波光流动，似有妩媚万分。一身齐胸大红色裙子恰好包裹着双腿的位置，腰肢盈盈一握，细嫩而白皙的大长腿就这样微微倚靠在那里。叶公子真是大忙人，小女子想要约你喝茶，难如登天。慕容婉儿盈盈一笑，可谓是百媚生，轻轻地挪动娇躯，就来到叶枫身前不远处。请入座吧。声音里面言语间似乎在埋怨，却都是娇嗔。叶某乃是俗人，杂事缠身。叶枫倒也不客气，就走到慕容婉儿身前，就坐下来，闻着那浓烈而又不失风雅的香味。不得不说，慕容婉儿身上带着的魅惑实在是太大了。是啊。慕容婉儿轻轻地在叶枫的旁边，神色间带着哀怨，道：叶公子刚来大宋数日，便解决大宋皇朝近千年的第一难题，此等能耐堪比当年公孙鞅之于大秦。可惜大宋皇朝这群愚昧腐朽之人却不明白叶公子的价值，三番五次的刁难，怕也难以施展公子才华吧。叶枫哪里不明白慕容婉儿的意思，就是想要挑拨离间，想要他放弃大宋皇朝，加入大夏皇朝。就算是叶枫内心也不得不感叹，若是他早点遇见慕容婉儿的话，还真的会去大夏皇朝。毕竟九州面积庞大，皇朝林立，大夏皇朝能够为列大秦皇朝之后，幅员辽阔，实力强悍，他去大夏皇朝必然能够获得更高的待遇。可惜叶枫却对于荣华富贵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前世他站在华夏之巅，以一己之力带领华夏对抗全世界，可那样的生活他觉得太累，他现在只想要轻轻松松地过下去，享受余生。争权夺势，朝代兴衰，叶某并不感兴趣。叶枫微微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天空，繁星点点，哪里又是归途呢？公主不觉得就像你我二人就这样坐在这里，欣赏着金陵城的美景，平静而祥和，不是更加美好吗？叶枫的身上弥漫着淡然之色。我若是觉得不美好呢？慕容婉儿双手托腮，呆呆地盯着叶枫，两只眼睛里面弥漫着都是火热。这个男人的身上透露出来的魅力令他无法自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叶枫脑海里面浮现出这副对联：此等人生境界，返璞归真，享受美好。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慕容婉儿满脸妩媚，轻微的腮红使得她的脸颊变得更加红润。她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轻轻地倚靠在叶枫身边，嘴角微微呢喃，她的内心却感觉叶枫深深的孤独，双眸深处弥漫着恨意。他觉得定然是凌潇湘的背叛，导致叶枫才会这样淡然。当即就见到他猛然转过身，双腿盘坐在叶枫怀中，两只手就这样勾着叶枫的脖子，就这样盯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叶枫感受到怀中的娇躯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欲望，两道身影就这样抱在一起。春风吹动，金陵河畔就这样摇曳在微风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人儿才缓过神来。叶枫只感觉到口中甜腻，令人流连忘返。只怪春风太快，吹醒了两人。如果他伤害了你，我可以帮你报仇。慕容婉儿双眸火热，满脸羞红，却没有任何的退让。他就是这样的性格，敢爱敢恨。既然他此生此世已经爱上这个男人，他可以为了这个男人付出一切，包括说动他的父亲派遣大夏皇朝的军队对大魏皇朝宣战。哈哈！叶枫闻言却哈哈一笑，内心有些暖意。这就是传说中的软饭硬吃吗？这感觉似乎挺爽的。伸出手
轻轻地捏了捏慕容婉的脸颊，感受到肌肤的温度，一副戏谑的表情，道：“你这是不相信我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慕容婉内心觉得，叶枫此等才华横溢、能力绝顶之人，自尊心很强。他生怕自己的言语伤害叶枫的自尊，赶紧解释道：“逗你的。”见到慕容婉慌乱的神色，叶枫缓缓一笑：“夜深了，我就先回去了。”夜风袭来，微微凉手。叶枫深深吸一口气，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夏公主的目的，就是想要他跟着去大夏皇朝。他不认为对方堂堂公主轻而易举就以身相许自己，太容易得到的女人往往有毒，对方不过想要利用自己而已。如果慕容婉真有想通的那天，水到渠成，他也不会排斥对方，朝着阁楼下面走去。慕容婉妩媚的脸上弥漫着浓郁的笑意，盯着叶枫的背影道：“你若是有烦恼，随时可以来这里找我，不管多晚，我的门都给你打开。小姐，他若是不愿意加入大夏，将来必然成为主人称霸天下的绊脚石。”叶枫刚离开阁楼，玉婆婆就有些担忧地来到阁楼。她跟着慕容婉儿多年，刚开始自家小姐确实想要诱惑叶枫，现如今却已然动情，否则绝不可能有肌肤之亲。换成其他男人，早就不知道死多少回了。她很清楚慕容婉儿来金陵城的目的，道：“若是让主人知道你对他动情的话，主人可能会除掉他。”慕容婉儿闻言，脸上的娇羞消失，弥漫着冰冷。哼，动情又如何？将来我自会护他周全。慕容婉儿声音带着坚定，神色间都是霸气。玉婆婆摇摇头，神色深处依旧是担心。果然是红颜祸水啊！天幽城外，天色渐晚，3000预备军安营扎寨，大家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陈同对着手下士兵吆喝道：“他很清楚，押送的粮食和银钱都是给北方3郡百姓救命的，何况他身为预备军的副将，刚获得叶枫的提拔，这趟的押送任务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午夜时分，都给我记住，一定要造成天幽城军队哗变的假象，截住粮草和银钱，就往天幽山运送。”一个中年男子身穿夜行衣，只露出2只眼睛：“老刘，你们几人对付陈同，务必将他斩杀，绝不留活口。”崔杰很清楚，只要此次任务成功，他就会更进一步。就陈同率领的3000预备军，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放心吧，区区先天中期，杀他犹如踩死蚂蚁。黑衣人老刘不屑的道：“咻咻咻！”就在天幽城内，3道烟化冲天而起，杀！崔杰一声令下，早就埋伏好的人马顿时朝着陈同驻扎的营地冲杀出去。不好了，不好了！守军哗变，造反了！天幽城刘明率领守军造反了！一道道的消息不断的在漆黑的天幽城传播，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造成刘明率领守军造反的假象。该死！听见四面八方传来喊杀声，陈同满脸愤怒，提着长枪就从营帐杀出来。不要慌乱，随本将冲杀！陈同身上先天中期的修为爆发，手持长枪，声音雄浑，对着众多预备军的士兵不断的怒吼。奈何崔杰带来的守军就有近6000人，同时先天修为的强者也有10来人。他们也很清楚，此次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自然准备得很充分。短短的小会儿，陈同带领的3000预备军被对方突然袭击，再加上兵力悬殊，节节败退，眼看着损失惨重。快点派人前往京城禀报镇国军！陈同满脸愤怒，这些人真是灭绝人性，这可是北方3郡数百万百姓的救命钱，都有人来抢夺。陈同，你还想要报信？真是嫌命长！刘明等人率领一队人，顷刻间就杀到陈同方向，将他以及卫队都给团团围住。哼，你们好大的胆子，胆敢抢夺朝廷的赈灾款，就不怕被抄家灭族吗？陈同死死地咬着牙齿。哈哈，刘明哈哈大笑道：“恐怕抄家灭族的是你们吧？”杀！刘明也懒得和陈同废话，一声令下，本身以及身边的几个先天强者都朝着陈同冲杀出去。杀！就在这时，周遭的山林间一阵阵的喊杀声猛然响起来。大大大！信陵夫人穿着盔甲，手持长枪，神色冰冷。刚开始他收到叶枫的委托之时，都觉得叶枫过于谨慎，谁敢光天化日抢夺朝廷的赈灾营？想不到真的如同叶枫猜测一模一样，果然有人想要抢夺赈灾营。当即率领身后的2000骑兵就朝着战场冲锋出去。崔大人，好像有骑兵袭来。马蹄声响起，有人迅速来到崔杰身边禀报。哪里来的骑兵？该死！
崔杰眼眸深处都带着惊骇，明明根据京城兵部传来的消息，就只有3000预备军，哪里冒出来的骑兵？还没等崔杰反应过来，信陵夫人率领2000骑兵杀入战场，带着黑衣人疯狂斩杀。信陵夫人身上6品小宗师巅峰气势爆发，她的长枪所到之处尸横遍野，鲜血横飞。啊！崔大人，快跑！是信陵夫人！见到战马之上威风凛凛的身影，天幽城的众多守军都彻底慌神了。信陵夫人的大名，他们可谓是如雷贯耳。想跑！信陵夫人见到领头人想要逃窜，一马当先冲杀出去，长枪浮动，瞬间就将崔杰等人打倒在地。6品小宗师巅峰的战斗力展露无遗。我乃信陵夫人，尔等若是放下兵器，交代罪行，从轻发落。信陵夫人手持长枪，声音激荡。天幽城的守军见到崔杰等人都被重伤倒地，哪里还有抵抗的想法，纷纷跪在地上放下兵器投降。完了，全完了！崔杰倒在地上，面如死灰，内心都是不甘。明明朝廷传来的消息仅有3000预备军，怎么信陵夫人还带着2000骑兵？又是哪里冒出来的骑兵呢？怎么办？距离战场不远处的一座山丘，约莫数十道身影，穿着漆黑的长袍，戴着花里胡哨的鬼面具。主人吩咐我等带崔杰斩杀预备军，寻找机会将他们全部斩杀，夺取赈灾银和粮草。如今有信陵夫人6品小宗师以及2000骑兵，几乎不可能完成了。几个戴着面具的人低沉着声音，他们眼眸深处弥漫着不甘。崔杰、刘明等人绝对不能活下来。为首的鬼面具男子盯着战场之处，声音冰冷的道：他很清楚，崔杰和刘明等人一旦被抓，送到金陵城，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待会我去引开信陵夫人，你们趁乱斩杀崔杰和刘明。为首的鬼面男子当机立断，安排道。其余的鬼面人也很清楚，崔杰和刘明必须死。不多时，就见到为首的鬼面人手里面浮现出一柄弯刀，身上弥漫着强悍气息，杀入骑兵之中，短短的瞬息间就斩杀数个骑兵。刷刷刷，同一时间，四面八方一道道的鬼面人冲出来，他们都纷纷杀入军队，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先天修为。信陵夫人内心震撼，心道：这个叶枫的脑袋里面到底有多少智谋？果然如同他猜测一样，他们抓住崔杰等人后，必然有人前来杀人灭口。滚开！信陵夫人没有迟疑，手持长枪朝着为首的鬼面人杀出去。其余的鬼面人都纷纷朝着崔杰和刘明的地方靠近。见到信陵夫人朝着自己袭来，为首的鬼面人眼眸闪烁着得意，他的目的就是引开信陵夫人，当即脚步一动，假装朝着外面后退。信陵夫人嘴角扬起，也假装中计，朝着鬼面人追出去。快跟我们走！几个鬼面人的战斗力很强，很快就冲到崔杰等人身前。崔杰和刘明满脸惊喜，这些鬼面人必然就是派来救他们的。可就在刚走出去数步间，数个鬼面人手中的弯刀就朝着崔杰和刘明狠狠地斩去。你们好狠！崔杰和刘明死死地捂着伤口，满脸不甘。这个时候他们哪里还不明白，今夜无论他们的抢夺赈灾银钱的任务成功与否，他们都会死。这些鬼面人就是要将他们灭口的后手。撤！完成灭口计划。几个鬼面人没有任何迟疑，浑身灵力激荡，就朝着山丘方向冲杀出去。怎么样？你真以为你完成抢夺赈灾银就能够升官发财？不远处的一个角落，刘明满脸苍白，沈炼缓缓的道：原来信陵夫人将他们抓起来后，就第一时间制造出一个假刘明，利用人皮面具乔装模仿，对沈炼这个锦衣卫千户来说并不是难事。又怕鬼面人发现端倪，故意将调包的假刘明和崔杰就这样放在一起。夜色朦胧，战局混乱，除非鬼面人有时间仔细查看，才能够发现端倪。而在这样的场合下，鬼面人也不可能仔细检查。哼，那我又怎么相信你们呢？刘明冷哼一声，眼前的中年男子必然是要他指证，究竟是谁安排他们抢夺赈灾银的？你觉得你有选择？抢夺赈灾银，那可是株连9族的重罪。你若是没有将功补过的表现，你觉得命令你的人会不会巴不得拿你来顶罪呢？沈炼对着刘明娓娓道来，却直击人心。审判也是锦衣卫必须训练学习的科目，我愿意配合，可你们要保证我全家安全。刘明很清楚那些人的手段，他若是胆敢背叛，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可他无论如何都是死，
他的父母妻儿子女都是无辜的。你放心吧，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他们也没有必要屠杀你的家人。待信陵夫人归来，就立刻安排人将你的家人护送到安全地方。沈炼对着刘明说道：刘明，你身为朝廷命官，胆敢抢劫赈灾营，你就没想过后果？信陵夫人手持长枪归来，俏脸微寒，我死不足惜，还请出手救我家人。刘明对着信陵夫人哀求道：走吧。信陵夫人带着沈炼等人正好要去天幽城搜集罪证，就带着刘明趁着黑夜朝着天幽城而去。天幽城乱作一团，随处听见的都是守将刘明造反。刘明闻言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崔杰怕是早就安排好一切，今日就算成功劫取赈灾营钱，他刘明也会变成死人，替罪羔羊。就在刘明等人迅速来到府邸之时，饶是信陵夫人和沈炼也有些错愕，就见到整个府邸鲜血流淌，男女老幼尽皆死亡。啊，爹娘！刘明满脸悲愤，冲入府邸，面如死灰，不断地抱着尸体软倒在血泊中。沈炼带着几个锦衣卫检查一圈，回到信陵夫人身前，忍不住摇摇头，无一活口。啊！刘明仰天长啸，睚眦欲裂。我随你们去京城。站起身来，满脸坚定。信陵夫人内心却都是感慨，若不是叶枫指点他的话，崔杰和刘明都会被灭口。届时抢夺赈灾银粮的罪名就会顺理成章安在刘明身上，若不是叶枫运筹帷幄，怕是这些赈灾银钱也会落入奸人之手。北方3郡的数百万灾民不知道还会惨死多少。想到这里，他神色间也带着愤怒。金陵城丞相府，李林甫端坐着，脸色有些难看，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信陵夫人。这个叶枫还没开始运送银钱和粮食，就开始谋划一切。他本以为崔浩命令人下手，他派遣光明会成员，黄雀在后，万无一失，却没想到信陵夫人率领2000骑兵，就等着崔杰等人动手。处理完美。李林甫深深吸一口气，对着鬼面人问道：一个没留。鬼面人禀报道：退下吧。李林甫摆摆手，倚靠在椅子，伸出手揉了揉太阳穴，内心里面的杀意越来越强烈。他觉得自己快要忍不住了，这个叶枫必须死。启禀镇国军，天幽城传来消息，守将刘明率军哗变，斩杀城主崔杰全家，恳请镇国军派兵前往镇压。朝堂之上，叶枫还没有开口，兵部侍郎刘须就率先觐见。刘大人，你说什么？崔浩听见刘须的禀报，满脸愤怒，装作不可思议地问道：崔大人节哀顺变。刘须一副悲伤无奈的模样，躬身道：我那侄儿忠心为国，镇守天幽城8年，竟落得那般下场，恳请镇国军为我侄儿主持公道，定要将逆贼刘明抓起来，抄家问斩。崔浩转而看向叶枫，声泪俱下，悲伤万分的模样。饶是叶枫也不得不感慨，崔浩等人恶人先告状以及演戏的本事，前世的华夏不拿到奥斯卡都对不起演技。最重要的是，若不是叶枫早有谋划，想要定崔浩等人的罪，难如登天。本军觉得守将刘明怕是没这么大的胆子，必然有幕后指使者。叶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对着崔浩说道。李林甫不动声色，微微眯着眼，打量着叶枫，谁这么大的胆子，胆敢抢劫朝廷赈灾的银钱？崔浩不动声色的道：崔尚书所言不错，此等恶贼定要千刀万剐，抄家灭族，才能够为崔城主报仇雪恨，免得崔城主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叶枫跟着崔浩义愤填膺，不断说道：镇国军英明。崔浩闻言当即躬身行礼，老夫虽久未上战场，也愿意请命率军前往天幽城平乱，亲手抓住刘明，定要找出幕后之人。崔浩拍着胸膛，信誓旦旦的道：刘明区区一城守将，怎敢劳烦尚书大人大驾？就在这时，刘明的声音从朝堂外面传来，就见到他满脸怨恨。信陵夫人紧跟在他的身边，生怕有人杀人灭口。丝丝丝随着刘明走入朝堂，文武百官都变得鸦雀无声。李林甫也是睁开双眼，站起身来，又缓缓坐下，眼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你……崔浩指着刘明苍老的脸颊，面皮颤抖，神色带着惊讶，不可思议。他忍不住看向李林甫的方向，到底怎么回事？李林甫可是亲口告诉他，天幽城的一切有威胁之人都清理干净了，这个刘明竟然还活着。李林甫内心也是10万个为什么，光明会的成员绝不可能背叛他，可刘明还活着，究竟怎么回事？此刻他却来不及去想刘明为何活着，而是要想
如何才能够保全崔浩？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刘大人，还不赶紧拿下此人！崔浩有些慌乱，看向刘须说道。刘须内心差点没有破口大骂。崔尚书，我没死，你很惊讶吧？刘明牙眦欲裂，恨不得冲上去将崔浩给碎尸万段。可是来到朝堂之前，信陵夫人就告诫过他，若是想要报仇雪恨，就要报仇冷静。一旦他对崔浩动手，就意味着有人有理由杀他灭口了。哼，本官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这样的乱臣贼子，若是想要血口喷人的话，镇国君明察秋毫，岂会被你蒙蔽？崔浩环抱着双手倒打一耙，反而说刘明诬陷他。崔浩心里很清楚，他给崔杰传讯皆是口头相传，就算是刘明还活着又如何？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崔浩安排的。崔浩，若不是你安排，我们怎么敢抢劫赈灾银粮？你不仅想要抢夺赈灾银粮，还杀了我和崔杰全家，想要灭口。刘明没想到崔浩这么厚颜无耻，反过来倒打一耙，诬陷他和崔杰造反。崔浩闻言，眼眸深处也弥漫着惊惧，他没想到李林甫下手如此狠辣，忍不住瞥了瞥李林甫，发现对面闭目养神，不为所动。你个乱臣贼子，想要污蔑本官，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是我指使，你倒是拿出证据。崔浩怒目而视，指着刘明，你堂堂吏部尚书，厚颜无耻，想到自己一家69口人白白惨死。刘明满脸狰狞，神色弥漫着愤怒和不甘。正如崔浩说的那样，他口口声声说崔浩指使，可是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书信交流，每次都是派人前来传讯，几乎每次安排事情，他派遣的都是不同的人。启禀镇国君，刘明仅仅是七品守将，却敢污蔑本官，此等以下犯上之举，若是不重重处罚，以后岂不是谁都可以行污蔑之事？崔浩苍老的面容无比平静，这么多年他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反而看向不远处的刑部尚书汤达，问道：请问汤大人，按照大宋律法，以下犯上，污蔑之罪该当如何？汤达身材瘦高，穿着官袍站在那里，若是交给刑部查明，刘明污蔑属实，当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他的声音有些尖锐，神态自然，一副秉公执法的模样。信陵夫人俏脸微寒，她没想到证据确凿，崔浩和汤达都能巧言如簧。她有些无奈地看向叶枫，双手摊了摊，觉得自己尽力了。那种情况下能够救下刘明都很不错了。镇国君刘明很清楚，一个吏部尚书，一个刑部尚书，两人联合定罪，他必死无疑，哪里还有半分活路？双膝跪地，满脸悲凉。当下唯有镇国君可以帮他报仇。叶枫端坐着，神色淡然。崔浩和汤达一问一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若是只有刘明，又怎么可能给崔浩定罪呢？那可是朝廷的二品官员。汤大人，本君且问你，若是按照大宋律法，刘明所言属实，崔浩又该如何定罪呢？叶枫缓缓地问道。李林甫端坐着，一只倚着脑袋的手，手指头微动了动，揉了揉太阳穴。他不太明白，叶枫反过来追问，所为何？难道叶枫手里面掌握着崔浩指使刘明的证据？崔浩听见叶枫的询问，也是忍不住抖了抖手。抢劫朝廷赈灾银钱，株连九族。汤达也暗暗皱眉，没想到叶枫反将一军。既如此，带人吧。汤达话音刚落，叶枫就倚靠在椅子，双眼看向朝堂外。汤达内心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感觉叶枫在给他下套。就在这时，两个披着银色斗篷、雕刻着龙纹的银龙卫，他们站在左右两边，中间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面色苍白。他们三个人的身前，一个身穿金色龙纹的斗篷的银龙卫，斗篷将他的面容完全遮挡起来。他就是金陵城的银龙卫队长袁奎。银龙卫战斗时，他们就会换上银色盔甲，头戴银色头盔，手持银枪；不参与战斗，他们就会身披银色斗篷，雕刻龙纹。银色龙纹代表普通成员，金色龙纹代表队长级别。他走到朝堂中间，内心都带着震撼，一切真的如同叶枫预料的一模一样。若不是银龙卫遍布大宋皇朝，恐怕真的无法找到中年男子。最重要的是，若是他迟一些，这个男子就会变成尸体。崔浩见到中年男子，内心也忍不住咯噔一声。他万万没想到，叶枫竟能够找到杜陵。到底叶枫是如何知道的呢？镇国君这是准备随便找来一个人，便想要给本官定罪。崔浩自然不可能承认抢夺赈灾银，那可是株连九族的重罪。随便找来。叶枫嘴角微微扬起，笑了笑道：你来给崔大人说说，本君是怎么随便找你来的呢？
启禀镇国君，崔浩身为吏部尚书，圈养死士，我就是死士之一。杜陵抬起头，盯着崔浩，朗声说道：“你血口喷人，本官都没见过你。”崔浩指着杜陵，愤怒无比：“崔浩，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追查我弟弟的死因，为何他出去执行任务就变成一具尸体运送回来？无论我怎么查，都无法追查到真相。我的内心就有很多猜想，其中有个猜想就是会不会被你灭口。直到4日前，你来到明华楼找到我，要我给崔杰和刘明传讯，要求他们制造哗变，污蔑给刘明哗变，趁机抢夺赈灾营。我知道验证我的猜想机会来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去执行任务。就在我给刘明和崔杰传完消息，我刚离开刘明府邸，就发现有人跟着我。我当时还以为是不是我的身份曝光，被人跟踪。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想多，跟踪我的那人，他的目的就是杀我，目的就是为了永久不泄密。杜陵双眸闪烁着寒芒，他们这些人为崔浩卖命，不顾生死。原来他们都不是死在敌人手中。崔浩每次在他们执行完任务，就会命令暗中隐藏的杀手将他们斩杀。为了污蔑本官，你编造的故事天衣无缝，有什么证据呢？崔浩假装镇定问道。是吗？杜陵自嘲一笑，就见到他缓缓地从怀中取出一枚记忆水晶。崔浩脸上的镇定猛然变得慌乱，身上弥漫着气息，先天巅峰修为爆发，一步踏出，气浪翻滚，双眼深处都是杀意，朝着记忆水晶抢夺而去。滚开！袁奎站在那里，一掌轰击出去，将崔浩震飞出去。轰隆！崔浩双眸深处却猛然变成冰冷的杀意，他借助袁凯一掌之力，速度极快，就朝着龙椅旁边的叶枫，双手变成利爪，弥漫着恐怖的气势撕裂出去。给我去死！崔浩万万没想到，他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他处心积虑隐藏多年，却被刚来到金陵城10来天的叶枫将一切都给毁了。不好！袁奎隐藏在银色斗篷的脸上弥漫着惊骇。他们银龙卫都是100%忠于大宋皇朝，这些年见到大宋皇朝日渐衰败，内心都是悲愤和不甘。可他们仅仅是大宋皇朝隐藏着的力量，无法影响朝政和国运。自从叶枫掌控银龙卫以来，他早就被叶枫的能耐折服。叶枫掌控一切的能耐，运筹帷幄的本事，令他们银龙卫见到大宋皇朝能维持下去的希望。却没想到崔浩如此丧心病狂，拼着挨自己一掌也要和叶枫同归于尽。朝堂上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得有些愣神，他们没想到崔浩竟是先天巅峰的高手，眼看着崔浩的利爪就要将叶枫斩杀，海明等官员都忍不住闭上眼睛，不忍心看下去。滚开！尖锐的声音响起，魏贤一步踏出，虎虎生风，双手齐齐挥动，挡在叶枫身前，修为丝毫不弱于崔浩。吃啦！就在魏贤挡住崔浩之际，袁奎可是宗师强者，已然杀到崔浩身后，满脸愤怒，双掌弥漫着磅礴力量，将崔浩震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地面4分5裂。哇！崔浩接连被袁奎轰击，五脏六腑粉碎，经脉尽断，满脸煞白，面如死灰躺在地上。吃啦！可就在这时，朝堂的左手边，一道矮瘦男子手持一柄等于短剑，浑身弥漫着狂暴气势，朝着叶枫杀出去，剑影弥漫，凌厉万分宗师。朝堂里面的文武百官感受到那股恐怖气势，都彻底惊住了。哼！紧接着，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弥漫而出，就见到一道穿着淡蓝色衣袍的身影陡然出现在叶枫身边，速度之快，令人只看见虚影，正是躲在外面观看朝堂的宋仁帝赵秋燕。咔嚓！矮瘦男子脸色大变，想要倒退，却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赵秋燕轰击在胸膛，整个人倒飞，摧枯拉朽，将朝堂边上的墙壁柱子都给轰击粉碎，留下活口。叶枫见到赵秋燕出现，本想着能够捉活的，可惜没等他活口2字出口，就见到那个矮瘦男子就像断线风筝一般飞出去，生机都在消散。叶枫端坐着，无奈地瘪了瘪嘴，这个女人真的虎，内心也暗暗感叹，这个世界的大宗师实力还真的挺强，他倒是有些期待能不能够遇见传说中的陆地神仙，想要看看陆地神仙有多强。赵秋燕站在那里威风凛凛，将矮瘦男子震飞出去，才听见叶枫的活口2字，不失尴尬地笑了笑。朕也是担心镇国君安危，没想到他这么弱。见到赵秋燕的模样，叶枫真的很想要告诉对方，你好歹也是个皇帝，能不能多有点脑子？身为女帝陛下，不要这么。
虎！李勋满脸阴沉，内心弥漫着疯狂杀意。赵秋燕堂堂大宋皇朝的皇帝，一国之主，明显就是担心叶枫的安危，才会躲在朝堂背后。他觉得若不是赵秋燕出现，叶枫必死无疑。在他眼中，叶枫就是毫无修为的普通武者，面对宗师的偷袭，他不可能有活下来的希望。李林甫见到赵秋燕出现，装模作样从太师椅站起身来，对着赵秋燕鞠躬行礼，道：“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他的内心却弥漫着惊骇，赵秋燕的武道修为进步神速。他原本以为赵秋燕修为踏入大宗师，修炼速度必然会停滞一段时间，却没想赵秋燕踏入大宗师境界，实力变得更加恐怖。刚才的矮瘦男子实力可不弱，也是3品巅峰小宗师境界，却被赵秋燕一拳轰击的五脏六腑粉碎，整个胸膛都凹陷进去，一击毙命。其余的朝臣也顾不得内心的惊骇，纷纷对赵秋燕行礼，众卿平身。赵秋燕脸上洋溢着笑意，内心对叶枫真的是越来越满意。他当皇帝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被李林甫等朝臣打压，他索性懒得管理朝政，就交给李林甫等人。若不是李林甫野心膨胀，3番5次逼迫他挑选帝婿的话，他也不可能派遣信陵夫人到处去物色能人来帮他治理大宋，也就不可能找到叶枫。此等贤臣，怕是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心满意足坐到龙椅之上，快去看看那个刺客是否还活着。赵秋燕想到叶枫说的留下活口，赶紧对着2个银龙卫吩咐道。就见到2个银龙卫好不容易从旁边废墟将矮瘦刺客的尸体拖出来，胸膛巨大的凹陷，刚才赵秋燕那一拳就差把对方轰击得4分5裂，怎么可能活下来？陛下，刺客已死。银龙卫禀报道，内心却无比惊骇，皇帝陛下的实力下届9州神级榜公布，极有可能成为大宋榜首。唉，赵秋燕忍不住长叹一口气，不敢去看叶枫，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孩，生怕被叶枫教训。真是惨啊，拖下去吧。叶枫满脸嫌弃的模样，对着银龙卫摆摆手。众多大臣都忍不住鄙夷，你镇国君数天前才抄家灭族，杀得血流成河，怎么着也比这个惨吧。海大人，陛下损毁大殿，从他的开销里面扣。紧接着看向海明，直接说道：啊，镇国君，朕可是为了救你。赵秋燕听见叶枫要扣自己的开销，俏脸带着愤怒。他本来每个月能够拿到的银钱就很少，朝堂那边损毁严重，怕是1个月的银钱都不够修缮。我很厉害，不会死的，你不用出手，我好不容易引出来的人质就这样被你破坏了。叶枫慎之又慎地看向赵秋燕，一本正经地说道。他确实说的是实话，就算赵秋燕不出手，区区3品小宗师不可能杀得了他。他早朝之时就感受到有杀气，本想可以抓个活口，定然能够审问出幕后之人，却没想到就这样被赵秋燕一拳爆炸。切！赵秋燕忍不住气愤地歪开脑袋，根本不信叶枫很厉害，只是觉得叶枫就是为了克扣他的花销故作狡辩。文武百官都忍不住内心感叹，果然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他们感受得很清楚，叶枫就是个普通人，完全没修为。刚才皇帝要是不出手，怕叶枫早就成尸体了。遵命。换成其他的朝臣，听见要克扣皇帝的开销银钱，哪里敢答应？海明深以为然地对着叶枫鞠躬行礼。如今国库空虚，朝堂损毁严重，修缮费用可不少，他身为户部尚书都穷习惯了，好不容易叶枫到来，才让国库有点余钱，当然要省着用。海明，你……赵秋燕本想要出言威胁海明，却发现海明本就是个又臭又硬的东西，貌似威胁也没用，索性深吸一口气，不再言语。魏公公出手及时果断，保护得当，赏赐字画1幅，退朝后去找海大人领取吧。叶枫对着魏贤缓缓的道。赵秋燕听到这话，差点没有气得跳起来，明明自己才是救人的大功臣，反而还要被克扣花销，暗道：不能激动，不能激动，他是朕的贤臣，不能得罪，不能得罪。实际他很清楚，真的不敢得罪，万一惹得叶枫不高兴，真的撂挑子不干，他又要回到之前那种被群臣逼迫的状态，那是绝技不愿意的。最重要的是，以后走哪里去蹭饭呢？保护镇国君乃是老奴职责所在，不敢贪功。魏贤闻言，赶紧对着叶枫躬身行礼。他自然看得出来，赵秋燕对叶枫依赖性越来越强，这是完全将大宋皇朝交给叶枫掌管。他拼命保护叶枫，自然会获得更大的回报。不必客气，那些字画也都是前几天抄家而来，
你随便去挑一副。叶枫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道：“多谢镇国君。”魏贤也不再拒绝，躬身行礼，感谢赏赐。不少朝臣闻言，内心却恨得牙痒痒。这个叶枫实在是心狠手辣，说抄家就抄家，说杀就杀啊！随着赏赐魏贤完毕，朝堂就变得安静下来。他们都知道，赏赐结束，接下来就应该是惩罚。一些不知道实情的官员也带着忐忑，他们没想到崔浩隐藏得这么深，竟是先天巅峰强者。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很清楚，崔浩身为吏部尚书，掌管整个大宋皇朝的官员考核调动等，本身就是二品官员。同时，崔浩利用吏部尚书的身份，可没少帮助李林甫调动亲信，真正算是李林甫的左膀右臂。如今，崔浩胆敢命人抢劫赈灾银钱，他们内心多多少少都能够猜到一些，必然和李林甫脱不了干系。而那些知道事情的官员，他们也忍不住看向李林甫。崔浩这么多年为李林甫办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落得这副模样，李林甫会如何对待他呢？崔浩抢夺朝廷赈灾银粮，圈养死士，你可认罪？叶枫盯着躺在朝堂中间的崔浩，神色淡然问道。哈哈，崔浩内心带着不甘，隐藏多年，一朝暴露，却输得心服口服，仰天大笑。我认罪，正是我派遣人传讯给崔杰和刘明，抢夺赈灾银粮。崔浩很清楚，人证物证俱全，他想要狡辩也没有机会，索性将全部的罪责主动承担起来。他很清楚，只有这样，他的儿子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为了抢夺赈灾银粮，又安排人，本来就是要在刘明和崔杰成功后，将他们两人全部斩杀，私吞赈灾银粮。没想到他们任务失败，我害怕他们被抓住会供出我来，于是就命人将他们斩杀，也将他们全家都给斩杀殆尽。崔浩一口气说完，宛若松了一口气。端坐在太师椅的李林甫扶着太师椅把手的两只手也微微松开了。叶枫也没有继续追问崔浩，他很清楚，以李林甫的手段和能力，手里面必然掌控着崔浩等官员很珍惜的东西，或是罪证，或是人质。这些人也很清楚，一旦供出李林甫，他们不仅要死，可能会死得更惨，牵连更多。吏部尚书崔浩抢夺赈灾银粮，圈养死士，罪证确凿，抄家灭族。叶枫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给崔浩定罪。不少朝臣听见叶枫给崔浩定罪，李林甫依旧无动于衷，他们的内心都有些莫名心寒。长此以往，会不会某一天就轮到自己头上呢？老夫即将死亡，临死前有几个疑问，可否请朕国君解答？崔浩看向叶枫，他心里面有几个疑问，若是不能得到答案，死不瞑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问吧。叶枫毫不在意的道。镇国君才来金陵城10来天，你如何认识杜陵？崔浩实在是想不明白，他圈养的死士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就算是派遣杜陵去天幽城传讯，也是异常隐蔽。为何叶枫能够命人救下杜陵呢？崔大人提到这里，那本君就不得不感谢太子太傅。叶枫脸上笑意，看向李勋，众人也都很疑惑，这和李勋有什么关系呢？李勋绝不可能告诉叶枫崔浩圈养死士。李勋被叶枫提到，满脸怒色，生怕被叶枫牵扯进来，道：镇国君可不要血口喷人，这和本官有什么关系呢？太子太傅真是健忘，你邀请本君去风花雪月，与苏红比试作诗。叶枫微微裂开嘴，继续笑道：我当时就问那些风尘女，6部哪个官员最喜欢来风花雪月，有个风尘女就告诉我，我们的谭大人老当益壮，经常喜欢背着夫人悄悄去偷腥。镇国君慎言。谭子见老脸忍不住一红，内心暗骂李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好像跑题了。叶枫一副才反应过来的模样。谭子健差点没喷血，老脸都给丢尽了。有个风尘女就告诉我，我们的吏部尚书大人崔浩从来不去风花雪月，都喜欢去明花楼。他还告诉我，崔大人有个特别的癖好，他去明花楼之时，里面的风尘女都要被赶出来。于是当日宴会结束，我就特地路过明花楼转了一圈，就命人盯着明花楼，却发现崔大人几乎每天都要去明花楼。直到崔大人给杜陵安排任务，我就悄悄命人跟着。我与杜陵昨夜银龙未带他来见我，才刚认识。叶枫缓缓的道。崔浩闻言顿时皱起眉头，盯着杜陵的记忆水晶，脸颊都变得扭曲。他发现自己被叶枫下套了，道：不对不对，既然你和杜陵昨夜刚认识，我去给他安排任务那天，他没有机会用记忆水晶啊。对啊，崔大人猜得不错。叶枫淡淡一笑。杜陵很配合，将记忆水晶抛到崔浩身前。
崔浩死死地盯着眼前记忆水晶，满脸狰狞，牙眦欲裂，就想要挣扎着爬起来。噗嗤，五脏六腑撕裂，怒火攻心，鲜血狂喷而出，众人也仔细凝视记忆水晶，才发现那就是一枚新的记忆水晶，里面没有任何的画面。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何崔浩情绪如此激动了。你真的好奸诈啊！崔浩近乎于低沉的咆哮声。他没想到小心谨慎一辈子，终究是被叶枫给记中计了。崔大人行事小心谨慎，本君若是不用手段，你怎么可能认罪呢？叶枫反问道。难道你就不担心老夫与你同归于尽？崔浩哪里还不明白，从始至终叶枫就是要用自己当诱饵，目的就是逼迫崔浩动手两败俱伤。毫无修为之人却拿自己当诱饵，此等魄力，崔浩觉得自己输得不冤枉。你想太多，你凭什么杀我呢？叶枫摇摇头，也是很无奈，自己都说了真的很厉害，不那么容易死，其他人就是不愿意相信呢。哈哈，崔浩紧接着又是哈哈大笑，怒吼道：如此能臣，凌潇湘竟然想要除掉你，大魏女帝眼瞎啊！谁在骂我？大魏皇宫，凌潇湘修炼完毕，睁开眼睛，面露凶狠之色。李林甫端坐着，面色平静，实则内心阵阵波澜。崔浩身为吏部尚书，掌控朝廷90%官员的考核升迁，这对于帮助李林甫掌控群臣也有很大的帮助。如今崔浩却被叶枫一个假的记忆水晶就导致抄家灭族，他的内心很不甘心。可是崔浩自己亲口认罪，百口莫辩，抢夺赈灾银粮，此等重罪，再加上前面叶枫给刑部尚书汤达下套，导致对方也亲口承认抢夺赈灾银粮，抄家灭族。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崔浩辩论。想到这里，他也终于明白为何凌潇湘成为皇帝以后，刚稳固地位就想要斩杀叶枫，任谁当皇帝都不可能放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权臣在身边。当然赵秋燕除外，他为了更多时间修炼武道，恨不得除了皇位是自己的，其他都交给你处理。双眸微微眯起，内心杀意更甚。他觉得长此以往下去，他李林甫这个丞相之位怕是也会遭受到威胁。想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身边的李勋，眼眸深处带着愤怒。哗哗哗，崔浩抢夺赈灾营，圈养私兵，抄家灭族的诏令传开，金陵城眨眼间就变得人声鼎沸。吏部尚书那可是2品官员，整个大宋皇朝最有实权的几人之一，现在却被郑国军查出来想要抢夺赈灾银粮，如何不让人感到惊骇呢？想不到崔浩如此丧心病狂，密谋抢夺赈灾银粮。我听闻北方3郡尸横遍野，此等救命之前，他竟然想要私吞，若不是郑国军厉害，怕是真的被他逍遥法外。难怪南郡苏家家主苏晨都要亲自来支持郑国军，以后谁要是再说郑国军坏话，我就和他翻脸。此次郑国军处理崔浩之事，我对他很满意，要不是郑国军的机智，来了一招以假当真，根本无法给崔浩定罪。众多金陵城的人得知堂堂吏部尚书崔浩罔顾国法，不顾百姓死活，明明是朝廷的赈灾银粮，他还想要在半路私吞，很多人都对崔浩口诛笔伐。哼，郑国军斩杀几个贪官，就想要我敬佩他，绝对不可能。我大宋皇朝多少军人鲜血才换来的燕云18城，为了换他，就这样白白拱手送给大魏皇朝，奇耻大辱。若是有朝一日郑国军真的能够收回燕云18城，我才会敬佩他。啪啪，丞相府，李林甫站在李勋身前，狠狠的2巴掌就落在李勋脸上，脸颊顿时浮现出5个手指印。李勋只感觉到火辣辣的疼痛，却也不敢有任何的反抗。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你偏偏要搞什么鸿门宴，信誓旦旦叶枫会和苏家决裂，结果苏晨亲自来金陵城为叶枫站台，反而成全叶枫。李林甫死死咬着牙齿，想到崔浩圈养死事被发现的原因，竟然是叶枫去了风花雪月，更加怒火中烧。吏部尚书崔浩掌管人事升迁，权力巨大，现在被叶枫株连9族。叶枫执掌大宋，想要提拔自己人成为吏部尚书，怕是难如登天。父亲，这个叶枫绝对不能继续留下去，后患无穷。李勋强忍着火辣辣的脸颊疼痛，对着李林甫禀报道。自从叶枫来到大宋皇朝，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是错，内心弥漫着疯狂杀意。李林甫深深吸一口气，道：你亲自去文白君府邸，请他出面。叶枫在大宋皇朝的声威越来越大，必须要想办法进行打压。眼下最合适的人就是徐文白。父亲，徐文白老奸巨猾，他若是要对叶枫出手，怕是之前叶枫将他女儿一家斩杀之时便已经出手。
李勋有些诧异地问道。徐文白乃大宋4君子之一，年纪最大，这么多年稳坐钓鱼台，实则暗中发育，又怎么可能轻易出手呢？徐儿，你要记住，只要你给的足够多，就有人愿意冒险。李林甫对着李勋意味深长的道，如果对方不愿意，那一定是你给的还不够多，谨记父亲教诲。李勋点点头，内心却很好奇，父亲要拿什么打动文白君呢？你去只需要告诉文白君，只要他动用先帝御赐紫金圣旨，弹劾叶枫，请求陛下罢黜叶枫，他一直想要的夺命剑谱下卷，双手奉上。李林甫很清楚，徐文白修炼的正是夺命剑谱，可惜他的修为卡在6品小宗师巅峰多年，始终无法踏入7品小宗师，修为也无法更进一步。很大原因就是他修炼的夺命剑谱只有上卷，他苦苦寻找下卷数10年，一无所获。李勋闻言恍然大悟，难怪自己父亲愿意拿出夺命剑谱下卷。父亲，夺命剑谱下卷传闻可修炼到陆地神仙，你真的要送给文白君？他很清楚夺命剑谱下卷的价值，曾经夺命13剑黄13，那可是名震9州的剑客。传闻他曾经剑斩武圣门，以13剑独占武圣13招，最终生死道消，就留下数卷夺命剑谱。钱财宝物皆是身外之物，只要能够物尽其用，能够发挥最大价值才是最好的。李林甫神色淡然，语重心长地对着李勋说道，孩儿定当谨遵父亲教诲，这就去文白君府。李勋躬身行礼，朝着房外走去。洪老，李勋刚离开房间，丞相府的管家洪老便走入进来。果然如你所料，赵秋燕的修为实力又精进不少。李林甫声音冰冷，蕴含杀意。或许很多人都以为矮兽刺客是崔浩安排，实则就是李林甫找来的人，一方面当然是刺杀叶枫，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刺探赵秋燕的实力境界。若是我猜的不错，他的修为恐怕踏入2品大宗师。洪老苍老的面容微微颤抖，他见多识广，也不得不感叹赵秋燕的武道天赋9州之上可排入前3，只是2品大宗师吗？李林甫闻言似乎松一口气，洪老却摇摇头道，你并不知道大宗师境界，一到9品，看似9品最强，实则有人7品便可诛杀9品。修为达到大宗师，比较的是武道境界，比较心境。最重要的是，就是要知道赵秋燕修炼的本命神通究竟是什么。本命神通越高级，境界越高，实力就会越强。李林甫也仅仅踏入小宗师境界，大宗师对于他来说遥不可及，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他想要的是只手遮天的权势，只要有权势，自然有强者愿意依附。若是洪老现在出手斩杀赵秋燕的几率有多大？李林甫悠悠地问道。洪老略微沉吟道，若是在金陵城，他身为一朝天子，背负皇朝气运，我出手斩杀他的几率不足3成。若是金陵城外，他失去皇朝气运庇佑，我出手斩杀他的概率超过7成。皇朝气运对实力加成也很大，故而一些皇帝修炼便是修皇朝气运，大夏皇朝和大秦皇朝那2位皆是如此。可否听我一言？洪老皱了皱眉问道，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李林甫看向洪老，当丞相挺好，登上那个位置也未必是好事。洪老由衷的道，我倒是想要好好当个丞相，可赵秋燕明显想对我动手，我若不先下手为强，登上高位，以我这些年在大宋皇朝的所作所为，只要我失去权力，必然死得很惨。李林甫低沉着神色，自从赵秋燕登基以来，李林甫成为丞相，只手遮天，顺者昌，逆者亡，党同伐异，不知道树立多少仇家。只要他失去权势，就是树倒猢狲散，他会比崔浩死得更惨。况且他只有李勋一个独子，他要将最好的都给他。你只要需要我动手，随时告诉我即可，我欠你2条命。洪老也没有继续劝阻，默默地走出房间。正午，烈日高悬，金陵城西边矗立着一座府邸，仆人络绎不绝。府邸里面议事大殿，聚集着数十人，正前方端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聚集着众多门客。本君想要调动群臣，逼宫陛下罢黜叶枫。徐文白见到门客全部到来，也不卖关子，直接说道，夺命剑谱下卷对他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他早年机缘巧合获得夺命剑谱上卷，从军之后就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宋宣帝封赏他文白君，可养门客，可带司军。他成为金陵4君子后一直苟着发育，若不是李林甫送来的夺命剑谱下卷的消息，
他也不可能轻易出动。他的修为卡在6品小宗师巅峰近20年，无法寸进，就是没有夺命剑谱后续修炼法诀。而以他现在的这个年纪，也不可能重新修炼其他的功法。骑兵主攻，叶枫如日中天，深得地心，想要罢黜他，怕是很难。一个门客对着文白君进言道：“先帝曾赐予本君紫金圣旨，可弹劾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徐文白苍老的神色显得胸有成竹。紫金圣旨乃是宋宣帝所赐，可用来弹劾文武百官和王公贵族。众多门客都忍不住诧异，他们没想到徐文白想要罢黜叶枫的决心如此强烈，竟然要动用紫金圣旨。尔等只需要想出叶枫之罪，本君填在紫金圣旨，待明日早朝倾城陛下。徐文白很清楚，李林甫之所以愿意拿出夺命剑谱下卷此等至宝，无外乎就是知道他的手里面有先帝所赐紫金圣旨。大宋皇朝以孝立国，赵秋燕若是不遵从紫金圣旨，必然就会被天下人唾骂。又是叶枫，大魏皇朝朝堂之上，凌潇湘端坐在龙椅，高高在上，他内心都是愤怒。叶枫真的开始为大宋皇朝谋划了。本来叶枫应该是辅佐他的，现在却帮助赵秋燕，从推恩令削弱4大诸侯，又是北方赈灾，紧接着斩杀吏部尚书。长此以往，大宋皇朝原本分崩离析的局面极有可能得到缓解。到时候凌潇湘想要图谋大宋皇朝的想法，岂不是更难实现，遥遥无期？陛下不必担心，大宋丞相李林甫依旧稳如泰山，他绝对不会放任叶枫继续活下去。欧阳明对着凌潇湘禀报道，以李林甫的性格，自然不可能看着叶枫在大宋皇朝的威望超过他。这个叶枫接连屠杀朝臣，以我猜测，大宋皇朝的众多官员不会善罢甘休。洪忠全对叶枫也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叶枫赶紧死，朕自会亲自取叶贼人头。凌潇湘冷哼一声，他觉得叶枫是他的人，只能够听从他的吩咐。现在叶枫却在帮助赵秋燕，这对于凌潇湘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的内心弥漫着冰冷杀意。叶枫，一切都是你自寻死路，那就怨不得我了。凌潇湘手臂挥动道：“调动军队，准备粮草，3月之内，我大魏皇朝屯兵50万，誓灭大宋。”遵命。欧阳明听见凌潇湘要对大宋皇朝动兵，脸上也忍不住浮现出笑意。只有这样，他的儿子欧阳伦才能够快速地走上战场，积累足够的功劳，才有可能成为大宋皇朝锦衣卫指挥使。叶枫端坐着，面色微微沉吟。朝堂之中站着零零散散的数道身影。自从不上朝的3个官员都被他株连3族之后，每个官员都会准时上朝。如今眼前仅仅只有海明等几个官员，事出反常必有妖。苏红试探性对着叶枫问道：“郑国君，我出去看看，为何没人前来上朝？”就在这时，魏公公从朝堂外面小跑着进来，脸色有些难看，道：“郑国君，郑国君，事情有些不妙。文白君亲自乘着紫金圣旨，带着文武百官以及金陵书院的副院长周文生，还有10来个老师，他们朝着陛下的寝宫而去。”叶枫顿时就明白过来，想必又是要对付自己吧。紫金圣旨是什么？既然连金陵4君子的文白君都出动，想必这紫金圣旨怕也不是简单的圣旨吧。不过叶枫内心有些好奇，他前段时间亲手宰了徐文白的女儿女婿，抄家灭族，徐文白都没有立刻发难，怎么就突然拿出紫金圣旨对付自己呢？郑国君有所不知，紫金圣旨乃是先帝赏赐给文白君，乃是由紫金打造而成，一张空白的圣旨代表先帝的旨意。文白君可以通过圣旨弹劾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只要罪名成立，弹劾之人就会被处以极刑。魏贤慢慢地给叶枫介绍道。听到最后的处以极刑，叶枫只感觉到两腿凉悠悠，内心暗道：这个文白君真是该死，竟然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死不足惜。不过叶枫的内心却更加好奇，到底是什么利益的驱使，才会让徐文白这样苟了几10年的老狐狸，带着紫金圣旨弹劾自己呢？郑国君，微臣觉得你需要赶紧去处理。海明很清楚皇帝陛下的性格，紫金圣旨牵扯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对皇室的威严造成巨大的打击。同时，紫金圣旨代表宋宣帝，赵秋燕不能够拒绝，一旦拒绝，就等于是不忠不孝。大宋皇朝历来对于孝道都无比看重，一些官员都是在当地展现出无比孝顺的品格，就被提拔成为官员。而这样复杂的局面，赵秋燕明显不会处理的有点意思。叶枫嘴角微微扬起，看来自己来到大宋皇朝，怕是除了赵秋燕欢迎自己，绝大多数人都不怎么欢迎啊。还有这个金陵书院，
究竟是个什么地方？这个周文生上次包围皇宫也是他出面主导。本来当时叶枫是打算来一个大屠杀，没想到苏晨出现打乱他的计划，也就没有屠杀成功。想不到这才没有过去几天，又联合文白军来到皇宫，还真是不怕死啊。魏公公，你觉得文白军他们会怎么给我定罪呢？叶枫对着魏贤打趣地问道。哎呀，镇国君大人火烧眉毛，你还有心情说笑话？魏贤觉得紫金圣旨牵扯太大，必须要谨慎对待，却没想到叶枫的神色间看不到任何的慌乱，镇定自若。走吧，去看看。叶枫笑了笑，朝着赵秋燕的寝宫方向走去。海明等几个户部的官员也都紧随而去，袁奎等银龙卫也紧紧地跟着叶枫。自从上次崔浩不顾自己的生死也要和叶枫拼命以后，袁奎等银龙卫对于保护叶枫的安危更加小心，生怕出现偷袭的情况。陛下，陛下，文白军率领文500官，手持紫金圣旨，朝着寝宫来了。灵儿迅速来到赵秋燕的房间外，赶紧禀报。赵秋燕慵懒地坐起身来，道：这个时候他们不去早朝，来朕的寝宫干什么？好像是文白军率领文500官弹劾镇国君。灵儿只是依稀地听到一点点，他们又想要陷害朕的贤臣。赵秋燕闻言俏脸微寒，内心都是愤怒，这群人就不能够消停消停，天天就想着怎么搞镇国君，你们搞垮了他，朕还怎么安心修炼呢？最重要的是，这可是一个长期使用顶尖的厨师。微臣徐文白求见陛下。就在这时，徐文白双手捧着紫金圣旨，已经来到院楼外面，身上灵力流动，中气十足，可谓是老当益壮。李林甫身为丞相，也跟在其中，明明是始作俑者，却冷眼旁观，似乎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见到赵秋燕的房间门依旧紧闭着，没有丝毫打开的迹象，徐文白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既然选择弹劾叶枫，他就必须要将叶枫给彻底镇压，否则后患无穷。若是陛下不肯出面，微臣就动用紫金圣旨，可先斩后奏。徐文白声音响彻院落。咯吱，就见到赵秋燕推开房门，有些不耐烦地走到徐文白等人身前，看向徐文白。文白君一把年纪，好好的颐养天年不好吗？老臣拜见陛下。徐文白双膝跪地，双手高举着紫金圣旨，生怕赵秋燕看不见似的。其余的朝臣也都跟着下跪。陛下，文白君曾跟随先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他不忍心眼看着大宋皇朝落入奸人之手，这才冒死来到皇宫。一个门客对着赵秋燕说道：不错，文白君浑身是伤，当年我追随他，就曾经跟着先帝在燕云18城与大魏皇朝血战数月。如今陛下就这样把大宋皇朝无数的士兵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燕云18城拱手相让，就不怕天下士兵寒心吗？另外一个老者身体残疾，只剩下半只胳膊，明显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声嘶力竭，更是气愤。赵秋燕听见几个人的话语，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和这些人斗嘴，几乎是不可能赢的。见到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不消停，索性站在那里环抱着双手。文500官内心也忍不住对徐文白竖起大拇指，找来的这些人虽然不是位高权重，却为大宋皇朝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在这里抨击叶枫，见到赵秋燕不为所动，众人也终于停止抨击。你们都说完了吗？赵秋燕对着几个老兵以及几个背井离乡的灾民，还有几个不知道徐文白从哪里找来的老者。徐文白双手捧着紫金圣旨，对着赵秋燕道：先帝赐予微臣紫金圣旨，便可弹劾王公贵族文500官。微臣早就年迈不堪，本不应该过问朝堂之事，却也见不得叶枫此等奸诈小人蒙蔽陛下，陷我大宋皇朝于万劫不复之地。紫金圣旨之上，叶枫所犯罪过罄竹难书。微臣罗列出3大罪状，还请陛下罢免叶枫镇国君之职。第一条罪，叶枫乃大魏奸细；第二条罪，叶枫心狠手辣，动不动就抄家灭族，扰乱朝纲，令朝臣人人自危；第三条罪，通敌叛国。随着徐文白一口气将叶枫的3大罪状列举出来，却都是没有证据的子虚乌有。李林甫却满脸的悲愤，躬身道：还请陛下明察秋毫，此等乱臣贼子应尽快斩杀，以儆效尤。见到李林甫表态，其余的官员都纷纷的表示赞同，明显就是在胁迫赵秋燕。就在赵秋燕满脸愤怒却无可奈何之时，李丞相果然心狠手辣，就这么想我早点死？叶枫的声音响起，就见到他走到赵秋燕身边，并排站立，道：既然文白君动用紫金圣旨弹劾本君3大罪状，紫金圣旨代表先帝权威，
不妨陛下就先将本君打入天牢，待文白君调查清楚，证据确凿之后，罢黜在下也不迟。花花华听见叶枫的话语，不少人都纷纷窃窃私语。叶枫这是主动入狱，一些人的内心却更加的好奇。叶枫这样主动入狱，所谓何事呢？这个叶枫如此自信，他真以为踏入天牢还能够活着出来？有的官员见到叶枫主动进入天牢，徐文白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又怎么可能调查得清楚？狂妄自大，终究要付出代价。一些人觉得叶枫实在是太狂妄，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赵秋燕也不知道叶枫在想什么，心里面却有些担忧。天牢里面死囚犯聚集之地，李林甫等人想要找机会斩杀叶枫就会更容易。不行！赵秋燕暴喝一声，身上大宗师修为爆发，满脸怒色盯着徐文白，声音冰冷的道：叶枫乃朕亲自封赏的镇国君，执掌大宋。文白君拿出父皇当年御赐的紫金圣旨，就想要给镇国君治罪。你罗列的镇国君3大罪行，你倒是拿出证据。浑身凌厉激荡，眼眸深处带着杀意。徐文白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若是他身为皇帝不遵从紫金圣旨，必然就会被天下人唾骂不忠不孝。可他遵循紫金圣旨，就意味着将叶枫关入天牢，置于危险之中。文白君不就是想要朕背负不遵先皇遗训、不忠不孝之骂名吗？那朕就一力承担便可以。赵秋燕想到叶枫在天牢很危险，万万不可能答应。他心里面觉得，叶枫主动选择进入天牢，等待文白君等人调查，就是为了保住他忠孝的美名。反正朕在大宋皇朝的名声也足够差了，不在乎再多一个不忠不孝骂名。赵秋燕满脸气愤，想不到徐文白等人如此奸诈，就是为了陷害叶枫、打压叶枫，连紫金圣旨此等能够在犯罪之时保命的至宝都愿意拿出来。不少人都暗暗惊骇，没想到赵秋燕如此维护叶枫，哪怕背负不孝的骂名也在所不惜。昏君，昏君，你竟为一个乱臣贼子不惜违背你父皇圣旨，你何德何能继续当皇帝？周文生勃然大怒，指着赵秋燕破口大骂。啪啪啪！哪知道他的话音刚落，叶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在他的身前，抬起手朝着他的两边脸颊狠狠地落上去。巨大的力量使得周文生的脸颊瞬间血肿起来，整个人就变成一个猪头。以下犯上，胆敢如此欺君罔上，你是想要造反吗？叶枫冰冷的声音响起。周文生忍不住打一个寒战，死死地盯着叶枫道：自古以来文臣死谏，我不过是肺腑之言而已，何来造反之说？感受到脸颊火辣辣的疼痛，内心都是疯狂的杀意。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明明叶枫毫无修为，为何能够迅速地打他的脸？哎呦，说的这么光明伟岸，你倒是去死啊！你若是现在一头撞死在这里，本君立刻辞去镇国君之位。叶枫带着戏谑地打量着周文生，朗声说道。文武百官也都纷纷看向周生生。周老师，你这么多年喜欢教导我们忠君爱国，现在能够铲除大奸臣，还请你以死明志吧。苏红站在不远处的地方，紧接着附和说道，脸上带着嘲讽笑容。听见苏红的话语，周文生差点没有喷血，只能够气得面色通红，狡辩道：文臣死谏又不是以死明志，只不过为了唤醒昏君。哈哈，厚颜无耻还得是周老师。苏红哈哈一笑，自从他跟着叶枫以来，才知道叶枫到底有多厉害，可偏偏就这样的能臣却被李林甫之流处处打压。苏红也替叶枫感到不平。你周文生指着苏红，气得嘴唇颤抖，却不知道怎么教训苏红，只能够一甩衣袖，不去理会苏红。文白君所列举本君3大罪名，请问有证据吗？叶枫神色淡然。赵秋燕身为皇帝，甘愿背负违背先皇之命，也不愿意自己被打入天牢，就这样站在那里，内心却浮现出暖意。反观凌潇湘，自己为他做完脏活累活，反被过河拆桥，明摆着的事实还需要证据。你乃大魏皇朝的锦衣卫指挥使，助凌潇湘登上皇位，你和他不清不明的关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乱杀无辜，动辄抄家灭族，人人自危，自然是扰乱超纲，通敌叛国也是迟早的事情。徐文白愤愤的道。他内心也很清楚，叶枫才来大宋皇朝10多天，就展现出治国之能，所杀之人皆是奸臣，推恩令更令人震惊无比。可叶枫越是厉害，就越不能留。陛下不能背负不孝之名，既然文白君信誓旦旦罗列本君罪责。叶枫双眸深处闪烁着光芒，既然徐文白等人逼宫赵秋燕，就意味着他们想要动手，索性将计就计，踏入天牢。徐文白身为金陵4君子之一，
却胆敢威胁宋仁帝，自诩狂妄，那就让他露出狐狸尾巴，正好将对方一网打尽。本君可踏入天牢3日，3日之后，文白君若是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叶某之罪，我自然甘愿伏诛。若是3日之后，文白君无法找到证据，就意味着文白君以先皇御赐紫金圣旨，行污蔑之事，自当罢免文白君之名。如何？叶枫盯着徐文白，缓缓的道：可以。徐文白没有任何的迟疑，他的内心很清楚，叶枫只要踏入天牢，怕是怎么死的都还不知道，还想要活着出来。只要叶枫死在天牢，他如愿以偿获得夺命剑谱下卷，修为更进一步。凭他手中掌控的势力，赵秋燕也不可能真的杀他。赵秋燕原本还想要出言阻止，却见到叶枫投递过来的眼神，他的内心虽然担心叶枫安危，却也知道叶枫这么做必然有原因。同时暗暗想到，大不了朕也化个妆，假装成为天牢的狱卒。他不信在他眼皮底下还有人能够伤到叶枫，索性顺着开口道：将朕国君叶枫打入天牢。李林甫见到叶枫离去的背影，嘴角微微扬起，眼眸深处闪烁着冷厉。天牢。叶枫前脚刚来到天牢，陛下驾到。转眼间就听到宋仁帝到来，牢中的狱卒哪里见过陛下，一个个都吓得赶紧跪下。镇国君关押在哪里？当即对着狱卒问道。左手边最大的那间。这些狱卒都很清楚，提牢大人刚知道镇国君要来天牢，就命令他们将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好酒好肉美女给叶枫准备着。谁若是胆敢怠慢叶枫，就等着死吧。赵秋燕速度很快就出现在叶枫的牢房外面，生怕叶枫有生命安全。就见到叶枫躺在那里，舒服地喝着酒，吃着小菜，酒香四溢，身边还有2个姿色不错的美女服侍，他都忍不住瘪了瘪嘴，内心暗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不对，朕好像才是皇帝，他也不是太监啊。镇国君看起来很舒适吗？赵秋燕几乎从嘴里面挤出来的话语，尤其是见到那2个美女，这里明明是刑部的天牢，叶枫是如何做到刚来天牢就可以大鱼大肉美女服侍呢？似乎比在清雅阁还舒服。哈哈，托陛下洪福，每天早朝做饭很辛苦的，就让微臣来天牢休息休息几天。叶枫见到赵秋燕到来，哈哈一笑，心满意足地喝着美酒。自从赵秋燕吃过他做的饭菜后，一发不可收拾，根本停不下来。刑部提牢范进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远处一个中年男子，刑部提牢范进，掌管天牢。得知皇帝陛下亲自来天牢看望镇国君，满脸堆着笑意，跪在赵秋燕不远处。镇国君若是在天牢出现任何意外，你就等诛九族吧。赵秋燕冷冷的道，瞪了满脸享受的叶枫一眼，就朝着天牢外走去。叶枫盯着赵秋燕气冲冲离开的背影，紧接着他就发现袁奎等银龙卫都转化成为天牢的狱卒，守卫在天牢之中，内心浮现出暖意。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的挺好。范进满脸苦闷，自从叶枫踏入天牢，他就知道没好事。看向周遭的狱卒，怒吼道：都特么给老子打起12分精神，一只苍蝇也不能够放进来，要是老子被陛下诛九族，我就先宰了你们。众多狱卒闻言也不敢懈怠，谨慎地巡视着。嘿嘿，范进满脸对着谄媚笑容，看向叶枫道：镇国君凡是有什么需求，都可以给下官提出来，必然有求必应。叶枫却微微眯着双眼，这个范进修为先天后期巅峰境界，自己刚来到天牢，他就好酒好肉美女招待自己，内心很清晰的知道，以他的地位参与朝堂争斗，必然会死得很惨，索性谁也不得罪。此等眼力见，此等修为大宋皇朝正是用人之际，又怎么会被派来当个天牢提牢呢？以你的修为和能力，当个刑部提牢，不觉得憋屈吗？叶枫品尝着自带的美酒，自言自语的道。范进闻言先是一愣，旋即满脸坦然。镇国君身居高位，都想要来天牢，何况微臣此等蝼蚁小官，当个天牢提牢，与世隔绝，不用阿谀奉承，不用卑躬屈膝，不也挺好的吗？咦，哪里来的酒香味？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就见到一个蓬头垢面、头发花白的老者，衣衫破烂，连滚带爬，朝着叶枫过来，盯着叶枫桌子上面的酒壶，口水都跟着流淌出来。叶枫见到老者之时，双眸深处弥漫着惊讶，只因为这是个大宗师，先是范进，又是眼前老者，内心忍不住哑然。庙堂之上皆废材，高手在天牢。好酒，好酒！老者冲到叶枫身前，端着酒杯，就连饮数杯，一边喝一边点头，蓬头垢面的神色弥漫着惊诧。他实在是不明白，竟然能够酿造出此等美酒。前辈若是喜欢，这壶酒就送与你。
叶枫倒也不吝啬，这种酒没了，他还可以酿造。眼前的老者却令他感到有些惊骇，堂堂大宗师境界的强者却出现在天牢。老者双眼一亮，端着酒壶，咧开嘴，显得很傻的道：“恭敬不如从命。”就朝着牢房外面走去。范进看见老者把叶枫的酒壶抢走，赶紧赔礼道歉，道：“惊扰镇国君，真是令我汗颜。”叶枫神色淡然，他盯着老者的背影。这个老者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出现在天牢里面呢？下官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疯疯癫癫，神经有些不正常。范进对着叶枫禀报道。叶枫的双眸深处却猛然一凝，开什么玩笑？大宗师强者，你给我说神经不正常？叶枫刚才一眼便看出来，对方明显是装疯卖傻。你去给本君翻看天牢记录，务必要查出来他是什么时候踏入天牢。叶枫对着范进命令的道：“遵命。”范进转身离去，就开始查看老者的来历。丞相府，李林甫端坐在太师椅，文武百官都纷纷聚集在下面。丞相大人，叶枫主动踏入天牢，现在就是除掉他最好的机会。礼部尚书谭子建率先开口：“叶枫最近的所作所为，对他们这些朝廷官员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打击。开什么玩笑？只要犯罪，就被抄家灭族。下官也觉得这个叶枫不死，大宋皇朝不得安宁。恳请丞相大人想办法斩杀叶枫，才能够解除大家心头之患。叶枫一日不死，我等一日不敢做事。”随着谭子建表态，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对着李林甫说道。李林甫双眸微微眯着，文武百官齐齐来到他的府邸，明显带着胁迫的意思，目的就是要让他斩杀叶枫。叶枫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绝不能够让叶枫继续存活下去。诸位放心吧，叶枫必死。李林甫比任何人都巴不得叶枫早点消失在大宋皇朝，实在是叶枫给他的冲击力太大。先是禁卫军，紧接着预备军，他都被叶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随后又是吏部尚书崔浩，都纷纷被斩杀。众臣心里也很清楚，叶枫若是不死，迟早有一天必然轮到他们。众人听到叶枫必死，神色的担忧之色也消失不少。随着文武百官离开，李勋就来到李林甫身前，面色有些阴沉的道：“父亲，你真的有办法斩杀叶枫吗？他可是在天牢之中。”他很清楚，叶枫现在在天牢里面，想要斩杀叶枫难度并不小。双眸深处闪烁着寒芒。放心吧，文白君比我们还坐不住，他会率先对叶枫动手。李林甫嘴角微微扬起，带着冷厉之色：“你去联系血影阁，请他们出手刺杀叶枫。”李林甫从怀里面摸出一枚通体血红的令牌，令牌的上方雕刻着一个血字，仿佛看见那个字就能够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无比的杀意。李勋见到那枚令牌，都忍不住满脸惊骇。血影阁在九州乃是最神秘的组织，他们不隶属于任何的国家皇朝，只是一个刺客组织，专门帮人接刺杀任务。可是他们接任务的条件也很苛刻，必须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对方才会给你安排刺客去执行刺杀任务，因此往往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最重要的是，你付出巨大的代价，别人还不一定愿意帮你，除非你能够获得血影令，对方才会考虑接受刺杀任务。李勋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父亲手里面竟然有血影令，只有拥有血影令，才能够找到血影阁分舵的所在。遵命。李勋内心狂喜，他比谁都清楚血影阁的强大，只要血影阁愿意接任务，就是不死不休，无论派遣什么等级的杀手，都会给你完成刺杀任务。李勋拿着血影令就去联系血影阁，紧接着就是一个戴着鬼面具的身影，他的速度极快，悄无声息就出现在李林甫的身前，恭敬的道：“拜见主人。监视文白君那边，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派人对叶枫动手。”李林甫对着鬼影低沉着声音说道：“主人放心，根据线人汇报，文白君刚回到府邸，就立刻调动门客，他已经下令司军不日便会抵达金陵城。”鬼面人缓缓地汇报道：“命令线人给文白君加一把火，推举他当皇帝。”李林甫嘴角微微扬起，眼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徐文白老奸巨猾，怕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吧？鬼面人略微沉吟，就回答道：“以他的性格，自然很清楚，他不可能成为皇帝。”李林甫脸上流露出奸诈笑意，出言道：“他不可能造反，那就想办法让他造反。我们埋下这么多的种子，自然需要他们发芽。”李林甫掌管大宋皇朝近20年，早就谋划一切，无论是文白军，亦或是其余的地方，他都安插大量的眼线。只要徐文白的司军抵达金陵城，就制造造反暴乱。到那个时候，徐文白就算是不想当皇帝，也没有任何办法。李林甫声音平静地安排一切，微微呢喃道：“
叶枫，你想要与本相斗，你还差得远。李勋带着谢引令，恰好能够感应到一股冰冷气息，顺着气息就来到金陵城一处角落，就见到那里矗立着一座破旧的府邸。府邸大门破损，那道破损的裂纹正好足够容纳一个人进入，俨然就是一座荒芜的府邸。他朝着府邸靠近，只感觉到有些瘆人。请问有人吗？李勋来到府邸门边，轻轻地敲了敲门，生怕把这道门给敲坏了，双眼朝着府邸里面看去，却发现根本看不清，就只有血红色的烟雾缭绕。杀谁？约莫10来分钟，府邸里面的门边冷不丁传出来低沉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镇国君叶枫。李勋将血引令从门裂缝得过去，门后站着一个佝偻老人，他佝偻着身体，面容干枯，满脸皱纹，整个人的身上却弥漫着浓郁血腥味，就这样站在那里，约莫又是小半个时辰，他才嘶哑着身体道：候着吧。转身消失在血雾中。李勋就这样站在院外约莫半时辰，双腿都站得有些发软。若是换在其他地方，等这么长时间，他早就爆发了。面对神秘无比的血影阁，他还真的不敢造次。回去告诉你父亲，刺杀叶枫需要钻石级杀手，黄金50万两，挑选500个3岁以下孩童，送到幽州潼关城，时限1日之内。只要报酬送到，血影阁便会立刻动手。老者佝偻着，不疾不徐地对李勋说道：50万两。李勋满脸错愕，刺杀叶枫竟需要50万两黄金，那可不是小数目。就算是军队里面一个士兵1年的开销，也要不了1两黄金。50万两黄金可以供养50万的军队了。嫌贵。佝偻老者闻言，嘴角扬起，冷笑道：血影阁刺杀任务，那可是不死不休，只要你们支付报酬，直到目标死亡为止。况且钻石级的杀手，那可是大宗师强者，若不是你们有血引令，这个任务我们血影阁还未必愿意接。李勋死死咬了咬牙齿，躬身道：我这就回去禀报我父亲。文白军府。徐文白端坐在主位，两列坐着数十个门客。叶枫必须死在天牢，诸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叶枫现在主动进入天牢，若是3日之内他无法找到叶枫确凿的证据，就意味着叶枫官复原职。届时以叶枫展现出来的手段，绝对不会轻易罢休他文白军的职位，还会被罢免。他的内心突然有些后悔，和李林甫交换了。骑兵主公，只要思君来到金陵城，我们便可以掌握主动权，包围天牢，斩杀叶枫即可。一个门客朗声说道：不错，现在也没有什么顾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要斩杀叶枫，就算是陛下想要怪罪，也不至于为一个死人与文白军计较。另外的干瘦门客也跟着附和，站起身来，雄心勃勃的道：依我看来，大宋皇朝气数已尽，文白军自当率领思军，以最快的速度镇杀叶枫，逼迫宋仁帝退位让贤，就像当年宋太祖兵变一样。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千载难逢的良机，凭借文白军的3万思军，便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大宋。数个门客都纷纷义愤填膺，他们对着徐文白禀报道。徐文白苍老的脸上皱纹微微抖动，夺取大宋皇朝的政权，这可是真正的造反。他手里面有3万思军，想要掌控大宋皇朝，就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夺取金陵城，他很清楚难度很大，不得胡闹。徐文白看向众多的门客，站起身来，对着众人呵斥，他很清楚自己手里面的实力。本军从未有觊觎之心，我对大宋皇朝忠心耿耿，调动思军的目的乃是清君侧，诛杀奸佞。徐文白老奸巨猾，又怎么可能被手底下的门客左右？别看整个大宋皇朝分崩离析，谁率先造反，必然会死得很惨。深夜时分，范进捧着一个案卷，急匆匆地来到叶枫身前，脸色有些难看。他本以为老者就是天牢关押时间太长，变成了疯子，没想到按照叶枫的吩咐，当即就去调查老者进入天牢的时间和案卷。启禀镇国君，这是你让我查找的案卷。范进将案卷递给叶枫，叶枫将案卷翻了翻，嘴角微微扬起。难怪这个老东西装疯卖傻，在天牢混日子。迈开脚步朝着牢房外走去，不断的深入天牢里面，就见到倚靠在墙角的老者。叶枫来到他的身边，也没发现老者似乎睡得很香。我们聊聊吧。话音响起，老者翻了个身，背对着叶枫。岳家世代忠良，你就不想要平冤昭雪？叶枫也不在意，索性坐在不远处的地方，慢慢的蹲下来。你在说什么？老夫不明白。老者听到这句话，就翻身转过来，睡眼惺忪。大秦皇朝跃居九州第一，幅员辽阔，兵多将广，白元近20年，战功赫赫，被称之为大秦军神。而你就这样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装疯卖傻吗？难道前辈就不想要和大秦军神白元拉开战场，两军对垒，轰轰烈烈再战一场？见到老者继续装疯卖傻，
叶枫倒也不意外，而是继续说道：他从卷宗里面了解到岳腾竟与大秦军神白猿师出同门，他们曾经都是鬼谷山庄的弟子。而宋宣帝这个废物给岳家定罪之时，恰好就利用这点，觉得岳腾勾结大秦，意图篡位，真是可笑之极。不得不感慨，这位宋宣帝真是个奇葩。他向来都觉得以仁义治国，天下无武才是正道，也难怪自己的儿子都要忍不住造反。就比如赵秋燕年幼之时展现出武道天赋，大宋皇朝这位宋宣帝觉得大宋公主武道天赋太强，可能会影响国运，竟想要罢黜赵秋燕公主之位。不知天高地厚，岳腾忍不住摇摇头。大秦皇朝分六世之余烈，经历数代帝皇，皆是雄才伟略。当今秦武帝修国运，长皇爵，武道也强悍无比。就现在的大宋皇朝，朝不保夕，还想要和大秦较量，那不是找死吗？别打扰老夫休息，老夫就是一废人。老者摆了摆手，有些不耐烦。大宗师境界的废人，大宋皇朝找不出一只手之数吧？叶枫虽然没有武道修为，可是他的境界却远高于眼前的世界。无论对方什么修为，怎么隐藏，他都能够一眼看穿。你是谁？老者闻言，苍老的双眸深处闪烁着惊骇。他很清楚自己隐匿修为的功法玄妙无比，寻常人根本无法感应得出来，就连赵秋燕踏入大宗师境界，也感受不到他身上的气息。眼前的叶枫明明毫无修为，一点灵力波动没有，却能够看出来自己的修为，他如何不惊讶？大宋镇国君叶枫。叶枫对着老者回答道。老者得知眼前的青年竟是叶枫，也有些诧异。这些天他在天牢里面多多少少也听到些传言，对于这位镇国君略有耳闻。当初他得知赵秋燕利用燕云18城交换叶枫之时，差点没有气得破口大骂。本就心灰意冷的他越发的失望，也就懒得管。最近10来天听到叶枫所作所为，他倒是有些诧异，尤其是推恩令的颁布，令他对这位镇国君也有不小的好奇。亲眼一见，身上那股淡然镇定的气息很是不凡。你如何看出来我的修为？既然都被叶枫看出来修为，岳腾也懒得继续隐藏。他确实很好奇，叶枫明明只是个寻常人，为何能够感受得出来他的修为？很简单。叶枫神色镇定自若，哈哈一笑道：因为我的境界比你高得多得多，我是陆地神仙。岳腾闻言先是一愣，旋即猛然哈哈一笑，指着叶枫仰头大笑。他很多年没遇到这么有趣的年轻人了，想不到你的脸皮比老夫还厚。叶枫翻了翻白眼，怎么自己老老实实的说实话，就是没有人相信呢？你方才所言能够让老夫与大秦军神白猿战斗，你有能力扭转大宋皇朝崩溃的局面。岳腾脸上的笑意转变成为严肃。以他的经历和阅历，大宋皇朝自从宋宣帝以来分崩离析，内部势力变得越来越混乱，想要将大宋皇朝彻底统一，难如登天。宋仁帝武道天赋绝伦，却丝毫没有想要当皇帝的心思，一心都在修炼武道之上。岳腾很清楚，一个国家比的是国力和国运，而不是陆地神仙。就算将来赵秋燕真的修炼到陆地神仙，对大宋皇朝也只能够锦上添花，无法将大宋皇朝混乱的局面扭转。我若是说很简单，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吹牛呢？叶枫慎重地看着岳腾问道。岳腾也是满脸慎重地点点头。叶枫走到不远处的地方，取来几个破旧的碗，当即分别在东南西北摆放着4个，紧接着中间摆放着酒壶。大宋皇朝的问题主要就是这4个碗以及中间这个酒壶不断的吸血。叶枫说着，抬手将4个碗按照顺序敲碎，缓缓的道：这4个碗破碎之后，里面的酒就会不断的流入中间的酒壶，而这个酒壶原本只能够容纳1壶酒，现在他要接受4个碗剩余的酒，你觉得他会不会盈满溢出呢？这就是我们常言所说的撑死了。岳腾听见叶枫的讲解，双眼一亮。4个碗就代表4大诸侯，分别从弱到强，慢慢一个个的灭掉。最后合而为之，就是中间这个酒壶。酒壶可不是李林甫，他仅仅是一个权臣，手里面掌控的力量很有限，而是距离金陵城100公里外的长陵郡，也就是金陵4君子的长陵君封地。从始至终，在叶枫和岳腾的眼中，李林甫都算不得对手。自从前段时间袁弘告诉叶枫长陵君很不简单，叶枫就去了解长陵君，了解之下令他感到无比惊讶。此人乐善好施，手底下聚集着众多江湖好汉，他在武林之中的人气颇高。若是叶枫预料不错，对方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大宋皇朝武林人士的盟主，掌控的力量就会更强。而且长陵君手中还掌握着一支很强悍的军队，那就是长陵军。你小子好谋划啊！
岳腾有些狡黠地看向叶枫，苍老的脸上却弥漫着笑意。赵秋燕沉迷武道，却也不傻，能够找来此等大才，或许大宋皇朝还真的有希望。嘿嘿，叶枫被岳腾看穿想法，也是忍不住一笑。他确实想要岳腾出山，目的就是镇守金陵城。当然，另外的一个目的便是利用岳腾的威望，守住金陵城，牵制驻长陵军，他才能够放手去施展。想要我出山也无不可，老夫有个条件。岳腾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叶枫，那小表情仿佛在说：你这小东西，想要利用老夫，自然也要付出点代价。前辈但说无妨，我替陛下答应了。叶枫拍着胸脯说出此话的时候，岳腾差点没被口水噎着。你这小子也太奸诈了吧，什么叫做替陛下答应了？你昨日给我的酒，再给2壶。岳腾对着叶枫说道。成交。叶枫没有任何迟疑，就直接答应下来。莫说只是2壶酒，就算是岳腾想要1万斤，自己都能够给对方酿造出来。这1壶是定金，岳腾也没看清楚，也不知道叶枫从哪里摸出来，又是1壶酒，递到岳腾的身前。盯着那壶酒，岳腾微微皱眉，他本想着如此美酒可遇不可求，叶枫怕也没多少。此刻见到叶枫随手就取出1壶酒，他感觉到自己要少了。搞定岳腾后，叶枫心情舒畅，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这段时间都在思考，朝堂之上谁才能够牵制李林甫和长陵军。没想到来到天牢就找到岳腾。岳家在大宋皇朝绝对是图腾一般的存在，曾经的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如今大宋皇朝只要有战事，必然节节败退，无数的百姓都开始怀念被宋宣帝抄家灭族的岳家了。岳腾出现无疑会令人鼓舞人心。叶枫当即在天牢里面游荡，他倒想要看看，说不定天牢里面还有人才呢。待他回到朝堂，范进此人也没必要继续当提牢，提拔成为兵部侍郎，绰绰有余。一直到天牢深处，就见到一道厚重的铁门，弥漫着冰冷气息。怎么会有一道铁门？叶枫叫过来一个狱卒，询问道：启禀镇国君，小人也不知道，只知道这道铁门从来没有打开过。整个天牢的狱卒都对叶枫的恭敬无比。开什么玩笑？皇帝亲自来天牢看望叶枫，若是叶枫出现丝毫意外，他们这些狱卒都要跟着遭殃。有钥匙吗？叶枫倒是有些好奇，一座好端端的天牢怎么会还有个铁门？四周好像都是封闭的，绝对不是故意修建的。小的这就去询问范大人。狱卒离去没多时，就见到范进行色匆匆，手里面拿着一把钥匙，就来到叶枫的身前，躬身道：镇国君，这就是铁门的钥匙，至于里面是什么，小人也不知道，只知道历任的提牢都知道，打开这座铁门就是株连9族的重罪，故而谁也不敢轻易尝试。没事，钥匙给我吧。叶枫拿过来钥匙，将铁门就直接打开，就感受到一股寒意袭来，入目所见皆是寒冰。走，进去看看。叶枫略微皱了皱眉头，此等冰冷气息，怎么感觉到有人修炼功法才会制造出这样的寒冰呢？快去开路。范进对着2个狱卒吆喝道：遵命。2个狱卒打了一个寒战，走在前面，刚进入里面没多久，2个狱卒浑身都被冰屑覆盖，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他是继续走下去，非得被冻死不可。饶是范进先天后期修为，也有些承受不住。你们2个狱卒不必跟着，回去吧。叶枫见到2个狱卒的模样，内心对于寒冰通道尽头更加的好奇，到底里面是什么人，能够引来如此恐怖寒冰？遵命。2个狱卒退后，见到范进身上都有冰屑，叶枫身上却干干净净，仿佛那些寒冰都无法在叶枫身上凝固一般，眼眸深处都是惊骇。真奇怪，镇国君明明没修为，为何那些冰屑不会在他身体凝聚呢？2个狱卒一边退后一边嘀咕道：镇国君是天选之子吧？水火不侵。另外一个狱卒开口道：只有玄学才能解释，水火不侵和寒冰有什么关系？旁边的狱卒满脸不解：寒冰不就是水眼变而来的吗？那个狱卒煞有其事地解释道：镇国君，我也撑不住了。范进脸色苍白，死死地咬着牙齿，浑身的灵力运转到极致，却根本无法化解不断袭来的寒气，整个人的身体宛若寒冰冻结起来。他的脚步蹒跚，跟在叶枫的身后，双眸深处就像是看着怪物一样看着叶枫。他的内心都是惊骇，如此恐怖的寒意，叶枫普通人怕是早就受不了了，偏偏叶枫身上一点冰屑都没有。你若是能够多撑片刻，你的修为应该能够跨入先天巅峰，若是机缘不错，还有可能踏入宗师境界。叶枫对着范进提点说道：此人脑袋很灵活，留在身边也有不小用处。真的吗？范进声音颤抖，
张开嘴的时候，嘴里面喷出来的都是冰血。叶枫脚步轻盈，丝毫没受到寒意影响，走在前面，缓缓的道，运转全身灵力，顶着寒意，经脉不断的膨胀，强制性让自己保持心神清明。范进见到叶枫的背影，跺了跺脚，死死咬着牙齿，大不了就是死在这里。听见叶枫的话语，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心无旁骛，运转灵力，浑身的经脉也受到刺激，变得越来越坚韧，鲜血从他的嘴角溢出。他却没有放弃，继续跟着叶枫的步伐，朝着寒冰通道深处走去。走着走着，他只感觉到寒意消失不少。我突破到先天巅峰。范进满脸惊喜，万万没想到真的能够短时间就突破到先天巅峰境界，脑海里面回想起叶枫的话语，双眸深处闪烁着惊喜的光芒，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当即开始利用周遭的寒意，不断的修炼，兴许真的能够突破小宗师。感受到范进身上修为提升，叶枫满意的点点头，道：此人倒是个可造之才，兴许真的能够借助这寒冰之力突破小宗师。没有继续理会范进，叶枫朝着寒冰通道深处快速的前进，周遭的寒意对他来说如同清风拂面，毫无影响。约莫小半时辰，总算走到寒冰通道尽头。叶枫的双眼瞳孔微微收缩，就见到不远处的地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冰雕。冰雕里面的画面更是让他感到面红耳赤，就见到里面站着一个绝世美女，她手如柔美，肤如凝脂，领如峭壁，齿如犀，琴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助兮。就这样盯着她的面容，却让人感到迎面而来的冰冷，宛若寒冰刺入胸膛一般，令人震撼。一张瓜子脸，睫长眼大，皮肤白皙，容貌甚是秀丽，身材苗条，弱质纤纤，山峰葱翠欲滴，却能够将神秘衬托的高贵圣洁。有点意思，这是自寻死路。叶枫没有再去端详女子的身体，而是沉下心神，就感受到女子身上的生机变得越来越淡薄。他感受得很清楚，这个女子倒也很聪明，想要利用周遭的寒意淬炼自身的境界，从而提升生机。可惜她的身体里面弥漫着一股很奇特的能量，那股能量不断地侵蚀她的经脉和生机，这就是她动用寒意冰冻自身的原因，也减缓那股能量吞噬的速度。以你的境界，与其想要驱除那股能量，你何不如把它吞噬炼化，不仅可以提升你的境界，还可以增加生机，何乐而不为呢？叶枫对着冰雕缓缓的道。嗤嗤嗤，话语响起，冰雕微微颤动，浮现出裂纹。你以为炼化很容易？那我还用这么费力吗？紧接着清脆的声音响起，就连这声音都冰冷刺骨。你只想着强行炼化，强行驱除，难道你就不会换个思路？以你的修为实力，不如同化它，再慢慢炼化不就得了？叶枫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朗声道，有句话很经典，修炼就像是被强奸，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好好享受吧。哼！冰雕冷哼一声，满脸不屑，内心却忍不住暗道，这话虽然听着粗鲁不堪，却很有道理。不再言语，叶枫却感受得很清楚，周遭的寒意逐渐消散，冰雕里面的气息也在慢慢变强。女人心，海底针，明明很受用，嘴还很硬。金陵城，一辆马车缓缓地行驶而来，白猿坐在马车外面，里面的文成公主轻轻掀开帘布，见到金陵城之时，她的脸上带着不屑之色。白叔早就听闻金陵城古朴繁华，只见到古朴，哪里有半分繁华？文成公主对金陵城有些失望。白猿闻言却淡淡一笑，道：大秦皇朝雄兵千万，城池数万，兵多将广，汇聚九州精英，京城咸阳城的繁华程度自然远超金陵城。更何况如今的大宋皇朝朝不保夕，说不定哪天就被周边的大夏皇朝以及其他皇朝就被瓜分了。如此局面，金陵城还能够歌舞升平，风月场所随处都是，他们还有心情吟诗作对，也真是好雅兴。也难怪那位郑国君会写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等注定流传千古的诗句。白猿的话语响起，顿时引来周围不少人的目光，他们看向白猿都带着愤怒，谁都听得出来白猿语气中的讽刺。不少文人墨客脸色铁青，阁下是什么人，胆敢在大宋皇朝都城大言不惭？我大宋皇朝四海升平，用得着你来点评？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冲上前来，愤怒地指着白猿，你要是知道他是什么人，估计你会吓得屁滚尿流。车架里面的文成公主忍不住戏谑地笑道，哼，我倒是很好奇，他是什么人，你说来听听。青年书生听到车架里面的话语，追问道，他就是大秦使者万人屠白猿。文成公主朗声说道。哗哗哗，随着听见万人屠白猿5个字之时，街道两旁无数的人，他们都纷纷退后数步，与白猿拉开距离，
都满脸戒备和惧意，实在是万人屠白猿，太过于骇然。万人屠白猿，他怎么来我们金陵城？难道大秦皇朝想要对我们大宋动手了吗？传闻这个白猿不仅修为强悍，用兵之道也厉害无比。你那不是废话，强大的赵国就是被白猿硬生生推平的。你是不知道，白猿征战赵国，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他最擅长坑杀降军。金陵城的众人听见白猿亲自来到大宋皇朝国都，一个个的都窃窃私语，不断的议论起来。白猿的名声实在是太大，堂堂大秦皇朝的军神就这样带着一顶马车就赶来到大宋都城金陵城，此等魄力就足够令人惊骇。更何况他后面的马车里面还带着一个女子，众人就更加好奇，到底里面的女子是何人？现在你觉得我有资格评论吗？白猿盯着被吓得呆愣在原地的书生，神色淡然，缓缓地问道。哦，有。那个书生慢慢地退后，躲开白猿的马车。开什么玩笑？白猿若是愤怒，真的带领大秦铁骑杀到大宋皇朝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大秦皇朝实在是太强大了。驾！白猿一声吆喝，马车朝着金陵城皇宫方向行驶而去。他们好像是去皇宫，定然有事情要发生。见到白猿的马车朝着皇宫而去，不少人都忍不住出言道。就这样，大秦使者白猿驾乘着马车来到金陵城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金陵城都陷入惊诧之中。他们真的无法想象，白猿此等九州赫赫有名的军神怎么会突然来到金陵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小姐，大秦军神白猿驾乘着马车来到金陵城，正朝着大宋皇宫方向而去。玉婆婆急匆匆来到阁楼顶上，对着慕容婉禀报道。慕容婉脸色微微变化，叶枫现在被关押在天牢之际，大秦军神白猿此时此刻来金陵城，难道是想要对大宋动手？想到这里，慕容婉站起身来道：玉婆婆，准备文书，我也要去大宋皇宫，倒要看看白猿有何目的。玉婆婆略微皱了皱眉头，一旦慕容婉也出现皇宫，她在金陵城潜伏的目的就彻底失去意义。小姐，现在去大宋皇宫就会暴露身份，只要能够探明白猿此行的目的，暴露身份也无所谓。我们留在金陵城本就是为了窃取大宋皇朝的消息，若是大宋皇朝被大秦皇朝拉拢，我们潜伏多年就失去意义。我们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灭掉大宋。慕容婉很清楚，大秦军神来到金陵城必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难道是觉察到大夏皇朝的阴谋，想要率先拉拢大宋？父亲，大事不好！大秦军神白猿不知道怎么回事，带着一顶马车朝着皇宫去了。李勋迅速地来到李林甫的身前，神色间有些惊骇。白猿在九州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怎么就突然来到大宋皇朝呢？进宫！李林甫没有任何的迟疑，朝着院子外面就跑出去。朝堂之上，赵秋燕端坐着，心里面也有些错愕，不明白大秦皇朝白猿亲自来金陵城干嘛。想到这里，他就有些头疼。叶枫现在被关押在天牢，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先看看对方来什么目的。群臣也纷纷来到朝堂，不多时，就见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威武不凡，穿着灰袍，气息雄浑，脚步稳重，他的身上自带着威严。他的身边跟着一个穿着盔甲的妙龄女子，头顶的头发竖着，走起路来脚步迅速，雷厉风行。白猿来到朝堂，眼眸深处有些诧异，早就传闻赵秋燕武道天赋绝顶，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小小年纪便踏入大宗师境界，真是很不简单。大秦上将军白猿拜见宋皇陛下。白猿不卑不亢，都没有给赵秋燕行礼。他身边跟着的妙龄女子打量着赵秋燕，毫不客气地问道：早就听闻你武道天赋绝伦，却整日沉迷修炼，是个十足的昏君，看起来真是那么回事。文成公主双眸扫过众多大臣，对着赵秋燕提议道：你若是真的想好好当个皇帝，你的这群文武大臣半数以上都应该抄家灭族，留着就是祸害啊。华文武百官，包括李林甫在内，都被文成公主此言弄得满脸怒色，却不敢发作。开什么玩笑，人家带着军神白猿而来，别看他没带军队，那也是大宗师境界顶尖强者，想要杀他们轻而易举。哼，大秦皇朝好大的威严，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呢？就在这时，朝堂外面又是一道倩影，妩媚绝美，正是大夏公主慕容婉。玉婆婆紧紧跟在慕容婉身边，有些忌惮地盯着白猿。慕容婉，你来的真及时，怎么哪里都有你？秦莹莹咬了咬牙齿。两人分别身为大秦和大夏两大皇朝都是最受宠爱的公主，早就彼此认识交锋，都看彼此不顺眼，真是奇怪。你不在咸阳城待着，跑来金陵城干什么？慕容婉不动声色，有些鄙夷的道。
满身盔甲穿着，我劝你还是注意点，免得这辈子一点女人味没有，嫁不出去。哼，嫁不出去。文成公主闻言，嘴角带着浓郁的笑意，道：本公主自然不愁嫁，挑选的夫婿也必须是有九州震撼的才华者。你一介武夫，就不要痴心妄想，才华横溢的男子，谁瞧得上你这副穿盔戴甲的模样？慕容婉儿捂着嘴巴，真可谓是美艳万分。可就在这个时候，端坐在皇位的赵秋燕闻见空气里面飘来淡淡的香味，她的脸色变得格外的难看，只因为这股香味她实在是太熟悉，正是当日夜风晚归身上的香味。你可能要失望，本公主心中夫婿已有人选。秦莹莹狠狠地笑了笑，对着慕容婉说道。慕容婉心思活络，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难怪大秦皇朝连军神白猿都出动了。我劝你别单相思，要是人家不答应，丢人就丢大了。慕容婉咯咯一笑，两位若是争论的差不多的话，就可以说说你们此行的目的。赵秋燕不动声色，内心却都是疑惑，叶枫是什么时候和大殿里面这个妖女勾搭在一起的呢？盯着对方，赵秋燕觉得此等绝色妖艳美女，怕是任何男人都会动心吧。启禀宋女皇，我大秦皇帝得知贵国镇国君文韬武略，精才绝艳，想要邀请叶先生入我大秦担任右丞相。白猿率先开口，他没有让文成公主和慕容婉继续闹。我们大夏皇帝早就邀请镇国君入我大夏，恐怕轮不得你们大秦。慕容婉当即反驳道。哗哗哗，整个朝堂文武百官一片哗然。大秦皇朝那可是九州最强大的皇朝，雄兵百万，武将如云，却想要邀请叶枫去秦皇朝担任右丞相。大秦皇朝的右丞相，意味着以后叶枫怕是跺一跺脚，大宋皇朝都有可能被毁灭的存在。咕咚，不少朝臣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他们觉得大秦皇朝未免太草率了吧。李勋的双眸深处弥漫着浓郁嫉妒，赵秋燕的内心却都是怒意。就叶枫这样的能臣贤臣，却被逼迫的不得不为他的名声被打入天牢。大秦皇朝如此强大，想必只要叶枫知道，必然会选择大秦皇朝吧。李林甫闻言却有些坐不住，大秦皇朝如此邀请叶枫，岂不是向大宋皇朝证明他李林甫不如叶枫？当即站起身来道：在下李林甫早就听闻白将军大名，叶枫何德何能够让大秦皇朝如此重视一个叛逆之臣而已。叛逆之臣？白猿有些不解，看向李林甫，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于李林甫的名声，他自然有所了解，能力确实不小，却没有任何的容人之量，小肚鸡肠，注定无法做大事。想想大秦皇朝的丞相张毅，明明现在只有一个丞相，他便可以掌控朝政，可在秦武帝提出来想要邀请叶枫担任右丞相之时，张毅却没有拒绝，而是明确地表示支持。怕是换成李林甫此人，必然会想尽办法阻止吧。不错，李林甫无比自信的道，就在你们到来的昨日，我们大宋皇朝的文白君倾城先皇御赐紫金圣旨，列出来叶枫3大罪状，已经被送入天牢。哈哈哈！白猿哈哈大笑起来，声浪滚滚，震得文武百官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一个个的满脸涨得通红。你们大宋皇朝不灭亡，真是天理难容。声音响彻云霄，整个皇宫都听着白猿的声音。阁下什么意思？李林甫没想到白猿如此反应，满脸阴沉，本想要以此来说明叶枫的无能，却没想到引起白猿如此大反应。白猿却懒得理会李林甫，看向赵秋燕道：宋女皇陛下，若是叶枫愿意随我前往大秦担任右丞相，我大秦皇朝可与大宋结盟，同时我可以帮你把此等乱臣贼子就地正法，或许你的大宋皇朝还可以苟延残喘数十年。白猿说着，身上磅礴的气势朝着李林甫压迫而去。文武百官都被白猿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得满脸煞白，李林甫整个人也被狂暴的气势冲击的一口鲜血喷洒而出，整个人双膝跪地，满脸狰狞。尔等奸臣也配与我言说？白猿不屑地盯着李林甫，冷冷的道：当年宋宣帝若是不杀我师兄全家，你们大宋皇朝会沦落到现在的地步。不少年老的文武百官脸色也变得格外难看，他们自然很清楚，白猿口中的师兄就是大将军岳腾，岳家也是大宋皇朝大名鼎鼎的将军世家。赵秋燕咬了咬嘴唇，内心都是不甘，自己好不容易寻找到的贤臣，难道就要离开自己了吗？心里面有些不甘，早知道如此，就应该把内心那个想法早点执行，他就应该封叶枫为帝婿。李勋见到自己父亲跪在地上，满脸苍白，却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得站在那里，将全部的怨恨都转移到叶枫身上。他觉得都怪叶枫，才会导致他们父子俩沦落到眼前的地步。镇国君乃市镇邀请的贤臣，
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就算是大宋灭亡，朕也没有权利拿他作为筹码交换。赵秋燕没有理会白猿，也没有管跪在地上宛如一条死狗的李林甫，声音真诚，当即看向薛贵道：薛大人，命人前往天牢，请镇国君前来朝堂，他愿意去大秦也好，去大夏也好，留在大宋也可以，随他自由。哼！白猿冷哼一声，身上的气息收敛起来。爹！李勋赶紧扶起李林甫，父子俩狼狈不堪。这父子俩这些年作威作福，何曾吃过此等大亏？不少朝臣的内心也感到激动，真是风水轮流转。遵旨。薛贵对于叶枫被关入天牢，内心就很愤懑不满。此刻听到能够从天牢将叶枫带出来，神色间带着激动，以最快的速度就朝着天牢而去。叶大人和范大人进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一个狱卒盯着眼前的铁门，寒冰通道深处有些担忧。要是叶枫在里面有任何意外，他们这些人怕是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哪里知道？另外的那个狱卒瑟瑟发抖，显然还没有从那股寒意回过神来。你们有没有见到镇国君？两个狱卒还在担心叶枫和范进安危之时，就听见不远处传来的声音，数道禁卫军的身影朝着他们这边走来。不好，快点关上铁门！两个狱卒很清楚，若是找不到镇国君，他们这些人吃不了兜着走，索性把铁门先关上，就说不知道。薛贵带着几个禁卫军不断地寻找叶枫的身影，就来到铁门外，问道：你们有没有见到镇国君？没。两人赶紧回答：快去禀报陛下，镇国君消失了。薛贵带着禁卫军在天牢里面寻找一圈，都没有发现叶枫踪影，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当即对着禁卫军命令道：啊！两个禁卫军哪里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就朝着朝堂而去。陛下，不好了！气喘吁吁的禁卫军来到朝堂之上，惊慌失措。镇国君呢？赵秋燕见到禁卫军回来，却没有叶枫的身影，微微皱起眉头。镇国君消失了，不在天牢。一个禁卫军躬身禀报道。什么？赵秋燕猛然站起身来，身上大宗师修为爆发，满脸冷厉的杀意扫过文武百官，冰冷的道：若是镇国君有任何意外，朕必定将有关之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说着转身就消失在龙椅上。文武百官都愣在原地，他们都忍不住看向不远处狼狈不堪的李林甫，都认为必然是李林甫动的手。李勋满脸愤怒，对着众人怒吼道：自己主动进入天牢，真是自寻死路！你们林家最好祈求叶枫不要出事情。慕容婉儿俏脸微寒，内心弥漫着冰冷杀意。他也没想到短短一天没有叶枫的消息，对方竟然被送入天牢。想到叶枫什么修为都没有，他的内心也很焦急。尤其是你，叶公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生不如死。指着李勋，说完就朝着朝堂外迅速离去。李勋满脸铁青，先是赵秋燕因为叶枫威胁他，现在又是慕容婉威胁他。到底这个叶枫有什么好，值得这么多的绝色美女都为他打抱不平吗？真是扫本公主的心，你真该死！文成公主浑身灵力流动，朝着李勋走上前去，抬起手掌的瞬间，朝着李勋的脸颊就是两耳光。啪啪的声音响起，李勋只感觉到口中一股咸味，鲜血喷洒而出。等他回过神来，却发现文成公主和白猿已经离开朝堂。啊！李勋彻底疯狂，自从他遇到叶枫，整个人的人生就出现巨大的扭转。他忍不住发出怒吼声：丞相大人，没事吧？谭子健见到白猿等人离开，赶紧迎上来，关切地看着李林甫。白猿不愧是大秦军神，他的修为应该是大宗师境界，实力很强。李林甫站起身来，擦拭嘴角的鲜血，面色阴沉，眼眸深处弥漫着寒光。或许白猿他不敢招惹，大夏皇朝公主慕容婉儿他也不敢招惹，可是叶枫必死。他们父子俩都把所受的屈辱和仇恨全部转移到叶枫身上。勋儿，这就是弱肉强食，大秦皇朝和大夏皇朝的实力强悍无比，我们招惹他们就会死得很惨。魏父会为你创造最好的条件，给你最好的未来，你将来若是能够站在顶端，自然就能够藐视一切。李林甫对着身边的李勋语重心长的道：白叔，我们都没见到叶枫，就这样回去吗？秦莹莹跟在白猿身边，有些不甘心。对于叶枫，他还真的很好奇，想要见见对方究竟什么样子，能够写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等令人震撼的诗句。好不容易出来，就这样回去，岂不是没意思？白猿双眸微微眯起，我们就好好看看好戏，金陵城今夜怕是有事情发生。白猿观察得很清楚，金陵城的人群之中混杂着很多人，他们行色匆匆，眼神东张西望，明显不简单。传闻那位叶枫没有任何修为，
他会不会在天牢被人砍了？秦莹莹对着白猿问道。以我的猜测，那位郑国君智谋超群，主动踏入天牢，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砍了的。白猿觉得叶风慈等天赋才华之人主动踏入天牢，必然有目的，早有准备，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被人斩杀。这倒也是。秦莹莹深有同感，她可是很清楚，那些运筹帷幄的人，别看文文弱弱，动起脑筋来才让人知道他们的恐怖。就比如大秦丞相张毅，赵秋燕以最快的速度就来到天牢外面，拜见陛下。袁奎穿戴银色的斗篷，雕刻金色龙纹。郑国君如何消失的？赵秋燕声音冰冷，眼眸深处弥漫着杀意。自从听到叶枫消失以来，他发现自己的内心里面弥漫着的都是浓郁的担忧。陛下，郑国君并没有消失，他进入天牢铁门后的寒冰通道。袁奎也是刚得知叶枫消失的消息，就立刻进入天牢调查。在他的追问下，那2个狱卒将事情前因后果说出来，才知道叶枫竟然进入了寒冰通道。该死，他没有任何的修为，踏入寒冰通道，怕是坚持不住一炷香就会被冻死吧。赵秋燕忍不住嘀咕，对于那道寒冰通道，她也是亲眼见过，却不敢深入其中，只因为里面传来的那股寒意太过于恐怖。现在叶枫一个毫无修为的人踏入其中，绝无生还机会。陛下，我觉得你不必担心郑国君安危。根据2个狱卒汇报，郑国君踏入寒冰通道，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些原本冰寒刺骨的冰屑都没有在郑国君身上凝聚，他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袁奎对着赵秋燕禀报道：难道郑国君没有修为，反倒是不受那些寒意侵袭？赵秋燕有些诧异，缓缓的道：目前似乎也只能够如此解释。寒冰通道深处，冰雕慢慢的融化，那道绝美的女子就这样出现在叶枫身前。叶枫差点没有鼻血喷涌，就算是你貌美如花，冰山美女，也用不着这样考验我的定力吧？怎么样，我好看吗？冰冷的声音响起，燕霓裳的双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若不是看到对方见解救了自己一命的份上，换成其他的男人，胆敢这样盯着他的身体看，他会毫不犹豫将对方给宰了。好看。叶枫也没有迟疑，点点头表示赞美。我没记错，上个说我好看的人都被我阉了。燕霓裳冰冷刺骨的话语响起，叶枫只感觉到双腿凉悠悠，不敢继续打量。把你的衣服给我换上吧。燕霓裳对着叶枫说道，他总不能这样赤身裸体走出去吧？给。在燕霓裳惊讶的目光中，叶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变出来一套浅绿色的纱巾长裙，递给对方。想不到你的机缘真大，竟然能够获得须弥空间。燕霓裳接过长裙，就直接套在身体上，将自己完美无瑕的身躯遮挡住。咕咚。叶枫吞了吞口水，意犹未尽，有些失望，内心暗暗懊恼，早知道就不该这么快就给燕霓裳长裙的。午夜时分，金陵城外，文白军的2万司军聚集完毕，来到金陵城外。我们今夜的目的就是斩杀叶枫，谁也不得胡闹。徐文白对着眼前的2万司军将领纷纷传达命令，他可不想要造反。文白军此时不登基，更待何时？吆喝声响起，2万司军里面10来个千夫长和将领都纷纷对着徐文白怒吼道：陛下万岁万万岁！不少士兵纷纷跪拜。见到眼前一幕，徐文白很清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现在除了造反，似乎也找不到路走了。杀去天牢，诛杀叶枫。暴喝声响起，2万司军冲入金陵城，就朝着天牢杀去。吃燕霓裳就这样穿着长裙，将她完美无瑕的身材衬托得美丽无比。穿着浅绿色的纱巾裙，遮挡不住她2座波浪。前面还没看够吗？燕霓裳感受到叶枫火热的眼神，声音冰冷冷的响起，宛若一座冰山就这样矗立在那里。感受到燕霓裳冰冷刺骨的眼神，讪讪一笑。你要是肯笑一笑，就会更漂亮。叶枫打趣地盯着燕霓裳，真是要哪里有哪里，除了冰冷冷的脸颊和眼神堪称完美，尤其是穿着纱巾裙，全身上下都半遮半掩，令人更加血脉喷张。哼，你信不信我真的阉了你？燕霓裳身上冰冷的气息爆发，宛若周遭的寒冰都给冻结起来。她冷冷的眼神令叶枫打一个寒战。嘿嘿，开个玩笑。叶枫摸了摸鼻子，想要调教一个冰山女王，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要慢慢来，总有一天能够用自己的温暖感化对方。刷刷刷，燕霓裳身上的寒意消失，周围的寒冰通道也慢慢的融化。你前面所言，我慢慢的吞噬身体的毒素，需要多久才能够彻底同化吞噬？燕霓裳对着叶枫问道。明明眼前的叶枫就是个普通的武者，可对方短短的一句话却让他成功缓解
生机断绝的危险。可以说，若不是叶枫刚才的话语让他明白过来，身体里面的诡异毒素与其和对方拼命对抗，消耗自身的生机，不如将对方同化吞噬。如此一来，那种诡异的毒素还能够帮助他提升修为，修为也会变得越来越强。他一直都觉得这种很邪恶的毒素，他绝技是不可能炼化的，凭借他的能力和实力，必然能够将诡异毒素剿灭。却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诡异毒素不断的抗衡，不仅没有削弱诡异毒素，还导致自身的生机被诡异毒素不断吞噬。你过来！叶枫对着燕霓裳招了招手。干嘛？燕霓裳满脸警惕地盯着叶枫，眼眸里面弥漫着冰冷杀意，带着威胁的道：我劝你别打我的主意，否则我第一个阉了你。叶枫瘪了瘪嘴，那难道你要是阉了我，你的毒素就无解了？你说什么？燕霓裳皱起眉头，身上寒意弥漫出来。叶枫能够感觉到对方双眸里面的杀意，怕是一言不合真的会把自己给阉了。没说什么，赶紧摇摇头。说吧，我身体的毒素如何才能够真正同化化解？燕霓裳冷冰冰的声音不蕴含丝毫的波动和情感。过来啊！叶枫对着燕霓裳勾了勾手指，见到对方不明所以，不为所动，他顿时吆喝道：别耍花样！燕霓裳迈着脚步朝着叶枫走过来。咕咚！叶枫见到完美无瑕的身材，内心忍不住有些懊恼，怎么就这么快就给对方绿色纱裙呢？以后想要再看，不知道何年何月感受到冷意袭来。别动哈，我给你检查检查，尤其是别吓我，我胆子小，万一被你吓得双手乱动，摸到什么不该摸的地方，你可别怪我。叶枫伸出手就朝着燕霓裳的肩膀地方轻轻地靠上去，吃寒冰顷刻间就在叶枫的手掌凝聚。在燕霓裳惊骇的目光中，那些寒冰刚凝聚就跟着粉碎，完全无法凝固。他的内心都带着不可思议，他感受得很清楚，眼前的叶枫根本毫无灵力波动，一点修为都没有。随着叶枫的手掌轻轻地倚靠在他的肩膀，感受到那手掌里面传来的暖意，他的身体忍不住变得僵硬无比。修炼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任何的肌肤之亲。怎么回事？眼前的世界怎么会有邪神之毒呢？叶枫的双眸深处闪烁着惊骇，真的如同他猜测那样，难怪他感受到燕霓裳的身体里面的毒素会有种很诡异的熟悉感，竟然是邪神之毒。他的内心里面充满无数的疑问。华夏一战，他将6大主神全部斩杀，就包括邪恶之神。而燕霓裳身体里面的诡异毒素就是邪恶之神的邪恶之毒。你知道这种毒素？燕霓裳感受到叶枫收回手臂，内心的好奇心变得更强烈。眼前毫无修为的男子，先是简单一句话，帮他缓解修炼数十年的难题，令他摆脱被吞噬生机的命运。如今，叶枫的神色明显就知道他身体里面的诡异毒素。你在什么地方被这种毒素缠上？叶枫对着燕霓裳问道。9州之外一处海岛，我被一个怪物袭击，我将那怪物斩杀，他的身躯爆炸，化成漆黑的鲜血喷洒开来，我躲避不及时，就被诡异毒素侵入身体。燕霓裳说着，脸色也有些难看，时隔多年依旧心有余悸。你这种毒素想要解除并不是太大的难事。叶枫对着燕霓裳说道，上下打量了2眼，道：就要看你愿不愿意。燕霓裳怎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被这种毒素弄得差点生死道消，自然恨不得赶紧除掉毒素，当即追问道：别卖关子。叶枫一本正经道：你所中的毒素乃是邪恶之毒，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便是爱之花毒。你想要解毒，只有我能够帮你。燕霓裳有些不解，既然是毒素，怎么可能只有叶枫能够帮自己呢？为什么？叶枫脑海里面浮现出香艳画面，摇摇头道：不说也罢，你不会同意的，免得浪费口舌。说不说？燕霓裳浑身冰冷刺骨的寒意弥漫着而出，美目愤怒地瞪着叶枫。这可是你让我说的，你可别怪我。叶枫满脸忌惮，生怕眼前的燕霓裳暴走。尽管陆地神仙好像也打不过他，可一个女人发起火来，尤其是陆地神仙的女人，正常的男人都是很难应付的。你所中之毒必须要阴阳调和，我敢说普天之下只有我能够制服他，那就是突死他。叶枫话音刚落，滚！燕霓裳睚眦欲裂，彻底暴走。一声暴喝，寒冰通道的寒冰顷刻间变成粉碎，他宛若一头暴走的老虎。叶枫迈开脚步，转身就跑。那可是你让我说的。陛下，文白军造反，2万私军冲入金陵城，朝着天牢杀来了。袁奎双眸深处闪烁着凝重，身穿银色斗篷，手持长枪，他这是不杀叶枫誓不罢休。
赵秋燕脸色阴沉，天色变得越来越漆黑，整个金陵城喊杀声响彻云霄。你率领银龙卫，尽量拖延徐文白的思郡。赵秋燕对着袁奎命令道：陛下，我们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袁奎身为银龙卫，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皇帝。2万思郡的战斗力爆发出来，必然是一场血战。哪怕赵秋燕是大宗师强者，面对2万军队，一旦陷入战斗，极有可能也会被军队给牵制住，届时就有生命危险。杀！给我将叶枫千刀万剐！徐文白满脸狰狞，内心很清楚，只有斩杀叶枫，他才有可能活下来。他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就凭借他2万思军，想要造反成功，简直是难如登天。此时此刻，他也不傻，自然知道自己已经被李林甫给套在其中，也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条路走到黑。2万军队训练有素，朝着天牢冲来。袁奎也来不及多想，带着近100个银龙卫冲入战斗。一时间，镇守天牢的狱卒也纷纷和徐文白的思军战斗一起，明显敌我悬殊太大。徐文白的思军势如破竹，一路毫无对手，眼看着密密麻麻的士兵已经冲到天牢外面。杀！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道的士兵从周围的巷道里面不断的窜出来，少说也有近万人的军队。预备军，袁奎等人都大吃一惊。预备军不是在金陵城外驻扎，什么时候来到天牢外面呢？哪里来的军队？怎么回事？徐文白老脸跟着颤抖，见到远处密密麻麻的身影窜动，一道道的士兵不断的冲入战斗，反而使得他率领的军队腹背受敌。前面是天牢的狱卒以及银龙卫，后面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军队。文白军，大事不好！那些士兵是金陵城外的预备军。一个门客对着徐文白禀报道：预备军不是驻扎在金陵城外，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徐文白满脸的惊讶，出言问道：他们好像在这里埋伏很久，一直在等我们。一个将军对着文白军说道：该死！徐文白怒骂一声，必然是叶枫进入天牢之前就提前安排好一切，否则对方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跨入天牢？眼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道：不要乱，不要乱，我们兵力依旧占据上风。杀！眼看着银龙卫和狱卒以及突然袭击出来的预备军，他们和徐文白的军队陷入血战。赵秋燕也顾不得太多，浑身灵力激荡，满脸杀意，声音响彻云霄，道：尔等列好阵型，随阵杀敌。大宗师的气势爆发，修为弥漫开来。哗哗哗，随着赵秋燕的声音响起，徐文白的2万军队，不少士兵眼眸深处都带着惧意，战意变得衰弱下来。杀！听见赵秋燕的声音，无论是银龙卫亦或是狱卒，还有预备军，士气大涨，都彻底杀红眼，冲杀出去。鲜血不断的流淌，染红大地。光明会命人准备弓箭，助徐文白一臂之力。不远处的一座阁楼，李林甫满脸阴沉，对着身边的鬼面男说道：遵命。鬼面男子消失在阁楼。父亲，你为何要助文白军，让他们2败俱伤，不是更好吗？李勋眼看着战局焦灼，让文白军和赵秋燕2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稳坐钓鱼台，为何要助徐文白？我们的目的斩杀叶枫，可不是造反。李林甫又恢复掌控一切的模样，淡淡的道。同时待叶枫死亡，魏父就亲自出手灭掉徐文白。啊，父亲英明！李勋满脸敬佩，忍不住拍马屁。李林甫不仅要赵秋燕和徐文白2败俱伤，真正的目的是想要赵秋燕知道大宋皇朝乱不乱，只有他李林甫说了算。同时吞掉徐文白手中的军队和势力，本身的实力就会进一步加强。到那个时候，叶枫也被斩杀，赵秋燕想要继续当皇帝，就不得不继续依仗他这个丞相，就像是之前一样，将大宋皇朝的军政大权都交给李林甫。徐儿，你去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谁能够斩杀叶枫，赏赐黄金10万两。李林甫指着不远处早就安排好的一批武者，对着李勋吩咐道：父亲，血影阁的杀手自然会对叶枫动手，我们何必浪费精力？李勋知道血影阁已经接下刺杀叶枫的任务，那就是不死不休，又何必多余花费金钱和人力呢？越是混乱，血影阁的杀手成功的几率就会越大。李林甫微微眯着眼睛，出言道：叶枫不知所踪，我们必须要为血影阁的杀手找寻叶枫，拖延时间。镇国军范进修炼结束，他的修为真的在寒冰侵袭之下突破到小宗师境界。见到叶枫小跑着跑出来，生怕叶枫遇到危险。外面什么情况？叶枫听到外面的喊杀声，完全就是军队在战斗，有些诧异。文白军率领思军造反，想要冲击天牢，陛下率领银龙卫和预备军正在和对方血战。范进禀报道：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叶枫看向范进问道：陛下，
命我在这里守着，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你的安全。范进也很无奈，叶枫内心带着暖意，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宋仁帝都被造反了，还想着自己的安危，真是个十足昏君。尔等皆为大宋皇朝死囚犯，想不想此生此世重获自由？叶枫冲到天牢中间，声音响起，震耳欲聋。想。叶枫来到天牢后，发现很多死囚犯，绝大多数都是不堪被世家大族和朝廷权贵欺压，奋起反抗才被关押进来。他们大多数人实力可都不弱，若是投入战斗，也是不小的力量。众多死囚犯满脸激动，谁不想要重获新生？皇帝陛下亲率军队与叛军血战，本军以性命担保，只要尔等随陛下平叛，不仅还尔等自由。凡是斩杀敌军10人者，赏赐10夫长；斩杀100人者，封赏100夫长；斩杀1000人者，封赏偏将。叶枫的话语响起，天牢里面的囚犯一个个都双眼冒光。他们绝大多数人自从进入天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斩首示众，现在不仅能够获得自由，还能够加官进爵，内心自然无比激动。范进，他们交给你率领，快去援助陛下。若是陛下少根头发，拿你是问。叶枫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范进也被叶枫突如其来的气势吓一跳。不远处蹲在墙角的岳腾，嘴里面叼着一根草，眼眸深处都是惊骇。他怎么想也不明白，为何毫无修为的叶枫能够从那个冰窟窿里面活着出来。不仅活着出来，3言2语就让近1000名死囚犯不顾一切替他卖命。可他身经百战，又岂会不明白叶枫最后那3言2语蕴含的魅力？赏罚分明，按照杀敌数量进行封赏，这对于这些死囚犯来说就是天大的机会。他们留在天牢，只能够一辈子当死囚犯。他们按照叶枫的要求拼命厮杀，就可以改变阶层，改变家族，从死囚犯一介平民，跨越成为拥有军功的将军。又有谁不心动呢？又有谁不拼命呢？饶是他身经百战，也不得不感叹，这个叶枫真是个战术鬼才。杀！随着天牢的大门纷纷打开，近1000名死囚犯气势磅礴，纷纷跟着范进朝着天牢外面冲杀出去。赵秋燕率领银龙卫和狱卒，总共加起来也就400-500人，凭借单人修为的差距，再加上赵秋燕本身的大宗师的实力，才能够勉强抵挡徐文白近万军队的冲击。此刻身后喊杀声响起，他目瞪口呆，就见到范进手持狼牙棒，身后跟着一群穿着白色囚服的人，白花花的一大片，喊杀声震天，冲入人群。那些穿着白色囚服的死囚犯一个比一个杀得更猛，这才是真正的拼命。这些死囚犯怎么这么拼命？徐文白睚眦欲裂，见到冲入军队的死囚犯，以一敌十，丝毫不落下风，战斗起来，全力以赴，不顾一切。主公，腹背受敌，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一个门客满脸不甘。随着近1000死囚犯加入战局，局势对他们变得极为不利。陛下，没事吧？范进迅速地冲到赵秋燕身上，小宗师的修为也令赵秋燕刮目相看，道：这些死囚犯怎么会听从你的指挥？你很不错，看来当个天牢替老委屈你了。范进尴尬地笑了笑，不敢鞠躬，道：陛下，微臣可不敢鞠躬，他们都是听从镇国军命令出来支援陛下的。赵秋燕听到镇国军3个字之时，整个人松了一大口气，满脸的焦虑也缓解下来，内心忍不住暗叹，不愧是朕的贤臣，利用死囚犯战斗的想法，普天之下怕也只有他能够想得出来。知道叶枫没有生命危险，赵秋燕心里面悬着的大石头也悄然落下来，眼眸深处弥漫着冷厉，浑身磅礴的气势爆发出来。只见他猛然拔出腰间的长剑，闪烁着银白色的剑芒，剑气森然。众将听令，随阵杀出去，将这群叛贼全部斩杀。赵秋燕的长剑出鞘，实力变得更强。一些文白军的私军，他们纷纷开始倒退。实在是赵秋燕的战斗太过于恐怖，眼看着战局节节败退，怕是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全军覆没。内心带着悔恨，早知道就不该听从李林甫的诱惑。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哪里还不明白，一切都是李林甫早就设计好的圈套，目的就是让他牵制赵秋燕，对方好去斩杀叶枫。天牢里面就见到一道身影，肥头大耳，满脸横肉，裸晒胡须留得很长，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气息。大宗师叶枫双眸瞳孔微微收缩，想来外面的造反不过是牵制，目的就是牵制赵秋燕。这场混乱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斩杀自己。想必你就是镇国君吧？阮浪盯着叶枫俊朗的面容，也忍不住有些嫉妒。难怪女皇陛下也想要收过来当面手。
你是谁？叶枫站在那里，神色淡然，死到临头还能如此冷静，不得不说，你真的令我刮目相看。若不是李林甫给的太多，我还真的不忍心杀你。至少你刚来到大宋皇朝，就让北方3郡的百姓能够缓解饥荒，也算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阮浪身上灵力激荡开来，就见到他的裸晒胡须微微抖动。他盯着叶枫问道：临死就让你死个明白，我乃大宋神迹榜第17拼命郎君阮浪。哗哗，阮浪可不想要浪费时间，赶紧斩杀叶枫，拿到李林甫给的赏金，就可以去风花雪月好好找几个小妞。狂暴的灵力激荡开来，就见到他的双手凝聚成为双拳，爆发出金色的光芒，令人感到炫目无比。死吧！眼看叶枫站着不为所动，阮浪觉得叶枫必然是被自己强大的气势压迫得无法动弹，脸上都带着得意。李林甫也真是舍得，毫无修为的普通人也愿意开出5万两黄金的价格，真是有钱就可以胡乱花。大宋皇朝的天牢，还轮不到你区区神迹榜17胡作非为。一声暴喝响起，蓬头垢面的岳腾狂风呼啸，双拳凝聚，强悍的气势爆发而出，狠狠地朝着阮浪的攻击轰击而去。哇！双拳相对，阮浪满脸惊骇，整个人就被震飞出去，鲜血从嘴里狂喷而出。他死死地盯着突如其来的岳腾。阁下是谁？阮浪气血翻滚，他可是一品大宗师境界，却被对方一拳震得5脏6腑翻滚。对面的老者修为明显远在他之上。他死死地盯着岳腾，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大宋皇朝什么时候又多出这样一个强者？跳梁小丑也配知道我名号？岳腾欺身而上，浑身弥漫着磅礴力量，拳法轰击出去，爆发出砰砰的声音，锐不可当，气势雄浑。该死！见到岳腾袭来，阮浪怒骂一声，转身就朝着天牢外逃窜，完全不想要和岳腾战斗。36计走为上计，明知不是对手，他可不会留下来找死。既然来了，就别活着离开。岳腾浑身灵力激荡开来，施展出身法，苍老的身躯却爆发出巨大力量，速度提升到极致，只留下残影。双拳宛若2座山岳，朝着阮浪轰击出去。轰隆！阮浪和岳腾实力差距太大，整个人被轰飞出去，天空都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众多战斗的将士都纷纷看向天牢外，一个个都满脸惊讶。大宋皇朝何时还有此等强者？吃啦！不远处的角落躲藏着一道血红色虚影，就在岳腾追着阮浪杀出去。他没有任何的迟疑，身上恐怖的气息血煞之气凝聚，披着黑袍的虚影也显现出来，手中的匕首没有任何的停顿，朝着叶枫就刺出去。死吧！尖锐的声音伴随着匕首破空声，速度极快，几乎瞬息间就刺到叶枫的胸膛。血鹰眼看着自己就要完成任务，获得丰厚奖励。他身为邪影阁钻石级的杀手，顶尖杀手，刚开始被派遣来刺杀一个普通人之时，内心都是不屑，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不过想着丰厚的奖励，他还是选择出手，内心忍不住感叹，执行任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眼看着匕首刺进叶枫胸膛，就完成任务。吃！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整个天牢寒意侵袭，寒冰凝聚，都被冻结。血鹰只感觉到匕首距离叶枫只有3寸距离可，紧接着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人就被陡然袭来的寒冰，整个人就被冻结成为冰雕。满脸惊骇，就见到叶枫的身后不远处一道倩影，冰冷刺骨。叶枫不知道从哪里搜来一套开放的内衣给叶霓裳换上，他刚穿上之时，整个人差点没有喷血，后来想着总比只穿一条纱巾裙来得好，只能够咬咬牙跺跺脚就穿在里面了。他没想到刚换衣服出来，就见到有人要刺杀叶枫。本想着不管叶枫死活，转念一想，这家伙死了，自己的毒素谁来帮自己解呢？也只能选择出手。陆地神仙，血鹰内心差点没有吐血，感受到自己整个人都被寒冰冻结。只要燕霓裳心念一动，他就会变成死人。死吧！燕霓裳声音冰冷刺骨，吃血鹰凝固成的冰雕一点点的破碎，他的身躯也跟着慢慢粉碎，鲜血都被寒冰凝聚，无法流淌出来。啊，李林甫，我杀你全家，你坑死老子！血鹰满脸狰狞，发出嘶吼声，响彻整个天牢，内心都是怨恨和不甘。血鹰临死丝毫没感觉到痛苦，身躯就这样散落一地，用尽最后一口气，疯狂咆哮，声音响彻天牢，远远的激荡出去，地面都出现裂纹。饶是叶枫的内心也忍不住诧异，心道：看来这个世界的陆地神仙实力也不容小觑，
明显是感悟到大道之力了。花花华外面的靠近天牢众多将士都不明所以，内心疑惑，到底是什么人？这是和丞相李林甫有多大仇多大恨，要这样怒骂呢？你还是换上这个披风吧。叶枫转过身，脑海里面只要想到燕妮常穿着的那套超级情趣内衣，就忍不住想要扒开裙子看看，赶紧取出一件薄薄的披风递给燕妮长。哼！燕妮长冷哼一声，接过披风，将完美无瑕的身材彻底遮挡起来，冰冷的气息弥漫，盯着叶枫的双眸都快凝聚成利剑。想到叶枫所言解毒之法，他就忍不住想要动手阉人。这个叶枫真是可恶，竟然想要打自己的主意。大宋皇朝血影阁分阁，阁主，你将我们召集，所为何事？血红色大殿，血腥味弥漫。血13身为分阁阁主，端坐在正前方，神色阴翳，杀意凛然。3道身影出现在大殿，他们都是大宋皇朝血影阁分阁的钻石级杀手。血鹰任务失败。血13低沉着声音，话语响起，3个钻石级杀手都神色错愕，自然很清楚，在血影阁任务失败就意味着死亡。他们很清楚血鹰的实力比他们3人也弱不了多少。按照任务的描述，斩杀的叶枫身边仅仅只有大宋女帝一个大宗师，以血鹰的实力，就算无法完成任务斩杀叶枫，也不至于被赵秋燕斩杀，想要逃跑应该没多大的问题。血符、血童，我想要安排你们2人亲自去金陵城调查血鹰的死因。血13微微沉吟道，我们血影阁执行任务不死不休，你们也要同时想办法将叶枫刺杀。遵命。血府和血童微微躬身，若是李林甫发布的任务不属实的话，也顺带着将他给解决掉。血13的声音不具备任何情绪波动。李林甫发布任务，导致他手底下的血鹰死亡。根据任务描述，叶枫身边仅有赵秋燕一个大宗师，以赵秋燕的实力，想要斩杀血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叶枫并不是普通人，极有可能是超级强者，这种可能他毫不犹豫就给排除掉。第二种，就是叶枫身边除了赵秋燕一个大宗师，还有其他隐藏着的大宗师强者。那样的话，李林甫发布的任务实际情况就有很大的问题，导致血鹰死亡。以血影阁的风格，必然要追究责任。咻咻咻！李林甫安排的弓箭手趁机朝着预备军箭矢密密麻麻射出去，破空声响起，不少预备军都被箭矢射中，倒地身亡。杀！徐文白见到有弓箭手埋伏在暗中帮助自己对付预备军，面色一喜，手持长剑施展出夺命剑法，不断的斩出去。杀！杀！李林甫早就安排好的数千人，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个的戴着鬼面具，朝着赵秋燕杀出去。他们的战斗力也很强悍，朝着范进率领的死囚犯以及银龙卫和赵秋燕纷纷袭击而来，人影窜动，狂风呼啸。见到战局被自己拖住，李林甫环抱着双手，胸有成竹，紧接着却微微皱起眉头，看向远处的地方，眼眸深处弥漫着冷厉杀意。父亲，那个蓬头垢面的老者是什么人？他的实力好强，神级榜17的阮浪好像也不是他的对手。李勋见到岳腾和阮浪的战斗，满脸惊讶。神级榜17的阮浪，那可是实打实的一品大宗师，却被那个老者从头到尾压着打。大宋皇朝的天牢里面，什么时候有此等强者？想不到他竟然还活着，真是可恶。自从老者出现，李林甫就感觉到很眼熟，回想良久，总算是想起来，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他就是大将军岳腾。李林甫对着李勋说道：什么？岳腾还活着？他不是在20多年前就被满门抄斩了吗？李勋记得很清楚，宋宣帝当时将整个岳家满门都给斩杀殆尽，岳腾据说也是被宋宣帝亲眼看着将脑袋斩下来的，怎么还活着呢？父亲，岳腾活着出现在这里，会不会和叶枫有关系？李勋咬牙切齿，叶枫也在天牢里面，阮浪就是他们安排去天牢里面斩杀叶枫的强者，而岳腾就是从天牢追阮浪冲出来。既然岳腾和阮浪都纷纷冲出来，那么叶枫在什么地方呢？究竟是死是活？你去传令，光明会全部出动，想办法斩杀岳腾。李林甫微微沉吟，声音冰冷。他自然不觉得岳腾的出现和叶枫有关系，叶枫才来大宋皇朝10多天，岳腾都消失近30年，两者之间毫无交集的可能，只觉得一切都是巧合，内心却有些恼怒。在这个档口突然杀出一个岳腾，确实令他感到棘手。父亲，血影阁的杀手实力强悍，不知道有没有得手。李勋内心想着的都是叶枫是否已经被血影阁刺杀，光明会出动，
就能够拖延时间。李林甫神色淡然，很清楚血影阁钻石杀手的实力，胸有成竹的道：血影阁的钻石杀手出手刺杀叶枫这样一个寻常武者，不可能失败。不知道李林甫要是知道血影阁的刺客已经被燕霓裳瞬息秒杀，会不会心态崩溃吐血呢？毕竟他精心谋划这么久。刷刷刷，随着光明会的成员顷刻间出现，一个个戴着鬼面具的强者都纷纷杀入战局。一时间，赵秋燕脸色阴沉，长剑不断挥动，却耐不住徐文白的军队，外加埋伏的弓箭手以及杀出来的鬼面人队伍，战斗力都不弱。战局变得越来越混乱，鲜血流淌成河，尸体堆积。滚开！岳腾暴喝一声，周围戴着鬼面具的数十道身影，每个人气息都很强悍，朝着他猛然袭击而来。阮浪见到有鬼面人协助自己，满脸狰狞，自己堂堂大宋神级榜17，刚才可谓是狼狈不堪，道：你们大家给我缠住他，只要给我机会，我必杀他。杀老夫！岳腾哈哈大笑，双拳爆发出磅礴力量，狂风呼啸，气势更盛，以一敌十，丝毫不落下风。这个老者是什么人？实力好强，感觉他比陛下还厉害。我也不知道，以后不知道我们大宋还有此等强者。大宗师境界的强者，他好像是从天牢出来的。不少人纷纷侧目，忍不住议论纷纷，都在内心猜测岳腾的身份。我知道他是谁。见到岳腾威风凛凛的身影，有人忍不住惊呼出来：他是谁？旁边的人都纷纷出言问道：你们可曾还记得岳家？若是我没猜测，他就是大将军岳腾。岳腾的出现引起不小的轰动，徐文白也注意到岳腾的出现，脸色变得铁青。自己带着私军杀到天牢，先是近千的死囚犯，紧接着又是消失近30年的大将军岳腾，怎么会如此巧合？内心都是不甘和愤怒，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他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明明带着私军杀到天牢，轻而易举就可以斩杀叶枫，却变成现在这个混乱局面，总感觉到好像有一只幕后黑手掌控一切。想不到大宋皇朝还隐藏着此等强者。秦莹莹的美目闪烁着，从小到大她就最敬佩军中男人，她就觉得男子汉大丈夫自当征战沙场。见到岳腾从天牢冒出来，大杀四方，也忍不住惊诧，想不到师兄还活着。白猿见到岳腾的身影，双眸深处弥漫着深深的光芒，浑身也跟着爆发出磅礴战意。若不是想着这里是大宋皇朝，恐怕早就冲入战场。当然，他并不是想要和岳腾并肩作战，而是想要和岳腾一较高下，即决高下，也分胜负。白叔，你说他就是大将军岳腾？他还没死？听到白猿的话语，秦莹莹也忍不住拧起眉头。她经常从白猿的口中得知岳腾的名字，这么多年以来，白猿觉得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师兄岳腾之死。定然是他，我不会看错。白猿坚定的点点头，声音激动。如今岳腾还活着，白叔你就有机会完成你多年的心愿，可以亲手打败他。秦莹莹说着，捏紧拳头。白猿和岳腾乃是师兄弟，两人从入门开始便互相较劲。后来，岳腾乃是大宋皇朝世家岳家之人，便回到大宋皇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官拜大将军之位，权倾朝野。白猿则加入大秦皇朝，跟着秦武帝开疆拓土。8年时间，他便亲率大军灭掉整个赵国，使得大秦皇朝的疆域迅速扩宽整整1/3，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他与岳腾都是心高气傲之辈，不管是个人的比武，亦或是沙场的厮杀，各自都觉得将来两人之间必有一战。谁知道重文轻武的大宋皇朝，宋宣帝害怕岳腾功高震主，便听从文臣的谏言，设下计谋陷害岳腾，将整个岳家满门抄斩。以岳腾当时掌控的势力，完全可以造反，他却没有造反，选择以死明志，证明岳家的清白。也正是如此，岳腾乃至岳家在大宋百姓心目中才会有如此威望。哈哈！白猿一扫阴霾，爽朗哈哈一笑，内心无比畅快。白叔，不过依我看来，战局对于大宋皇帝可不利，后来加入的那些鬼面人实力可不弱。秦莹莹盯着战场，见到赵秋燕率领的银龙卫以及狱卒和死囚犯，战斗开始有些颓势，人数的差距实在是有些大。公主，你将来也要走上战场，就要学会明晰整个战局，瞬息万变，不能以一时的优劣势就来断定战局。白猿却缓缓摇摇头，以他的战争阅历，一眼就看出来，表面上赵秋燕处于劣势，实则那些鬼面人加入战斗根本无心拼杀，明显就不是真正的想要协助徐文白。这样一来，只要鬼面人达成目的，撤出战斗，徐文白就必败无疑。更何况
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镇国君还在暗处。月藤可不相信，一个能够想出推恩令，协助大卫凌潇湘成为第一人女皇帝的谋臣，轻而易举就被斩杀。你仔细想想，若是现在镇国君活着出现，你觉得他手里面就没有底牌吗？白猿对着秦莹莹问道。秦莹莹微微拧起眉头，她虽然相信白猿的猜测，却摇摇头道：那个叶枫主动踏入天牢，我觉得那些人可不会让他轻易活着走出来。大，就在秦莹莹的话音刚落，耳边猛然就响起阵阵马蹄声，就见到数十里开外的街道，一道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手持长枪，身后跟着数千骑兵，气势威武不凡，朝着天牢外面驰援而来。白叔，你怎么知道还有后手？秦莹莹见到那些骑兵，满脸敬佩地看向白猿，问道。自从我读过叶枫的2首诗，我命人调查过此人，他心思缜密，果断狠辣，主动入狱，就是想要以自身为诱饵，引蛇出洞。白猿身为武将，除了打仗，他唯一的爱好便是研究诗词。自从读过叶枫的《定风波》与《泊秦淮》，他就派人调查叶枫，很多的局面他自诩换成自己也无法成功。就比如大魏皇朝之时，白猿都没有想明白叶枫当年如何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大魏皇朝的皇太子斩杀，完成绝地翻盘的。公主，这个叶枫若是能够拉拢，为我大秦所用，绝对能助我大秦统一九州。白猿微微拧起眉头，神色也变得冷厉，杀意凛然道：若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必定是大秦统一九州劲敌，当提前杀之。秦莹莹的内心都是震撼，她从小就跟在白猿身边，南征北战，从未见过军神白猿神色间出现过此等表情，那是深深的忌惮。父亲，不好，信陵夫人的骑兵杀来了。李勋远见到信陵夫人，轻率骑兵杀过来，脸色大变。迄今为止，叶枫都没出现，天牢方向也无动静。李林甫脸上的皱纹也微微抖动，走上前数步，调动10个死士闯入天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李林甫声音低沉，无论如何，如此良机必须要斩杀叶枫，不然还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呢。父亲，那些死士可不好培养。李勋咬着牙齿，本以为文白军造反就可以轻易斩杀叶枫，却没想到投入这么多人手，只要能够斩杀叶枫，这点死士不算什么。李林甫可不相信叶枫好端端大活人就平白无故地消失在天牢里面，必然一切都是叶枫掩人耳目的计谋。身边一道黑影出现，紧接着又消失，正是掌控死士的统领。眨眼间就见到天牢大门的边缘10道身影，正是李林甫培养的死士，就朝着天牢里面冲进去。不好，快去保护镇国君！赵秋燕投入战斗，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盯着天牢大门方向。见到那些身法敏捷的身影窜入天牢，他猛然暴喝一声，浑身灵力激荡，想要脱离战斗，前去天牢保护叶枫。杀！却没想到徐文白老奸巨猾，哪里会让他轻易脱离战斗，命人疯狂袭击。叮叮当当，一阵阵令人心神震颤的铃铛声响起，就见到一道倩影，肌肤胜雪，双眸宛如一泓清水，干净纯洁，樱桃小嘴，两边脸颊自带红润，头顶竖着一根银色的发簪，点缀着几朵白银雕刻而成的吊坠，上身穿着红黑相间窄袖，两边大领对襟短衣，刚好遮挡住肚脐的位置，下身穿百褶裙，刚好和膝盖相齐，整个人显得飘逸多姿，婀娜动人。身上的服饰挂着多个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令人忍不住心神震颤。他的身后跟着10道女子倩影，穿着相同的服饰，也都极尽漂亮。最重要的是，这10道女子修为境都是小宗师境界。我的圣君哥哥呢？声音响起，宛若铜铃清脆，动听无比。她正是叶枫大魏都城那个吵着要嫁给他的邻家女孩阿花。众人都满脸疑惑，这个苗疆女子穿着打扮就知道，还能够跟着10个小宗师，身份在苗疆绝对不一般。对方口中的圣君哥哥究竟是谁呢？你试试是不是舒服很多？叶枫的手掌心轻轻地贴着燕霓裳的纱裙，冰冷刺骨的寒意侵袭而来，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饶是燕霓裳的内心也感觉到不可思议，到底这个叶枫是什么人？明明毫无修为，却不受自己寒冰大道影响，手感真是很软很舒服，就是有点冰冷，要是能够热情似火，把玩起来绝对会更令人舒服满意。燕霓裳绝美的脸颊之上，内心都是羞怒，心道：这个该死的东西，他肯定是为了占我便宜，根本不是给我压制毒素。可是叶枫贴着他胸前之时，那些游离在胸膛周围的毒素就像是绵羊见到狼群，纷纷逃窜，内心无比羞耻，明明被占便宜，却找不到证据，还不得不点头。随着环绕在心脉近30年的毒素分开，
整个人生机也变得强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叶枫满意的点点头，那难道？你好生考虑考虑我之前给你说的解毒方式，你身体所中之毒，只有我能够帮你弄死他。哼，滚！燕霓裳满脸嗔怒，又见到叶枫一本正经的神色，又见识到叶枫刚才镇压诡异毒素的手段，他的内心也有些将信将疑。传闻9州之中就有不少武者无法突破修为境界，选择男女配合的修炼方式就能够继续提升境界，但是燕霓裳却从未听过有人中毒能够以这种方式解毒。骗你干嘛？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真以为我愿意啊？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说不定我到时候还吐不出来呢。叶枫一边说还面带嫌弃。燕霓裳咬牙切齿，他发誓只要自己身体里面诡异毒素彻底除去，绝对要叶枫生不如死。自己堂堂陆地神仙强者，偏偏被一个普通人如此拿捏，暂时还只能够忍气吞声。谁让只有叶枫了解那种诡异毒素呢？叶枫在那边，快杀！就在叶枫还准备循循善诱，慢慢开导冰山女神之时，务必要让对方敞开心门，做一个快乐的女人之时，就听见天牢的大门那里脚步声传来，伴随着的就是10道身影，气息强悍无比，朝着他就袭击而来。这个小子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在天牢和女人卿卿我我，真是会玩。一个死士见到叶枫和燕霓裳如此亲密站在一起，忍不住吐槽道：嘿嘿，老大，常言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另外一个死士嘿嘿一笑，速度却丝毫不减，手中的匕首朝着叶枫的胸膛要害猛然刺出去。死！燕霓裳被叶枫调戏，内心本就憋着怒气，正苦于无处发泄呢，堂堂陆地神仙却被10个死士言语调戏，哪里还能忍？冰冷刺骨的寒意弥漫，天牢的温度瞬间下降10来度，空气都被寒冰凝聚。10个死士还没袭击到叶枫身前，就听见耳边发出嗤嗤的声音。嗤嗤嗤，他们就见到身体周围寒冰慢慢凝聚起来，朝着他们的身躯蔓延，他们也慢慢的开始被寒冰侵蚀。啊！寒冰大道，他是陆地神仙。为首的死士瞪大眼睛，满脸惊恐地盯着对面燕霓裳，声音颤抖。只有陆地神仙才能够动用大道之力。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何血影阁的钻石杀手都没能杀死叶枫了。开什么玩笑？叶枫身边跟着个陆地神仙，莫说血影阁钻石杀手，就算是邪影阁的阁主亲自动手，也未必能打败陆地神仙啊！唉，都不给我出手机会。叶枫见到10个死士被燕霓裳的寒冰大道冻结，忍不住摇摇头，满脸遗憾，就朝着天牢外面走去。吃，燕霓裳将叶枫给的披风拉下来，将冰冷绝美的面容都给遮挡起来，他还不想被人发现。紧跟着叶枫身后留下10个死士，身体慢慢的被寒冰延伸，身躯也在一点点的粉碎。老大，我怎么感觉主人和叶枫斗仿佛在自取灭亡？一个死士的身体被寒冰覆盖完毕，忍不住声音颤抖的道。话刚说完，化成无数的寒冰粉碎。啊！燕霓裳后脚踏出天牢，寒冰消散，10个死士也随着消散，尸骨无存。叶枫刚走出天牢，深深吸一口气，这些人真的沉不住气。自己踏入天牢3日，只过去2日就迫不及待想要动手，而信陵夫人率领的3000骑兵也无比准时地杀入战场。杀！随着信陵夫人的骑兵冲入，徐文白老脸抖动，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杀！左手边的地方又是近千身影，正是薛贵率领的禁卫军杀入战场。嗷嗷！疯狂的嘶吼声响起，大山庞大的身躯，双眼血红，血腥味弥漫。他几个蹦跳，朝着那些戴着鬼面具的光明会成员陡然杀出去，大卸八块，鲜血横飞。不少光明会的成员都被大山的战斗方式给吓得纷纷倒退。老黄依旧抱着泛黄破旧的木匣子，他的身体一甩一歪的来到叶枫身前，满脸警惕的盯着周围，做出防御的姿势。少爷别怕，只要老黄还在，你就不会死。叶枫却忍不住翻了翻白眼，这个混吃等死的老东西，当年自己真是找不到人用，才让他给自己当管家。本以为是个隐士高手，却没想到真的是个老混混，吃、喝、嫖、赌，抽无一不精通。当然嫖这方面也仅限于他和大山吹嘘自己多厉害。什么叫做一夜10次郎？反正别人也没见过，随便吹。明明口口声声保护自己，那个防御的姿势仿佛就是告诉对手，你尽管放马过来，和你战斗算我输。杀！赵秋燕见到叶枫安然无恙，紧绷的面容也浮现出淡淡笑意，心里悬着的大石头落下，挥动长剑，全力朝着敌军斩杀出去。父亲，你快看，那个叶枫还活着。李勋见到叶枫从天牢出来，满脸狰狞，
忍不住怒道：“先是血影阁钻石杀手，又我们派出去的10个死士，他竟然还能活着出来！”目光紧接着又落在叶枫身后斗篷人身上，咬牙切齿道：“定然是那个斗篷强者出手救了他。”都到这个时候，李林甫哪里还不明白？叶枫就是在等他们跳进来，想要一网打尽啊！快撤退！这个叶枫好阴险啊！眼看着大势已去，李林甫龇牙咧嘴，一甩衣袖，满脸阴沉，朝着阁楼下面转身离去，双脚明显有些抖动。他今晚派出去的光明会成员，以及那些死士，还有之前派出去的那些人手，都被周围袭来的援军包围起来，想要逃出来，难如登天，必然损失惨重。噗嗤！刚走下阁楼，器械翻滚，加上白天受到白猿的威压造成的伤势，怒火中烧，一口老血紧跟着喷出来，差点没站稳，就倒在地上。圣君哥哥，人家找你好辛苦啊！铜铃一般清脆的声音响起，一道倩影朝着叶枫传来，正是刚才来到天牢外面的阿花。她身后的10个妙龄女子也是紧随其后，寸步不离。阿花！叶枫见到眼前穿着苗疆服饰的女子，神色也有些惊诧，总算是明白过来，为什么对方这么多年追着要嫁给自己。九州苗疆的女子至情至圣，一生只要认定一人，便可以主动追求男子。流传着一句名言：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真是无情，一言不留就丢下阿花。我还以为你被凌潇湘留在皇宫，都准备带人杀到皇宫了，才知道你去了大宋皇朝。阿花俏皮的脸上带着埋怨，有些许的红晕，格外调皮动人。叶枫伸出手，使劲的在阿花粉嫩的脸蛋捏了捏，满意的点点头，道：“果然还是一样的手感。嗨，你欺负人！”阿花很不满的甩了甩胳膊，浑身透露出来都是撒娇。那些鬼面人，人不人，鬼不鬼的，看着挺烦人。你带着他们去杀干净。叶枫放开阿花的脸蛋，见到不少的鬼面人想要逃窜，当即对着阿花说道：“好的。”阿花丝毫不带迟疑，转身就朝着不远处的鬼面人杀出去，抽出缠绕腰间的腰带，就变成鞭子袭击出去。他身后跟着的10个小宗师也加入战局，那些鬼面人哪里还招架得住，纷纷开始四下逃窜。撤退，撤退！徐文白老脸颤抖，内心带着不甘。辛辛苦苦耕耘数10年，毁于一旦。苗疆自古以来便游离于皇朝宗门之外，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从不参与任何争斗。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这个叶枫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连苗疆之人都对他言听计从。最重要的是，那10个小宗师的女子配合默契，组合起来战斗力强悍无比。身上6品小宗师修为爆发出来，手持长剑，一剑斩出数10丈的剑芒，横扫而出，想要带领身边亲信杀出重围。杀！一个不留。叶枫站在天牢外面，神色淡然。他看向不远处的薛贵以及范进等人，冷冷的道：“不少跟着徐文白造反的将士。”听到这句话，一个个都满脸狰狞。他们早就知道叶枫心狠手辣之名，却没想到如此果断。赵秋燕不愧是大宗师境界强者，手中的长剑剑芒闪烁，将周围的人纷纷斩杀。与岳腾战斗的鬼面人见到阿花等苗疆女子实力如此强悍，眼看着同伴一个个的被无情斩杀，无心恋战，只想要逃窜。砰！岳腾趁他们分神，浑身气势爆发，双拳霸道凶猛，就将2个鬼面人震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气绝身亡。该死！见到局势不妙，阮浪身上灵力流动，脚步移动，速度很快，转身就想要逃窜，不想要继续和岳腾战斗，想跑。晚了！岳腾见到刚才想要杀自己的阮浪，见势不对，转身就跑，暴喝一声，气势磅礴，速度很快，欺身而上。砰！阮浪感受到岳腾袭来的双拳，伴随着的巨浪，他满脸的不甘和怒色，道：“阁下何必要斩尽杀绝？”砰！砰！砰！岳腾却根本不听阮浪的话语，双拳爆发出恐怖的力量，虚空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每一拳都用尽全力。哇！阮浪仅仅是8品小宗师境界，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是4品大宗师岳腾的对手，数个交手就被重创倒地。镇国君，镇国君，不要杀我！阮浪感受到岳腾袭来的双拳，发出怒吼声，看向叶枫，哀求道：“我是8品小宗师，我愿意效忠于你。”叶枫闻言，嘴角扬起，轻蔑地笑了笑：“你真以为本君这里是垃圾收容站，什么牛马都接受？”砰！岳腾闻言，双拳应声轰出，阮浪五脏六腑粉碎，瞪大眼睛，死不瞑目。自己堂堂大宋神级榜17，临死都要被叶枫羞辱为垃圾，内心都是悔恨。
早知道就不该贪图李林甫5万两黄金，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卖。兵败如山倒，徐文白浑身灵力激荡，双眸深处弥漫着冷厉杀意，手持长剑，眼看逃窜的后路都被杏林夫人的骑兵挡住，苍老的身躯仿佛虎躯一震，长剑弥漫着无数剑气，对着身边数百个亲信暴喝一声道：擒贼先擒王，给我杀叶枫！怒吼声响起，他的速度最快，长剑不顾一切，弥漫着狠辣的剑芒，一剑纵横数十米的剑气将周围的士兵都给斩飞出去。众多徐文白的亲信也是满脸杀意，纷纷协助徐文白将周围的其他人不顾一切地阻挡下来。嗷嗷！大山见到有人想要袭击叶枫，双眸变得血红，浑身血气爆发。叶枫也有些惊讶，想不到大山这家伙身躯天赋如此厉害，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又变得强悍不少。寻常的小宗师怕是连他3爪都无法承受吧。整个人庞大壮硕的身躯匍匐在地，俨然变成一头野狼，整个人砰的一声就落在叶枫不远处，双爪狠狠地撕裂出去，将冲过来的数个士兵顷刻间斩杀。徐文白满脸皱纹，长剑浮动，剑影弥漫，怒吼道：叶枫，你给我去死吧！施展出来，正是夺命剑谱第5招剑舞。少爷，我保护你。老黄只感觉到剑影袭来，总感觉到无比熟悉，却始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伸出手想要去打开木匣子，却发现双手无处安放，找不到打开木匣子的地方。大山，你让开，我来教他夺命剑法。老黄对着大山暴喝一声，抱着木匣子，佝偻着身体，明明是要冲出去，却刚跑出去3步，神色就变得冷静下来，又退回来了。老黄，确定？大山憨厚地回过头看向老黄，咧开嘴，流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却没有退开的意思。你不信我？老黄又开始夸夸其谈，仿佛他真的知道夺命剑法一样，那可是能与武圣战斗的剑法，还满脸不屑，摇着脑袋鄙夷地看着徐文白，讥笑道：哈哈哈，想不到夺命剑法这么垃圾的剑法也有人修炼。死！徐文白差点没有气得吐血，自己的夺命剑谱虽只有上卷，却修炼到6品小宗师巅峰，夺命剑法可是9州公认最厉害的几门剑法之一，却被一个毫无修为的糟老头子当着众人羞辱，勃然大怒，长剑刺出，剑芒狠辣，剑影凌厉，蕴含杀气，一剑而来，夺命出剑。心想，杀不死叶枫，我还杀不死你个糟老头子吗？叶枫忍不住无奈。老黄和大山吹牛，一个敢吹，一个敢听。吃啦！大山根本不给徐文白杀过来的机会，双手变成利爪，魁梧的身躯爆发出磅礴力量，爪子弥漫虚影，朝着徐文白撕裂而去。滚开！你找死！徐文白施展出夺命剑法第6式，剑气纵横，剑法凌厉，剑芒宛若一条蛇陡然袭出。剑6，却没想到不远处的这个大傻子还敢冲上来，完全就是自寻死路。吃啦！剑芒弥漫出去，一道道的剑气朝着大山斩出。大山身躯魁梧，身法却变得无比灵活，宛若一头狼。不过徐文白可是6品小宗师巅峰，修炼夺命剑法多年，实力也不容小觑。大山战斗起来凶狠异常，却不如徐文白狡。仅仅是数个交手，大山就落入下风，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被徐文白伤到。老黄见到徐文白施展出剑6，满脸鄙夷，摇摇头，满脸的神情都是嫌弃。他倒是抱着木匣子不断踱步，看起来真的像个高手，却怎么也不敢冲上去。嘻嘻，老黄，你别装了，快退下来，免得剑气伤到你。不远处的阿花见到老黄装模作样，忍不住捂着嘴，朗声说道。老黄吹眉毛瞪眼睛，严肃的口吻道：你这小姑娘，你再乱说，信不信我不同意你嫁给我家少爷？哼，等你家少爷娶了我，我就让他把你给扫地出门。阿花不甘示弱，挺了挺胸前依旧原生态的2个小花苞，必须要有人给他浇水才能够茁壮成长。哼，就知道欺骗小姑娘。燕霓裳站在叶枫身后，鼻音很重，声音很冷。叶枫耳边传来燕霓裳的话语，无奈的耸耸肩，真是站着也躺枪。唰啦！就在这个档口，不远处的赵秋燕手持长剑，身上大宗师的修为爆发，剑气纵横交错，出剑速度极快，已经朝着徐文白斩出去。该死！徐文白6品小宗师巅峰修为，对付大山还能够占据点上风，面对大宗师的赵秋燕，毫无还手之力。赤赤赤！夺命剑法第6剑施展，一道道的剑芒凝聚起来，形成磅礴的剑气，滔滔不绝，朝着赵秋燕斩出去。真是废物，修炼几10年，就这水平。老黄见到徐文白施展的剑法，忍不住嘀咕，神色更加不屑。
吃啦！徐文白再次被老黄羞辱，一个分神就被赵秋燕的长剑从肩膀的地方猛然刺穿出去，一条手臂齐刷刷飞出来。大山发出怒吼声，也是抓准时机，双手变成的利爪死死地扣在徐文白的后背，皮肉骨头撕裂的声音传出。啊！徐文白发出凄惨嘶吼声，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大山狠狠地抬起来，鲜血横飞，重重地飞出去，砸在地上。赵秋燕神色坚定，长剑在徐文白飞出去之时，一剑刺穿徐文白胸膛，鲜血狂涌，却没有斩杀徐文白。自从经历过上次的事情，他明白遇见这种情况必须要留下活口，才能够有利于追出背后元凶。朕没杀他。赵秋燕生怕被叶枫责怪，赶紧回过头看向叶枫所在的方向。杀了吧。叶枫摇摇头，对着赵秋燕说道：为什么不追求幕后元凶？之前在朝堂之上，不是你让朕留下活口，现在留下活口，你又让朕杀了吧？赵秋燕满脸不解。徐文白老奸巨猾，他若是有证据，早就开口投降。你以为他真想造反啊？叶枫很清楚，无论是李林甫亦或是徐文白，皆是老奸巨猾之辈。就算明知道徐文白造反之事，定然和李林甫脱不了干系。可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总不能够莫须有给一个丞相定罪吧？以李林甫这么多年的性格，又怎么可能留下证据？况且徐文白的本意不过杀到天牢，情杀自己，却莫名其妙就变成造反，他也是有苦说不出。要是有李林甫的证据，早就投降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徐文白听见叶枫的话语，内心都是悔恨，心道：这个叶枫实在是太恐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消灭他们。那些鬼面人和死士也是死伤惨重，其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武者也都被全部斩杀。他如何不知道经此一战，李林甫手中的实力必然受到很大的削弱。这个叶枫心机深沉，从刚来大宋皇朝抢走李林甫禁卫军和预备军掌控权，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绝对不是平白无故就去浪费时间的。此次主动踏入天牢，就是等他们跳出来。别杀我！文白君躺在地上，声音断断续续，无比颤抖。朕待你不薄，你却还想要造反，其心可诛。赵秋燕手持长剑，若不是想要留着活口，刚才那一剑他就可以斩杀徐文白，也不用多此一举。整理现场，将这些尸体掩埋处理，以免引起瘟疫。叶枫嗅着浓郁的血腥味，微微皱起眉头，内心实在是有些厌倦这样的场面，当即看向范进吩咐道：遵命。范进对着叶枫无比恭敬的道。他身后跟着的众多死囚犯也满脸好奇盯着叶枫。尔等平贼有功，待本君整理清楚，后续封赏。叶枫很清楚，这些囚犯刚才战斗也非常勇猛，自当赏罚分明。多谢镇国君。众多囚犯也对叶枫敬佩无比。沈炼，你带人去将文白军抄家灭族，所获冲缴国库。叶枫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赵秋燕站在叶枫身边，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叶枫，就像是个小妻子崇拜丈夫的表情。你们处理吧，我回去了。这2天在天牢里面都没有好好休息，实在是有点疲倦。转身朝着清雅阁走去。等等朕。赵秋燕看得有些吃了，回过神来，见到叶枫离去，赶紧追了上去。圣君哥哥，等我！阿花身上的铃铛发出叮叮的声音，也是快速追上去。燕霓裳穿着斗篷，微微局促眉头，略微犹豫片刻，也没有停顿，就消失在原地。叶枫，慕容婉儿一直躲藏在暗处，悄悄带着人保护叶枫。见到叶枫离去，也不甘落后，迅速追去。主公真是厉害，几个绝色美女都如此倾心于他。沈哥，你的意思，连皇帝陛下也爱上朕国君了吗？你这不是废话，你难道忘记陛下之前在清雅阁寻不到主公，大发雷霆？沈炼等锦衣卫见到叶枫身后跟着的几个女子，都忍不住感叹，以后清雅阁怕是难得清静了。老黄抱着木匣子，盯着叶枫离去的背影，忍不住啧啧咂舌。嘿嘿，几个嫂子。大山嘿嘿傻笑。信陵夫人穿着盔甲，却遮挡不住她身上成熟女人的美丽。她的目光也紧跟着离去的叶枫，眼眸深处弥漫着羡慕。她亲自护送叶枫来到大宋，一路之上见识到叶枫的才华韬略，内心都是敬佩。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也不敢奢求太多。虽然她与信陵君来不及有夫妻之时，信陵君就为了抵抗太子赵亨造反，力竭而亡，战死皇宫。可她依旧是个成熟女人，大名鼎鼎的人妻。心道，若是自己从未嫁人，也还年轻，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勇敢追求爱的人。夫人，我觉得你应该勇敢点。就在信陵夫人内心五味陈杂，一个长相清丽脱俗、肤白貌美的女护卫
出现在他的身边，缓缓的道：“镇国军除了武道部行长像英俊不凡，文韬武略绝顶，此等世间奇男子，你觉得我这样一个大龄女子有希望吗？”信陵夫人手持银色长枪，声音有些悲伤和无奈。信陵君战死，夫人多年以来操持信陵军府，协助陛下，武道也不弱，巾帼不让须眉。况且夫人看起来哪里像大龄女子？我要是男人，就喜欢你这种成熟女人。小颖3岁父母双亡，是信陵君将她带回来收养起来。这么多年，他早就把信陵夫人当成至亲之人。打量着情绪低落的信陵夫人，带着玩味的笑道：“好你个小妮子，还敢笑话我？看我回去不收拾你！”信陵夫人被小颖打去，隐藏在头盔下细润的两边脸颊红了个透，脑海里面都是娇嗔，哪里不明白小颖话外之音。她有次夜深人静，孤独寂寞的时候，就在木桶泡澡，再加上喝了点酒，就没忍住内心的欲望。那幅画面恰好被这个小妮子偷偷来到窗外看到，给她内心都弄得又是尴尬又是羞怒。在她还不知道怎么解释之时，这个小妮子就来了句：“夫人，你不用解释，你这个年纪的正常女人都免不了心花怒放，了解的。”小妮子转身扭着小翘臀就离开了，留下愣在原地的信陵夫人。那意思，除非你不正常，才不这样做。东阳军府，天色才微微亮，天边的朝阳半遮半掩，红霞一片。马东阳早早就坐在议事大殿，以往脸上轻松娴静神情消失殆尽。约莫小半个时辰，也只有半数的人到来。茂才，你去告诉他们，依柱乡之内依旧未到之人，请他们去账房支取酬劳，离开东阳军府。马东阳紧皱着眉头，脸色阴沉，沉声说道：“遵命。”左手边的老者站起身来，就朝着大殿外面走去，当即开始吩咐仆人去传达东阳军的命令。其余的门客原本有说有笑，听到马东阳的话语，也纷纷错愕。他们都是跟着东阳军多年的门客，这么多年以来，东阳军稳坐钓鱼台，很少发这么大的火，隐约都感觉到必然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命令传达出去。剩下的门客知道问题严重性，都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殿。自从他们来到大殿，就没见过马东阳的眉头舒展过。马东阳咳嗽2声，四下安静下来。文白军昨夜造反失败，数万私军一个不留，全被叶枫斩杀。金陵城血流成河，尔等依旧懒懒散散，也是想要抄家灭族吗？马东阳一宿没睡，一直关注着金陵城天牢外的战局。本以为有李林甫暗中协助，徐文白率领数万私军，必然能够屠杀叶枫，却没想到叶枫安然无恙，徐文白却被陛下一剑斩杀，数万私军一个不留，全都被斩杀，其余的参与之人也都当场斩杀。哗哗哗！众多门客闻言都纷纷窃窃私语起来，他们脸色也变得很不好看。这个叶枫未免太狠了吧，几万大军就这样屠杀殆尽，一个不留。一个门客忍不住骇然，出言问道：“你这都还不明白，叶枫就是在杀鸡儆猴。”另外的一个人跟着说道：“茂才，你怎么看？”马东阳揉了揉太阳穴，本以为叶枫年纪轻轻，就算是在大魏皇朝有所作为，都是建立在凌潇湘给他权力的基础上，来到大宋皇朝翻不起什么浪花，却没想到短短的10多天，几件事情，叶枫明显彻底坐稳了镇国军之位。这么多年，东阳军府享受封地税收，享受朝廷俸禄，却不曾为朝廷做任何事情。他也觉得大宋皇朝分崩离析，混乱不堪，每天钓钓鱼，养养花草就可以了却残生。叶枫来势汹汹，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对他也会动手。启禀东阳军，叶枫此人极其善于谋略。徐茂才内心也有些震撼，深深吸一口气，道：“我们仔细回顾整件事情，不难发现，从文白军取出紫金圣旨逼宫开始，后来的事态发展，可以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和决策之中。第一个目的，灭掉掌控军队的文白军，使得金陵城彻底掌控在他手中。第二个目的，想要引出更多人，李林甫想必也损失惨重，杀鸡儆猴。此举就是告诉后来人，想要造反违背皇朝，文白军就是下场。”徐茂才的话语响起，众多门客心里面也都暗暗盘算，谁也不知道这个心狠手辣、杀伐果断的叶枫会不会对东阳军下手。一旦下手，他们这些人也跟着遭殃。不少人都开始暗暗想退路。主公，当务之急，想办法与之交好，命令所有门客属下不要闹事，低调做人，隐藏实力。你乃世代罔替的封君，拿不到你的把柄，他也不能对你动手。徐茂才对着马东阳提议道：“就按照你说的办，即刻执行。”马东阳点点头，眼眸深处弥漫着冷厉杀意。叶公子，
好一招引蛇出洞，害得人家白白替你担心。叶枫刚回到清雅阁外，就闻见一股熟悉的香味迎面而来。慕容婉儿似乎早就等在那里，眼神之中带着哀怨。不远处的地方，玉婆婆身后跟着数十道身影，苍老的双眸，目光明显不善。她收到慕容婉儿的命令，带着人躲在天牢外，就为了保护叶枫。她想到自家小姐辛辛苦苦潜伏金陵城多年，却因为叶枫被关入天牢就暴露身份，若是传到主人耳中，怕是免不了责骂，就替小姐感到不忿。多谢。叶枫知道慕容婉儿也是真的担忧，内心也有些感动。小姐，有人赶过来了。玉婆婆听见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身法很快就来到慕容婉儿身前。其余的数十道身影满脸戒备，灵力流动，他们都很害怕有人对慕容婉儿不利。叶公子，夕阳西下，不见不散。慕容婉儿也很清楚，她身为大夏皇朝的公主，上次大宋皇朝朝堂之上，她是以文书方式拜访，若是又出现在清雅阁外，难免令人怀疑跟着玉婆婆就消失而去。来人正是赵秋燕，她轻轻地嗅了嗅，只感觉到好熟悉的香味，顿时就想起来，这股香味不正是叶枫2次晚归身上的香味吗？刚才那个女人是谁？赵秋燕低着头，一只手轻轻地拉着衣角，她明知道自己和叶枫没有任何关系，却忍不住感到酸楚袭来，对着叶枫问道：哦，有人吗？叶枫也不知道怎么给赵秋燕解释，难不成说对方是敌国公主？含糊其辞地揉了揉眼睛，故意打个哈欠道：陛下，我这2天在天牢都没有休息好，我先去睡觉。见到叶枫一溜烟钻入清雅阁，赵秋燕咬着嘴唇跺了跺脚：你是朕的贤臣，谁也不能把你夺走。哼，圣君哥哥，等等我。阿花身上叮叮当当的饰品声音响起，他身后跟着10个护卫，也是紧随其后，就来到清雅阁外。燕霓常穿着斗篷，他的速度不急不缓，想到只有叶枫能够驱除自己身体诡异毒素，他也只能够跟着上来。2位请。眼前的少女可是苗疆圣女，却对叶枫言听计从，赵秋燕内心也很惊讶，也只能够邀请2人进入清雅阁。谢谢。阿花想要追上叶枫，就想要好好说说话。在大魏都城之时，叶枫不告而别，他找了好久才知道叶枫来了金陵城。赵秋燕见到前面的燕霓裳，双眸深处却带着警惕，他发现以自己大宗师的境界，竟然无法看透眼前斗篷人的修为，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少秘密啊？他的内心忍不住暗暗震撼，对于叶枫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奇，他的身上仿佛有种魔力，令人想要深入了解。丞相府，咔嚓，李林甫刚回到房间，满脸狰狞暴怒，一巴掌就狠狠地拍在身边的桌案之上，将整张桌子都拍成粉碎，吓得身后的几个丫鬟脸色苍白，都瑟瑟发抖，连呼吸声都不敢发出来，生怕触怒李林甫。他们的内心也很好奇，丞相大人一向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什么事情使得对方这么愤怒？李勋站在一边，就像是犯错的孩子，也是不敢打扰李林甫，内心都是深深的恨意。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枫引起。哒哒哒，不多时，数道脚步声分别是戴着鬼面具的光明会首领以及管家洪老。此事的负责人身材瘦长，宛如竹竿魏山雨，他们站在房间外面。嘘，李林甫深深吸一口气，外面的3人都是他这么多年的心腹，道：进来吧。3人来到房间里面，眼神都很凝重。我们损失多少人手？李林甫低沉着声音，万万没想到，看似斩杀叶枫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大将军岳腾以及苗疆圣女彻底打乱主人。光明会损失小宗师3人，先天武者39人，其余的成员464，无一活口，全部被斩杀。鬼面人咬牙切齿，光明会成立近10年，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么巨大的损失，尤其是3个小宗师，那可是辛辛苦苦才能够培养出来的。死士死伤372人，先天修为76人，其余皆为后天修为。尖锐刺耳的声音从魏山雨口中说出来。444两人禀报完损失后，房间里面又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吃，李林甫死死地捏着太师椅的把手，龇牙咧嘴道：叶枫，你给我等着，此仇不报，我李林甫是不为人。你们听闻没有？文白军造反，被镇国军抄家灭族，真是万万没想到，文白军身为4大君子之一，竟然选择造反。幸亏镇国军早有谋划，据说还是陛下亲自将徐文白斩杀呢。文白军的造反，短短的时间内就在金陵城激起千层浪，几乎大街小巷、茶馆酒楼都在议论纷纷。尤其是一些和文白军来往密切的官员，他们心急如焚，提心吊胆，生怕被文白军造反案牵连，都在想尽办法撇清关系。正午时分，烈日高悬，咯吱，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叶枫才慢慢悠悠从床上爬起来，将房间的门推开，伸了个懒腰，仿佛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就见到院子里面，阿花满脸享受地倚靠在秋千上，2只光溜溜的赤脚小巧玲珑，不断的前后晃动。
稚嫩的脸庞弥漫着美滋滋的笑意。就在她的秋千边上，燕霓裳端坐在那里，两手托腮，看着阿花。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女，一个陆地神仙，一个苗疆圣女，修为也是天差地别，年龄差距很大，却在聊天。看着这一幕，就连叶枫都瞪大眼睛。咦，圣君哥哥，你总算是醒了，人家肚子都快饿扁了。阿花见到叶枫推开房门，笑意盈盈，抛下秋千，穿着绣花鞋，蹦蹦跳跳就朝着叶枫跑过来，一只手捂着肚子，抱怨的道：我就知道你是来蹭饭的。叶枫伸出手，轻轻地掐了掐阿花粉嫩的脸颊，就像是个瓷娃娃一般，说着就转身朝着厨房走去。他这些天在天牢里面，饭进虽然好酒好菜招待，可那些厨子的手艺确实不咋地，也顶多是能填饱肚子。霓裳姐姐，我悄悄告诉你，我家圣君哥哥做的饭菜超级香。见到叶枫奔着厨房而去，阿花咧开嘴，笑着来到燕霓裳的身前，悄悄地说道：哦。燕霓裳看着阿花单纯而质朴的笑容，感觉到两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内心却有些诧异，就叶枫这样心狠手辣、算计谋划之人还能够做饭，他内心表示怀疑。可不多时，厨房的饭菜香味飘出来，令他感觉到心旷神怡，他都记不得自己多少年都未曾吃过寻常饭菜了。约莫小半个时辰，叶枫端着几盘菜肴，色泽红亮，香味扑鼻而来。怎么样，霓裳姐姐，我没骗你吧？阿花拉着燕霓裳的手臂，带着炫耀的口吻就来到饭桌坐下来。朕来得很巧啊。就在这个时候，脚步声传来，赵秋燕闻到饭菜香味，她也不客气，就来到饭桌坐下来。自从吃过叶枫的饭菜，她再也吃不下皇宫的饭菜，只感觉到味同绝辣。皇帝姐姐，你的国家大事都处理完了吗？阿花见到赵秋燕到来，也是很开心，站起身来，身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发出声音，跑到赵秋燕身前，也是拉着对方的手臂，就坐在饭桌边上。叶枫也是错愕，看来自己睡觉的一早上，三女怕都是彼此认识了。差不多。赵秋燕被阿花问的忍不住脸色微微一红，她当这么多年皇帝，好像都没处理过国家大事，现在都是叶枫在处理呢。我们快吃饭吧。阿花见到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她早就按耐不住，就开始大快朵颐起来。燕霓裳也夹了些菜肴放入嘴中之时，双眸也忍不住一亮。见到阿花不断自己吃，也给左右的燕霓裳和赵秋燕夹菜，唯独自己坐在对面无人问津，忍不住叹道：这下好了，我成多余的了。哈哈。阿花闻言捂着嘴哈哈笑道：圣君哥哥，阿花也给你夹一块。夕阳西下，叶枫带着大山和老黄就朝着清雅阁外走去。金陵城的街道依旧喧嚣热闹，时不时的能够听见有人在议论文白君之事。朕倒要看看你要去什么地方。赵秋燕隐匿身形，她穿着淡淡的素袍，和灵儿假装逛街，却悄悄跟在叶枫身后。她必须要查清楚，到底叶枫身上的香味从何而来。陛下，我们这样跟踪朕国君不好吧？灵儿盯着叶枫的背影，有些担心，害怕被叶枫知道被跟踪不高兴。朕这是暗中保护贤臣，他现在这么多敌人，又没有修为，被人暗算怎么办？赵秋燕一本正经，大义凛然的道：我们就在这里等少爷。三人一路就来到金陵河畔，就来到慕容婉儿的阁楼外。老黄赶紧拉住呆头木脑的大山，充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意，道：别跟着去打扰你家大哥好事。什么好事？大山有些错愕，不明所以，他只想要去保护叶枫，等你以后成婚就知道美妙无言的好事。老黄故作高深的道：哼，果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就喜欢来风月场所。赵秋燕站在桥边，见到叶枫一人径直朝着阁楼走去，嘟囔着嘴，满脸气愤，冷哼声都从鼻子发出来。陛下，你不会爱上朕国君了吧？灵儿见到赵秋燕的模样，完全就是一副小女儿的模样，气鼓鼓的，哪里有半点大宗师强者的模样，朕怎么会爱上她？赵秋燕仿佛被抓住尾巴的猫，瞪大眼睛看向灵儿，道：你可别乱说，朕就是害怕她树敌太多，被人暗害，跟着保护她而已。她要是被暗害，以后谁来替朕执掌天下，管理皇朝呢？真的吗？灵儿站在那里，就差在脸上写着我不相信。叶公子，请。玉婆婆对慕容婉儿喜欢叶枫之事完全不赞同，却很清楚慕容婉儿的性格，她阻拦也没用。叶枫跟着玉婆婆轻车熟路就来到阁楼之上，一阵阵浓郁而妩媚的香味袭来，就见到慕容婉儿穿着一袭红色长裙，画着不浓不淡刚刚好的妆容。红色长裙的上半身微微分叉，刚好露出白皙的锁骨以及恰到好处的胸遮。叶公子，妾身还以为你不来赴约了呢。慕容婉儿挽着叶枫的手臂抱在怀中，妩媚的脸上带着些许埋怨。两人就来到早就准备好的桌子边，就见到那里摆放着2杯赤红色、颜色透亮的葡萄酒，散发出柔雅的芳香，摆放着几盘精致的糕点，美女相邀，盛情难却。
叶枫脸上带着笑意，不得不感叹慕容婉真是个妖精，一颦一笑都带着天然的魅惑属性，令人无法自拔。举杯吧，祝贺你又为赵秋燕立下大功，除掉文白君。慕容婉端起高脚杯，透亮的葡萄美酒伴随着远处的夕阳余晖，格外的高雅。可家人的话语中却带着酸味。多谢。叶枫端着酒杯和慕容婉轻轻碰杯，轻轻抿了抿眼前的葡萄酒，微微皱起眉头，香味确实不错，可惜入口苦涩，酿造显得粗糙，口味驳杂。这种葡萄酒口味驳杂，你被骗了吗？叶枫对着慕容婉问道。什么？这葡萄酒还口味驳杂？慕容婉瞪大眼睛，要知道这葡萄酒可是他们大夏皇朝御用酿造大师蔡卓酿造，半年才能够酿造出10斤，珍贵无比。眼前的这点葡萄酒都是他20岁生日那天命人从大夏皇宫亲自送来的，价值千金，有价无市。你试试我酿造的葡萄酒。在慕容婉错愕的目光中，就见到叶枫取出一瓶颜色呈现琥珀色、晶莹透亮的葡萄酒，随着瓶盖被打开，花香果香伴随着青草香弥漫开来。紧接着叶枫取过来2个高脚杯，将葡萄酒倒入其中，香味彻底挥发出来。饶是慕容婉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了，那杯中的葡萄酒和他的比起来天壤之别。试试。叶枫端起酒杯对着慕容婉笑道。随着葡萄酒入喉，泾渭分明的果香味、花香味沁人心脾，满嘴的余香，就连喉咙都呈现甘甜。这真是你酿造的？慕容婉瞪大眼睛。要是这种葡萄酒问世，怕是会风靡九州吧。相比于白酒，葡萄酒酿造很简单，哪天有时间我教你，保证你也会。叶枫也是在大魏皇朝之时，有时候实在是无聊，就喜欢酿造点白酒和葡萄酒。眼前的九州酿造的酒，他真是吞不下去啊。一言为定。慕容婉伸出手掌和叶枫击掌，脸色微红，格外诱人。天色渐晚，叶枫又取出2瓶葡萄酒，摆放在桌子上，就起身离开。见到2瓶葡萄酒，慕容婉妩媚脸上潜着幸福的笑容，没有阻拦，她也没有提前往大夏皇朝的事情。她的内心很清楚，就算眼前这个男人永远留在大宋皇朝，她也愿意成为对方的女人。那么她去不去大夏皇朝就变得不重要了。小姐，你喝醉了。玉婆婆就来到阁楼上，见到眼神迷离的慕容婉，暗暗皱起眉头，就见到桌子上摆放着的酒瓶，葡萄酒的香味令她感到震撼。她曾经在大夏皇宫有幸喝过蔡卓大师酿造的葡萄酒，香味和眼前的红酒比起来似乎相差很多。玉婆婆，你倒一杯葡萄酒品尝品尝。慕容婉见到酒瓶还剩下一点葡萄酒，知道玉婆婆也很眼馋。玉婆婆端着叶枫酿造的葡萄酒吞入喉中，苍老的脸颊皱纹都跟着颤动，对着慕容婉躬身行礼道：多谢小姐赏赐如此美酒。你不用谢我，这种葡萄酒是叶公子酿造。慕容婉悠悠的道，妩媚脸上带着崇拜笑容，似乎提到叶公子3个字的时候，她就已经心满意足。这怎么可能？玉婆婆瞪大眼睛想要反驳，却又很清楚，若不是叶枫酿造，桌子上的葡萄酒又是从何而来呢？玉婆婆，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你说世上为何有如此完美之男子呢？我爱上他了，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生命。慕容婉靠在躺椅上，嘴角呢喃。迎着金陵河畔的叶枫，张灯结彩，灯红酒绿，欢声笑语，络绎不绝。老黄这家伙带着大山去哪里了？叶枫来到阁楼下面，发现老黄和大山不在，他走上前数步，朝着左右端详，都没发现2人的身影。哟，这不是郑国君吗？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刺耳的声音传来，正是李勋，身边跟着几个年轻公子，他们都是官2代。叶枫却懒得理会李勋，迈开脚步就想要去找老黄和大山，就可以回去清雅阁。心想，这老东西不会带着大山去妓院吧？这么急着走吗？想到早上自己父亲的神情就是眼前的叶枫导致损失惨重，李勋眼眸深处弥漫着冰冷杀意，他早就扫了一圈，发现叶枫根本没带侍卫，几人就挡住叶枫的去路。郑国君鼎鼎大名，不知道敢不敢和在下切磋武道呢？李勋也很狡猾，他就是想要弄死叶枫，却很清楚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敢对叶枫动手。想到叶枫没有武道修为，当即发出挑战你。叶枫暗暗皱起眉头，眼眸闪烁着杀意，想不到还有人主动寻死，就凭借先天修为也想要挑战自己。怎么不敢吗？李勋带着鄙夷，他觉得叶枫必然是不敢接受。哗哗哗，跟着李勋的几个青年都纷纷跟着起哄，一时间周围的人都纷纷围上来围观。滚开！就在叶枫准备答应下来之时，以他的境界弄死李勋就像是捏死蚂蚁一样，若不是对方咄咄逼人，他都懒得和对方计较，简直掉身份。就听到一道暴喝声，赵秋燕带着灵儿迅速就来到叶枫身前，将叶枫挡在身后。陛下！跟着李勋的几个青年
脸色大变，不敢继续造次。唯独李勋神色镇定，道：“启禀陛下，微臣知晓朕国君大名，想要挑战朕国君，莫不是陛下都不同意？朕也早就听闻太子太傅大名，想要挑战你，你敢同意吗？”赵秋燕满脸怒色，大宗师修为爆发出来，气势压得周围的人气都喘不过来。李勋被压得满脸通红，双腿都微微弯曲，气血翻滚，噗嗤，鲜血从嘴里面顿时喷出来。哼，朕劝你别自寻死路，以后再敢招惹朕国君，就别怪朕不留情面。赵秋燕冷哼一声，显得无比霸道。跟朕走。他转过身，拉着叶枫的手臂，完全不理会众人的目光。人群纷纷让开一条路。叶枫，你要是真男人，就别躲在女人背后。李勋见到赵秋燕和叶枫的背影，咬牙切齿，擦拭掉嘴角的鲜血，低沉的嘶吼道。哪知道叶枫顿住脚步，神色淡然，回过头看着李勋，满脸鄙夷的道：“你要是真男人，就找个女人来躲，废物！”你……李勋没想到叶枫如此厚颜无耻，可人家说的却很有道理啊，连个女人都找不到当靠山，你算什么真男人？少爷，你没事吧？事情都被赵秋燕解决完，才见到老黄拉着大山，一人手里面抓着一只烤鸡，吃的满脸都是油脂。啊，陛下！老黄见到叶枫被赵秋燕拉着手臂，狡黠的笑了笑，悄悄对着叶枫竖起大拇指，嘀咕道：“真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厉害！不愧是我老黄少爷。”你嘀咕什么？赵秋燕美目带着怒色看向老黄。没说啥。老黄赶紧退后数步，他可是很清楚，眼前的阁楼之上还有个绝美女子呢。你是朕的贤臣，以后不要轻易单独出来。你要是有三长两短，谁来帮朕治理天下？赵秋燕拉着叶枫的手臂，一边走一边语重心长的道：“就算是要出来，也提前和朕知会一声，朕来保护你。好吧？”叶枫脸上带着笑意，内心有些暖意，自然听得出来赵秋燕的关心。刚才对方身上那股杀意可不是假的。阁楼之上，玉婆婆，外面闹事之人除了李勋，其余的全杀了。慕容婉儿眼眸闪烁着森然杀意。小姐，他们都是朝堂官员之子。玉婆婆还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慕容婉儿看向自己的眼神也变得冰冷起来。她知道慕容婉儿彻底怒，若不是留着李勋还有用处，怕是李勋今夜也要死了。内心暗暗感叹，这群纨绔废物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叶枫这个煞星。遵命。玉婆婆躬身，不再多言。午夜时分，金陵城的几个官员府邸都纷纷响起惨叫声，紧接着就是喧闹声。几个闹事的官二代临死都不知道他们招惹谁。砰！大魏朝堂，凌潇湘身穿龙袍，雕刻着金黄色龙飞凤舞的龙纹，浑身灵力激荡，一把将手里面的奏折就给扔到朝堂中间，吓得群臣都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废物，一群废物！满脸愤怒。自从叶枫离开大魏皇朝，他就感觉到众多朝臣都是一群废物，干啥啥不成，要前第一名。陛下，不知何事如此愤怒？欧阳明身为丞相，赶紧走到中间，想要打个圆场。这就是你推选给朕的梧州郡郡主王昌云，走马上任才10天，就上书请朕调拨白银10万两，朕要他何用？凌潇湘暴怒无比，对着欧阳明呵斥道：“陛下息怒，臣听闻梧州郡遭遇100年难得一见的洪灾，损失惨重。王大人也是体恤百姓流离失所。”欧阳明赶紧禀报道：“刘大人，户部现在还能够调拨钱粮吗？”凌潇湘看向户部尚书刘栋，询问道：“启禀陛下，国库空虚，支撑军费尚且不足，哪里还有多余钱粮？”刘栋走到朝堂中间，满脸苦涩，禀报道：“大宋皇朝北方连年大旱，叶枫是怎么做的呢？”凌潇湘拧起眉头，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面色微怒。以前叶枫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之时，大魏皇朝从来没有出现国库空虚的情况，国家运转有条不紊。欧阳明等朝臣闻言，脸色都微微变化，他们自然很清楚凌潇湘的意思。叶枫在大宋皇朝赈灾没有钱粮，当天晚上便对3个大臣抄家灭族，就集齐了近100万两白银，还有数十万黄金。见到自己的询问出来，众多朝臣纷纷沉默不语。哼！凌潇湘眉头一挑，杀意凛然，道：“朕亲自调动锦衣卫，调查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一律抄家灭族，冲入国库，用于赈灾。”不少官员闻言，脸色变得很难看。谁也不知道锦衣卫会不会调查到自己头上。也有些埋怨丞相欧阳明，明明之前的梧州郡的郡主长孙吉，人家将整个梧州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偏偏要排除异己，以对方不是大魏土生土长之人，将长孙吉罢免，发配到燕云18城当县令，实则想要安插自己的学生成为梧州郡的郡主。结果刚到任没几天，治理不及时，导致水库决堤，
才会如此严重。现在却引起陛下调动锦衣卫调查群臣。启禀陛下，微臣弹劾梧州郡郡主王昌云，他到任之后治理不及时，导致水库决堤，才会出现100年以来的大洪水，导致民不聊生。臣谏言，先调查王昌云究竟贪污了多少工部调拨的工程款。工部尚书周之芳走上前来，义愤填膺地禀报道：周大人莫要血口喷人。欧阳明满脸愤怒，看向周之芳，冷冷的道：哼，是真是假，请陛下派遣锦衣卫前去调查，一查便知。周之芳一甩衣袖，冷哼一声：闭嘴。见到朝堂之上又开始互相争吵，凌潇湘暴喝一声。自从叶枫离开大魏皇朝后，朝堂里面就分为2个派系，以欧阳明为首的老牌世家纷纷开始冒头，就想要打压铲除叶枫这些年提拔起来各类官员。经常朝堂之上一言不合就开始大吵大闹。报！就在这个时候，朝堂外面2个探子急匆匆到来。宣！凌潇湘内心深处都是愤怒，世家大族和其余的官员争斗，令他焦头烂额，经常夜不能眠，就在思考如何才能够找到平衡。启禀陛下，大宋皇朝密探传来消息，昨夜文白军率兵造反，要去弑杀叶枫。探子此言一出，朝堂震动，还没等他话说完，欧阳明就激动地打断道：好！2个探子都被欧阳明整得不会了，他们不知道该不该说接下来收到的消息，说出来的话似乎这位丞相大人就有些尴尬了。还有什么消息？继续说。凌潇湘想知道叶枫是不是被文白军斩杀，若是文白军造反成功，大魏皇朝就可以举兵杀入大宋，抢夺地盘。文白军造反失败，原来从叶枫踏入大宋天牢到后面文白军造反，都在叶枫掌控之中，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削弱丞相李林甫的势力，杀鸡儆猴。同时苗疆圣女带领10护卫出现，对叶枫言听计从，参与此次对文白军的反击。探子接下来的话语让不少文武百官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张大嘴巴，有些尴尬，不知道脸上的笑容该如何收敛。尤其是欧阳明急不可耐的表态，原来一切都在人家叶枫掌控中。苗疆圣女，凌潇湘满脸诧异，死死地捏紧拳头，内心都是愤怒和不甘，心道：叶枫啊叶枫，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朕？脑海里面不自然地回想起那日他设计陷害叶枫之时，叶枫曾言只要你愿意，将来统一9州也不是难事。脸色变得有些难看，难道当时叶枫所言是真的吗？苗疆在9州是很神秘的势力，他们从来不参与任何皇朝争斗，独立于世外，却听从叶枫的吩咐，就意味着叶枫手里面还有一股很强大的实力。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叶枫到底怎么和苗疆扯上关系呢？欧阳丞相，你刚才是在为叶枫巧妙的计谋喝彩吗？凌潇湘声音冰冷，呵斥道，心里面也有些恼怒。叶枫几乎是算无一策，几乎每一步他想的都超出别人预料，才会导致欧阳明此等老奸巨猾之人也会失态。陛下，老臣岂敢！欧阳明满脸颤抖，赶紧跪下道：立刻调集10万精兵，请欧阳丞相点将，以燕云18城为基础，兵发临江城，拿下临江城，给大宋皇朝发去通告，叶枫乃我大魏皇朝死敌，他们若不将叶枫诛杀，我大魏皇朝见风所指就是金陵城。凌潇湘彻底愤怒了，当即命令道：请陛下放心，老臣定不会辜负陛下信任。欧阳明赶紧接旨，内心都是激动。临江城守军近万人，大魏皇朝获得燕云18城后，对临江城几乎是唾手可得。他最近一直苦于自己的儿子欧阳伦没有立功机会，总算是等来了。金陵城，大宋皇宫，朝堂之上，文白军聚众谋反，一灭3族。查抄他的府邸，发现一份行贿名单。叶枫端坐在太师椅，缓缓的道：哗哗哗，一语激起千层浪，不少官员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本军思来想去，想必诸位接受文白军贿赂也是无意犯下之错，若是交给刑部处理，未免有些不近人情。经过本君与陛下求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给大家悔过自新的机会。退朝之后，主动将文白军的行贿交给户部海大人，冲入国库，既往不咎。叶枫紧接着的话语响起，让不少官员都暗暗松一口气。李林甫紧闭着双眼，脸上的皱纹微微颤动，他的内心愤怒无比。这个叶枫阴险狡诈，主动踏入天牢，就是等他们露出破绽，给予致命一击。他当日派出去的死士以及光明会成员也是损失惨重。随着叶枫将文白军抄家灭族，杀鸡儆猴的威慑效果就达到了。此举就是施展恩德之时，恩威并施，就算是李林甫也不得不感叹，真是好手段。陛下圣命，朕国君英明。不少官员纷纷躬身行礼，
眼眸深处都是感激，心道：叶枫看起来也不像是传言说的那么残暴不仁嘛，朕怎么不知道行贿名单呢？赵秋燕耳边传来诸多朝臣的称赞声音，脸上洋溢着笑容，满脸得意，对叶枫越来越敬佩，自己总算是找对人了，真是朕的贤臣啊！暗暗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让叶枫被其他皇朝抢走。魏公公，宣读吧。叶枫对着站在边上手持圣旨的魏贤说道，文武百官也都安静下来，自然知道接下来就是封赏有功之臣了。镇国军令：文白军谋反，刑部天牢犯禁，组织囚犯抵挡反贼，立下汗马功劳，提升兵部右侍郎，负责掌管县镇军。县镇军分为9大营，每个营800人组成，此800人分别从各地牢房挑选推荐，表现优秀者方可加入。县镇之事有死无生，也算是给犯下罪行之人一个将功赎罪、戴罪立功的机会，负责冲锋在前。魏贤走上前数步，将手里面的封赏卷轴展开，尖锐的声音响起，不少朝臣都忍不住惊骇。县镇军的出现，就等于以后大宋皇朝只要打仗，就有源源不断的冲锋军。本来关入牢房之人，此生此世都很难再有机会。叶枫此举不仅给犯下罪行之人一个机会，还给大宋皇朝增加了兵源。不过也很残酷，冲锋在前，有死无生，怕是每次战争县镇营800将士能活下来10之1、2，便是很了不得事情，就算是全营覆没也有可能。可是众多朝臣也很清楚，一旦加入县镇营，对这些囚犯是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却也可能是走入死亡的路程。多谢镇国君，从小小的刑部提牢一跃成为兵部右侍郎，官升3级，还能够掌控县镇营，手握实权。范进内心激动，走到朝堂中间鞠躬行礼。天牢死囚犯贾父，先天中期巅峰修为，作战勇猛，斩杀敌军43人，罢黜囚犯身份，提升为县镇营偏将，掌管一营。魏贤继续宣读封赏：信陵夫人驰援及时，赏赐白银1万两，战马500匹，提升为3品诰命夫人，可掌骑兵提升到5000骑。禁卫军大统领薛贵拱卫皇宫，及时救援，赏赐白银5000两，布匹锦缎50匹，可前往国库领取武技功法1部。魏贤不断的宣读封赏，不少官员内心都暗暗震撼。经过此次封赏，叶枫在大宋皇朝镇国君的位置彻底坐稳了，6部里面都有叶枫的提拔的人，而他提拔起来的这些人，之前明显都是被李林甫打压，现在被叶枫提拔起来，必然会对叶枫忠心耿耿。最重要的是，叶枫提拔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以后李林甫想要在朝堂压住叶枫，怕是几乎不可能了。尤其是信陵夫人，骑兵数量增加到5000、3000骑兵和5000骑兵，可别小看只增加2000骑兵，战斗力却大大加强。现如今，叶枫对金陵城几乎全部掌控，预备军、禁卫军、信陵夫人手握的骑兵，以及即将成立的县镇军，都在叶枫的调动范围掌控中。一些朝臣内心也无比震撼，短短的时间内，叶枫就以接二连三的手段展现出强大的掌控能力。以自己为诱饵，文白军造反，歼灭对金陵城有威胁的敌人的同时，给想要提拔的人一个立功的机会，趁机就提拔起来，饶是李林甫想要出言阻拦，也无从开口。毕竟对抗文白军，保卫京城就是实打实的功绩。李林甫闭目养神，表面平静，实则内心愤怒无比。这个叶枫实在是太阴险狡诈。文白军造反，明明是他推波助澜，想要斩杀叶枫的同时，削弱文白军力量，使得自己重新获得宋仁帝的倚重，却反而成全了叶枫提拔自己人的依仗。就连和造反八竿子打不着边的翰林院学士苏弘，都被叶枫官升一品，提升成为了翰林院左学士。他如何不怒？可偏偏就算是愤怒，也找不到任何的借口反驳。魏贤将封赏宣读完毕，退到旁边。叶枫紧接着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神色淡然，说道：经过文白军谋反此事，证明大宋皇朝情报系统落后。文白军此等朝廷大员，造反绝不是一朝一夕，本军却从未收到此等奏折，可见多么糟糕的情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即日起成立大宋皇朝专属机构锦衣卫，巡查缉捕，监督九州。本军兼任锦衣卫指挥使，提拔沈炼担任锦衣卫副指挥使，成立专门府衙。即日起昭告九州，选贤任能。无论如何江湖草莽，亦或是能工巧匠，或是山野村夫，凡九州之人，皆可加入锦衣卫，巡视九州。叶枫很清楚，大宋皇朝千疮百孔，想要在短时间就将整个皇朝治理得欣欣向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自从来到大宋皇朝，想要了解情报，难如登天。只要成立锦衣卫，以后哪里有什么动向，他都可以知晓得清清楚楚。趁此机会，
赶紧成立锦衣卫。众多朝臣想到叶枫在大魏皇朝所成立的锦衣卫的恐怖之处，不少朝臣脸色阴晴不定，却不敢出言阻止，纷纷看向坐着的李林甫。郑国君想要组建锦衣卫，怕是别有用心吧？谭子建身为礼部尚书，得知叶枫还想要在大宋皇朝搞大魏皇朝成立锦衣卫的那一套，当即站出来出言阻止。不少文武大臣都知道大魏皇朝锦衣卫的能力，几乎是无孔不入，事无巨细，调查得清清楚楚。我大宋皇朝自古以来以文治国，光明磊落，你成立锦衣卫以后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岂不是损坏我大宋声誉？满脸颤动，唾沫横飞，义愤填膺。大宋局势纷繁复杂，周边数个皇朝虎视眈眈，都把大宋皇朝当成一块肥肉，都想要咬上一口。如今我们大宋国内却纷繁复杂，各自为战，一旦面临外部入侵，必然措手不及，分崩离析。攘内必先安外的道理，谭大人若是想不明白，那倒也可以。叶枫缓缓说着道，以后若是大宋境内有特殊情报，只要谭大人能够及时送到，免去兵祸不过，若是未能及时禀报，一切后果由谭大人一力承担，你觉得如何呢？开什么玩笑，谭子建自然不敢答应。他去哪里给叶枫弄情报？好一个攘内必先安外，我赞同郑国君。海明身为户部尚书，率先表态，内心都是惊骇，对叶枫真是越来越佩服。攘内必先安外短短几个字，就将大宋皇朝的皇朝局势给阐述清楚明了。李林甫万万没想到，文白军造反自己损失惨重，叶枫却借助铲除文白军的功劳，不仅大肆提拔官员，现在居然还想要成立独立的锦衣卫，监视九州，巡查百官，此等权力机构的成立，以后他这个丞相置于何地？我赞同。范进等官员纷纷表态，未曾表态的官员目光都落在李林甫身上。咳。李林甫假装咳嗽2声，才悠悠睁开眼睛，道：郑国君年纪轻轻，既受皇命，执掌大宋，便当以天下为己任。成立锦衣卫此等机构，请问究竟是为了监控九州呢，还是想要掌控百官，挟天子以令诸侯呢？郑国君想要为所欲为，我等大宋老臣绝不同意。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朝堂。不错，谭子建等朝臣纷纷附和李林甫。诸位是不是理解错本君的意思了？叶枫坐在那里，见到以李林甫为首的朝臣群情激愤，神色淡然，看向李林甫等人，语气平淡。李林甫等朝臣闻言也有些诧异，他们抬起头看向叶枫，不知道对方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刚才叶枫说要成立锦衣卫，他们可都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理解错叶枫的意思呢？不知郑国君是什么意思？李林甫拱手问道。本君是下令成立锦衣卫，可不是征求尔等意见。叶枫双眸扫视文武百官，言语坚定，霸道无比，完全就不准备给众臣继续讨论的机会。你，李林甫本以为自己站出来反对，叶枫就会有所顾忌，哪知道叶枫如此霸道，丝毫不给他面子。叶枫，你不要欺人太甚。李勋想到昨夜之事，内心就郁闷无比。那几个自己的狗腿子，昨夜都不约而同被人斩杀。他本可以斩杀叶枫，却没想到女帝突然出现，见到父亲吃瘪，满脸愤怒，走上前来，指着叶枫呵斥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朝堂之上直呼本君名讳？叶枫闻言暴喝一声，气势雄浑。汤大人，请问准2品官员朝堂之上直呼本君名讳，所犯何罪？叶枫嘴角扬起，带着戏谑的笑容，看向刑部尚书汤达。汤达脸色阴晴不定，还没等他出言，就见到李林甫抬起手掌，朝着李勋脸颊狠狠一巴掌甩出去，道：当朝冒犯郑国君，还不赶紧赔罪？李勋感觉到脸颊火辣辣的疼痛，内心都是怨恨，只得走上前数步，躬身道：郑国君大人大量，刚才李某失态，还请见谅。既然知道失态，那就要接受惩罚，请汤大人执行吧。叶枫咧开嘴，微微一笑，心里面也有些佩服李林甫，不得不说，对方的忍耐力真是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也难怪李林甫能够掌控大宋皇朝近20年。李林甫嘴角微微抖动，站起身来，道：朝堂之上，以下犯上，停杖20，请汤大人执行。爹！李勋闻言本想要出言求情，话还没出口，见到李林甫冰冷的眼神，话到嘴边也强忍着吞下去，咬着牙齿道：下官知罪。说着就跟着汤达朝着朝堂外走去。不多时，就听见啪啪啪的声音响起。李勋满脸狰狞，却没有发出一声嘶吼声，他将此等羞辱都当成仇恨，内心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要亲自将叶枫踩在脚下。李丞相大义灭亲，真是令本君佩服之至。叶枫坐在太师椅，对着李林甫抱拳，脸上带着笑意，缓缓的道：
不少官员都差点没有捂着嘴笑出来。你那个表情真的有半点佩服吗？内心却暗暗下定决心，千万不要招惹叶枫。多谢镇国君夸奖，老臣不敢当。李林甫脸色阴沉，坐回到太师椅，就闭目养神。可很多人都知道，李林甫内心很愤怒，他的双手扶着太师椅把手都捏得变形了。传令刑部重查当年岳家造反案。叶枫懒得理会李林甫，紧接着宣布道：众多朝臣都知道天牢里面叶枫遇见大将军岳腾，而都觉得去刺杀叶枫的刺客都是岳腾斩杀。如今叶枫为岳家平反，倒也不意外。一些年长的老臣，他们经历过岳家造反案，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细节。当年的岳腾功高盖主，手握20万岳家军，所向披靡，横扫四方。宋宣帝就开始猜忌岳腾，最终在奸臣的谗言之下，宋宣帝将岳腾缉拿关入天牢。当时给岳家的定罪是造反罪。可岳腾身为大将军，手握20万岳家军，若是想要造反，以他的实力和兵力，又何必听从宋宣帝旨意，回到金陵城被关入天牢，任凭宋宣帝发落，岳家却无一人，揭竿造反，纷纷跟着岳腾走上刑场。经此一案，宋宣帝彻底失去民心，变得越来越昏庸无能。退朝。魏贤见到叶枫宣布完毕，扯着嗓子道。叶枫赶紧朝着旁边走去，心道自己的院子里面还有3张嘴等着吃饭呢。镇国君厉害，朕佩服之至。叶枫刚来到朝堂后面，赵秋燕满脸笑意盈盈，就来到身前，对着叶枫竖起大拇指。最近这些年，李林甫越来越嚣张，3番5次威胁他，就想要将李勋立为帝婿。赵秋燕心里面早就憋着一肚子火气，见到叶枫当朝廷杖李勋，别提内心多畅快。朕心里有个疑问，还请解惑。赵秋燕像是个求学宝宝，满脸期许看向叶枫，问道：你既然对文白军抄家获得行贿清单，怎么不拿出来将那些贪官一网打尽呢？叶枫哈哈一笑道：我哪里有什么清单，不过是随口胡诌的，你信不信用不了多久，国库就会多出数百万两白银。你好奸诈。赵秋燕见到叶枫离去的背影，赶紧追上去，忍不住嘀咕，难怪他还以为叶枫转性格了，这么好的抄家灭族、铲除贪官的机会，选择放弃。那些朝臣要是知道没有行贿清单，怕是会吐血吧。魏贤也忍不住骇然，叶枫的手段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户部衙门，海明见到络绎不绝的官员，满脸都是笑意。这么多年，穷苦衙门户部总算是翻身把歌唱。这些官员都是来上交文白军行贿所得银钱的。夕阳西下，拜见镇国君，我乃是信陵夫人贴身丫鬟小颖。夫人被朝廷赐封为3品诰命夫人，特意摆下庆功宴，命小女子前来邀请大人前去坐坐。小颖俏生生站在叶枫的不远处，对着叶枫微微躬身，2只眼睛却悄悄打量躺在躺椅享受午后阳光的叶枫，内心都是忍不住惊讶，心道：难怪夫人这么优秀都会动心，实在是长得太帅了，气质十足。叶枫伸了个懒腰，看向小颖，笑了笑道：你回去告诉你家夫人，多谢她的盛情邀请，我整理片刻就前去赴宴。小颖听到叶枫答应赴宴，赶紧收敛心神，将盯着叶枫的眼神收回来，心里面却扑通扑通跳动。外界都传闻镇国君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近距离看起来似乎和传言不太相符合，平易近人，说话又温和，声音又好听，还没有任何官架子。信陵君府，天色渐晚，2个侍卫守在府外。叶枫带着大山和老黄一路游览金陵城而来。这位公子可是镇国君？一个护卫见到叶枫气宇轩昂，迎上前来，神色带着敬佩。他们之前就收到小颖小姐的指令，镇国君会亲自前来，可不敢大意。在下正是。叶枫点点头，笑道：这边请。护卫对着叶枫做了个请的手势，就朝着信陵君府走进去。花花华跟着护卫一路从信陵君府穿过，古色古香，看起来格外的雅致，也很朴素简单。想来信陵夫人平常也是个很会持家的女人。不多时，喧闹的声音传来，就跟着护卫来到后院的一处阁楼，就见到里面仅仅坐着7、8道身影。叶枫有些错愕，他本以为信陵夫人被封为3品诰命夫人，举办庆功宴必然会大肆的庆祝一番，却没想到仅仅只有几个人。你们夫人不是举办庆功宴吗？叶枫对着身边带路的护卫出言询问道。启禀镇国君，我们夫人不喜欢铺张浪费，被封为3品诰命夫人，也仅仅是小范围举办一个家宴。护卫说着，眼眸深处也带着敬佩。家宴。老黄闻言，目光扫过叶枫，带着戏谑。叶枫懒得理会老黄，既来之则安之，跟着护卫朝着阁楼走去。镇国君到。护卫带着镇国君来到阁楼外面，就扯着嗓子吆喝一声。顿时
那些眼睛齐刷刷地朝着叶枫看过来。他尴尬地笑了笑，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参加了。欢迎郑国君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请入座吧。信陵夫人先是一愣，旋即赶紧对叶枫邀请，做了个请的手势，指着右手边空着的几个位置，眼神的余光朝着不远处小影狠狠瞪了一眼。小影坐着，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脸上却带着得意笑容。信陵夫人自然不可能说自己并没有邀请叶枫，是小影擅作主张，内心暗道：这死丫头胆子越来越大。夫人不必客气。叶枫迈开脚步，就朝着不远处空出来的位置径直地走过去，坐了下来。大山和老黄也跟着坐在叶枫的左手边。夫人，人都到齐，就开始吧。见到叶枫入座，小影笑着看向信陵夫人。好的。信陵夫人点点头，她穿着一袭淡蓝色的长裙，将丰腴的身材包裹得恰到好处，两边脸颊涂抹些许胭脂，给她白皙的脸颊增添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有请郑国君先提第一杯酒吧。信陵夫人看向叶枫的地方，端着手里面的酒杯。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叶枫也没有扭捏客气，举起面前的斟满美酒的酒杯，朗声道：祝贺夫人荣升为3品诰命夫人，巾帼不让须眉，令人敬佩。叶枫对信陵夫人内心还是挺佩服的。信陵君战死后，就一个人掌控信陵军府，还能够操持得如此井井有条，并成为赵秋燕身边有力的帮手，确实挺厉害的。多谢朕国君提携。信陵夫人端着酒杯表示感谢，众人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就这样，宴席开始，推杯换盏。老黄和大山只顾着埋头品尝面前的美食，仿佛外界的喧闹和他们两人毫无关系。此等生活倒也畅快自由。霍云拜见郑国君。就在这个时候，刚才端坐在信陵夫人左手边的青年面容坚毅，和信陵夫人眉宇间有3分相似。最令叶枫惊诧的是，眼前的霍云看起来也不过是16、17岁的年纪，身上的修为竟然达到3品小宗师境界，很不简单啊。霍云提着一壶酒就来到叶枫的身前，看向叶枫的眼神带着敬佩，尤其是听到叶枫当朝廷杖礼勋后，霍云对叶枫这个郑国君彻底服气了。小云，不可唐突了郑国君。信陵夫人知道自己弟弟的脾气，心高气傲，整个大宋皇朝的人都入不得他的眼，生怕对方冒犯叶枫，赶紧跟着过来介绍道：他是妾身的亲弟弟，从小跟在我的身边，我整日忙于军务，对他疏于管教，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叶枫看着年轻的霍云，满意的点点头道：夫人不必客气，我觉得这位小兄弟看起来很不寻常，挺不错的。信陵夫人闻言也暗暗松一口气，姐姐，我已经成年，你就不用整天在我耳边啰嗦了，我现在是男子汉大丈夫。霍云端着手里面的酒壶，对着叶枫道：以后的大宋皇朝，我霍云必定要建功立业，征战四方，荡平敌寇。哦，你想要建功立业？叶枫倒是来了兴趣，眼前的霍云年纪轻轻就是3品小宗师境界，稍加培养，将来前途不可限量。眼下他手底下确实很缺人，男子汉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自当征战沙场，马革裹尸。霍云豪气冲云霄，满脸通红，伸出手就去抬着另外一壶酒递给叶枫，道：男子汉就应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扭扭捏捏不是我的风格，我敬你一壶酒。郑国君，你不必和他胡闹。信陵夫人端着酒杯站在一旁，听见霍云话语，害怕惹叶枫不快，就想要出言提醒，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就见到叶枫哈哈一笑，伸出手猛然一拍霍云的肩膀，大声怒喝道：说得好，男儿生在天地间，自当沙场征战，马革裹尸。正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叶枫端着一壶酒，借着酒劲，宛若回到华夏之时。他刚踏入军伍，那年他刚好18岁，想的就是征战四方，战死沙场又何妨。身上那股华夏所向披靡的战神气势也跟着爆发出来，抬起头，美酒入喉，浑身血脉痛快无比。这才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随着叶枫刚才随口念出来的凉州词，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被他彻底吸引过来。好帅啊，我被他迷住了，怎么办？出口成章，此时必定风靡九州。小影满脸花痴地盯着叶枫，都在传言叶枫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却没想到豪情云霄，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啊！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霍云一壶酒大口吞下，满脸豪情，嘴角却念叨叶枫刚才所做的诗词，只感觉到心潮澎湃。叶大哥，以后小弟跟着你混，战死沙场又何妨，可否？霍云热泪盈眶，人生16年，他觉得总算是找到知己。霍云，不可胡闹，
信陵夫人脸色大变，赶紧呵斥，觉得霍云有些胡闹。叶枫可是陛下亲自封赏的镇国君，地位尊崇无比，怎么能够和对方称兄道弟呢？可以后允许你任何场合皆可称呼我大哥。叶枫神色畅快，穿越九州多年，他第一次感觉到心神舒畅，只因为他从霍云的身上见到自己年轻的身影。不，我不仅要称呼你叶大哥，还要称呼你姐夫。霍云对叶枫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前他还觉得叶枫配不上自己姐姐，亲眼见到叶枫彻底被折服。我姐自从与你大卫归来，对你那可是魂牵梦萦，朝思暮想，你就不要客气，把我姐收了吧，免得天天在我耳边念叨。霍云，你给我闭嘴！信陵夫人满脸通红，这真的是亲弟弟，哪里有这样把自己姐姐就给推出去的？走走！小影见状，很识趣的招呼其余的人都纷纷离开宴席，眼看着就只剩下霍云和叶枫以及信陵夫人。老黄哪里还不明白情况，拉着呆头木脑的大山就朝着阁楼外走去。霍云嘿嘿一笑，对着叶枫抬起手臂，捏着拳头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道：姐夫，改天我去你的府邸亲自找你。说完也是赶紧转身离去。楼阁里面转眼间就只剩下叶枫和信陵夫人。叶公子，别听小云胡说八道。信陵夫人悠悠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妾身可是有夫之妇，又是寡妇，年龄又大，又怎么可能配得上公子呢？夫人巾帼不让须眉，看起来如此有魅力，不必妄自菲薄。叶枫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信陵夫人年龄根本不大，真正的大的是其他地方，身上那股成熟女人的魅力，令人挺舒服的。你真的这样觉得吗？信陵夫人闻言，脸上红扑扑的，显得有些开心，对着叶枫问道：夫人难道不知道叶某性格，有必要骗你吗？叶枫回道：叶公子，妾身的身份与你的才华无法匹配，你不用担心我会打扰你的生活，就只是默默喜欢你就心满意足。信陵夫人有些无奈的道：若是我依旧未曾婚嫁，就像陛下他们那样年轻漂亮，妾身就会毫无顾忌的去追你。信陵夫人伸出手，轻轻的拉着叶枫的手，手指头轻轻的在叶枫的手掌心里面滑动。叶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诱惑？要知道，正常男人都不能忍，只要公子需要妾身的时候，随时都可以。信陵夫人说着，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咕咚，叶枫忍不住吞了吞口水，成熟女人的魅力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公子，去妾身的房间吧。信陵夫人内心很清楚，以她寡妇的身份，根本不奢求叶枫给她名分，她也不需要那些虚名。叶枫半推半就，只能够跟着信陵夫人朝着她的房间走去。公子以后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来找妾身。信陵夫人慵懒地躺在，神色妩媚动人，脸色红润，可谓是美不胜收，身上散发出独有的成熟女人的魅力。好生修养，你刚才消耗可不小。信陵夫人闻言，满脸羞红，更加妩媚，心道：你刚才怎么不知道怜香惜玉？叶枫一股脑将衣袍套上，朝着房间外走去。已然是午夜时分，只感觉双腿有些打颤。长得帅的男人行走江湖，面对形形色色的美女，真是太危险了，各种各样，令人乐不思蜀，实在是比凌潇湘舒服太多了。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醉卧美人膝，醒卧杀人剑。少爷，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以为到天明呢。老黄见到叶枫麻溜跑出来，双腿明显有些发软，忍不住调侃道：滚！叶枫翻了翻白眼，真是老不正经，都这么大年纪，天天就惦记那点事情，也不知道当初自己是怎么被他忽悠的，还真以为是个世外高人，结果是个老蛇皮。大哥，老黄说年轻人一夜7次，我还以为你不回去了。大山满脸单纯的道：你别跟着他学坏了。叶枫真的害怕大山如此心思单纯的人，会不会早晚有一天跟着老黄这个老蛇皮学坏了。深夜时分的金陵城街道显得很是清冷，除了几个打更人以及几个刚从风月场所归来的醉汉外，就再无多余闲人了。一路回到清雅阁，叶枫尽量收敛气息，朝着内院走去。刚踏入内院，差点没被吓一跳，就见到内院里面赵秋燕满脸警惕，燕霓裳神色冰冷，阿花满脸好奇，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共同点是都瞪着叶枫。你们知不知道，人吓人真的会吓死人？叶枫也懒得隐匿气息，大摇大摆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只想要赶紧休息。刚才虽然没怎么动，却也消耗很大。朕还以为你不回来了，信陵夫人府邸还住不下一个你吗？赵秋燕俏愤愤不平的道：叶枫哥哥，你以前说的你不色都是骗我的。阿花也满脸失望，摇摇头朝着自己房间走去。燕霓裳神色淡然，一言不发，就消失在内院。这好像我去干什么，和你们没关系吧？叶枫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尚未娶妻，单身一个，出去玩玩怎么了？
你们有权过问吗？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说，发现三女都齐刷刷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大将军府，演武广场，岳腾站在那里，气势磅礴，老当益壮，神色淡然，笑道：“师弟，我们有多少年未曾放开一战了？”白猿也不甘示弱，身上的修为爆发出来，已然达到五品大宗师的境界，道：“师兄这些年的修为进步略微缓慢，师弟可不要忘记，师父曾言，武道踏入大宗师，不要拘泥于形式的境界，更要注重心的境界。自从岳家被抄家灭族，岳腾就一直待在天牢里面，隐姓埋名，修炼的速度自然比不上资源丰厚的白猿，而白猿几乎长年累月都在战场之上，修为提升的速度自然会比岳腾快很多。那就战吧！”一较高低，白猿暴喝一声，双腿摆开马步，周身的灵力激荡，随着他开始发力，地面都微微抖动，出现裂纹。双拳猛然迸发出去，拳爆声振聋发聩，就朝着岳腾猛然袭击出去。好强！赵秋燕见到白猿出拳，也忍不住内心震撼。叶风环抱着双手站在那里，神色淡然。白猿和岳腾师兄弟关系，他更加好奇的是鬼谷山庄到底这个鬼谷老人是什么境界，竟然能够教导出如此优秀的学生。砰！眼见白猿袭击而来的拳头，岳腾没有迟疑，双拳轰击出去，朝着白猿袭来的拳头猛然冲击出去。双拳相对，气浪翻滚，狂风呼啸，两人同时倒退出去数十米。好，再来！两人的脸上都带着激动，纷纷又开始拳对轰起来，比的就是拳法爆发出来的力量。数十个回合交手，完全分不成胜负，势均力敌。你好，想必你就是郑国君吧？叶枫和赵秋燕并排坐在一起，赵秋燕聚精会神盯着白猿和岳腾的战斗。他虽然是大宗师境界，若是论起战斗经验，他和岳腾和白猿都相差甚远。见到两人拳相对，简单的战斗却见招拆招，也忍不住喝彩。一道清脆且明亮的声音响起，正是跟着白猿来到金陵城的大秦文成公主秦莹莹。她依旧穿着银色的盔甲，站在那里，英姿飒爽，不卑不亢。秦莹莹早就听闻叶枫长得格外俊朗，今日一见，面容俊朗坚毅，身上那股淡然的气质，宛若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是显得格外的帅气。不错，你是？叶枫点点头，站起身来，看向秦莹莹。我是大秦皇朝文成公主秦莹莹。秦莹莹带着笑容说到大秦皇朝之时，忍不住嘴角上扬，显然对于她自己的身份很骄傲自豪。早就听闻文成公主文武双全，不知道有何贵干。叶枫对于文成公主的名声倒是早有耳闻，他在大魏皇朝掌管锦衣卫，对于整个九州的皇朝势力做过调查，知道文成公主是秦武帝最疼爱的公主。文成公主自小聪慧，文武双全，年纪轻轻就追随白猿上战场，屡立战功，凭借个人的军功都提升为偏将。要知道，大秦皇朝自从公孙鞅变革后，军队之中想要加官进爵，必须要依靠斩杀敌军的人数来获得军功，故而文成公主年纪轻轻就成为偏将，想必在战场之上立下的功劳也不小，旁人也无法替她立功。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秦莹莹满脸敬佩地看着叶枫，嘴角念叨这句诗。短短的一个早上，叶枫昨夜在信陵军府念出来的凉州词就传遍金陵城大街小巷，尤其是从军的将士，一个个听到叶枫所做的这句诗，很多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满脸激动，对叶枫敬佩无比。秦莹莹8岁便跟着白猿南征北战，对于军队的生活，就算是朝不保夕，天为铺盖的围床，随时都有人送命，他依旧爱好沙场。自从听到叶枫所做的诗词，他的内心都是惊诧。根据他的了解，叶枫就算是在大魏皇朝，也没有太多的军队生活，为何能够做出此等豪迈绝顶的诗词呢？郑国君似乎对军人很了解，我父皇平生最敬仰军事，我大秦臣民皆崇尚军队，不知道小女子有没有机会将来与君征战沙场，并肩作战呢？秦莹莹笑意盈盈，满脸的豪情，言语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邀请叶枫加入大秦。赵秋燕的注意力也被秦莹莹拉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秦莹莹出言邀请叶枫后，她的内心突然莫名的紧张，两只手不自然地揪着衣角，有些害怕叶枫会答应去大秦皇朝。大秦皇朝兵多将广，叶某就是茫茫大海一叶扁舟，激不起任何波澜，多谢公主心意，多谢秦皇陛下。叶枫没有任何的迟疑，当即就回答道，他也听说过数日前在大宋朝堂，白猿和文成公主来金陵城的目的，就是奉命邀请他去大秦皇朝。真是可惜。秦莹莹见叶枫如此坚决，内心很清楚，以叶枫此等才华，若是拒绝了，就不可能有回旋余地，也没有继续强求。叶君既然不愿去大秦担任丞相，不知道愿不愿意当驸马呢？秦莹莹俏脸微红，
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叶枫，对叶枫的称呼也从镇国君变为叶君。大秦皇朝称呼某君就是最大的尊称，表示你已经获得对方从内心里面的尊敬。哈哈，叶枫哈哈一笑，道：“多谢公主厚爱，叶某暂时还没有成婚打算，我会等你。”秦莹声音笃定的道。砰！就在这时，演武场中间的两人同时倒退出去数十米，稳稳当当的落在地上，满脸汗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脸上洋溢着笑容。师兄，我们继续战斗下去，怕是打上3天3夜也未必能够分出胜负。白猿脸上带着笑意，两人都对彼此太过于熟悉，若不是生死搏斗，见招拆招的话，短时间根本不可能分出胜负。师弟这些年南征北战，修为精进迅速，不知可否听为兄一言？岳腾看向白猿，缓缓的道，眼眸深处有些担忧。请说。白猿对着岳腾做了个请的手势。武道修炼越是境界高深，越要小心谨慎，一步踏错，步步踏错，便会误入歧途。岳腾20年前也不理解，这些年整日在天牢装疯卖傻，整个人反倒觉得内心舒畅，很多东西都不再强求执拗，整个人也变得豁达很多。白猿虽然修为进步迅速，达到5品大宗师境界，气息却显得有些浮躁，根基有些不稳当，武道大忌。师兄放心。白猿也不知道能否听进去，笑着说道，既然武道无法分出胜负，不妨我们就来一场对垒推演吧。恭敬不如从命，请。岳腾带着白猿就来到演武广场边上，只见他的双手浮动，磅礴气息弥漫，硕大的沙盘宛如一座小山丘，就出现在两人身前，就见到上面插着一些阵旗，以及各种地形、城市、山川、河流，皆映入眼帘，完全就是一个迷你版战场。不知道叶君可否愿意参与？白猿转过头看向站着的叶枫，直接邀请道，他想要见识见识究竟能够做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句的叶枫行军打仗的本事。赵秋燕低声对着叶枫提醒道，你不会行军打仗就不要逞强，沙盘推演稍有不慎就会受伤。没事，玩玩而已。叶枫笑了笑，神色淡然，对着白猿开口道，既然白将军亲自相邀，叶某岂有拒绝的道理。迈开脚步就来到白猿身边，盯着眼前的沙盘，内心也忍不住有些震撼，眼前九州世界真是很神奇。眼前的沙盘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战场，里面的那些阵旗以及各种地形精妙绝伦，整个沙盘也蕴含着磅礴战意。岳腾也暗暗皱眉，他只知道叶枫治国的能力，行军打仗可不比治国，两者相去甚远。眼前名为沙盘推演，实则与战场无异。每个阵旗代表5000士兵，我们3人分别掌控20阵旗，也就是10万士兵，谁最先攻占这座城市就获得胜利。白猿指着沙盘中间的城市，3人的10万士兵都分别分散在3个方向，离城市的距离相差不多。叶君先挑选吧。白猿看向叶枫，指着沙盘的3个方向，中军大营都插着3根阵旗，就是有15000士兵镇守。那我就挑选南边。叶枫也没有客气，就挑选南边。岳腾选择东边，白猿选了西边。那就开始吧。随着岳腾宣布开始，整个沙盘就爆发出浓郁光芒，将3人都分别隔绝开来，他们就只能够看见自己的军队阵旗以及沙盘地图。白猿率先调动军队，10万的大军同时汇聚，他并没有朝着城市而去，而是集中兵力想要吞掉岳腾散落的4根阵旗，也就是2万大军。这种大开大合的战斗方式倒也很适合白猿的作战风格，他行军的速度很快。岳腾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当即调动其他的军队就开始支援，从边缘朝着白猿包围而去，想要白猿的大军四面受敌。叶枫神色淡然，他没有急着调动军队，想要赶紧去攻占城市，分别调动军队不断的行军，挪移位置，朝着岳腾和白猿方向兵分2路移动而去。他现在调动军队去夺取城市，就会被白猿和岳腾发现，必然会出兵阻止，他就要以1敌2。白猿和岳腾两军相遇，大开大合，摆开阵势，立刻就战斗起来。两人也同时调动军队，朝着中间的城市移动。战斗是假，转移视线，夺取城市才是目的。叶枫似乎早有预料，就在一座山谷，还没等白猿反应过来，他刚才频频调动的6万大军以最快的速度杀出，就将白猿派出去2万军队就给灭掉。好家伙，镇国军长途行军就为了吞掉我的军队。白猿脸色有些难看，万万没想到正面和岳腾战斗，想要悄悄调动军队偷家，却没想到叶枫早就埋伏在他的行军路上，将他派出去的军队一口吞下。然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那边岳腾派出去的15000的军队也被叶枫阻断行军路线。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知道我的行军路线？岳腾内心也有些惊讶。就在这个时候，两人都发现叶枫不知道何时2根阵旗已经朝着中间的城市迅速的冲出去。不好！
两人大呼一声，摆开阵势，立刻调动军队，想要去阻挡叶枫的2根阵旗。可他们的军队杀出去的时候，每到一处山谷河流，亦或是低洼狭隘之地，都被叶枫前面的行军拦截下来。两人这才明白过来，叶枫刚才长途跋扈不断行军的目的，就是占据有利地形，以少量的兵力阻敌增援，迅速抢占中间的城市。两位承让了。叶枫也从沙盘推演回过神来，对着岳腾和白猿笑道。秦莹莹早就看得双眼都直了，刚才的沙盘推演，叶枫每一步都料敌先机，抢占地势，算无一策。他实在是搞不明白叶枫是怎么做到的呢？叶军此等大才，留在大宋岂不屈才？白猿双眼微微眯起，眼眸深处闪烁着寒光。白将军此言差矣，只要是金子，在哪来都会发光。叶某留在大宋皇朝，不去争夺九州，逍遥自在，岂不快活？何必要去天天征战呢？多累啊！叶枫声音平静。白某真不希望将来战场之上与叶军兵戎相见。白原本以为叶枫仅仅只有治国之能，却没想到行军打仗也如此厉害。方才的沙盘推演，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叶枫如何知道他们行军路线，仅仅是看一眼沙盘就分析出有利地势。真有那么一天，那就战场一决高下。叶枫内心也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抢占先机，也是因为白猿和岳腾刚开始都并没有重视他的缘故，他才能够轻而易举行军布阵，抢占有利地势。否则两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告辞。白猿见到叶枫神情坚定，知道想要说动对方几乎是不可能，他继续留在金陵城也毫无意义，转身就朝着大将军府外走去。秦莹小跑着来到叶枫身前，没等叶枫反应过来，就小鸡啄米地对着叶枫的嘴唇亲了上去。将来若是沙场之上我打败你，你就要做我的男人。说完就紧跟着白猿而去。白猿刚才流露出杀意，他很忌惮你。岳腾看向叶枫，内心也有些惊讶，他本以为叶枫不懂行军打仗，却将地形地势结合得如此厉害。我很好奇，你如何猜到他会派遣大军与我纠缠？旋即岳腾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很简单，他挑选阵旗位置，本来北边最容易夺取城市，他却选择西边，就是你选择东边。他想要吞掉你，也想要夺取城市，恰好你们两个挑选的方向都紧挨着，想要到达城市就必须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只要找到有利地势，我就可以以少部分兵力阻挡你们前进。这时我派出军队夺取城市，你们想要阻拦，就会被我提前埋伏的士兵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夺取城市。叶枫指着沙盘的几个地方，正是他提前埋伏兵力之地，恰好可以阻挡敌人增援。你不去行军打仗，真是浪费人才。岳腾闻言忍不住赞叹道，内心对叶枫更增加几分期许，也许对方真的能够复兴大宋皇朝。朝堂之上，启禀镇国军，西边急报，朵义人新任部落首领塔耀干率领10万朵义军队进犯河西郡，请示下。范进脸色有些难看，西边的朵义人多年以来都是大宋皇朝的心腹大患，奈何朵义人背靠茫茫荒漠，只要大宋皇朝派出大军围剿，对方就会龟缩躲到茫茫大漠，不仅无法消灭朵义人，反而劳民伤财。不知诸位谁想去亲征朵义？叶枫看向众多朝臣询问道。众臣都生怕被叶枫叫到，沉默不语，低着头。启禀镇国军，外面有个少年郎叫做霍云，自称要来见你，有事相求。一个禁卫军来到朝堂禀报道。这小家伙来干嘛？叶枫未皱起眉头，霍云是信陵夫人的亲弟弟，他还是有印象的。不多时，霍云来到朝堂，对着叶枫躬身行礼道：启禀镇国军，我听闻朵义人进犯，我想要请兵去杀敌，歼灭朵义人。叶枫端坐在椅子，听到霍云请战，笑道：不知道你需要多少兵马？微臣只需要骑兵5000，便可击退朵义。霍云满脸豪情壮志，神态傲然。噗嗤！李勋忍不住笑出声来，看向霍云，鄙夷的道：霍云，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5000骑兵就想要击退朵义，是又如何？霍云神态自信，胸有成竹模样。霍云身上舍我其谁的气势，饶是叶枫也忍不住点点头。小小年纪就踏入小宗师境界，实力确实很不错。怎么，太子太傅觉得霍云不行，要不你去剿灭朵义吧？叶枫看向讥笑霍云的李勋，出言问道。启禀镇国军，给我20万大军，3个月我保证平定朵义。李勋闻言当即躬身缓缓的道：20万大军。叶枫瞠目结舌，这李勋脸皮真是厚，冷笑道：本军要是能够调动20万大军，就是牵一头猪去都能够平定朵义，要你何用？噗嗤！听到叶枫的话语，不少朝臣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叶枫真是太损了，把李勋比得做猪。
你！李勋正准备发怒，就想要对叶枫破口大骂，何曾受到过此等羞辱，却猛然想起数日前的廷杖，屁股都还疼痛，话到嘴边就被咽下去，不敢再冒犯叶枫。年少轻狂不是坏事，你可知道朵颐此次进犯率领多少士兵？李林甫微微眯着眼睛盯着霍云问道。自然知道。霍云满脸傲气对着李林甫道，朵颐王塔要干率领8万士兵进犯河西郡，你真的只需要5000骑兵就可以击退朵颐？李林甫质问道。他知道霍云是信陵夫人的弟弟，霍云在金陵城的年轻一辈也有很大的名气，年满16岁便踏入3品小宗师境界，被称之为金陵城第一天才。不错，霍云坚定地回答道。年轻人勇气可嘉，老臣也替霍云请战。李林甫双眸深处闪烁着冷厉，塔要干带领8万朵颐骑兵来势汹汹，霍云年少轻狂，想要去送死，他自然要成全对方，躬身对叶枫说道。哎呦，既然李丞相也为霍云请战，当下朝廷战马严重不足，想必李丞相多年的积蓄可否提供一些银钱，为霍云出征购买战马，也表示你支持心意呢？叶枫何尝不知道李林甫打的什么算盘，不就是想要霍云前去送死吗？这么好的机会，自然要剥削李林甫一下。这个叶枫真是一点亏都不愿意吃。李林甫闻言，内心暗暗吐槽，他现在若是拒绝，就等于堂堂丞相大人却逞口舌之快。想到能够铲除霍云，就朗声道：我提供30万两白银，足以购买战马给霍云出征。好，一言为定。叶枫当即拍板决定，李林甫老奸巨猾，能挖出来一点算一点。霍云，本军给你8000骑兵，是否有信心击退朵颐塔要干？旋即看向霍云，将5000骑兵增加到8000。当下叶枫手里面掌握的兵源也只能够支撑组建8000骑兵，再多的话，就算是组建出来，战斗力也提升不了多少。启禀镇国君，若有8000骑兵，无法击退朵颐部落，我霍云也不用回来了。霍云拍着胸膛，豪情壮志的道。好。叶枫神色淡然，他倒想要培养霍云，对方身上的那股傲气以及修为稍加培养，将来必然所向披靡。3日之后，本军亲自为你送行。霍云想不到叶枫答应的这么爽快，内心狂喜，他早就想要冲向沙场，杀敌建功，总算是有机会了。内心暗暗高兴，不愧是我亲姐夫，真是给力啊！退朝！魏贤扯着嗓子，尖锐的声音响起。叶枫刚来到朝堂边缘，赵秋燕就迎上来，有些质疑的问道：霍云那个小子率领8000骑兵就能够打败朵颐塔要干？放心吧，本军看人从来不会错。那小子身上锐意进取的气势，别看朵颐部落号称8万大军，实则他们常年游牧为生，拖家带口，8万大军里面能够3万就不错了。叶枫对于朵颐部落也做过了解，继续留着朵颐部落养虎为患，后患无穷。最重要的是，叶枫发现大宋皇朝战马资源极度匮乏，相反，朵颐部落那群游牧人就擅长养马，只要打下朵颐部落，将来大宋皇朝的战马就会源源不断的送来。大宋皇朝重文轻武，有点武将都被你爹杀的差不多，武将断层严重，整个朝廷之上，除了大将军岳腾，还有谁能够出征呢？总不能本军亲自去吧？叶枫紧接着对着赵秋燕说道：好吧。赵秋燕自然知道自己昏庸父亲干的事情，被叶枫如此说出来，缩了缩脑袋。等等朕！见到叶枫朝着清雅阁方向迅速走去，赵秋燕赶紧扭着小蛮腰，翘臀晃动，小跑着跟上叶枫的步伐。叶枫和赵秋燕刚来到清雅阁，就发现整个内院寒意凛然，令人忍不住打一个寒战。慕容婉和阿花都站在不远处的地方，两女也被冻得直哆嗦。不好！叶枫猛然一拍脑门，脸色大变，猛然朝着烟泥长的房间就冲出去。啊！赵秋燕想要跟着去看看，却发现刚踏出数步，就发现地面发出嗤嗤的声音，寒冰朝着他蔓延而去。猛然吓一跳，赶紧退后，盯着叶枫进入房间的背影，眼神深处都是惊诧和担忧。惊骇的是，明明这么恐怖的寒意，叶枫为何丝毫不受影响？担忧的是，叶枫没有修为，会不会有危险？驾！800里急报！800里急报！大魏皇朝10万大军压境，临江城危矣！金陵城外，马蹄声响起，雄浑的声音响起，正是临江城派出来的送信的探子。哗哗哗，随着这个情报扩散，整个金陵城彻底沸腾，无数人脸色大变。大魏皇朝10万大军怎么就突然压境了？消息在金陵城瞬间炸锅了。西边的朵颐部落，朵颐王塔要干率领8万大军刚杀入河西郡，这边大魏皇朝又是10万大军压境，以大宋皇朝现在的兵力根本无法应对。爹，你怎么会支持霍云那小子领兵出征啊？
刚回到丞相府，李勋有些不解地问道：“若不是信陵夫人去大魏皇朝，将叶枫带来金陵城，他们父子俩依旧能够在大宋皇朝只手遮天。这些年，信陵夫人也一直和自己父亲作对，怎么父亲就突然支持霍云出征，还被叶枫坑了30万两白银？薛儿，为父早就给你说过，朝堂斗争要学会有进有退。你觉得就算是为父不同意霍云出征，叶枫就不会同意吗？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与叶枫正面对抗，而是蛰伏起来，等待机会给予叶枫致命一击。”李林甫神色淡然，30万两白银对他来说9牛1毛，根本不算什么。霍云年仅16岁，将来若是突破到大宗师境界，威胁会更大。李勋闻言开口道：“就算如此，你也没必要奉献30万两白银吧？有舍才有得，我拿出30万两白银，就是送霍云去死。”李林甫面色狰狞，冷冷的道：“我收到的情报，塔耀干率领的8万朵义军队战斗力强悍，河西郡郡守李陵尚且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已经丢失3座城。你觉得霍云率领8000骑兵能打败朵义王？父亲真是算无一策，号称小飞将军的李陵都无法对抗朵义王，霍云率领8000骑兵前去，就是自寻死路。”李勋满脸敬佩。报！报！就在这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传来，就见到2个侍卫迅速的来到院子里面，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道：“启禀丞相，刚收到800里急报，大魏皇朝点兵10万，从燕云18城杀出，要攻占临江城。”李林甫听到侍卫的汇报，脸上带着激动的笑容，站起身来，对着李勋道：“薛儿，你要记住，当你处于弱势之时，不要盲目进取，要学会退让。大魏皇朝依托燕云18城进攻临江城，以临江城8000的守军，想要抵挡大魏皇朝10万大军，难如登天，不出7日，临江城必破。你去调动安插的百姓暗线，四处散播谣言，激起民愤，围绕燕云18城做文章。若不是因为叶枫丢失燕云18城，大魏皇朝怎么可能轻易攻到临江城？”父亲英明。李勋脸上浮现出阴翳笑容。燕云18城割让，本就是大宋臣民内心的一道伤口，若是再丢掉临江城，大魏皇朝进攻大宋就是一马平川，大军压境就是金陵城。无数的勋贵臣民早就习惯了安逸生活，必然会疯狂弹劾叶枫。我倒要看看叶枫如何度过此劫。李林甫嘴角扬起，他的脸上总算是洋溢出久违的笑容。我这就去安排。李勋转身就朝着院外走去。轩儿，别忘记金陵学院那群迂腐书生，哈哈哈。李林甫哈哈大笑，他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迂腐读书人，往往这个时候，他李林甫又非常喜欢他们这群读书人。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脑袋里面只有书，又有几个人装着家国天下呢？他们装着最多的不过是金陵河畔边的妓女，也是最容易利用的一群人。东阳军府，主公，刚收到急报，大魏皇朝点兵10万，杀向临江城。徐茂才收到消息，就来到鱼池边缘。哦，大魏女帝凌潇湘倒是有点胆识，出手果断狠辣。临江城只有8000守军，怕是抵挡不住3天吧。马东阳身为大宋皇朝的东阳君，收到大魏皇朝进攻大宋国土，神色冷漠淡然，眼眸深处却浮现出一抹激动。我问你句实话，你觉得大宋皇朝还有救吗？马东阳将手里面的鱼钩挂上鱼饵，抛飞出去，无比精准地坠落在鱼池中间，水花微微激起，一条条的鱼儿疯狂抢夺鱼饵，却吃而不咬，神色淡然，语气平淡。长陵君和东宣王手握重兵，却居心叵测，他们2人巴不得大宋皇朝赶紧乱，就可以趁机扩大自己地盘，霸占更多资源。朵义部落兴亡塔要干，来势汹汹，大夏皇朝屯兵边境，大魏皇朝霸占燕云18城，占据有利地势。只怕临江城破灭之日，就是大宋皇朝陷入混乱之日。徐茂才语气有些沉重，身为大宋皇朝土生土长之人，他又何尝想要见到大宋皇朝灭亡呢？可惜宋宣帝几乎以一己之力，将大宋皇朝皇室手中掌控的军队都给霍霍完了。就算岳腾活着，也无济于事，短时间也无法训练出20万岳家军。要知道，当年岳腾率领岳家军西征朵义部落，将朵义部落赶回茫茫大漠，杀得丢盔弃甲，销声匿迹。大魏皇朝虎视眈眈，调集30万大军进攻燕云18城，也被岳腾率领岳家军以少胜多，打得大魏皇朝不敢进犯。原本有岳腾率领岳家军坐镇，宋宣帝便可高枕无忧。可4大诸侯以及无数的士大夫家族，又怎么愿意岳家做大？四面八方上书的谗言，终究使得宋宣帝对岳家军产生疑心。就在岳家军屯兵燕云18城时，宋宣帝以12道金牌圣旨调回岳腾，以岳家想要拥兵自重，霸占燕云18城的谋反罪名，将岳家抄家灭族。现在的大宋皇朝势力盘踞，
只需要一点火星便会引发连锁反应，宋朝就会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你看看这2封亲笔书信吧。东阳君从怀里面掏出2封书信，递给徐茂才。徐茂才将书信打开，乃是长陵君和东宣王的书信。2人的目的很简单，邀请东阳君共襄盛举，寻找机会清君侧，除叶枫。你觉得如何抉择？东阳君缓缓地问道。主公，你真的不想帮大宋？你那位金陵书院的同窗苏晨可是明确表示对叶枫支持。徐茂才略微迟疑，将书信合上，对着东阳君问道。我与苏晨年少便相识，金陵学院我俩同窗，学成离开金陵学院之时，他对我写下《宋东阳序》，我与他2人年少轻狂，想改变大宋，改变朝局的美好愿望。谁曾经还不是那壮志满怀的青年呢？最终我们似乎都只能够想尽办法守住眼前的1亩3分地。他身上那股豪情不减当年，他敢拿苏家南郡赌未来，我却不敢赌了。若是大魏皇朝攻占临江城，整个大宋皇朝最先遭殃的便是叶枫，你觉得他还有机会拯救大宋皇朝吗？东阳君双眼看向远处的天空，那里的方向就是当今皇帝的亲叔叔东宣王的封地，任凭鱼儿将鱼竿拖入水中，他也不去抓鱼竿，声音最后带着叹息。徐茂才内心也是哀叹，内有权相李林甫，外有4大诸侯长陵君以及诸国虎视眈眈，叶枫想要救大宋何其难，这是个死局。无解。嘶叶枫冲入的房间，入眼就见到冻得瑟瑟发抖的燕霓裳。邪神之毒在燕霓裳的体内爆发，他就想要运转灵力抗衡，反而被邪神之毒吞噬，身上的寒冰大道跟着反噬本身。叶枫迅速来到燕霓裳身前，伸出手就朝着燕霓裳穿着纱裙的身体轻轻地覆盖上去，必须要护住燕霓裳的心脉，若是被邪神之毒侵蚀，就算是叶枫想要救燕霓裳，就真的只有出手压制邪神之毒。燕霓裳感受到叶枫手掌的温度，内心真是又羞又怒，冰冷的脸颊也透露出些许羞红。不过就在叶枫的手掌覆盖上去，他体内的邪神之毒宛若老鼠见到猫，疯狂地朝着他的身体4肢8脉逃窜。到底怎么回事？叶枫的身上明明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就是个寻常人，却能够不惧怕他的寒冰大道，对于自己身体诡异的毒素似乎也有很深的了解。燕霓裳的内心也产生深深的疑惑和好奇。不要分心，利用你的灵力同化他们。叶枫对着燕霓裳呵斥一声。燕霓裳闻言，两边脸颊变得更加羞红，这死家伙的双手一点也不老实。你不要过分。燕霓裳死咬着牙齿，脸上带着愤怒。你别吓我，万一我慌了神，到时候毒素侵入你的心脉，可别怪我。叶枫当即对着燕霓裳不客气的道。你！燕霓裳恨得牙痒痒，自己堂堂陆地神仙，咬牙切齿，满脸冰冷之色，想到诡异毒素的折磨，只能够强忍着内心的羞愤。吃寒冰大道的寒意不断蔓延，房间里面到处都凝聚出寒冰。内院的阿花和赵秋燕感受到寒意袭来，都纷纷倒退出去。中院里面，老黄站在那里，死死地抱着怀里面的木匣子，泛黄的光芒微微闪烁，他双眸紧紧地盯着内院的方向。陛下，我家少爷在里面，没事吧？老黄见到赵秋燕和阿花从内院退到中院，就赶紧走上前去，满脸担忧。两位嫂子好。大山一本正经走到赵秋燕等身前，躬身鞠躬。谁是你嫂子？赵秋燕满脸羞红，看向大山，呵斥的话语刚到一半就停下来。嘿嘿，珊珊真乖，等你大哥哪天答应当我的圣君哥哥，就天天给你买糖葫芦，好不好啊？阿花在大魏皇朝都城的时候就见过大山，两人都很熟悉。好，阿花姐姐真好。大山听见要买糖葫芦，魁梧的身躯激动万分，蹦蹦跳跳的鼓掌。哎呀，不好啊！老黄猛然一拍脑门，一惊一乍的道：什么不好？赵秋燕皱起眉头，回过头赶紧问道：我家少爷长得那么帅，你们两个又在这里一男一女同处一室，那女的又那么厉害，老黄真是有被迫害妄想症。老不正经。赵秋燕嘴上嘀咕，身体却很实诚，忍不住踮起脚尖，朝着内院的大门靠近，拼命的想要看清楚燕霓裳房间里面的情况。阿花却一步跃起，站在中院的墙体之上，就见到叶枫和燕霓裳站在一起，赶紧捂上眼睛，手掌中间却流出2条缝，偷偷的看到。哎呀，羞死人！我还以为那位姐姐冷冰冰的，不可能对圣君哥哥动手呢。你是不是看错了？明明是你的圣君哥哥对别人动手。跟着站上去，朝着燕霓裳房间看去。赵秋燕满脸气愤，敲了敲阿花的脑门。这个阿花对叶枫真是单纯的可怕，啥都不懂啊。砰！赵秋燕闻言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好奇，一步跃起，落在房檐，还没来得及看，燕霓裳感知到中院的赵秋燕和阿花都在偷看，满脸羞红，
灵力流动，房间的大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还不想放手。燕霓裳身体里面的邪神之毒分散开来之时，也被燕霓裳压制下来。她满脸冷厉，声音冷冰冰的道：咕咚。叶枫吞了吞口水，收回手，讪讪的笑了笑，道：我这不是害怕邪神之毒去而复返吗？哼！燕霓裳暴喝一声，寒意迸发，满脸怒色，却又收回寒冰大道气息。原因很简单，自己的寒冰大道对叶枫不起作用啊！真是个怪物。邪神之毒发作痛苦得很，以后毒素要发作的时候，不要自己硬撑，就赶紧给我说，我也只能够给你压制下。叶枫对着燕霓裳柔声地说道。燕霓裳闻言，几十年未曾听过关心的话语，内心某些地方有些微微触动，神态依旧冰冷，深深吸一口气，道：我身体里面的诡异毒素，真的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毒。叶枫闻言，假装满脸疑惑，不解的道：你说的是哪种方法？你信不信你再装，我宰了你！燕霓裳对叶枫真是又恨又无法。谁让自己身体的诡异毒素他压制近30年，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差点把自己给弄死了，只有叶枫能解毒呢。嘿嘿。叶枫上下打量燕霓裳一番，冷冰冰的模样，身材完美比例，或许是陆地神仙的缘故，身上自然而然带着一股超然物外的美感，仙气飘飘。你真别觉得我想，实在是那种毒素，普天之下就只有我能解，邪神之毒就只有一种解毒办法，同化它，吞噬它，弄死它。叶枫说的确实是事实，邪神之毒本就诡异，邪神那个老东西本就很恶心。前世蓝色星球之上那群供奉邪神的人群，他们生活混乱不堪。你能不能说的委婉点？燕霓裳听到叶枫的话语，好像和自己做那样事情还委屈了一样。想到这里，内心就恨得牙痒痒。若不是想着叶枫能够解毒，对他也算是救命之恩，他真的不能忍，早就把叶枫给宰了。好。叶枫当即点头道：我就是帮你解毒，你大可放心，我可是很老实本分的人。你滚！燕霓裳差点没被叶枫弄得崩溃。你这叫做委婉表达吗？就差说你想。金陵书院，一座古色古香的巨大的阁楼就这样矗立在金陵城，面积宽阔，高高耸立的大门约莫10来米宽，两侧分别摆放着2尊5米高的石狮子，2根红色的一抱粗细的大柱子就这样耸立起来，将大门支撑得格外大气。映入眼帘，亭台楼阁，雕龙画凤，栩栩如生，两边的通道墙壁挂着一幅幅精致细腻的山水画，以及各种诗词文章，可谓是绕堤柳借3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出庭过池，一山一旦，一花一木，摸不着一观览。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园，里面树营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一个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青年，他们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脸上洋溢着高傲的笑容，目空一切。诸位学生，你们可曾知道，大魏皇朝霸占燕云18城，调动10万大军，正朝着我们大宋皇朝临江城攻击而去。周文生满脸气愤，声嘶力竭，他的身边跟着数个老者，也都是金陵书院的夫子。一些青年学生听到周文生的话语，也是满脸激愤。周老师，你是要我们跟着你上战场吗？一个青年学生顿时出言问道。这位同学，当今朝堂奸臣当道，我们读书人的任务就是要谏言，无论如何都要铲除奸臣。你们仔细想想，要不是因为叶贼，我们大宋皇朝也不可能割让燕云18城，大魏皇朝就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杀到临江城。我辈身为大宋皇朝之人，绝不做亡国奴，哪怕是头破血流，杀身成仁，我们也要叶贼给我们一个说法。周文生言辞激烈，不断地挥动手臂，显得义愤填膺。还我河山，杀叶贼！还我河山，杀叶贼！周文生疯狂地怒吼，整个金陵学院数百个学子都纷纷跟在他的身后，朝着清雅阁的方向走去。老师，周院长带着很多学子朝着清雅阁去了。金陵学院的后山，亭台楼阁，偌大的湖泊就这样横贯在金陵书院里面。湖泊的中间修建一个湖心亭，四周布满密密麻麻的荷花。一个头发花白、身材瘦高的男子穿着灰色长袍，负手而立，微风轻轻吹动，将他缠绕在腰间的丝带随风轻轻舞动。他就是金陵学院的院长张陵。宋宣帝时期，他曾经担任丞相，后来为越加案，仗义直言，得罪宋宣帝，心灰意冷，辞去丞相之位，成为了金陵书院的院长。去就去吧，总要吃些苦头，才知道收敛。张陵声音平静，见到湖面的波纹微微荡漾，缓缓的道：常好，若是想要去实现你的抱负，那就去吧。大宋皇朝危如累卵，临江城若是被攻破，整个大宋皇朝必然分崩离析，谁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就能青史留名。当然，谁若是能够清君侧，执天子剑，从龙有功，也必然是封侯拜相，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张陵语气平静，却将大宋皇朝的局势描绘得清清楚楚，明显就是在告诉身边的男子：你若是想要拯救大宋皇朝，那就去力挽狂澜。老师，我想要救大宋，兴许镇国君，能复兴大宋，我愿去助他一臂之力。王昌浩声音决然，他自从读过叶枫的诗词，对叶枫敬佩万分，人生在世，当活得光明磊落。那就去吧。张陵朗声说道，神色浮现出淡淡笑意。这么多年，他唯独留下王昌浩在身边，悉心培养，总算是没有让他失望。王昌浩满腔热血，富有韬略，对于大宋皇朝的局面也有很深的了解，就想着将大宋皇朝执行变革，才能够真正的使得大宋皇朝变得强盛。尽管张陵对于王昌浩的变革思想有很多地方也不认同，就算是他是王昌浩的老师，他也不会去阻止，因为他也不知道是他这种保守派比较好，还是王昌浩这样的激进派比较好。他既然没有答案，又如何阻止王昌浩呢？多谢老师。王昌浩对着张陵深深的鞠躬，满脸敬佩。他跟在张陵身边学习10来年，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转身就朝着金陵学院外走去。整个金陵城的百姓，不少人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大喊着要罢免叶枫，仿佛不杀叶枫不足以平民愤。若不是叶枫导致燕云18城丢失，大魏皇朝的10万将士不可能长驱直入就杀到临江城。只要临江城被大魏皇朝占领，以后金陵城就是对方囊中之物，一马平川，随时都可以袭击金陵城。无论如何都要恳请陛下将叶枫彻底罢黜。众多群情激愤的百姓，他们最是健忘。叶枫前段时间斩杀文白军，斩杀贪官污吏崔浩等人之时，他们可是纷纷对叶枫竖起大拇指。短短的数日，他们就忘得一干二净。群情激愤，叶枫在劫难逃。李勋盯着金陵城密密麻麻的人影，脸上洋溢着冷笑，觉得叶枫此次必然在劫难逃。临江城只要被攻破，叶枫就是大宋皇朝的千古罪人。叶枫和叶霓裳走出房间，赵秋燕和阿花都坐在不远处。报！就在这个时候，清雅阁外院传来急促的声音，就见到沈炼满脸焦急，迅速就来到内院入口之处。进来吧。叶枫对着沈炼招呼一声，见到对方的神色，以他对沈炼的了解，必然是有急事。参见陛下。沈炼见到赵秋燕，先是躬身行礼，紧接着开口道：主公，大魏皇朝点兵10万，以燕云18城为根基，杀向临江城，来势汹汹。临江城守将于守仁请求朝廷支援。不过说到这里，沈炼有些迟疑。什么事？不要吞吞吐吐。叶枫见到沈炼欲言又止，当即主动开口：主公，金陵城副院长周文生以及不少的百姓都纷纷走上街头，要求罢免你的职位。他们都觉得因为你才导致燕云18城丢失，气愤得很，正朝着清雅阁走来。沈炼紧接着继续汇报：他们真以为本君不敢杀人？叶枫之前就准备将这群害群之马斩杀，奈何苏晨的出现替叶枫解围，他也不好继续追究。调动你手里面的锦衣卫，将混杂其中的始作俑者全部抓起来，凡是参与闹事者皆杀，一个不留。声音冰冷刺骨，杀意迸发出来，眼神决然。此时此刻，朝局混乱，四面楚歌，这些人还有心情搞内耗？这种居心叵测的人，不杀留着过年。沈炼收到叶枫的命令，当即转身就朝着外面走去。你带着大山跟着，若是对方有宗师强者，格杀勿论。叶枫看向不远处站着的大山，沈炼的修为仅仅是先天后期境界，若是遇见宗师强者，应对起来就会很困难，带着大山就方便很多。沈炼走在前面，大山和张嫣紧随其后。张嫣就是之前叶枫超灭张太来唯一留下来的破灭神童的小女孩，不愧是拥有破灭神童的存在，年仅8岁。自从叶枫传授他9天无影诀后，修为迅速提升到后天巅峰，刺杀的实力更是强悍，寻常的先天武者怕是都难逃他的刺杀。他们就这么点人，茫茫金陵城能够找到那些挑事的人？赵秋燕见到沈炼等人离去，有些诧异地问道：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做这种事情？叶枫胸有成竹，对于他调教出来的锦衣卫的能力，他还是无比自信的，否则也不可能在大魏皇朝多次力挽狂澜。赵秋燕双眸深处弥漫着都是好奇，到底有什么是眼前的男人不会的呢？啪！一处酒楼，罗琳将几锭银子猛然拍在桌子上，几个围着桌子喝酒的男子双眼发亮，他们都看向罗琳，明显早就认识对方。哎呦，罗兄这又是哪里发财？一个男子忍不住问道。老规矩。罗琳嘴角扬起道，跟着走上街头，骂阵国君叶枫，这锭银子就是你们的了。这还不简单？几个人起身抓着一锭银子就朝着街头走去。嘿嘿，罗琳见到几人走上街头，嘿嘿一笑，
心满意足，就准备朝着下一桌走去。刚走出2步，就被2道身影悄无声息出现他的身边，一左一右将他的双手死死地扣起来，冷冷的道：“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抓我？知不知道我是谁？”罗琳满脸狰狞，内心有些惊诧，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抓自己，对着2个锦衣怒吼道：“老实点！”咔嚓！啊！见到罗琳好像要挣扎，2个锦衣卫身上弥漫着先天出气的气息，将他的双手猛然咔嚓一声就给直接扭断。罗琳发出凄惨的嘶吼声，牙眦欲裂。万万没想到身边抓自己的2人如此狠辣，出手毫不留情。你最好别自找苦吃。一个锦衣卫冷冷地对罗琳说道。他们都是从大魏皇朝跟着沈炼投靠叶枫的锦衣卫。在大魏皇朝的时候，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地痞流氓，只要落入锦衣卫手中，就没有能够完好无损的人。你们想干什么？罗琳咬牙切齿，低沉着声音。你待会就知道了。锦衣卫带着罗琳朝着酒楼外左手边就走去。同一时间，近20个锦衣卫全部出动，无论是酒楼，亦或是街头巷尾，亦或是风月场所，一个个拿着银钱散播、鼓动百姓的人，纷纷被锦衣卫抓起来。沈炼手持绣春刀，满脸冷厉，身边跟着小女孩，眼眸闪烁着幽光，正是叶枫超灭张太来之时发现的带有破灭神通的小女孩。自那以后，叶枫就把张嫣交给沈炼管理。你确定就在这里？沈炼对着张嫣问道。张嫣仅仅8岁的年纪，却满脸冷静，点点头，声音坚定道：“我绝对不会看错。”大山上，沈炼吆喝一声，拔出腰间的绣春刀，就朝着院子里面猛然冲进去。院子里面正前方端坐着身材臃肿的男子，满脸横肉，左右两边坐着10来个人。咻！没等沈炼回过神来，身后的沈炼娇小的身躯留下一道残影，速度竟然比他这个先天后期还要快。饶是沈炼的内心也忍不住惊骇，此等天赋，也难怪主公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调教张嫣，怕是要不了多久，自己这个锦衣卫副指挥使都不是对方的对手。吃啦！张嫣娇小的身躯残影弥漫，手里面黝黑的匕首狠狠地刺出去，还没等对方回过神来，就被瞬间刺杀。你们是谁？胆敢擅闯民宅？杜恒见到沈炼等3人胆敢闯入自己的地盘，满脸的横肉颤抖，怒吼道：“不知死活的东西，老子杀了你！”见到张嫣出手就是杀招，就将他的手下刺杀。杜恒身上先天后期巅峰的气势爆发，臃肿的身躯爆发出强悍的力量，朝着张嫣猛然袭击出去。哦！见到杜恒要对张嫣下死手，大山一步踏出，魁梧的身躯高高跃起来，身上磅礴的力量破空声响起，双手变成利爪，朝着杜恒猛然撕裂而去。咔嚓！杜恒没想到大山身上毫无灵力波动，身上的力量却如此强悍，仅仅是交手的瞬间，双手的骨头碎裂，整个人5脏6腑都被磅礴力量震得4分5裂，臃肿的身体宛若死猪，就这样躺在地上。短短的时间，10多个人就被大山全部打倒在地。你们是谁？杜恒倒在地上，内心带着不甘。待会你就知道了。沈炼冷冷的道。不多时，10多个锦衣卫也循着沈炼留下来的暗号，来到眼前的院子，将他们全部带回去。不老实的，就让他们生不如死。沈炼声音平静，手持绣春刀就开始搜查整个院落。你们怎么都在这里？杜恒被锦衣卫就像是拖着死狗一样，来到一处院落时，就见到自己安排出去怂恿的人手，竟然全部都被抓到眼前的院落。杜老大，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罗琳见到杜林凄惨的模样，双手吊着，稍微一动就撕心裂肺疼痛，咬牙切齿的道：“这群畜生，他们下手真的狠，我这双手怕是废了。”沈炼也跟着来到院子，见到被抓来的众人，满意的点点头，沉声对着杜恒等人问道：“我就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的？你们谁来说？”“哼，你算老几？我们凭什么告诉你？”一个中年男子愤怒的指着沈炼。杜恒在内的众人满脸坚定，一副我就是不说的模样。“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硬汉，祝你们好运。”沈炼嘴角扬起，也懒得浪费口舌，道：“既然想要当硬汉，那就给他们上点刑。遵命。”2个锦衣卫将说话的中年男子直接就拖到院落中间。咔嚓咔嚓，没等他继续嘴硬，2个锦衣卫将他拖到院落中间，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见到锦衣卫抓着旁边的石头朝着他四肢狠狠砸去，咔嚓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个中年男子不断的颤抖，却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鲜血四溅。我说还没等继续下去，众人满脸煞白，争先恐后要坦白了。这位大人，我说。杜恒见到锦衣卫下手如此狠辣，丝毫不留情面，也被锦衣卫的手段吓得脸色苍白，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我说，
地上面躺着的鲜血淋漓的中年男子，声音微弱，满脸鲜血，死撑着仰起头。本来沈炼还以为他还想要嘴硬，就再来点狠手，没想到他拼命吐出来的是“我说”2个字。哈哈！10多个锦衣卫闻言都是愕然，紧接着哈哈笑起来。说吧。沈炼从不远处端来桌椅，摆放着笔墨纸砚，冷冷的道：“你们谁口中若是敢有一句假话，全部的人就断一臂，2句我就把你们做成人质，3句。”说到这里，沈炼咧开嘴，微微一笑，那笑容落在杜恒等人眼中，就像是魔鬼。大人，我们不敢。杜恒等人纷纷摇头，满脸惧意。启禀大人，我们都是金陵城的混子，后来有个戴着面具的鬼面人，他找到我们，只要我们安排人走上街头，污蔑和陷害郑国君，只要说动1个人，就奖励10两银子。就像上次包围皇宫，也是鬼面人找到我们，暗中策划。杜恒哪里还不明白，眼前的这些人必然就是郑国君手底下的人，内心都是震撼。他们做得如此隐秘，却还是被对方抓住了，不敢有所隐瞒，当即和盘托出。沈炼却微微皱起眉头，对于这些鬼面人，上次闻白军造反之时，他便已经见识过，大多数实力都很强。这些鬼面人只要被抓捕，就会立刻服毒自尽，根本无法从他们的嘴里面逼问出任何有用的东西。这倒是个有价值的消息，那就是这群鬼面人背后必然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才会掌控这么多人。你们有没有见过鬼面人，知道他们的行踪？沈炼对着杜恒等人出言问道。大人，那些鬼面人和我们碰面都谨慎得很，我试探过几次，都差点被他们给直接杀了。杜恒对着沈炼继续坦白道。很好。沈炼知道继续询问也问不出什么答案，满意的点点头道：将他们全部押起来，带上枷锁，送到清雅阁外斩首示众。花花华杜恒等人闻言，一个个都满脸惊骇，他们明明已经坦白，为何还要将他们斩首示众？顿时就喧闹起来。啊，大人，我们已经坦白，为何还要杀我们？沈炼顿时皱起眉头，看向杜恒，反问道：本大人刚才说过，坦白就不杀你们了吗？你们好狠毒，你们不能这样，我们要见证国君。杜恒等人纷纷喧闹起来，满脸不甘，发出哀求声。你们确定要见证国君？沈炼忍不住看向杜恒等人，眼眸深处都带着怜悯。这群人真是嫌命太长，死得不够凄惨，还想要去见叶枫。他可是很清楚，大魏皇朝的锦衣卫大牢之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刑具都是叶枫指点锦衣卫制作，各式各样的酷刑也是叶枫列出来的。凡是他们审讯不动的人，只要叶枫出马，最多半个时辰，就算你是铁嘴硬汉，也会变成软嘴老鸨。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大魏征西王自认为劳苦功高，想要造林潇湘的反，就派遣刺客刺杀叶枫。其中有个小宗师境界的女刺客，嘴巴很硬，无论他们施展何种酷刑，都无法令对方开口。后来叶枫出马，半个时辰，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后来当他们见到那个女刺客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全身上下唯一完好无损的就只有一处地方。没事，待会你们会如愿的。沈炼回头对着杜恒等人诡异的一笑。杜恒等人见到沈炼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只感觉到毛骨悚然。斩杀叶贼，还我河山！叶贼该死，滚出大宋！周文生走在最前面，义愤填膺，清高无比，大义凛然，挥动手臂，身后跟着几个金陵学院的夫子，他们也尽心尽力，所到之处纷纷开始游说周围百姓以及各种行人，使得闹事的队伍越来越大。正午时分，烈日高悬清雅阁外面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一个个都大喊着要将叶枫赶出大宋皇朝，巴不得除之而后快。叶贼怎么还不出来？吴兴皱起眉头，他们都带着这么多人来到清雅阁外面，辱骂差不多1个时辰，太阳越来越大，一个个都大汗淋漓，却根本没见到清雅阁有人出来。别管，继续骂。周文生内心都是愤怒，要是叶枫不出来的，他们搞的这次游行岂不是就失去了效果？却也不敢贸然踏入清雅阁，只能够继续怒骂。清雅阁内院，满桌子的美味佳肴，三女却没有去吃。阿花听见外面怒骂声，满脸气愤，小丫头捏着拳头道：叶枫哥哥，我去命令10护卫将他们抓起来，全部碎尸万段，大不了你就不当什么郑国君，跟我去苗疆做我的苗疆圣君。定然又是金陵学院的那群迂腐读书人。赵秋燕脸色略微有些难看，每次面对金陵学院那群读书人，她都毫无办法。听到他们如此怒骂叶枫，道：朕亲自去将他们撵走。吃饭，吃饭，别浪费满桌子的美食。叶枫端着饭碗，大口大口的吃饭，夹着美味菜肴，声音淡然，仿佛外面的那些辱骂声都与他毫无关系。燕霓裳双眸一凝，他能够感觉到叶枫若隐若现的杀意，令人窒息。唯独中院的老黄死死地抱着木匣子，端着酒壶，跟着叶枫这么多年，他最清楚叶枫的脾气。
越是平静安静之时，暴风雨就即将到来。金陵城怕是即将要被鲜血染红，就好像当年大魏都城之时，太子刚被诛杀，凌潇湘刚登基之时，那群辱骂叶枫、自命清高的一票老臣，最终都被叶枫命令锦衣卫一个不留，全部斩杀。自那以后，凌潇湘登基为女帝，就再无人胆敢反对了。要是外面周文生等人知道，他们顶着烈日炎炎，破口大骂。叶枫却根本没放在眼中，无动于衷，端着饭碗吃饭，不知道会不会更加愤怒。你们怎么不吃？不合胃口。叶枫看向三女，有些诧异，这些可是他细心准备的菜肴，他们骂得太难听，吃不下。阿花嘟囔着嘴，端着的饭碗，满脸不乐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叶枫神色自然，缓缓地吟道，分别将菜肴加到三人的碗中。火烧眉毛，你还有闲情雅致作诗？赵秋燕听到叶枫所作诗词，脸色微微变化，又是流传千古的诗篇，内心却暗暗品着叶枫所作的诗词。赵秋燕对于诗词虽然研究不深，却听得出来叶枫所作的诗词朗朗上口，听起来简单明了，却将万千的百姓之苦描述得明明白白。身为皇帝，自然更应该带头珍惜粮食，没有继续怄气，开始大快朵颐的吃饭。叶霓裳轻抿朱唇，冰冷的眼眸深处闪烁着惊讶和好奇，叶枫身上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挖掘。你刚才所做的诗词题目是什么？赵秋燕一边吃一边回想，越想越觉得精妙绝伦，这才想起来叶枫刚才所做的诗词还没有题目呢。悯农。叶枫缓缓的道。呼呼呼，叶枫的悯农念出来，清雅阁的上空云彩飞扬，天地异象不断浮现，一道道的浩然正气就开始凝聚。这是浩然正气，我大宋皇朝竟然凝聚出浩然正气。赵秋燕盯着上空弥漫着的文气，满脸惊骇，内心更加坚定，心道无论如何都要想尽办法留下叶枫，哪怕是他要做地婿也行。想到外面那群迂腐之人，赵秋燕就感觉到怒火中烧，朕在这里想方设法留下贤臣，你们却想方设法给朕搞破坏，真是该死。怎么回事？好像是浩然正气。周文生等人站在清雅阁外面，就有人见到上空不断的浮现出来的天地异象，磅礴的浩然正气之力凝聚。一些读书人都感受到那股气势，令他们茅塞顿开，思想都变得清明起来，浑身经脉顺畅无比，气血舒畅。一些长时间都想不通的道理，也在此刻变得明了起来。周老师，镇国君府邸上空能够凝聚出浩然正气，学生觉得他未必是坏人。一个学生有些迟疑，开口说道。感受到浩然正气的气势，他对于周文生发起的抨击叶枫的行为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能够凝聚出浩然正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坏人，浩然正气可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感悟出来。周文生闻言满脸阴沉，内心都是愤怒。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个叶枫到底是什么怪物，传闻他毫无修为，又怎么会引来浩然正气呢？整个大宋皇朝能够感悟出浩然正气的，也仅仅只有南郡苏家家主苏晨，放眼九州也是万中无一。当即对着众多学生开口道，诸位千万不要被表象欺骗，你们仔细想想，要不是叶枫，我们大宋皇朝会丢失燕云18城吗？若是不丢燕云18城，大魏皇朝凭什么调兵10万攻打临江城？只要临江城被攻破，大军直指金陵城，大宋皇朝就危在旦夕。难道你们想做亡国奴？况且你们怎么知道凝聚出来的浩然正气是叶枫引来，而不是我们铲除奸臣叶枫引来的浩然正气呢？周文生声嘶力竭，脸皮真可谓是其厚无比，对着众多学生蛊惑道。主公。就在叶枫等人刚吃完饭，沈炼的声音在中院响起，进来禀报。叶枫对着沈炼说道，启禀主公，四处散播消息的那群人尽数被抓起来。沈炼走到内院，赶紧对叶枫禀报道。不过没有供出幕后之人，对方无比的谨慎，每次和他们见面都戴着鬼面具，他们也不知道是谁。以我猜测，那些鬼面人应该和上次在天牢外面想要参与刺杀主公的是一群人。叶枫听到这沈炼的汇报，倒也不惊讶。那些鬼面人，无论是李林甫，亦或是那位从未露面的长陵君的人，都是老奸巨猾、思虑周密之人，自然不可能留下证据。走吧，送他们上路吧。叶枫迈开脚步，朝着外面走去，声音淡然，身上的杀意迸发。就算是赵秋燕，此时此刻也感受到那股杀意，满脸的惊骇，道：朕好不容易寻到的贤臣，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毫无修为，却能够凝聚感悟这么恐怖的杀意。他在大魏皇朝到底是杀了多少人？只因为那股杀意，连他这个大宗师都感到恐怖。你们快看，叶贼出来了！吴兴见到叶枫来到清雅阁外，激动无比的道。
叶贼，我们还以为你准备当缩头乌龟，不敢出来面对我等呢。周文生对着叶枫张口闭口都是叶贼。呼呼呼，叶枫站在清雅阁外，浩然正气猛然凝聚，五彩祥云紧接着凝聚成为龙影，就朝着叶枫的身体环绕而去。这，周老师，你不是说浩然正气不是郑国君凝聚的吗？方才出言质问周文生的学生见到浩然正气环绕叶枫，比苏晨身上的浩然正气还要更加气势磅礴，对着周文生反问道：叶贼导致我们大宋皇朝丢燕云18城，罪不可恕，他必须要滚出大宋皇朝。周文生脸色也很难看，自己刚说浩然正气不是叶枫凝聚，转眼就被打脸。不过他也懒得理会提出质问的学生，对着众人怒吼道：叶枫走上前数步，身上的浩然正气气势更强。尔等身为大宋皇朝千挑万选的精英学子，朝廷国库空虚，却从未削减过金陵学院的银钱。如今大宋皇朝四面楚歌，尔等读书不思报国，与叛国何异？弥漫着浩然正气的声音，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气贯长虹。本军给尔等3个呼吸，自行退去，否则就地格杀。叶枫话锋一转，杀意弥漫，狂风呼啸。他想到前世华夏2所最顶尖学府辛辛苦苦培养出无数人才，却纷纷跑到敌对国做贡献，给他们做贡献，反过来污蔑华夏。当时叶枫鏖战自由之神时，顺手就将那群人一个不留的全部诛杀殆尽。平生最恨叛国者。走！刚才出言质问周文生的学生听到叶枫的话语，转身就朝着左手边迅速地跑出去。一些人感受到叶枫决然的杀意，纷纷快速地逃离。啊，郑国君，你不能杀我们，我们已经坦白，都是鬼面人指使的，求求你别杀我们。不远处的锦衣卫将他们抓起来的杜恒等20多个人全部都带到现场。一些混杂在人群的人见到杜恒等人被抓，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哪里还敢停留，纷纷逃窜。一个个都心知肚明，他们走上街头怒骂叶枫，就是受到杜恒等人的指使。叶枫，你好大的胆子，我倒要看看你敢杀多少人。周文生满脸愤怒，万万没想到叶枫3言2语的恐吓，就吓得身后很多人都纷纷逃离现场。哪知道叶枫却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而是走到杜恒等人身前道：别人给你们点银两，你们就要鼓动百姓辱骂本君，若是其他国家的人给你们点银钱，你们岂不是都可以给他们当间谍了吗？周文生被叶枫直接无视，气得满脸狰狞，指着叶枫的背影疯狂怒骂道：叶贼，我乃金陵学院的副院长，你竟敢无视我，就等于无视金陵学院。不，我们不敢，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杜恒满脸苍白，对着叶枫哀求道：斩立决。叶枫转过身走到周文生身前，嘴角扬起，神色淡然。啪！没等周文生反应过来，抬起手狠狠地朝着周文生的脸颊狠狠地一巴掌甩上去，将周文生的脑袋都打得嗡嗡作响。叶枫神色冷厉，冷冷的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真以为本君不敢挥动屠刀？上次若不是苏晨救你们，你们早就死了，还不自知，还想要闹事。至于你口中的金陵学院，若是里面的学生老师都像你们这群酒囊饭袋一般，就不必继续浪费国家银钱了。叶枫声音冷厉，金陵学院长年累月享受大宋皇朝的钱财，若是专门培养出来周文生此等废物，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叶枫，你好狠！杜恒等人没想到叶枫如此决然，感受到身后锦衣卫的杀意，一个个满脸狰狞，对着叶枫咆哮。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身后的锦衣卫纷纷拔出腰间的绣春刀，刀锋扫过，一颗颗的脑袋鲜血喷涌而出，就这样被齐刷刷地削下来，滚落在地上。快跑！众多金陵学院的学生以及一些参合其中的人也没想到叶枫杀人这么狠辣，哪里还敢停留，就想要逃窜。杀！就在他们准备逃窜之时，身后猛然传来一阵阵的脚步声，就见到一道道的身影，正是守卫在金陵城外的预备军。蔡宏带领5000预备军，一声令下，就朝着还留在原地的人疯狂地杀去。啊，不，求求你们别杀我，都是周文生威胁我来的，我不来他就要开除我金陵学院老师身份，我们都是被杜恒派来的，别杀我！惨叫声此起彼伏，短短的时间，尸体密密麻麻地堆着。叶贼，你这样大开杀戒，你就不怕引起众怒？周文生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等聚众谋逆，难道不该杀？叶枫嘴角扬起，直接就给周文生等人按上聚众谋逆的罪名。我们哪里聚众谋逆？周文生满脸愤怒，叶枫这是要给他们直接定罪，真可谓是阴狠毒辣啊！你放心，明日朝堂之上，本君会亲自给尔等定罪。届时整个大宋皇朝的百姓只知道有个金陵学院的副院长
聚众谋逆，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叶枫看着周文生，带着戏谑的表情：“你敢？”周文生听到抄家灭族，见到身后的杀戮声越来越近，内心也终于是有些惧怕了，尤其是害怕叶枫给定的聚众谋逆的罪名。说吧，谁指使你的？或许本君考虑饶你一命。叶枫自然很清楚，周文生接连2次聚众闹事，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发的行为。只要知道是谁指使周文生，就知道指使杜恒等人的鬼面人背后究竟是谁。哼！周文生冷哼一声，环抱着双手站在那里，一副丝毫不怕的模样。既然想当硬汉，就成全你吧。叶枫双眸一凝，敬酒不吃，想要吃罚酒，猛然抽出腰间天子剑，朝着周文生一剑猛然刺出去。你敢？可惜。周文生瞪大眼睛，低着头看着插入胸膛的天子剑，鲜血不断的流淌出来，身体不断的倒退，长剑抽出，鲜血喷涌。他没想到叶枫下手这么果断狠辣，一点余地也不留。郑国君，别杀我，都是周文生逼我的。吴兴见到叶枫，一剑就将周文生斩杀，吓得满脸苍白，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其余的几个金陵学院的夫子也都被吓得不轻。迟了。说完，转身朝着清雅阁走去。啊！惨叫声响起，杀戮还在继续，鲜血彻底染红大地。临江城的城墙，就见到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身穿盔甲，手持长剑，神色坚定，眼眸深处却弥漫出深深的担忧之色。他就是临江城的守将于守仁。大魏皇朝10万大军来势汹汹，领兵的将军也是大魏皇朝战功赫赫的章台。此人用兵勇猛，仅仅依靠临江城8000将士，想要守城难如登天。于将军，朝廷那边有没有消息？弟兄们快撑不住了。就在这时，董昭狼狈不堪地来到于守仁身前。董昭身上的盔甲也都是血痕，喊杀声不断地响起，城外是密密麻麻的大军，一道道的登城梯不断地架起来，密密麻麻的士兵疯狂地攀登城墙。传本将命令，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于守仁满脸笃定，遵命。董昭听到命令，二话没说，埋头就朝着城墙走去，死死地咬着牙齿，内心愤懑转化成为战斗意志。于守仁一副文人模样，却治军严明，军令如山，手底下的部将也心知肚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董昭离开之后，于守仁的嘴角扬起，念起叶枫所作的《凉州词》，哈哈大笑，朝着城墙下面走去，道：好一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辈男子汉，战死沙场又如何？临江城。于守仁翻身上马，骑着战马，浑身的灵力激荡。凡临江城男丁，请到广场集合。他的声音远远地传播开去。大魏皇朝大军压境，据说我们临江城支撑不了3日。要是皇帝陛下还不派人来支援，我们就会沦为大魏皇朝的俘虏。于将军召集大家，肯定是有急事，快点去集合。随着于守仁的声音传开，临江城一户户的家庭，上到7、80岁，下到12、13岁，男丁都纷纷朝着广场而去。足以看出于守仁在临江城的威望很高。偌大的演武广场聚集着近万人，这就是临江城如今仅剩下来的男丁人数。绝大多数的人得知大魏皇朝大军压境之时，数日前就选择逃离临江城。诸位，你们不想成为大魏皇朝的俘虏吧？于守仁朗声说道，声音响彻现场。不想。众人异口同声，神色坚定。朝廷的援军不日便可以抵达临江城，我们只需要想尽办法守住，等待援军到达，便可以击败大魏皇朝10万大军。于守仁很清楚，经历过1天的战斗，8000守城的将士损失惨重。若是按照这个趋势，顶多就是支撑3天，临江城就会被大魏皇朝攻破。眼前临江城的男丁约莫有近万人，若是能够投入战斗，只要走上城墙，哪怕是抱着石头朝着城墙下面砸下去，1万个石头都能够砸死不少的大魏士兵。当下的情况，唯有动用临江城一切可动用的力量，方可守城。若是在以前，眼前的情况，他会率领8000守军战死沙场，绝对不会动员百姓走上战场。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战争必败无疑，百姓没有义务走上战场，他们只需要活着。可自从镇国君叶枫来到大宋皇朝后，一系列的变化都让于守仁看到大宋皇朝复兴的希望。他想要赌一把，赌叶枫定然会想到办法，派遣支援的军队杀到临江城支援。于将军，你说需要我们做什么？有人听到于守仁的话语，就立刻回答道：诸位，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守住临江城。于守仁雄浑的声音响起，目光坚定道：从即刻起，男丁每500人自行组成队伍，随本将冲上临江城城墙之上，抵挡登上城墙的大魏皇朝士兵。
家里面的老弱妇孺就让他们负责将整个临江城的石头或者是有重量的东西都运送到临江城的城墙下面。每家每户的铺盖棉絮一点也不要留，全部捐赠出来，也运送到城墙下面。待战争胜利，本将亲自上奏朝廷，调拨银两赔偿大家。尽管城外10万大军眼看着临江城朝不保夕，于守仁依旧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从他的神色里面看不出任何的慌乱。于将军，朝廷派遣多少援军？就在众多的百姓都纷纷离去后，袁林赶紧走上前来询问道。我也不知道，于守仁对着袁林说道。袁林哪里还不明白，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援军，就是于守仁为了让大家保持战斗希望编出来的谎言。袁林，传令下去，弓箭手不得浪费一支箭矢，只要大魏皇朝不攻城，就不要主动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城。于守仁对着袁林下令道。遵命。袁林躬身退去。欧阳伦，你为何下令停止攻城？临江城外数十里外，大魏皇朝的中军营帐，一个身穿盔甲气势雄浑的中年男子，他满脸愤怒，气势汹汹地冲入营帐，死死地盯着坐在正前方的欧阳伦。他就是此次负责领兵的将军张台，而欧阳伦年纪轻轻却被任命为元帅，想到对方是欧阳明的独子，张台也懒得和欧阳伦争夺名利，只想要赶紧将临江城攻破。哪知道明明攻城如火如荼，欧阳伦却下令停止攻城，这不是给大宋皇朝喘息的机会吗？明知道临江城守军仅有数千人，却不赶紧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攻城，难道要等对方的援军到来吗？张将军，稍安勿躁，不要着急。欧阳伦倚靠在椅子上，神色淡然道。临江城区数千守军，我们想要夺取，唾手可得，不必急于一时。你懂什么？战场局势瞬息万变，贻误战机你负责。张台满脸狰狞，声嘶力竭地怒吼道。欧阳伦听到张台的指责，内心很清楚，本次攻击临江城本就是给自己捞取功劳的机会，张台这么快的攻占临江城，他欧阳伦还怎么立功呢？故而他才下令停止攻城。张将军，你不要3番5次挑衅本帅的极限，你要知道我才是陛下钦点的指挥3军的元帅。欧阳伦被张台如此指着怒骂，也不甘示弱，对着张台威胁道。张台被任命为将军，得知欧阳伦为元帅之时，他的内心本就郁闷至极，却没想到此刻欧阳伦还要用身份来威胁他，哈哈大笑，将营帐甩得高高飞去，愤而离去。启禀镇国军，临江城发来急报，大魏皇朝10万大军压境，以临江城8000守军，怕是无法坚守3日，请求支援。李林甫端坐在那里，苍老的声音响起，脸色阴沉。想到周文生等人的死亡，他的内心就憋着愤怒。饶是他也没想到叶枫下手这么狠辣，真的是一个不留，鲜血都形成一条小溪流。只要是参与的人，几乎都被蔡弘率领预备军斩杀，血腥味弥漫，久久未曾消散。经过叶枫如此狠辣的杀戮，以后他们想要找人帮他们执行刺杀任务，就会变得很困难。叶枫给周文生等人定的聚众谋反的罪名，令人他们也根本找不到理由反驳。大魏皇朝10万大军来势汹汹，李林甫倒要看看大宋皇朝手里面掌控的军队都还没有10万的数量，叶枫又如何应对10万大军呢？既然大魏皇朝如此不识好歹，本军决定亲自出战。叶枫神色淡然，声音平静，仿佛大魏皇朝的10万大军根本不在他眼下，只是等闲而已。道：只需要半个月，本军定然率领信陵夫人的8000骑兵，不仅要击退大魏10万大军，还要夺回燕云18城。哗哗哗！叶枫铿锵有力的话语响起，朝堂之上文武百官满脸惊骇和错愕，若不是看见身边的人也和自己一样惊诧，他们都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就连李林甫闻言，满脸的不可置信，旋即脸上浮现出浓郁笑意，赶紧对着叶枫恭维道：镇国军亲自出征，必然战无不胜。他也没想到叶枫竟然想要亲自出征，内心都是冷笑，心道：叶枫啊叶枫，年少轻狂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可是你自寻死路，那就怨不得我了。其余的朝臣哪里会不明白李林甫的意思？镇国军威武，不少的朝臣纷纷跟着奉承叶枫。哎呀，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冲动？他真的会打仗吗？赵秋燕站在朝堂后面，听到叶枫要率兵出征，忍不住皱起眉头，内心有些担忧。他似乎没听说过叶枫会带兵打仗。海明等人本来想要赶紧进言，劝诫叶枫要三思而后行，却没想到话到嘴边都被李林甫率先说出奉承话语。若是他们出言劝诫，叶枫必然下不来台阶。汤大人，请问岳家谋反案调查的如何？叶枫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讶，看向刑部尚书汤达，问道：回禀镇国军，岳家谋反并无实质性证据，都来自于几个人的指控。如今那些指控的人都已经找不到，可以为岳家平反。汤达很清楚，
岳家当年的谋反案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连宋宣帝本人也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后来想办法买通几个岳家军的亲属人员，就这样断定岳家谋反，才给岳家定罪。那些作证的人早就被宋宣帝斩杀干净，也不可能再找到了。如此一来，岳家谋反案自然就难以成立。魏公公，宣旨。叶枫看向站在的魏贤，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岳家谋反案，经刑部重新审理，证据不足，乃是当年办理错误案件，本应追究办案人员刑部尚书李贵的责任。鉴于李贵已经死亡17年，免于追究他的责任，经查明他的后人也已经悉数死亡，不再连带追责。即日起，大将军岳腾官复原职，可重建岳家军。若是当年因岳家谋反案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官复原职。魏贤的尖锐的声音响彻朝堂，朝堂之上的官员神色各异。毫无疑问，李林甫的脸色最难看。岳腾官复原职以后，大宋皇朝的朝堂之上，他李林甫想要只手遮天几乎不可能了。就算此次叶枫出征临江城，战死沙场没有归来，岳腾也能够在朝堂之上牵制他。想到这里，李林甫内心不得不感叹，这个叶枫思虑实在是太周密，心里面忍不住有些郁闷。早知道岳腾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还在天牢里面，当年没有被斩杀，当日文白军逼宫，就不该同意叶枫去天牢，两人也不会遇见。岳腾此生此世心灰意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天牢了却残生，真是该死。越想越是郁闷，他发现自己千方百计想要设计陷害叶枫，最终叶枫不仅能够逢凶化吉，还能够因祸得福，变得更棘手。本军出征期间，丞相李林甫和大将军岳腾同掌朝政，叶枫也没有迟疑，缓缓的道。就连李林甫都被叶枫话语给吓一跳，实在是不明白叶枫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助阵国军凯旋归来，李林甫躬身说道。叶枫神色淡然，他内心也很清楚，李林甫固然阴狠毒辣，铲除异己，可是这家伙的能力毋庸置疑。他率军出征临江城，朝堂必须要有人执掌，李林甫自然是很好的选择。只要有岳腾牵制，他也翻不起什么浪花。退朝！魏贤尖锐的声音响起，叶枫转身朝着朝堂外走去。朕陪你一起出征。赵秋燕见到叶枫出来，就赶紧迎上来，开口道：放心吧。叶枫自然知道赵秋燕是担心自己，语气平静的道：燕云18成，本就是因我才被凌潇湘拿去，我去亲自取回来，天经地义。你不要有心理负担，那是朕心甘情愿的，与你无关。赵秋燕语气坚定，就算是要背负骂名，也应该是自己背。以叶枫的能力，若不是来到大宋皇朝，去其他皇朝绝对都是香饽饽。哈哈，你想太多。叶枫伸出手在赵秋燕的鼻子上刮了刮，哈哈一笑，大踏步朝着清雅阁走去。你调戏朕！赵秋燕满脸羞红，回过神来，后面3个字还没说出来，发现叶枫已经走远，跺了跺脚，赶紧跟上去。张陵身边跟着王昌浩就来到清雅阁外。周文生被定罪为聚众谋逆，不少的学子也被当场屠杀。他身为金陵学院的院长，自然要来找叶枫讨要个说法。你们快看，那不是老丞相张陵吗？他竟然亲自去清雅阁，这是要对叶枫屠杀金陵学院学生兴师问罪吗？你是不是想太多？就算张陵是丞相，那也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人家叶枫现在堂堂镇国军，他凭什么问罪？周文生等人罪有应得，我听文超他家的时候搜出来的白银都有近100万两，古董字画不计其数。那你们说张陵去清雅阁干什么？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张陵离开过金陵学院几次。张陵自从被罢免丞相职位，担任金陵学院院长起来，深居简出，突然出现在清雅阁外，又联想到昨日叶枫对周文生等人的屠杀，自然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位小兄弟，麻烦通传一声，金陵学院院长张陵求见镇国军。张陵对着2个看守镇国军府的护卫说道。好的。一个护卫转身就来到内院外，启禀镇国军，金陵学院院长张陵求见。叶枫听到张陵主动来见自己，神色一喜，他正想要去金陵学院，想不到对方主动上门来了。请他去会客厅，我稍后就到。叶枫对着护卫说道。朕陪你去。赵秋燕听到张陵亲自来清雅阁，觉得定然是张陵找来叶枫的麻烦，赶紧说道。张陵应该不是来找麻烦的，你不用去。叶枫对着赵秋燕说道。若是你跟着我去，你怎么在清雅阁也难以解释。好吧。赵秋燕摇摇头，显得有些不情愿。张陵和王昌浩随着护卫就来到清雅阁的会客厅。2位请喝茶。一个丫鬟端着1壶茶来到会客厅，分别在张陵和王昌浩的身边的茶杯轻轻地倒上半杯茶。随着茶水扩散开来，淡淡的清香伴随着青山绿水间的风味，
令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四肢百骸都跟着舒展。张玲双眼一亮，转过头如获至宝，端起丫鬟倒上的茶水，轻轻地将茶杯放在鼻尖前面3寸的位置。这个距离不远不近，恰好能够将茶水散发出来的清香一点不遗漏，通过鼻孔吸入身体里面，清冽、醇厚、清香。你手里面的茶壶，可否借给老朽端详1、2？张玲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诗词歌赋，其次就是研究茶叶。他自诩也算是喝过九州之上最顶尖的小荷清茶，那股味道和眼前的茶水比起来天壤之别。王昌浩也有些惊讶，他很清楚自己的老师对于茶叶深有研究，能够让他露出如此神态的茶叶少之又少。没问题。丫鬟对于茶叶也不懂，知道对方是来见证国君的人，也不敢怠慢，走上前去，将手里面的茶壶递给张玲。就见到张玲小心翼翼接过茶壶，轻轻地伸出手，将茶壶的盖子慢慢地打开，就见到茶水呈现淡绿色，色泽纯净而自然，就算是他研究过的最顶尖的小荷清茶，冲泡出来的茶水也略微带着浑浊和苦涩。老师，这个茶叶有什么奇特之处吗？王昌浩对于茶叶了解不多，只知道喝起来口感清爽，当即有些好奇地对着张玲问道：小荷清茶产自燕国高山区，每年才能够出产近100斤，1两小荷清茶价值10两黄金，而眼前的茶叶比小荷清茶更甚10倍。张玲声音略微颤抖，枉他研究茶叶数十年，竟然不知道九州还有此等茶叶。王昌浩闻言也是满脸错愕，小荷清茶的大名他自然很清楚。这有啥的，我家主人丢了一大包在茶房，平常我们干活困了就取一些泡一壶水，喝起来也就那样，1两茶叶10两黄金。丫鬟听到张玲说的那么玄乎，忍不住嘀咕：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张玲听到丫鬟的话语，声音颤抖，站起身来，满脸愤怒。丫鬟都被张玲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得不轻。大张院长，什么暴殄天物？脚步声传来，叶枫从外面走到会客厅，就见到站着身体端着茶壶的张玲，头发花白，穿着一袭白袍，身上带着一股儒雅之气，面容间带着几缕皱纹，倒是符合叶枫了解的这位老院长的形象。爽朗的声音传来，张玲抬起头朝着叶枫看去，就见到一个青年男子，面容俊朗，神态坚毅，五官端正，整个人站在那里，饶是以他也不得不感叹，这是个形象极其良好的男子，似乎与心狠手辣、凶神恶煞等词语都沾不上任何的关系。想必小兄弟就是郑国君叶枫吧？张玲对着叶枫问道，将端着的茶壶轻轻放到桌岸，笑道：老朽是觉得此等极品清茶被他们这些丫鬟拿来泡水喝，乃是暴殄天物。张院长此言差矣，所谓品茶品茶，喝茶喝茶，无外乎就是人的内心，也就是心境，又何必拘泥于用茶壶泡，亦或是用瓶子泡？就像张院长品茶，品的是人生境界，品的是安静祥和，亦或是品的是大宋风云。而我府邸的这些丫鬟仆人，他们依旧是品茶，只不过他们品的是3餐4季、春去秋来、酸甜苦辣的人生。试问，张院长和他们品茶和喝茶，又有何高低贵贱之分？又何来暴殄天物呢？叶枫一字一句不断的响起，却令张玲内心震撼。而那个丫鬟听到叶枫为自己辩驳，内心都是暖意。镇国君之言醍醐灌顶，令老朽惭愧不已。张玲内心里面也是震撼，叶枫年纪轻轻却能够悟出此等境界，着实令人感到惊骇。只见叶枫转过头看向那个丫鬟道：你且在外面等候，待会张院长若是喜欢，你就领他去茶室取上3、5斤，带回金陵学院慢慢品尝。3、5斤。张玲瞪大眼睛，就像是同龄，才发现自己又有些失态，赶紧深吸一口气，微微尴尬的道：镇国君此言当真？张院长放心，这些茶叶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寻常，我大多数时候喝的都是比这种茶叶更高级的特级茶叶。叶枫对着张玲神色淡然的道：特级茶叶。听叶枫的口气，似乎还有比眼前的茶叶还要好上很多的茶，那又是什么样的茶呢？张玲强压下内心的好奇，毕竟自己和叶枫第一次见面，也不好开口。不知张院长突然造访，所为何事？叶枫率先对着张玲出言问道。以他的猜想，眼前这位老院长的秉性不太可能是来找麻烦的。老朽身为金陵学院的院长，缺乏管束，导致周文生率领学生做出出格之事，深感抱歉，特意来请罪。张玲本身思想保守，本以为周文生仅仅是与自己观念不合，言行有些激进，绝大多数的时候周文生闹得只要不过分，他都不会过问。他身为金陵学院的院长，更希望的是学院里面融合百家之长，思想自由，百花齐放才是最好的教育理念。却没想到周文生竟然敢利用副院长身份贪污枉法，府邸搜出来的银钱近100万两，
令张陵感到触目惊心。他们聚众谋逆，与你无关。叶枫来到大宋月余，对于张陵有所了解，他是大宋皇朝典型的读书的保守派人物，可他从来不去打压身边的激进派，以至于他成为金陵学院的院长以后，整个金陵学院里面什么种类的人都有，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不过本君倒是有点想法，说与张院长，金陵学院不妨做出长远规划，将整个学院划分成为文学院和武学院。文学院负责学习经国治世之能，武学院负责修习武道研习兵法，文武兼顾，方能为大宋输送源源不断人才。只需要3-5年，大宋皇朝由内而外必然出现巨大改变。就这样，叶枫将金陵学院未来的规划详细无比地告知张陵。张陵越听到后面越是震惊，叶枫所言的想法不就是他一直追求的百花齐放吗？只不过他内心所想却无法制定方案。一直到叶枫说完，他忍不住满脸敬佩道：大宋有君，我大宋皇朝当心。张院长，喝茶喝茶，本君也只是提出规划，具体的操作还需要你们去执行。叶枫对着张陵做出一个请的手势。镇国君放心，老朽回去金陵学院就立刻执行。张陵端着茶杯，只见杯中茶水呈现碧绿色，微微透亮，宛若琥珀，携带着一点墨绿，透明中泛着淡淡的碧绿，茶杯中浮晃着一抹淡碧，几缕青烟散着温热。他将茶杯小心翼翼放到嘴边，轻轻地抿了一口，满脸欢喜惊骇。茶水入口醇厚宜人，沁入茶香，随着茶水吞入喉中，齿颊留香，芝兰之气，舌尖微甜，一股茶香慢慢地从舌头沁到咽喉，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轻松畅快，浑身的毛孔都微微舒张开来，享受此刻的纯净清香。好茶啊！张陵满脸笑容，忍不住道：镇国君，在下王昌浩，金陵学院的老师，有一事相求。王昌浩来到叶枫身前，躬身行礼。叶枫早就注意到王昌浩，对方身上有股儒雅之气。何事？叶枫淡淡的道：听闻镇国君想要率兵亲自支援临江城。王昌浩神色间带着敬佩，万万没想到叶枫身为镇国君，身居高位，却敢以身犯险，道：王某虽然一介书生，却也想要征战沙场，为国效忠。大宋皇朝边疆危在旦夕，我辈男子汉大丈夫，自当马革裹尸，正如镇国君所施，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请镇国君允许王某随军出征。说着，王昌浩身上弥漫着凌厉气势，先天中期的修为浮现出来，道：王某自幼习武，踏上战场不会成为累赘。叶枫看着满脸真诚的王昌浩，内心也忍不住感慨：大宋皇朝分崩离析，奸臣当道，越是此等混乱，越是能够浮现出英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好，叶枫对着王昌浩应允下来。多谢镇国君。王昌浩来之前就害怕叶枫不答应，毕竟他一介书生，从未上过战场，却没想到叶枫答应的这么爽快。明日正午时分，本君亲率8000骑兵驰援临江城，届时任命你为随军偏将，建功立业。叶枫紧接着对着王昌浩说道：先天中期修为，担任偏将也是挺合适的。就在他们说话之间，张陵将那壶茶都喝干净了。多谢镇国君的好茶款待，老朽要赶紧回去安排金陵学院的改革。张陵站起身来，苍老的身躯仿佛年轻数十岁。自从听到叶枫对于金陵学院的规划，他觉得不出3-5年，整个金陵学院将会变得更重要。届时他相信整个大宋皇朝的年轻一辈都会以加入金陵学院为荣，而不是选择拜入清月寺亦或是太真山。带张院长去茶室取上几斤茶叶。叶枫对着丫鬟吩咐道。张陵闻言，脸上洋溢着浓郁笑意。末将告退。王昌浩已然带入偏将身份，对着叶枫躬身行礼，就跟着张陵而去。叶枫看着张陵和王昌浩的身影，嘴角扬起，忍不住感叹：大宋皇朝若不是被宋宣帝祸害，唯有张陵做丞相，无有岳腾做大将军，也不至于短短的20-30年就变成此番模样。张陵当丞相固然迂腐墨守成规，此人身上却弥漫着典型的文人风骨，忠君爱国，而且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这种丞相想要开拓进取，使得国家更强大，自然不可能。可守土有责的能力却很强，世人只知道岳家军无往不利，却不知道身为丞相的张陵为岳家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粮草供给和兵源补充。叶枫给张陵阐述的金陵学院的构想，其余的事情就交给张陵去做。他现在的身份和大魏皇朝完全不一样，在大魏皇朝，他只需要为凌潇湘铲除一切疑难问题。他现在镇国君执掌天下的身份，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必须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能。这些能力对于曾经身处华夏最顶尖的战神来说轻而易举，否则
他也不可能带领华夏成为最强霸主，逼得7大主神联手才能对付华夏，却都被叶枫一人斩杀7大主神。他也相信7大主神战死之后，以华夏子孙的秉性，最多20年就会成为更强大的霸主，统治世界。兴许将来某一天时空交错，自己还能够回到那片湛蓝的大地，也说不定呢。送走张陵，叶枫带着大山和老黄就朝着信陵军府走去。明日便要出征，他要去看看信陵夫人的8000骑兵，顺带看看霍云的军队准备的如何，拜见郑国君。自从上次叶枫来过信陵军府，2个护卫就将叶枫记下来，见到叶枫到来，赶紧躬身行礼。你们夫人在吗？叶枫对着护卫问道。夫人听闻郑国君要带兵出征，刚收到消息，便亲自前往军营整顿军事，一时半会怕是无法归来。护卫禀报道，信陵夫人的亲军也不可能驻扎在府邸，都在金陵城外的军营里面。姐夫，你来找我姐。就在叶枫准备去城外大营看看之时，就见到霍云穿着银白色盔甲，身材虽然略微瘦削，却显得气宇轩昂。2个护卫闻言，眼眸深处都有些异样神色，内心暗道：不愧是郑国君，感情都搞定夫人了，难怪会率领夫人的亲军亲自出征。你的骑兵组建的如何？叶枫可是很清楚，霍云的8000骑兵还需要临时组建，必须要去预备军挑选，或者是自行招募。姐夫放心，8000骑兵我已然挑选完毕，接连训练2天，我相信必然能够击退朵翼王塔要干，夺回河西郡。霍云信心满满，年轻稚嫩的脸庞充满着骄傲之气。朵翼王塔要干号称8万大军，你率领8000骑兵，10倍于你的兵力，你要如何击退他？叶枫对着霍云问道。姐夫，朝堂之上你便说过，塔要干朵翼部落号称8万大军，实则朵翼部落常年游牧为生，拖家带口，他们的军队虽然是骑兵，战斗力机动性不足。霍云听到叶枫询问战略方法，神采飞扬道：我率领的8000骑兵就要以更快的速度发挥骑兵的机动性，我要让塔要干跟着我的军队疲于奔命，找准时机一击溃敌。如何能够让你的骑兵更快呢？叶枫对着霍云继续追问到，一个骑兵配备2匹战马，剩余的战马作为补充，1匹战马可以携带一个骑兵10天的口粮，若是攻击过快，粮草无法跟上，就用受伤的战马充当军粮，只需要1个月，我便可以横跨河西郡。想到自己明日就要率领8000骑兵踏上战场，霍云满脸豪气，激动万分，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惧意，有的都是激动，恨不得今日就出征。好，很好。叶枫闻言满意的点点头。这个霍云短短时间能够想出来一个骑兵多匹马的出战方式，还真是天生将才。待你收复河西郡，凯旋而归，我为你庆功。叶枫语气坚定，从霍云的身上他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姐夫，你也要出征临江城，我们就比一比谁最先凯旋归来。霍云当即对着叶枫说道。可以。叶枫没有丝毫的迟疑，就应允下来。胡闹。就在霍云和叶枫交谈之间，不远处的信陵夫人身穿银色盔甲，手持长枪，威风凛凛走过来。霍云见到信陵夫人到来，赶紧恢复一本正经的表情，对着叶枫鞠躬道：拜见姐夫，小弟先去忙了，你们俩慢慢交流。说着伸出2只手，2个大拇指就这样对在一起，对着叶枫比对比对，那意思恨不得叶枫马上和他姐成婚。你欠收拾。信陵夫人见霍云调侃自己，暴喝一声，抬起脚就朝着霍云的屁股就狠狠地踹出去。姐夫，我先走。霍云见势不对，一溜烟朝着府邸里面就跑进去。叶公子快请进。信陵夫人想到那天的事情，隐藏在头盔的2边脸颊瞬间红透了，赶紧避开叶枫的目光，硬着头皮对着叶枫做了个请的手势。夫人辛苦了。叶枫见到信陵夫人走近，轻声说道：妾身能够率领8000骑兵随公子出征临江城，乃是妾身的荣誉，为大宋皇朝生死存亡而战，何来辛苦？信陵夫人听到叶枫的关心，内心美滋滋，暗暗窃喜，先是冠冕堂皇说了一通，紧接着开口道：能够为公子而战，妾身就算是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夫人妩媚动人，温婉漂亮，文能持家有方，武能骑马上阵，刀山火海那绝对不能带你去。叶枫对着信陵夫人缓缓的道。2人一前一后走入信陵军府，2个侍卫见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窃窃私语，不愧是郑国君，我们大宋皇朝这么多人都拿不下夫人，现在竟然被他拿下了。一个侍卫满脸鸡贼的道：你怎么知道夫人已被拿下？另外一个有些年轻的侍卫满脸好奇，他无法理解，身边的老鸽子看几眼就知道被拿下，你小子根本不懂，等你以后找到媳妇，结婚入过洞房，你就知道了。年长些的侍卫满脸显摆的道：或者今天晚上轮班，我带你去风花雪月找几个试试，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去，你明明就是自己俸禄被嫂子收到，私房钱花完了，想要去偷腥，就想我这个单身汉请你。年轻侍卫满脸警惕的道：你小子懂个屁，我是传授你经验，怎么着你也得给点拜师费吧。年长侍卫紧接着开口道：况且你存钱娶个媳妇根本不合算，我来给你算算，你每天去普通风月场所找个中等头牌，顶多就是3-5钱银子，而你想要娶个媳妇，彩礼就是300两以上，前前后后的打赏花销怎么着也要200两，最后怎么着找个媳妇也要500两银子以上。你算算3天你去找一个头牌，就算你年轻力壮，一年去200次，也顶多花费30-50两银子，你自己算算账，合算不合算？年长侍卫继续给年轻侍卫洗脑。哼，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又想要外面偷腥。年轻侍卫若有所思，心里暗暗记下来，却还是要装作不在意。身为初哥，总是要矜持一点，实际就想要悄悄一个人去试试。叶枫和杏林夫人刚来到院子，只见杏林夫人也顾不得穿着盔甲，立刻转身，双手勾着叶枫的脖子，整个人就朝着叶枫怀里面钻进去。早就听闻女人30如狼，40如虎，这才一日不见，杏林夫人便忍不住了。两个人一边抱着一边亲着，杏林夫人开始丢盔弃甲，美不胜收，干柴烈火，熊熊燃烧。就这样在院子里面，杏林夫人满脸羞红，就像是红透了的苹果，细嫩而白皙的肌肤令人沉醉。或许是杏林夫人常年累月修炼武道，训练军队骑马的缘故，身上的肌肤格外的紧实，充满力量。正午时分的烈日慢慢的照耀下来，满院子充斥着芳香味，缠绵悱恻，只恨时间太快。两人不知不觉，头顶的烈日慢慢的已经转移到西方的天空，微风轻轻吹过，两人都忍不住抱紧对方，似乎感受到有些凉意，环抱着就钻入房间里面，一直到夕阳西下，日暮三竿。公子喜欢吗？杏林夫人声音柔软，似乎还有些喘气，轻轻的在叶枫耳边问道。叶枫只感觉到浑身舒畅，整个人不断的腾飞天空，自由自在的在翱翔，宛如大海里面的鱼儿，不断的游荡，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才总算是找到归宿。他的内心也忍不住感慨，难怪人人都想成为曹阿瞒。夕阳西下，叶枫才从杏林军府慢慢悠悠走出来，若是天天如此，怕真是吃不消，只感觉到双腿走路有点飘。知道杏林夫人早上去军营，已经安排好一切，他也没有必要再去一趟，明日金陵城外直接出征即可。老黄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对着身边的大山道：你看我说的准不准？必然是夕阳西下战斗才会结束。什么战斗？大山满脸的不解，忍不住问道。以后你便知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黄颇为神秘的道。你们在聊啥？叶枫来到老黄和大山身前，刚才两人可是聊得火热，就出言问道。老黄说，你应该能够承受住半天。大山的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老黄赶紧打断道，没聊啥，我就是告诉他，明天上到战场必须要保护好少爷的性命。夜晚，清雅阁的内院，赵秋燕神色间有些担忧，微微倚靠在秋千边上，双手托着香腮，美目一直盯着叶枫。叶枫端坐在那里，有些不自在。自从回到内院，赵秋燕就一言不发，一直这样盯着自己，忍不住有些尴尬，心道，难道是去杏林军府的事情被赵秋燕发现了？可回过头想，自己就算是和杏林夫人，就算是被发现，好像也不重要吧。陛下，我脸上有花。叶枫忍不住出言询问道。挺好看的。赵秋燕闻言一本正经的点点头。叶枫只能无语。一直到天色渐晚，慢慢暗淡下来，只剩下微微的光芒，赵秋燕才站起身来，走到叶枫的身前道，你是朕的贤臣，必须要活着回来。说完昂起头朝着叶枫的嘴亲去。哎呦！没等叶枫回味，只感觉到嘴唇疼痛，就被赵秋燕在嘴角直接咬破一个小口子。赵秋燕见到吃味的叶枫，满脸笑容，得意地走开，扭着腰肢朝着皇宫而去，心道，坏淫，还想要伸舌头。正午时分，烈日高悬，金陵城的街道两边早就挤满了人。真是没想到，镇国军率领8000骑兵就胆敢驰援临江城。我听说大魏皇朝为了夺取临江城，调动10万大军。据说镇国军在朝堂之上立下军令状，不仅要打败大魏皇朝，还要夺回燕云18城，不知真假。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要是镇国军真能够夺回燕云18城，那就是我大宋皇朝留名青史的英雄。我觉得你还是太单纯，依我看来，镇国军此番出征，就是觉得大宋皇朝将亡，有可能提前跑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镇国军毫无修为，一点实力都没有，他真的能够带兵打仗，我也持怀疑态度。一个个大宋皇朝的百姓
议论纷纷。每个人的心里面对于叶枫出征的事情都看法不同。有的人觉得叶枫身居高位，还愿意率领8000骑兵冒险出征，乃是高风亮节，为大宋皇朝鞠躬尽瘁。也有的人觉得叶枫没有修为，更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贸然带领军队出征，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叶枫身穿白色长袍，随风而动，腰间挂着赵秋燕赏赐的天子剑，脚踏流星靴，神色淡然，目光平静。陛下亲自送朕国军出征，也不知道能不能凯旋归来。有人见到叶枫身边同样骑着战马的赵秋燕，穿着龙袍，身上弥漫着大宗师的气势，若隐若现，就这样和叶枫并排行走。俨然叶枫和赵秋燕都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身后跟着的是大将军岳腾和李林甫以及文武百官，他们都纷纷朝着金陵城外走去。大宋皇朝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自从宋宣帝将岳家满门抄斩以后，大宋皇朝的军事实力变得越来越弱，莫说主动出击，别人不来入侵就是万幸了。金陵城外，霍云身穿银色盔甲，骑着一匹上等战马，双眼发亮，皮毛黝黑，他手持长枪，背着弓箭，箭筒插着20支箭矢。他的身后跟着2个差不多年纪的青年，都是霍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分别是郑公和蔡沛。两人年纪轻轻，也是神色坚定，身上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先天前期的境界，武道天赋也很不错。3人的身后跟着霍云挑选组建出来的8000骑兵，刚开始他们被霍云选中，一个个都觉得倒霉。朵义王塔耀干率领8万大军，正在疯狂地进攻河西郡，就连河西郡郡守罗明都节节败退。他们就觉得霍云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率领8000骑兵就是去送死。不过经过数日的训练和接触，他们对于霍云的了解有所改观，每个人都被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豪气和傲气感染。况且霍云年纪轻轻便踏入3品小宗师巅峰境界，不仅武道实力强悍，一手剑术更是精妙绝伦，本就是军中将士最为敬佩强者。相处下来，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也多了几分跟着霍云，哪怕是战死沙场也无所畏惧的勇气。另外一边，信陵夫人也是率领8000亲兵，也是气势不凡，她的军队整体实力都要比霍云的8000骑兵强悍不少。来了！郑公见到不远处的城门外，赵秋燕和叶枫并排而来，身后跟着文武百官，对着霍云朗声说道：“下马！”霍云一声暴喝，翻身下马，身后的8000骑兵纷纷跟着下马，整齐而笔直地站着，阵型稳固。叶枫和赵秋燕来到金陵城外，拜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拜见郑国君。信陵夫人和霍云纷纷对着赵秋燕跪拜下去。平身。赵秋燕双眸深处也闪烁着火热的光芒，想不到大宋皇朝还有此等骑兵，气势不凡，每个人的眼神之中弥漫着磅礴战意。尤其是见到霍云的模样，以及身后跟着的算是临时组建的8000骑兵，爆发出来的气势也很是不简单，内心对叶枫更加敬佩。他知道霍云这么多年，本以为这小家伙年纪尚轻，虽然武道天赋不错，想要领兵打仗还差得远，却没想到叶枫只是第一次见到霍云就敢让他领兵打仗，识人能力真是厉害。叶枫见到齐刷刷的骑兵分别列在两旁整个人的身上，不知不觉弥漫着一股磅礴战意。驾！只见他骑乘着战马，马蹄声响起，走上前数步就来到霍云和信陵夫人中间，双眸神色坚定。众将士听令！叶枫此刻的身上蔓延出来的气势，宛若9天战神一般。大宋山河若在，我等便在；大宋山河若亡，我等便死。尔等要记住，不管是河西郡，亦或者临江城，身后皆是尔等的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同胞姊妹。此战若败，他们都将沦为亡国奴，男的变成奴隶，任人宰割；女的变成玩物，任人欺凌。而我与诸位将士也将变成战场之上一缕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被敌人的脚踩过去，被敌人的战马踏过去。故而此战必胜。叶枫说到这里，声震山河。金陵城无数的百姓也听到叶枫的话语，他们眼睛里面都忍不住弥漫着泪水。我误会郑国君了，我该死！以后谁他妈再说郑国君坏话，老子和他拼命！他又不是我们大宋子民，能如此率军出征，我等还误会他，真是畜生不如！哗哗哗，整个金陵城一个个的百姓纷纷齐刷刷地对着城外跪下来。一时间，烈日炎炎的上空，一缕缕的金色虚影不断凝聚而出。必胜！必胜！必胜！16000的将士群情激愤，满脸激动，磅礴战意弥漫而出，他们张大嘴巴，声震山河，狂风呼啸，云彩涌动。叶枫神色坚定淡然，骑乘着战马，扭转身体，目光如剑，似可冲破云霄。本军率领8000将士出征，马革裹尸，义无反顾。只希望诸位睁开眼睛看看，金陵河畔声色犬马，通宵达旦。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负重前行。叶枫的声音如芒在背，使得文武百官都纷纷低下头，不敢去看叶枫的目光。李林甫见到很多人的情绪都被叶枫短短的话语点燃，内心忍不住愤怒。这个叶枫想不到还有此等本事，蛊惑人心倒是很厉害。可惜你注定死在金陵城外。出发！叶枫一声令下，骑乘着战马，马蹄声振聋发聩，朝着临江城的方向一骑绝尘，陡然冲出去。出发！信陵夫人骑乘着战马，身穿银色盔甲，手持长枪，紧跟着叶枫的方向，一排排的马蹄声响起，8000骑兵战意磅礴。驾！霍云健步如飞，翻身上马，骑乘着战马，一骑当先，就朝着临江城的方向冲出去。身后的郑公和蔡沛紧随其后。马蹄声响起，烟尘四起。燕霓裳穿着一身斗篷，将他的面容都给遮挡住，骑乘着一匹战马，紧随着8000骑兵后面追去。大山和老黄紧随其后。赵秋燕盯着叶枫离去的背影，心道：叶枫，你可一定要平安归来。回宫！魏县尖锐的声音响起。赵秋燕转身朝着皇宫而去。大将军，多年未见，风采依旧，别来无恙。李林甫转过身，脸上带着笑意，看向岳腾的方向。李丞相也不遑多让，想当年李丞相仅仅是一个小县令，转眼间就已经成为大宋皇朝的丞相大人。兴许是岳腾大宗师境界的缘故，武道修炼能够让人的容颜看起来比较年轻，看起来两个人似乎年纪相仿，实际岳腾比李林甫的年纪大很多。要知道，宋宣帝时期，岳腾变官拜大将军，那个时候的李林甫还仅仅是连入宫为官机会都没有小县令。叶公子，前面就是青山镇，我们今夜就在那里休整吧。信陵夫人骑乘着战马，快速地来到叶枫的身边。正午时分，从金陵城一路快马加鞭，眼看天色暗淡，就要天黑。也好。叶枫点点头，一直骑着战马，连续差不多飞奔200里，战马也承受不住，需要休息和补充能量。按照这样的速度，只需要3天时间便可以抵达临江城。只要临江城的守将与守人能够想办法抵挡住大魏皇朝7天，叶枫就可以率领8000骑兵赶到临江城。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青山镇，就来到一座比较大的客栈外面，骑兵分别驻扎在客栈的两边，战马一排排拴在一起。几位军爷，不知道是要住店还是吃饭？店掌柜的见到叶枫等一行人，不敢怠慢，满脸笑意的迎上来。吃饭和住店。信陵夫人对着掌柜说道：这边请。掌柜的带着叶枫等人走上2楼的厢房，分别安排房间。叶枫住在最中间的房间，其余的人也都纷纷安排房间。8000骑兵总共有8个千夫长、偏将，他们都分别3个人轮流带领手底下的士兵，轮流值班。深夜时分，你老实点。燕霓裳的身体被寒冰覆盖，他身体的邪神之毒疯狂朝着他的心脉不断的侵蚀而去，他也只能调动寒冰大道，想要与邪神之毒抗衡。奈何邪神之毒诡异的很，遇强则强，不仅没有镇压住邪神之毒，反而被自己的寒冰大道反噬。见到来到房间里面，站在不远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叶枫，燕霓裳轻抿嘴唇，声音冰冷的道：我觉得你对我的误会挺深，像我这样老实的人，你去哪里找？叶枫闻言忍不住苦笑，满脸无奈。你老师。燕霓裳瞪大眼睛，满脸鄙夷。说话间只感觉到身上的寒意越来越强烈，一股剧烈的疼痛饶是以燕霓裳冰冷的脸颊也有些变形。你还不给我解毒？燕霓裳见到叶枫依旧站着无动于衷，忍不住冷冷的道：哦，好的，我这就给你解毒。叶枫闻言一个机灵，满脸笑容，就将身上的外套直接脱下来丢到旁边，就开始脱衣服。你在干嘛？燕霓裳见到叶枫露出线条分明的上半身，只感觉到满脸羞红，咬牙切齿。前辈，你不是让我给你解毒吗？一劳永逸，彻底清除。叶枫伸出手就要去脱裤子。你给我住手，我是要你像往常一样给我压制下去。燕霓裳气得浑身颤抖，这该死的东西一天竟想着那样自己。哎呀，前辈，你早点说清楚嘛，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说这。叶枫嘿嘿一笑，话才说一半，就感觉到燕霓裳身上的寒意不断的凝聚，生怕对方发狂，赶紧走上前去，双手放在燕霓裳心房位置，柔软无比。邪神之毒顷刻间又开始逃窜，隐匿在燕霓裳的奇经八脉里面。燕霓裳身上的寒冰也慢慢的消散，叶枫这才看清楚，燕霓裳穿着一袭轻纱，或许是今晚刚沐浴更衣的缘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芳香神秘之地，恰好就落在叶枫视线里面。燕霓裳感受到叶枫火热的眼神，正准备发飙，却感受到客栈外面出现数道身影，满脸怒色，猛然站起身来，就更加被叶枫看得更清楚明了。披上衣袍，
将完美无瑕的身躯遮挡起来，把对叶枫的愤怒都转移到客栈外面那几道身影之上，寒意凛然。自寻死路，月黑风高夜，你们找个风月场所勾栏听曲不香吗？非要来送死？叶枫忍不住摇摇头，真是扫兴。兴许刚才只差一点，或许叶霓裳就妥协了呢。现在好了，陆地神仙发怒，后果很严重，那几个人怕是活不成喽。敌袭！两边的军营传来呼喊声，将月黑风高的夜晚宁静瞬间被打破。刷刷刷，一阵阵脚步声不断的响起。信陵夫人手里面的10个千夫长顷刻间就出现在声音传来的地方，带领手底下的士兵就开始防备。杀啊！就在这个时候，数十道身影不顾一切朝着军营冲出去，他们的眼神深处弥漫着都是死意。杀！一个千夫长下令，密密麻麻的士兵就朝着冲过来的死士手持长枪，齐刷刷的朝着那些死士刺出去。就在此时，客栈外面的院子里面出现5道身影，有4个人的身上弥漫着都是小宗师修为，不远处站着的那人风度翩翩，是大宗师境界。你们2个人去拖住信陵夫人，你们2人去拖住那个彪形大汉，我亲自斩杀叶枫。紧接着又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负手而立，站在不远处地方，只见他的手里面抓着一柄银白色的长剑，剑光在漆黑的夜晚格外的明亮。很显然，他们对于叶枫身边的强者都调查得很清楚，那4个人的目标就是拖住信陵夫人和大山。遵命，4个人沉声说道。刷刷4个人身上灵力流动，速度极快，朝着客栈里面冲进去。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拖住客栈里面的信陵夫人和大山。咯吱，听到外面的敌袭声响起，信陵夫人来不及多想，手持长枪就朝着外面而去。刚打开房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感受到狂风袭来，一道寒芒近在咫尺，脸色大变，挥动长枪横扫出去，整个人倒退数步。滚开！信陵夫人双脚落地，脸色变得很难看。万万没想到，才刚出征第1天就遇到如此强悍的刺客，看来有人还是不想要叶枫去支援临江城。身上6品小宗师巅峰的修为爆发，银白色的长枪狠狠地刺出去，双眸死死地盯着叶枫房间的方向。他的内心很清楚，这些人必然都是冲着刺杀叶枫而来。砰！大山冲出来，双手变成利爪，携带着破空声，朝着敌人撕裂出去。咔嚓！一个2品小宗师的男子脸色大变，仅仅是一招，他就被大山充满力量的巨爪撕裂胸膛，若不是他躲避及时，后果不堪设想是拉。眼看着信陵夫人和大山都被拖住，就见到一道残影，速度极快，身上的气势更是令人感到窒息。神级榜第10，玉面剑客。眼看着对方朝着叶枫的房间杀出去，信陵夫人脸色大变，长枪横扫，气势爆发到极致，整个人就想要朝着叶枫房间方向靠拢。可是2个牵制他的小宗师武者，又怎么可能让他轻而易举就能够去支援叶枫呢？不顾一切朝着他袭来。大宋神级榜排名前10的强者，修为都已经踏入大宗师境界，想不到有人竟然能够请得动大宗师强者。玉面剑客听到信陵夫人知道自己的名号，白皙的脸庞之上浮现出笑意，道：早就听闻信陵夫人巾帼不让须眉，我的目标是叶枫，你可以继续带领你的骑兵出征临江城。说着，手里面的长剑挑动，将叶枫房门打开。人呢？玉面剑客见到房间里面空无一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变成杀意。这个叶枫竟然胆敢耍他，觉得是叶枫故意换房间，浑身大宗师的气势爆发出来。我玉面剑客要杀的人，天涯海角你也跑不掉。玉面剑客的声音响彻客栈。谁给你说的我跑？咯吱，房门打开，叶枫从叶霓裳的房间走出来，神色淡然。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几个歪瓜裂枣的东西也想要杀自己，哈哈，你真是自寻死路。玉面剑客见到叶枫出现，哈哈一笑，手里面的长剑却丝毫不慢，速度极快，朝着叶枫狠狠地刺出去。不好！信陵夫人脸色大变，内心暗暗着急，她不知道叶枫怎么贸然出来呢。长枪浮动，不顾一切朝着叶枫而去，她绝不能看着叶枫被玉面剑客斩杀。赤赤赤！眼看着玉面剑客的长剑就要刺破叶枫的胸膛，整个客栈之中一股冷厉的寒风吹拂而起。滚！冰冷的声音响起，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见到空气之中寒冰不断的凝聚。玉面剑客脸色大变，就想要倒退，却发现周身都被寒冰蔓延，任凭他是大宗师修为的强者，竟然也无法挣脱寒冰的冻结。陆地神仙！他的双眼瞳孔猛然收缩，死死地盯着叶枫身后房门那里，那道冰冷刺骨的身影，眼眸深处都带着惊恐，这是寒冰大道的气息。该死，李林甫，我杀你老母！
你不是给老子说叶枫身边最强不过杏林夫人吗？玉面剑客的内心都是愤怒。若是知道叶枫身边有着陆地神仙的强者保驾护航，就算是给他玉面剑客100个胆子，也不敢来刺杀叶枫啊！人狂必有祸，真是可怜。叶枫见到被寒冰冻结的玉面剑客，忍不住摇摇头。要知道自己身后这位陆地神仙现在可还在气头上呢，玉面剑客这么嚣张，不就是找死吗？前辈，前辈，别杀我，刚才多有冒犯。玉面剑客声音颤抖，满脸苍白。跑！另外的4个人见到玉面剑客神级榜第10大宗师强者都被对方寒冰顷刻间冰冻，哪里还敢停留，转身就想要跑。咔嚓！燕妮常想到刚才被叶枫欺负，满脸怒气，心念一动，寒冰大道蔓延，将4个人逃窜的身影就这样冻结在逃跑路上。寒冰碎裂，4个人惨叫声都未曾发出来就被斩杀。镇国君，求求你别杀我，我跟着你去临江城上阵杀敌。玉面剑客见到燕妮常不为所动，想着赶紧求叶枫。呵呵，叶枫呵呵一笑，朝着自己房间走去。啊不，李林甫，你害人不浅。玉面剑客只感觉到寒意侵袭，整个人就被寒冰彻底融化，临死的时候发出撕心裂肺的凄惨嘶吼声。叶公子，没事吧？杏林夫人将长枪收起来，赶紧来到叶枫身边，双眸深处闪烁着震惊。万万没想到跟在叶枫后面的斗篷人实力如此强悍。你看我像有事人吗？叶枫拍了拍胸膛，对着杏林夫人笑道。没劲。不远处的老黄怀抱着木匣子，苍老的双眸若有所思，见到战斗这么快就结束，忍不住嘀咕，转身就回房睡觉。大山嘿嘿一笑，也是紧跟着老黄就把房门关上了。夫人，早点休息吧。叶枫对着杏林夫人道。不行，妾身今夜住在你的房间，守护你的安危。杏林夫人见到叶枫刚踏入房间，紧接着后面钻入进去，将房门关上。春风袭来，水波不兴。哼！燕妮常见到杏林夫人和叶枫钻入房间，冷哼一声，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忍不住有些酸酸的感觉。紧接着她刚回到床铺，耳边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只感觉难以入眠。早知道不救她，让她被杀算了，听起来好恶心，就不能小声点？燕妮常的内心不断的发出无声的怒吼，也慢慢变成央求，她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清晨，杏林夫人小鸟依人一般依偎在叶枫的肩膀上，妩媚脸颊红润而充满妩媚，轻声的道：公子哪天觉得对妾身倦了，给妾身说便是。啥？叶枫的手轻抚秀发。呀！杏林夫人被叶枫如此调戏，满脸羞红，恨不得脑袋都给埋到铺盖里面。见到杏林夫人的模样，叶枫忍不住道：夫人，我们这算不算情消和鸣？你真坏。杏林夫人目光流动，魅力无限。起床吧，今天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断元山。叶枫脸上的戏谑消失，取而代之的凝重。刚离开金陵城第一天就遇到刺客，一路想要顺利赶到临江城，怕是难度不小。缓缓的到，希望于守人能够多坚持3天。临江城只有8000老弱守军，面对大魏皇朝的10万大军，想要坚守7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杏林夫人身为6品小宗师巅峰，尽管缠绵一夜，依旧体力充沛，也是翻身走下床来，将衣服和盔甲套在身上。妾身给你穿吧。杏林夫人套好盔甲，就来到叶枫的身前，由里到外一件一件的衣服慢条斯理地给叶枫穿上。见到叶枫轮廓分明的线条，昂首挺胸，啄了一口，满脸羞涩，道：公子没有任何武道修为，身体却如此强壮，真是天赋异禀。哈哈！叶枫闻言哈哈一笑，不置可否。咯吱！叶枫和杏林夫人从房间走出来，就见到不远处倚靠在客栈2楼围栏的燕妮常，身穿一袭白色长裙，外面披着斗篷，双眼明显有黑眼圈，显然一宿没睡好。杏林夫人虽然性格豪迈，却知道为什么对方没睡好，忍不住满脸羞涩。我先去整顿军队。杏林夫人有些狼狈地朝着楼下迅速而去。前辈，昨夜睡得可好？叶枫走上前数步，脸上噙着笑意，对着燕妮常询问道。滚！燕妮常满脸通红，也不知道是被叶枫气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见到叶枫还敢调戏自己，暴喝一声。走了。出发。叶枫一溜烟也是朝着客栈下面而去。大哥，少爷，等等我。老黄和大山也跟着而去。燕妮常见到老黄蹒跚的脚步，双眸深处却闪烁着一抹惊讶。他发现自己堂堂陆地神仙，竟然从那个邋遢老者身上感受到一股冲天而起的剑意，若隐若现。不对，好像是那个木匣子。燕妮常微微眯着眼睛，摇摇头，盯着老黄的背影，微微呢喃。他发现剑意并不是来自老黄身上。该死，这个叶枫到底有多少秘密？这家伙文能治国安邦，武能征战沙场，才华横溢，
长得又帅。明明毫无修为，那诡异的毒素，只要感受到他的气息，就像是老鼠见到猫。现在看来，跟在他身边的邋遢老黄，怕也不简单。叶枫的身上就像是无底深渊，令人忍不住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叶枫来到客栈外面，见到8000骑兵整齐有序，笔直的站在那里，目光坚定，弥漫着磅礴战意。昨天厮杀，可有损伤？叶枫看向千夫长洛城，出言问道。启禀镇国君，10多个不怕死的狗东西，兄弟伙都没过瘾，就被斩杀了。洛城看向叶枫，恭敬的道。他们内心对于叶枫都是崇拜。刚开始以为叶枫亲自出征临江城，乃是心血来潮。昨日见到叶枫毫无修为，却能够骑着战马，一马当先，奔腾200里都不带停歇，他们才知道叶枫的马上功夫这么厉害。今日我们的目标是到达断元山，出发。叶枫一声令下，从旁边捡了几块干粮，塞入嘴中，翻身上马，娴熟无比，就像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一般，行云流水。大，战马奔腾，朝着断元山的方向就狠狠地冲出去。大魏皇朝，欧阳丞相，临江城区8000守军，张台他们在干什么？率领10万大军，3日都没能拿下临江城。凌潇湘端坐在龙椅之上，身上的龙袍雕刻着龙纹，整个人高高在上，他的脸上带着怒意。启禀陛下，临江城守将于守仁冥顽不化，竟然调动整个临江城的男丁一起协助守城。欧阳伦躬身行礼道：根据前线传来的战报，最多只需要1天，临江城必破。陛下，大宋皇朝密探传来消息，镇国君叶枫于昨日率领8000骑兵驰援临江城。兵部侍郎对着凌潇湘禀报道。哈哈，凌潇湘闻言先是一愣，旋即哈哈大笑。大宋皇朝真是无人了，派遣叶枫上战场，还只有区8000骑兵，传令欧阳伦和张台，不仅要夺下临江城，朕还要叶枫的项上人头。凌潇湘站起身来，大手一挥，龙袍飞舞，显得霸气无比。遵命。欧阳明内心也带着冷笑，得知叶枫率领8000骑兵支援之时，他的内心都是狂喜。这家伙真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己闯进来。他刚开始听到8000骑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是8万骑兵。转念一想，大宋皇朝内斗不断，哪里能够调来8万骑兵，根本不可能。于将军，都快4天，朝廷还没传来消息吗？董昭浑身都是血痕，他身上的盔甲都出现裂纹，眼看着8000守军只剩下3000了。眼下的局势，只需要大魏皇朝的大军全力攻城，最多1天，临江城必破。随我去城下。于守仁神色坚定，身穿盔甲，手握长剑，就来到城墙下面，见到不断的搬送棉絮以及滚石等百姓。他高高跃起，站在城墙的高台上，朗声道：诸位父老乡亲，临江城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刚收到朝廷传来消息，后天便可以赶到。我们只需要坚守1天，从现在起，请大家将左右两侧的房屋全部拆毁，所有的石头都给运到城墙之上。待战斗胜利，本将亲自上报朝廷，10倍赔偿给诸位。哗哗哗，一个个的百姓听到援军明日便可赶到，都纷纷窃窃私语起来，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大宋是天下人的大宋，我们不守护，谁来守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还能够登上城墙之人，请随我上墙战斗。于守仁浑身气势爆发，长剑指着城墙上，整个人朝着上面冲去。一些迟疑的百姓也跟着冲上城墙，不少百姓纷纷开始朝着两边拆一座座的房屋，将巨石搬到城墙。杀！董昭见到于守仁冲上城墙，手持长枪，发出怒吼声，也是不顾一切，战意弥漫，朝着城墙冲上去。身后的很多男子，就算是年纪很老的人，也都纷纷跟着于守仁冲上城墙，疯狂地将巨石抛下去。众将听令，随本将将全部的棉絮全部点燃，抛飞下去。于守仁见到密密麻麻的登城梯，一个个的大魏士兵疯狂地朝着城墙之上攀登。一声令下，就见到一个个的将士点燃火把，城墙的角落堆满一层一层的棉絮，都是临江城百姓家中搜寻而来。哗哗哗，随着火把朝着棉絮点燃，就见到于守仁率先将数十个棉絮用火把点燃之后，朝着城墙下面抛下去。啊啊啊！浓郁的火焰燃烧，攀登城墙的大魏皇朝士兵一个个的发出凄惨的嘶吼声。要知道，燃烧的棉絮火力生猛，这样坠落下去，砸在登城梯之上，莫说士兵，就连登城梯都跟着燃烧起来，一个个的士兵不断的掉落到城角，完全就是包裹着士兵烧，根本无法逃脱。给我杀！不要停，全部给我冲！张台骑乘着战马，见到冲锋的将士被于守仁抛下来燃烧的棉絮，就这样阻挡住第一波的冲锋。他双眼圆睁，
满脸的裸晒胡须跟着颤动，发出愤怒的怒吼，手持长枪指着临江城的方向继续发起冲锋。数万的将士朝着临江城发起新一轮的冲锋。张台内心很清楚，临江城就是瓮中之鳖，现在负隅顽抗而已。就算将整个临江城的棉絮全部搬空，也腾挪不出多少。自己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以最快的速度破城才是王道。若不是2天前欧阳伦撤兵，他早就攻破临江城了。大魏皇朝中军大营，外面沙喊声震天响，欧阳伦美滋滋地躺着，身边还跟着2个美丽的俏丫鬟，正在给他剥葡萄，一颗颗的葡萄送入嘴中。报！就在这个时候，营帐外面传来探子的声音。什么事？欧阳伦慵懒地躺着，对着营帐外面问道。启禀元帅，京城传来消息，大宋皇朝的镇国军叶枫正率领8000骑兵朝着临江城支援。陛下下旨，不仅要夺取临江城，还要诛杀叶枫。探子对着欧阳伦禀报道。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正愁没有功劳可以捞，这个叶枫就送上门来。欧阳伦当即站起身来，也没有心思继续吃葡萄，将身上的衣衫稍微整理一番，走出中军营帐。大魏皇朝之时，叶枫3番5次羞辱他，早就对之恨之入骨，总算是找到机会了。道：传本帅命令，立刻召集众将议会。遵命。探子转身就要去通传，却被欧阳伦叫回来，到张台将军率领先锋军正在攻城，就不要告诉他了。他很清楚，若是被张台知道，免不了横生枝节，浪费时间，阻挡他去立功，斩杀叶枫，报仇雪恨。这……探子有些迟疑，却被欧阳伦一个眼神吓得不敢多言，赶紧转身去通传了。不多时，就见到6个穿着盔甲的男子，他们迅速地来到议会营帐，外面正在如火如荼地攻击临江城。不知道欧阳伦将他们召集来干什么，一个个神色都有些疑惑。6位将军率领军队，随本帅绕过临江城，截杀叶枫。欧阳伦见到6个偏将到来，当即指着眼前的地图道：刚收到消息，大宋皇朝镇国军叶枫率领8000骑兵驰援临江城。听到叶枫的名号，6个人都神色诧异，万万没想到叶枫还会领兵打仗。我们所在的是临江城外面，叶枫想要从金陵城来临江城，必然要经过万荡山，只要我们抢先一步，率领大军埋伏在这里，就可以以逸待劳，将叶枫率领的8000骑兵一网打尽。欧阳伦指着万荡山的位置，满脸的激动。只要能够斩杀叶枫，必然是天大的功劳，到时候诸位将军官升3级也不是难事。欧阳伦对着6人说道：元帅，我们现在正在攻击临江城，此刻抽调兵力恐有不妥。一个偏将微微皱起眉头，对着欧阳伦说道：有何不妥？兵贵神速，余守人死守临江城，我们想要夺取临江城，付出惨痛代价，不如迅速绕到万荡山位置，将叶枫率领的8000骑兵剿灭，回过头来杀到临江城的后方，夺取临江城，易如反掌。欧阳伦朗声说道，宛若一切都在他的手掌之中。张将军那里？偏将继续问道。哼，不用理他，他率领3万先锋军，攻击这么长时间都无法攻破临江城，只知道一味的全力攻城就是个死脑筋。现在本帅才是3军主帅，而等随我截杀叶枫，大功一件，到时候免不了加官进爵。欧阳伦本就对张台很不满，他觉得攻击临江城不必急于一时，偏偏张台恨不得马上攻破，自己需要立功的机会，张台却根本不识趣，攻城之战一马当先，完全不把他这个大元帅放在眼中。传令3军随本帅前往万荡山。欧阳伦一声令下，翻身上马就朝着万荡山的方向而去。走吧，谁让人家是丞相的儿子，本就是来捞战功的。6个偏将也不敢反驳，欧阳伦可是丞相大人的儿子，欧阳世家在大魏皇朝根深蒂固，得罪他们以后仕途怕是到此为止了。况且想到叶枫仅率领8000骑兵，他们这里有7万大军，就算正面交锋也是必胜无疑，当即传下军令，朝着欧阳伦追上去。张台亲率大军冲锋到临江城下，身上灵力激荡，他可是小宗师境界，长枪浮动，怒吼道：随本将冲上城去。眼看张台都身先士卒，一个个的士兵也全然不顾头顶上坠落下来的石头，亦或是燃烧的棉絮，开始新一轮的冲锋。余守仁满脸决然道：砸！随着他的命令传到，一个个的石头就朝着城墙下面狠狠地砸下去，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报！报！就在这个时候，临江城里面800里加边的消息从金陵城总算是传达到临江城。快说！余守仁站在城墙上盯着报讯员。临江城守将余守仁接旨，命你守住临江城7天。镇国军叶枫亲率8000骑兵已经开拔，不日将会抵达临江城。报讯员对着余守仁朗声说道：啊，余将军，真的有援军？董昭等手底下的副将
他们脸上浮现出笑容。杀！给我守住临江城！于守仁暴喝一声，长剑不断横扫出去，整个人都差点要冲下城墙去战斗。咦，于将军，你快看远处的大魏军营，他们的军队好像在撤退。董昭就发现远处大魏皇朝的军营，一队队的士兵眼看着要袭来临江城，朝着相反方向而去。张将军，中军营帐传来军令，元帅率领其余大军去截杀大宋镇国军叶峰率领的援军，命你继续率领先锋军攻城。张台正拼命地攀登城墙，却听见城下传来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他差点没有从城墙上摔下去。仰天长啸，满脸悲愤。欧阳伦无知啊！紧接着怒吼道：欧阳明误国啊！陛下，陛下，你怎么就随着欧阳明让他这废物儿子做元帅呢？张台很清楚，眼前的局势，全力攻城，最多半天时间就可以拿下临江城。届时，就算是大宋皇朝派兵前来支援，也可以依托临江城。莫说叶峰只率领8000骑兵，就算是率领8万骑兵，他们拥有近10万守军，叶峰想要攻破临江城也是难如登天。而大魏皇朝的军队只要守住临江城，背后是燕云18城，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粮草和兵源。顺着临江城一马平川，几乎可以毫无阻拦的就可以杀到金陵城。只要在临江城屯兵10万，就完全可以扼住大宋皇朝的咽喉，使得整个大宋皇朝寝食难安。可惜啊，欧阳伦刚愎自用，根本不懂分析战局形势，胡乱用兵。现在率领7万大军去拦截叶峰，若是拦截成功，倒也可以。可若是拦截失败，7万大军消耗的粮草都是庞大的数目，想要短时间获得粮草供应，根本不可能。到时候，他们此次攻击临江城就功亏一篑。想到这里，张台内心更加愤怒。况且，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全军出击能够夺取临江城，何乐而不为？给我全力攻城！张台没有倒退，依旧指挥士兵全力攻城。哈哈哈！大魏皇朝分兵2路，明显是想要绕过去拦截镇国军的骑兵，我们守城难度就大大下降了。于守仁远远地见到欧阳伦率领的大军倒退出去的方向，一眼就看出来欧阳伦的意图，哈哈大笑，心情显得无比畅快。就凭借张台手里面的3万大军，他们只需要依托临江城的城墙，坚守3天，完全没问题。于将军，那镇国军岂不是有危险？董昭忍不住问道。放心吧，镇国军率领的8000骑兵，乃是信陵夫人常年训练组建而成，冲锋起来战斗力强悍。若我是镇国军，只需要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不断的和欧阳伦消耗冲锋，只需要3-5次冲锋下来，欧阳伦的7万大军必然分崩离析。一旦军队溃散，镇国军率领的骑兵就可以趁势而上，直奔欧阳伦中军大营，擒贼擒王，必败无疑。于守仁神采飞扬，脸上洋溢着笑容。自从大魏皇朝10万大军压境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流露出笑容。传令下去，临江城无论男女，皆可以登城作战。只要守住临江城，战争结束，本将亲自上奏朝廷，参战之人每人赏赐白银10两。于守仁很清楚，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守城。经过数日的战斗，8000守城将士只剩下2700多人，其余的人都纷纷战死。眼下张台手里面还有2万多先锋军，可不能够大意。赏赐之下，又有不少的百姓纷纷登上城墙，来到于守仁的身前，听候命令。驾！驾！驾！深夜时分，叶峰率领8000骑兵，总算是赶到断垣山。启禀镇国军，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吗？骆承迅速来到镇国军身前。从早晨到现在，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过，真是人困马乏。传本军令，不必安营扎寨，除去盔甲、兵器，每个人留3日的口粮，其余的东西全部放在断垣山，待战争结束再来取。我们大家只有2个时辰的休息时间，2更起身，必须要在明日正午之前赶到万荡山。叶峰的声音响起，不少将士内心都有些埋怨，他们这样长途奔袭，就算是战马都需要歇息，更何况人。夫人，我们都是骑兵，夜晚行军，人困马乏，要不你去给镇国军说说，天明再出发。骆承见到手底下的将士有人埋怨，走到信陵夫人身边道：军令如山，违令者斩。信陵夫人满脸坚定，对着骆承呵斥道。他的内心虽然很疑惑，为何叶峰要着急赶到万荡山，却也很清楚叶峰的性格，如此做必然有原因。就像是之前他去大魏皇朝迎接叶峰，当时快到东云城，也是最后叶峰临时改变，转移去云海港，否则他们怕是很难活着回到大宋皇朝。现在叶峰要求连夜赶路，抵达万荡山，必然是有原因的。叶峰见到信陵夫人走过来，笑着问道：你就不想问问，为何我要临时决定连夜赶到万荡山吗？我相信你。
信陵夫人没有任何的迟疑，笑意盈盈。行军打仗，身为统帅，必须要运筹帷幄。我们出征的消息传到大魏皇朝，凌潇湘必然会催促，尽快攻破临江城。若是临江城被攻破，我们必经之路必然是万荡山。这里两边山峰险峻，地势狭窄，我若是敌军将领，必然在这里埋伏士兵。我们率领的是骑兵，无法快速通过，陷入埋伏，那就必死无疑。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敌人有可能占领万荡山之前赶到万荡山，将一切有可能失败的因素缩小到最低。叶枫随手摸出来地图，指着万荡山的位置，对着信陵夫人说道：你在大魏皇朝真的没有率军出征过？信陵夫人内心都是震撼，正如叶枫所言，她也是醍醐灌顶。就万荡山的险要地势，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骑兵根本无法快速通过，被敌人抢先占领，必败无疑。没，叶枫微微一笑，眼眸深处有些光芒闪烁。他本来构想待肃清朝野，他就亲率大军为大魏皇朝逐鹿九州，正如他当日和凌潇湘说的那样，统一九州也不难。却没想到凌潇湘没给他机会。2个时辰很快过去，众将士征战沙场，敌死我活，我死敌活，只要抢占有利地势，我们便可以减少牺牲。而等随本军出征，我就有义务和责任，保证你们不会白白牺牲一个人。出发。漆黑的夜晚循着微微的月光，叶枫翻身上马，神色坚定，他的身上完全看不出来任何疲惫，有的都是豪情满怀。饶是众将士有些怨言，见到叶枫身先士卒的模样，内心的埋怨都变成了敬佩。大马蹄声打破黑夜的宁静，万马奔腾，朝着万荡山而去。妈的，现在都什么时辰了，他还不出来率领大军占据万荡山？这个欧阳伦真是出来打仗的吗？郑海穿着盔甲，眼看着日上三竿，欧阳伦依旧没出来，满脸怨气。老郑，说话注意点。另外一个副将摇了摇头，对着郑海提醒道，生怕被欧阳伦听到。就在这时，才见到欧阳伦的营帐，他慢慢悠悠地从里面走出来，身边还跟着2个如花似玉的丫鬟。看2个丫鬟的模样，明显辛苦了一宿。他举起双手，伸了个懒腰，见到郑海等6个副将站在不远处的地方，显然是等候多时，微微一笑。诸位莫要急，莫要慌，行军打仗要沉得住，我们距离万荡山200里，只需要大半日便可抵达。以逸待劳，守株待兔，埋伏在万荡山，必然给叶枫一个措手不及。欧阳伦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道。烈日高悬，叶枫率领8000骑兵，身边跟着信陵夫人等人，正如他昨夜预算一般，恰好正午时分赶到万荡山。8000骑兵风尘仆仆，神色间都带着疲倦。可当他们见到不远处的万荡山，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峰，此起彼伏，中间就像是个大峡谷，两侧的石壁光秃秃的没有一根树木。这就是万荡山，好生险峻啊！洛城见到万荡山的地形，神色浮现出惊骇。其余的几个千夫长都是久经沙场，哪里还不明白叶枫为何要争分夺秒赶到眼前的万荡山？就眼前的山峰险峻情况，若是被敌人率先占领万荡山，他们率领骑兵想要从大峡谷穿梭出去，难如登天。老洛，郑国君真是厉害，他怎么知道万荡山的地形？一个千夫长忍不住嘀咕道。以我猜测，恐怕还未出征之时，郑国君就了解过沿途的地形。难道你们没发现，自从金陵城出来后，我们都是跟着郑国君在行军，都没有探路？洛城脑海里面回想起2天以来都是叶枫一马当先，根本就没有动用地图，而所有的行军路线叶枫都好像早就烂熟于心。他觉得必然是叶枫早有谋划，提前调查过地形。洛将军，你带领10多个人去两侧的山峰，好生探查探查，看看会不会有埋伏，其余的将士就地休整，补充食物。叶枫神色淡然，对着洛城下令道。遵命。洛城当即转身，带领10多个骑兵，将战马留在原地，就朝着两侧的山峰迅速地冲出去。叶公子，我们连夜狂奔，骑乘着战马，速度比人快3倍。张台等人就算是攻破临江城，想要赶到万荡山，也至少需要1天1夜，不可能有埋伏。信陵夫人见到叶枫安排洛城等人去探路，胸有成竹的道：不然你仔细看看地图，从临江城到万荡山还有另外的一条路。叶枫指着地图指上临江城的外面道：若是张台等人知道我们前来驰援，提前率领大军绕过临江城，埋伏在这里呢？哈哈，这怎么可能？张台老奸巨猾，可不是傻子。信陵夫人哈哈一笑，张台可是大魏皇朝有名的老将，久经沙场，他顺利攻下临江城，进可攻退可守，根本不可能分兵前来万荡山埋伏。夫人，行军打仗
不仅要勇猛向前，还要学会小心谨慎，绝不能够有任何的马虎。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是一个士兵，而是将领。若是因为你一个小小的疏忽，导致成千上万的将士丧命，那就是罪人。叶枫对着信陵夫人义正言辞的道：以后的大宋皇朝必然是要南征北战，不可能他叶枫每次都亲自出征，他现在就要将信陵夫人等可造之才培养出来，公子言之有理，倒是切身大义了。信陵夫人觉得叶枫说的很有道理，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小心谨慎是最好的。约莫小半个时辰，洛成迅速的来到叶枫身前，道：启禀镇国君，经过仔细的探查，山峰两侧没有伏兵。徐叶枫也是深深吸一口气，沿途来的时候，他最担心的就是万荡山的这里，若是被敌人提前占领，他率领的8000骑兵就会陷入险境。派遣几名士兵充当斥候，盯着万荡山外，原地休息，日落时分冲出万荡山，杀向临江城。叶枫内心悬着的一块巨石也彻底放下，对着洛成命令道：遵命。洛成挑选几名士兵，派遣他们朝着万荡山的峡谷走去。哗哗哗，众多将士听到叶枫下令，也是松一口气，纷纷开始休息。落日时分，欧阳伦率领7万大军，浩浩荡荡就来到万荡山山脚，抬起头见到山路崎岖，丛林密布，两边耸立的山峰，他的双眼微微眯起，就停顿下脚步。元帅，怎么了？郑海等人副将纷纷看向欧阳伦，不明白为何都到达万荡山，欧阳伦又突然停顿脚步。万荡山地势险峻，7万大军想要一口气通过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万荡山历来都是大宋皇朝一处最险隘的关口，谁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伏兵。欧阳伦身为大魏皇朝欧阳世家的少主，又是欧阳明的儿子，他确实想要斩杀叶枫立功，回去好掌控锦衣卫，却也很清楚行军打仗稍有不慎，满盘皆输。眼前的万荡山地势险要，7万大军冲上去，就算是慢慢的通过，也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不妨先派遣部分先锋军前去探查清楚，再做打算。郑将军，你率领1万军队充当先锋部队，走在前面开路，待会率领大军到达万荡山顶端，就在那座山峰之上树立旗帜。本帅就知道万荡山里面没有伏兵，就依次有序地安排其余的士兵赶到万荡山的山峰之上与你会合。欧阳伦对着郑海说道。郑海闻言脸色有些难看，正如欧阳伦说的那样，万荡山地势险峻，若是大宋皇朝在2座山峰间安排的有伏兵，他率先带领1万先锋军去，就是送死啊！内心暗暗愤怒，定然是早晨自己抱怨欧阳伦的话语被对方听到，现在公报私仇。军令如山，他也不敢违背。遵命。郑海躬身行礼，转身率领1万大军就朝着万荡山的山峰之巅攀登而去。报！报！众多将士都还在休息，就听见不远处的山谷传来急促的声音，就见到刚才安排出去的斥候士兵满脸慌张，跑到叶枫身前道：启禀镇国君，万荡山外发现一支大军，从数量看来至少也有5、6万。这……洛成等8个千夫长，他们听见斥候的汇报，一个个的脸上都带着惊骇，忍不住张大嘴巴，忍不住看向叶枫，彻底心服口服。若不是叶枫料事如神，真的提前赶到万荡山，等他们所言天明再出发的话，来到万荡山就是自投罗网之时，敌军怕是早就埋伏妥当，以眼前万荡山的地形，必然全军覆没。镇国君料事如神，我等先前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洛成等副将满脸愧疚，纷纷对着叶枫躬身行礼。一路走来，他们虽然很敬佩叶枫能与他们同甘共苦行军，可内心依旧没有把叶枫当成能够统帅大军的将军，都觉得是跟着信陵夫人。此时此刻他们彻底折服了，如不是叶枫料事如神，他们真的无法想象迟到半天万荡山的后果有多严重。如此险峻的地势，真的被敌人抢先一步占领，他们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报！报！敌军派遣先锋军万余人，正朝着万荡山而来。又是一个士兵迅速来到叶枫身前禀报道，刚才禀报消息的士兵又迅速地倒回去，必须要源源不断的轮换，才能够保证消息的时效性，故而在战场之上的斥候都需要不少人。这也是为什么相隔千里，临江城的消息只需要1天时间就可以传达到金陵城的原因。800里急报，沿途之上每个斥候都配备上等战马，当他奔跑到极限，到达下一个点的时候，另外一个斥候就会立刻携带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万余人的军队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叶枫神色淡然，洛成率领2000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埋伏在万荡山峡谷入口的两侧，树木石头皆可作为砸向山谷的利器。叶枫很清楚，万荡山两侧山谷差不多2000米的高度，
只需要随便一块近100斤的石头砸到山谷里面，都是砸死一大片。遵命。洛城没有任何的迟疑，当即率领2000士兵，骑兵此刻也变成了步兵。他刚才已经探查过一遍，走起来速度快很多。夫人，你率领4000骑兵就埋伏在万荡山里面，只要他们闯入山谷，洛城他们出手袭击，对方必然逃窜。你率领4000骑兵就可以趁势出击，将逃窜的士兵一网打尽。叶枫对着信陵夫人安排道：张庭、段鹏，你们2人率领2000士兵，随本军埋伏在万荡山外面，只要他们进入峡谷，遭受到洛城的袭击，必然前后逃窜，我们就负责让他们死在峡谷里面。叶枫对着左手边的2个千夫长说道：遵命。张庭和段鹏没有任何的迟疑，信陵夫人却有些担忧道：叶公子，妾身这里4000士兵比较多，再安排2000士兵跟着你吧。叶枫对着信陵夫人摆摆手，神色坚定，满脸认真，直接开口到战场之上，不要婆婆妈妈，也不用顾及本军，我想死都困难。敌军不可能轻易踏入峡谷，必然会派遣先锋军队进入峡谷探查，你率领4000士兵可以快速解决战斗，逼问他们情报和暗号。他很清楚自己刚来到万荡山，面对此等地势，都知道派遣洛城先出去探查。谁也不是白痴，敌军来到万荡山脚，自然也不可能贸然闯入峡谷，必然有先锋军踏入峡谷。信陵夫人就必须要将闯入峡谷的先锋军以最快的速度抓起来，逼问出敌军的情报和目的，自然需要更多的将士。走！叶枫手持天子剑，带着张庭和段鹏的2000士兵，速度极快，就朝着万荡山外面冲出去。大山紧紧地跟在叶枫身边。进入丛林的大山，身材虽然魁梧，身姿却无比灵活，宛若一头狼。哎呀，等等我！老黄见到大山跟着叶枫而去，抱着怀里面的木匣子，也是步履蹒跚，速度却丝毫不慢，就跟了上去。燕妮长眸光流动，内心深处却有些惊讶，他也没想到叶枫对于行军打仗如此熟练，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他的脚步轻点，速度极快，快速的就追上叶枫。不多时，叶枫率领张庭和段鹏等2000士兵就来到万荡山的外面，双眸微微闪烁，兵分2路，埋伏在100米开外的丛林。切记，在他们没有进入峡谷前，谁若是胆敢露出任何动静，打草惊蛇，就军法处置。叶枫声音冰冷，对着众将士警告道。感受到叶枫身上弥漫而来的杀意，张庭和段鹏2人眼眸深处都带着惊骇。一路之上，叶枫平易近人，想不到真正投入战斗起来，狠辣霸道果断。段鹏跟着叶枫走左手边，张庭带着另外的1000士兵走右手边，分别以最快的速度窜入茂密无比的丛林里面。郑将军欧阳伦明显是公报私仇。郑海被欧阳伦派来打头阵，内心本就很不忿，听到自己属下话语，内心的愤怒变得更强烈。军令如山，我也不敢违背，大家加快速度，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万荡山的山峰之巅。郑海内心却很清楚，欧阳伦被任命为征讨临江城的大元帅，就算是战功赫赫大名鼎鼎的张台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不过是区区偏将，招惹欧阳伦就是嫌命长。这万荡山邪门的很，两边山峰高耸入云，只有这么一个狭窄的峡谷，我们真的要进去吗？刚才说话的将士盯着万荡山两边，忍不住道：要是里面有大宋皇朝埋伏的士兵，我们闯进去就是自寻死路啊。郑海闻言，何尝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可是现在他不率领众将士登上万荡山的山峰之上，怕是欧阳伦会毫不犹豫就会以他违抗军令，将他就地正法，你说怎么办？郑海对着提意见的将士问道：我们不如就待在这里，随便派小队人马先进入万荡山峡谷查探一番，要是真的没有埋伏，我们再进入万荡山也不迟。那个将士继续说道：如此甚好。郑海听到对方的提议，满意的点点头，当即开口道：你去挑选100来号人进入万荡山峡谷探查情况。就这样，就安排100多个将士进入万荡山狭窄的峡谷。面对这座万荡山，谁也不敢大意，实在是这里地势险峻，不知道多少将士埋骨其中。准备动手。两侧山峰之上的洛城见到有士兵冲入峡谷，他抬起手，每个士兵的面前都摆放着一块巨石，就等他的手放下，大家就会齐刷刷地将手边石头砸入峡谷里面，画面必然是无比血腥，却无比解气。洛将军，好像不对，只有100来号人。另外一个士兵当即对着洛城说道：不要打草惊蛇，放他们进入峡谷里面，夫人率领的4000士兵顷刻间就可以将他们斩杀。洛城赶紧对着众人说道，一个个的又将放在石头上面的双手慢慢的松开。郑国军，这些人怕是不会轻易闯入峡谷。段鹏跟在叶枫身边，见到郑海率领的先锋军停顿下来，派遣近100个士兵先进入万荡山峡谷，有些担忧的道：放心吧，要耐得住性子，
他派遣100人进入峡谷，根本传不出任何的消息。叶枫神色淡然的道：“他早就料到敌人不可能轻易闯入万荡山的峡谷，刚才便已经给信陵夫人交代过，敌军不可能轻易闯入峡谷。区区100人的军队踏入万荡山，都不够信陵夫人率领4000士兵一个回合的对手呢。只要信陵夫人逼问出先锋军的目标，就可以将计就计，诱敌深入。”